先秦帝国云海城，城市中央的转职广场。今天是先秦帝国每年一度的觉醒日，也是帝国最重要的日子。帝国所有年满18周年的年轻人都会在今天聚集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共108座转职神殿之中，参加转职仪式，尝试觉醒超凡之力，成为职业者。这是一个职业者为尊的时代，强大的职业者拥有超凡之力、悠长的生命，掌控社会大部分的资源和财富。尤其是职业者家族，更是积累了无尽的家族底蕴，足够好几代人的传承。普通人要改变命运，最好的方法就是成为职业者。毫不夸张地说，只要觉醒成为职业者，就立刻拥有优先择偶权。平时对你爱搭不理、一脸冷漠的暗恋对象，也会立马对你露出热情的笑脸。如果对方是个普通人，甚至会反过来成为你的舔狗，对你百依百顺、任意摆弄。此刻，仪式还没开始，平日肃穆冷清的转职广场外面就已经人山人海，大街上到处拉满了横幅，书写着相亲宣言和广告。重金求子，本人女，26岁，肤白貌美，名下有3家上市公司，全国1线城市多处房产，找一位战斗职业者帮助，只为借用您的优秀基因。本人22岁，艺校女大学生，长相佳，身材好，柔韧性强，能匹一字马，会下腰。寻找一位职业者男友，懂事不粘人，姿势多。颜值主播，女，23岁，黑丝长腿，放得开，能整活，可御姐，可萝莉，能攻能受。找一位职业者伴侣，不介意做小。本人28岁，男，长相英俊，强壮有力，在会所参加过培训进修，有专业证书，技术过硬。安心保险公司为职业者保驾护航，提供伤亡补贴、资金理财、照顾妻女等服务，详情请咨询。精心打扮的少男少女，富婆名媛，推搡拥挤，拉肩提裙，只为争得更前面一点，让新觉醒的职业者们看到自己。毕竟职业者们高高在上，社会地位尊崇，有自己的圈子，普通人平时根本接触不到。只有每年的职业者觉醒仪式，才能在城中看到这么多的超凡职业者。而且新觉醒的职业者们都是刚满18周岁的高3学生，还没步入社会，眼神里还透着清澈的愚蠢。万一自己被哪位职业者大人看上，结为伴侣，社会地位将立马提升，不仅可以享受各种国家福利，衣食无忧，甚至还有机会获得超凡药剂，踏上超凡修行之路，追求永生不朽。大家的目光都紧紧盯着站在神殿外面等待参加转职仪式的学生们，寻找着心仪的目标。法阵已经完成，转职仪式开始，第一批转职者入殿。神殿外身着金色铠甲、手持长枪的神殿守卫高声宣布。沉默站在转职人群中，望着前面的转职神殿，排队登上台阶，通过巨大的石门走进转职神殿。沉默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站好，大家安静地注视着神殿正中由整块的起源神石打造的超凡火炬。古朴的火炬石柱上刻满了人类已知的各个超凡职业的职业符文。此时火炬顶端超凡火种已经燃起，火炬底部高台之上刻画的转职法阵符文全部点亮。在这个世界生活18年，沉默早已经清楚地了解这个世界的背景。几百年前，蓝星被灰雾虚空入侵，空间裂隙遍布全球，虚空怪物从裂隙中挤出，袭杀遇到的一切生灵。裂隙中涌出的灰雾能量也改变了蓝星环境和世界法则。植被疯长，高大茂盛，遮天蔽日，动物变异，血脉返祖，成为超凡生物。人类退守安全区，失去大片土地，魔怪在大地上肆虐盘踞，将城外变成危险禁区。同时大量的虚空秘境、副本、地宫或禁区出现，散布荒野。人族先辈在秘境之中找到超凡火种，借火种之力觉醒成为超凡职业者，这才守住了人族主城，让人类在灾难中生存下来。经过了几百年的战争和发展，社会格局早已改变，职业者们成为社会的主流。人类夺回了蓝星的大部分土地，占据了荒野区的副本、地宫和秘境，甚至有些职业者通过空间裂隙进入了灰雾虚空世界，发现虚空世界有数不尽的位面空间，世界碎片堪称万界垃圾场。残破的法宝碎片、超凡物种的尸骸、文明的遗迹、残存的种族生物散布其中。有不少职业者在虚空世界中建立领地，寻找到高阶超凡的奇迹物品，一夜暴富。灰雾虚空对蓝星的人类来说，已经不再是恐怖的灾难，而是充满财富和机遇的藏宝之地。但是非职业者只能一辈子困守城市，一旦出了城市，就算在相对安全的种植区，也有可能遭遇魔怪。就算是遇到最低级的普通魔怪，对没有超凡力量的普通人来说，几乎就是死路一条。唯有职业者拥有超凡之力，才能出城打怪。刷副本、通秘境、入禁区、提升等级、
强大实力，在荒野历练，甚至进入灰雾虚空，寻找财富和永生成神之路。来到这样的世界，陈默当然也想成为一个职业者，追求超凡之路。好在这一世的身份背景还不错，父母都是职业者，虽然只是平民职业者，且早早的死在了荒野区，但也给陈默留下了不少的财富，足够他当个普通人过完一生。陈默并不满足于此，来到这样一个人人都有机会成为超凡、充满无尽可能的时代，他认真学习，努力修炼，凭借出色的天赋和两世为人的见识，成为了云海一中的学神，力压众多来自职业者家族、天赋出众的同学，常年霸榜文武双科第一。文科及文化课，学生要学习大量的基础常识知识，锻炼脑力；武科及体能课，通过锻炼体魄，磨练意志，增强身体机能。据权威统计，学习好、意志力强的人，觉醒法系类职业者的几率高；身体强壮、运动能力出色的人，有很大概率会觉醒成为近战类职业者，而心灵手巧的人，转职生活类职业者的概率会大一些。除此之外，父母是职业者的人，后代转职成超凡职业者的概率会大幅度提升。这也是很多普通女子宁愿做小倒贴也要嫁给职业者的原因，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觉醒成为职业者，从此改变命运。陈默学习成绩文武双科第一，而且父母又都是职业者，不知道自己会觉醒什么职业，陈默心中充满了期待。第二章，职业死灵巫师，只是反骨级。终于，转职仪式开始，在身着白色长袍、须发花白的神殿长老示意下，第一位转职者站上了高台。转职法阵激活，阵法之中蓝色光芒耀起，光芒之中一个盾牌模样的职业符文浮现，符文在蓝光中环绕几圈后，最终没入转职者的眉心。赵明宇转职成功，职业盾战士，根骨等级，中品灵骨。哇哦，开门红啊，第一个就转职成功了，这都是提前安排好的，就图个彩头。赵明宇可是来自云海城职业者家族的赵家，他是赵家现任家主，6阶职业者狂战士赵庆涛的小儿子。据说他的爷爷更是高达8阶的战斗类职业者，甚至在灰雾虚空里拥有自己的领地。他母亲也是一位辅助系职业者，家族血脉优异，有极大概率能够觉醒成功。好羡慕，这可是战斗系职业者，而且还是强力的防御类职业，是团队的绝对核心。还不止呢，他觉醒的可是灵级根骨，哪怕是中品，那也是天才级人物了，考入顶级高校的机会极大。确实，我要是能觉醒个凡级根骨的战斗系职业就知足了，最起码也能入伍当兵，去边关混个官职当当。而且成为职业者后，也不愁找对象，以后再找几个媳妇，想想就美。一时间，大殿中响起无数吞咽口水的声音，大家满眼羡慕，看着高台上身材壮硕的少年。来自职业者家族，背景雄厚，不缺资源，自身又是稀缺的主防类职业者，加上灵级根骨的成长潜力，只要不夭折，假以时日，此子绝对能成为一方大人物，实力强大，位高权重，妻妾成群，令人仰望。昔日的同学转职后瞬间将地位悬殊，天差地别，可能不会再有什么交集。赵明宇恭敬地向神殿长老表示感谢，转身走下高台。转职仪式继续，又一位相貌普通的男生走上高台，转职法阵亮起白色光芒，一枚铁锤模样的职业符文在阵法中显现，与白光一起引入男生体内。杜凯转职成功，职业铁匠，根骨等级，中品反骨。下一位，刘天全转职失败，王伦转职失败，唐月月转职成功，职业牧师，根骨等级，中品灵骨。随着转职仪式的进行，大殿内开始有些混乱起来。转职成功，兴高采烈，手舞足蹈；转职失败，深受打击，唉声叹气。天堂和地狱就在一瞬之间，学生们有人高兴有人愁。一场仪式过后，昔日的同学身份地位将天差地别，犹如天堑。刚刚一位转职失败的少年受不了打击，直接在高台上昏厥倒地。高台边维持秩序的神殿守卫马上将其抓起，拖向场外。这场景让陈默想起前世在网上看到的东南亚某国的征兵现场，切，真是丢人，这一点承受能力都没有，不就是转职失败吗？要是我绝对微微一笑，昂首阔步走出大殿，绝对不愁，大不了回家躺平，跟着我老爹卖烧烤。陈默瞄了眼站在后面不远处的一个大脑袋、一脸憨厚的小胖子，我信你个鬼，腿都抖成筛糠，快站不稳了，全身上下也就嘴还硬。时间飞快，终于轮到陈默上场，无数目光聚集在陈默身上。作为云海一中的学神，本身就自带话题，全校很多人都在期待他的转职结果。陈默的班主任高小晶更是紧张到身体有些发抖，这是他最看好的学生，
而且沉默的转职结果也关系到他的荣誉和前程。转职阵法激活，白色光芒亮起。看到光芒颜色，高小晶心里咯噔一下。阵法颜色代表着职业者的根骨品级，灰、白、黄3个颜色对应凡级根骨的下中上3个品级，再往上是绿、蓝、紫，代表灵级根骨的3个品级，更高就是红、橙、金，代表着道级根骨的3个品级。难道自己最看好的学生竟然只是普通的凡级根骨？可是没有天资，他是怎么做到全校第一的？良久，法阵光芒竟未熄灭，反而越来越亮，直到形成光柱，射向天际。光柱驱散云层，蓝色天空中显现一只巨大的眼睛，周围雷霆电光闪烁。巨眼转动眼球，看向下方神殿及广场里的人们，感觉自己仿佛被仙神注视，大脑空白，根本无法思考，身体在巨大的压迫感下极度僵硬，不能行动。天空之中，巨眼周围的雷霆开始旋转汇聚，仿佛随时都会劈往巨眼注视的方向。好在转职光芒渐渐变淡散去，巨眼雷霆异象也随之隐去。一个骷髅模样的金色职业符文在白光中显现环绕，伴着异象引入沉默的眉心。沉默转职成功，隐藏职业死灵巫师，根骨等级中品凡骨。主持法阵的神殿长老从异象中回过神来，疑惑地查看转职法阵显示的结果，高声报道：我靠，刚刚那是什么异象？那眼睛盯过来，我都要尿裤子了。这是神罚之眼，这小子到底觉醒了什么逆天职业？怎么可能是凡级根骨？难道刚刚的异象是假的吗？那可是隐藏职业啊，万中无一，可惜了。是啊，凡级根骨就算职业再好，成长上限也不会很高。人们议论纷纷。沉默的班主任高小晶脸色苍白，有些难以接受这个结果。他的班级只是普通班，就出沉默这一个好苗子，自己对他寄予厚望，可这转职结果属实有些打击人。根骨等级影响的是职业者升级后所能获得属性点的数量，中品凡骨每升1级只能得到2点属性点，根骨品级每高1个品级，职业者升级后得到的属性点就会多一点。已知的最高品级的上品道骨每升1级可以得到9点属性点，两者之间每升1级所能获得的属性点都是几倍的差距。随着等级升高，二者之间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基础属性值低，再强的职业也发挥不出应有的能力，所以根骨等级基本就代表着职业者的成长上限。凡级根骨上了战场就是底层和炮灰。高老师别着急，你们班还有那么多同学没开始觉醒呢，万一有惊喜呢？隔壁班主任李春梅安慰道，一脸的幸灾乐祸。他可是一直都嫉妒高小晶，班里有个全校第一的好苗子，现在转职结果出来了，好苗子废了，他心里这回可平衡多了。第3章至尊级根骨试验技能。沉默站在法阵中央，看着浮现眼前的属性数据，内心充满欣喜。姓名沉默，职业死灵巫师，九彩至尊骨神级强化，等级1 0.00%， 体魄10，神魂12，装备5，召唤空间01，技能骷髅召唤术普通级。骷髅召唤术消耗30点精神力，召唤一只骷髅士兵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50点精神力。介绍：骷髅士兵的属性受死灵巫师属性影响，献祭尸体可节约2/3的精神力消耗。沉默知道自己的根骨等级根本就不是阵法显示的中品凡骨，而是九彩至尊骨，更是拥有着神级的根骨半生天赋能力，神级强化。至于外显白光，只是彩色光芒融合后像是白光罢了，就如同太阳光一般。沉默没有解释，至尊级根骨太过惊世骇俗。就沉默所知道的，在帝国已知的最高级别的根骨等级是道骨级，整个先秦帝国每年大概也就只有几十位道骨级天才出现。一个城市里如果觉醒出一位道骨级天骄，那对整个城市来说都是极大的荣誉，因为这座城市将是这位未来顶级强者的家乡。因为每一位道骨级天骄成长起来都是非常强大的职业者，注定会成为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而道骨级以上，据专家预测应该还有仙骨级，但目前还没有人觉醒过，还有待验证。也不知道自己的至尊骨属于哪个级别，应该是比道骨级更高些，只能等升级后再验证了，看看至尊级根骨到底能得到多少属性点。沉默心中想着，他决定将这个秘密藏在心里。两世为人，低调，沉默还是懂得的。向神殿长老微微鞠躬，沉默走下转职高台。校长高启文早就已经在旁边等待，毕竟沉默觉醒的是稀有的隐藏职业，虽然根骨等级一般，但万一呢，总是要亲自看看才放心。沉默同学，
你这个隐藏职业，我还是第一次见，方便展示一下技能吗？校长请求，陈默自然不会拒绝，况且自己也好奇，想看看骷髅召唤术这个技能是什么样子的。骷髅召唤术技能发动，陈默的精神力一下从120点掉到90点，消耗了1/4。精神力数值对应神魂属性，陈默12点神魂属性就是120点精神力。陈默前面显现召唤法阵，法阵上方出现一团黑色漩涡，一只眼眶里燃着灰色灵魂火焰的骷髅从漩涡中走出，骷髅身上的骨架呈现黑灰色，有些地方甚至还有裂缝，骨头缺失，全身沾满泥土，破烂的只剩碎片的衣服挂在骨架上，像是刚刚从地下爬出来的。动作迟缓，摇摇晃晃，感觉一碰就要散架。已经是5阶枪战士的高校长没忍住好奇心，伸出手指轻轻一戳，骷髅士兵的头骨就被碰掉了，掉落地面，滚出老远。本来广场上的人们看到从漩涡里冒出来的骷髅，还议论纷纷扰，感觉有些恐怖瘆人。广场外有些胆小的普通女生还尖叫捂脸，不太敢看。高校长这莽撞一戳，全场瞬间安静，恐怖气氛一扫而空，甚至感觉有点好笑。好在骷髅士兵只要灵魂火焰不灭，这种掉脑袋的事都算小伤。骷髅士兵刚要反击，被陈默制止住了。在陈默的指令下，无头的骷髅躯体颤巍巍地跑去捡起头骨安上，又重新站回到陈默身边。什么鬼？这召唤物这么弱鸡？就是这骨头架子刚刚爬出来时还吓我一跳，结果就这战斗力，我一脚能把它再踹回去。我虽然是农夫职业，但我感觉我上我也行。这隐藏职业现在感觉有点弱呀。刚才的一幕让大家对骷髅士兵的恐惧心理大减，议论纷纷。已经转职成牧师，长相可爱的唐月月，美丽的大眼睛担心地看着陈默。陈默转职前可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学习成绩好，长得又帅，就是性格比较冷，不爱说话，但依然有很多女同学把他当作暗恋对象。唐月月就是其中之一。好怕他因为根骨低而受打击，想去安慰又太不好意思，只能在远处默默地看着。陈默打开属性界面，查看骷髅的属性。反骨战士，资质等级普通级，天赋5，等级1，生命值150，攻击力17，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黑铁级生物骨头15千克。骷髅士兵的战斗属性是可以受到召唤者的属性加成的。沉默属性值为10点体魄，12点神魂，一共为骷髅士兵增加了100点生命，12点攻击。而骷髅士兵原本的战斗属性应该是生命50，攻击5，这渣属性连没转职的普通学生都打不赢，怪不得高校长一碰脑袋就掉了。其实校长他已经很小心了，只怪这骷髅士兵太弱。至于属性栏下面一行显示的目标可强化，应该就是至尊级根骨的半生能力了。沉默猜想着，高校长也使用探测术看到了骷髅士兵的属性，咧了咧嘴，尴尬的背起双手，安慰道：“那个沉默同学，你的这个隐藏职业还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我会申请一些资源给你，你只需要每升5级，给学校提交一份职业信息报告就可以了。”说完，在众人的目光下，有些尴尬的离开。哎呀，快看，金色的转职之光是苏清雪！随着一声大喊，人们的注意力瞬间被转职高台上的美丽少女吸引。身材高挑，肌肤雪白的苏清雪站立在金色的转职光芒里，宛如神女下凡。洗得有些发白的宽大校服也掩盖不住玲珑的曲线，修长的双腿笔直圆润，脚上穿着一双白色运动鞋，长长的马尾垂至腰际。她那双好看的眼睛此时也惊讶好奇地看着身体周围的金色光芒。一枚弓箭模样的职业符文在法阵中显现，伴在金色的光芒中，围绕着她旋转飞舞，最终与金光一起引入她的身体。苏清雪转职成功，稀有职业寒冰弓手，根骨等级，上品稻谷。第4章稻谷线，全城轰动。神殿长老激动的宣读声音刚落，还没走远的高校长瞬间又回到了转职高台上。他瞪大双眼，仔细地查看苏清雪的转职结果。要知道，稻谷级别的天才在整个仙秦帝国每年才能出现几十个，而云海城已经3年没有这种级别的天才出现了。每一位稻谷级天才觉醒，都会遭到各大顶级学院的疯狂争抢，享受的资源待遇全都是顶级。更何况苏清雪还是稻谷级里的最高等级，上品稻谷，这等天赋放眼全国都是顶尖。快通知院长，云海城出现上品稻谷级职业者，赶快派人来现场负责收集职业者信息。学院招生办的工作人员马上拿起电话。主编，大新闻，咱们云海城刚刚觉醒出一个稻谷级职业者。人群中瞬间沸腾，报社记者、高校人员开始疯狂联络。恭喜高校长有了这样的成绩，这回你们云海一中可要崛起了。
看到高校长领着苏清雪走下高台，台下的其他学校的领导们满脸羡慕，纷纷出声道喜。还好，还好，等会回来说，我先带清雪去城主府。高校长满面红光，摆了摆手。云海城里出现到古级天骄，自然要去与城主报备。一个是为苏清雪申请资源奖励，制定成长计划，另一方面也要做好一系列的安排准备，以免云海城有大人物闻讯降临时招待不周。苏清雪担心地看了眼沉默的方向，转身跟着高校长离开广场。好羡慕道级根骨啊，哪怕只是个铁匠职业，也能直接进入顶级学院，得到重点培养。是啊，这么看的话，还是根骨重要些，基础属性强大，无论什么职业都能开发出最大的潜力。苏清雪就是我们小区的，好像是跟她妈妈在一起生活，这回算是一步登天了。以后咱们也有的吹的。苏清雪大人跟我上过同一所学校。所有人的注意力此刻都被走在高校长身后的苏清雪所吸引。当二人走出转职广场时，广场外的记者和学院招生人员早已经在出口等待。云海城城主府，城主侯铁生站在城主府的窗前，看着外面的天空。他刚刚也看到了转职广场上方的巨眼雷霆异象。转职时出现异象，那极有可能是有天骄级别的职业者出现。他不禁回想起自己参加转职仪式时看到的天使降临的异象。那次是到古级天骄稀有的神圣牧师职业者，现在已经是9阶职业者的江清婉大人觉醒时所产生的。来人！想到这里，后铁生有些激动，高声喊道：“城主大人！”一名守在门外的侍卫快速走进屋里，恭敬回应：“快去看看，刚才天上的异象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侍卫领命，正要转身离去，这时外面一人飞奔进院子，气喘吁吁，高声叫道：“城主大人，喜讯啊！咱们云海城觉醒了一位上品道古级天才，云海一中的高启文校长已经带人过来了。”听到来人的禀报，侯铁生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上品级道古，这等天赋，全国1年都出不了几个。是上品道古？你确定？绝对错不了，城主大人，这是神殿长老大人亲自确认过的。听到来人肯定的回答后，侯城主也有些激动兴奋。在自己的任期内，云海城里觉醒一位道古级天骄职业者，还是最高等级的上品道古，这对自己来说可是极大的政绩。太好了，刚才天空显现的就是那位天骄的觉醒异象吗？侯城主心里激动不已，兴奋地问道：“禀告大人，那个异象是一位反古级的隐藏职业者觉醒时所显现的。”听到来人的回答，侯城主顿感可惜。隐藏职业就是以前没出现过的超凡职业。先秦帝国每年几十万的新人职业者，总会有一些新的超凡职业出现。每当有新的职业出现，就叫隐藏职业，因为国家职业者档案库里没有这个职业的信息记录，然后有关部门就会对这个超凡职业者的信息进行收集、记录、归档。有相关的职业信息记录后，下一次再有人觉醒这个职业时，那就叫稀有职业了。不过虽说是隐藏稀有职业，那也只是相对于主流职业来说。其实每年转职都会出现很多稀有职业者，也偶尔也会有从未出现过的隐藏职业出现，并不稀奇。职业者的未来是否强大，主要还是要看根骨潜力。转职时出现异象，那这个隐藏职业应该还是很不错的。侯城主心想，可惜转职者本身只是凡级根骨，成长潜力太低，也不知道这位职业者能不能开发出这个职业的潜力。让这个隐藏职业者每5级上交一份职业者信息报告，记录归档。说完，侯城主就不再关注此事，他还有更重要的事，那就是去迎接云海城新觉醒的道古级天骄的到来。道级根骨才是真正的天骄，无论什么职业都能发挥出极大的威能。等级越高，实力差距越是明显，属性的巨大差距根本不是职业所能弥补的。道古级生活系职业者的随手一击，可能比反古级战斗系职业者使用最强技能所造成的伤害还高。所以每一位道古级的天才成长起来都无比强大，将来必然会成为大人物。现在趁他们还没成长起来时，正是结交的最好时机。此时云海城中的各大职业者家族也都从各个渠道了解到云海城里觉醒到古级天骄的消息，纷纷派人赶往城主府，想要一看究竟。人们的注意力此时都被苏清雪觉醒上品道古的震撼消息吸引，这感觉就像有人突然得到了亿万资产，而这个人正好是你身边认识的人。这种消息对人们的思想冲击可比听说一个陌生的人要强烈得多。而沉默转职成隐藏职业并且出现异象的事情，很快就被这一更加劲爆的新话题取代。不再有人关注的沉默将骷髅士兵收回召唤空间，安静地走回广场队伍中，闭目冥想，开始恢复精神力。
骷髅士兵在召唤空间中放出和收回是不消耗精神力的，就相当于沉默的随身空间。没想到的是，之前在沉默身后紧张到颤抖的小胖子，竟然也成功转职，成为一名生活类职业者厨师，也算是满足了他回家卖烧烤的梦想。第5章，采购材料，强化骷髅士兵。傍晚时分，转职仪式终于全部结束。主持转职仪式的神殿长老走上高台，做最后发言。孩子们，明天新手副本秘境将全面开放，想要练级的同学，明天就可以去西郊副本大厅。转职成生活和辅助职业的，除了练级外，也可以去专门的训练馆练习技能。有意向报考超凡职业者学院的，这些天可要努力了。1个月内，战斗类职业者至少升至10级，而生活辅助职业者需要升至5级，并将一项专业技能提升至2级，方可参加学院考核。即便不考学院，准备当兵或找工作的同学，也要珍惜这1个月的新手副本开放机会，尽量提升等级，增加自保能力。最后，祝大家高高兴兴刷本来，平平安安回家去。说完以后，神殿长老转身进入大殿。转职仪式结束，广场外早已等待多时的小哥哥、小姐姐们，这一刻全都兴奋地冲进广场，向着各自看好的职业者新人奔去，热情无比。就连那个转职成厨师的小胖子，也有好几个女生围了过去。转职广场瞬间变成了相亲大会。刚毕业的学生们哪里见过这等场面，个个脸色通红，心里暗爽的同时，表面上又故作矜持，生涩地应对着来自异性的热情。沉默费力地挤出人群，他的衣兜里早已经塞满了小姐姐们的照片和纸条。作为普通人的他们，才不在乎职业者的根骨是什么品级。职业者的根骨低些，他们相亲的成功率反而会更高。更何况沉默高大帅气，又是隐藏职业，基因出色，在他们眼中，这简直就是完美的伴侣。哪怕只是成为沉默的妻妾之一，也不是不能接受。沉默擦干净脸上的唇印，整理了一下几乎被扯成布条的衣服，小跑着离开广场。小姐姐们实在太热情了。沉默在坐车回家的路上，已经用手机在网上订购了20公斤的黑铁级凶兽长牙猪的大骨头，并在订单上留言说明了肉可以剔干净些，自己只是买来炖汤喝。多买的5公斤是怕肉的分量占比过多，用于强化骷髅时骨头的分量不够用，多买些稳妥一点。凶兽霸占荒野，繁衍肆虐，使得普通人无法出城，但也不是没有好处。城里有专门的职业者狩猎小队，会去荒野猎杀凶兽，带回城里进行售卖。所以，即便是普通人，只要有钱，也可以购买超凡凶兽的肉食。长期食用高品级的凶兽肉，可以补充气血，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有些稀有的魔兽血肉，甚至能够提升职业者身体的根骨资质，增加潜力，或拥有其他特殊的功效，且没有丝毫副作用。当然，价格也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的。就这20公斤最低品级的黑铁级凶兽长牙猪的大骨头，就花费了沉默3万多块钱，已经相当于普通人大半年的工资了。到家时，快递已经送到，沉默签收后，提着大骨头上楼回家，关好门，打开召唤空间。骷髅士兵从空间漩涡中走出，依旧破烂不堪，摇摇晃晃。懒得再打量满身泥垢的骷髅士兵，沉默直接对着骷髅士兵使用至尊骨的半生能力神级强化。选强化方向：速度强化、体质强化、精神强化。沉默面前出现3个选项，选择速度强化。沉默思考片刻，做出选择。前期为了练级速度快些，还是强化骷髅士兵的速度，优势更大一些。移动和攻击速度快，杀怪就快。强化体质应该是增加骷髅士兵的生命值，并不能提升杀怪效率。至于精神强化，应该是走法系方向，前期没有优势，消耗大，而且也没有法术技能。沉默选择完，一道金光就在沉默身上出现，他手中提着的长牙猪大骨头瞬间粉碎成沫，冲破袋子，伴随金光一起在骷髅士兵周身旋转，最后与金光一起融入骷髅士兵的骨架之中。骷髅士兵的骨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由黑灰色变成白色，骨头裂隙和缺失的部分也修补完整，整个骨架也变大了一些。头骨中的灵魂火焰的颜色也由灰色变成白色，火焰也旺盛了许多。沉默打开属性面板，查看骷髅士兵的属性：反骨战将，速，资质等级黑铁级，天赋迅捷，等级1，生命值200，攻击力22，迅捷，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提升 15%。 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青铜级生物骨头15千克。反骨战士进阶成了反骨战将，速。去掉沉默的属性加成，反骨战将的战斗属性已经翻倍提升，生命值从50点涨到100点，攻击从5点提升至10点。
不仅战斗属性提升，他还增加了一个名为迅捷的天赋能力。黑铁级反骨战将，其根骨潜力已经相当于中品反骨级的职业者了。现在的反骨战将，骨骼洁白宽大，战力稳稳当当，终于看起来像个战士，而不是逃难的了。查看反骨战将的强化需求，陈默拿起手机继续下单，在网上购买了青铜级凶兽疾风狼的大骨头20公斤，看了一眼身挂破烂布条、空着两手的骷髅勇士，陈默又订购了一套新手白板铠甲套装和一把长剑，觉醒成为超凡职业者，而且还是9彩至尊级的根骨。陈默自然要抓紧时间提升实力，参加1个月后的学院考核。考入顶级学院不仅学费全免，还有工资和各种福利。更重要的是，学院里拥有大量的职业者的培训资源，不仅拥有稀有的副本秘境，还有来自高阶职业者的经验教导，以及更加专业高效的技能培训室。学员完成学院发布的任务，还有大量的高品质的装备、职业技能书、丹药材料等奖励。可以说，只要考上顶级职业者学院，基本就等于迈入了社会的顶层。当然，陈默如果公开自己的至尊级根骨，将会立马得到所有顶级学院的疯狂争抢，不用考试，随便去任何一所学院都会得到最顶级的资源待遇。但至尊级根骨太过于逆天，光是这个半生的神级强化的能力就潜力无尽，而在先秦帝国觉醒一个道级根骨都会造成全城轰动，一旦陈默的至尊级根骨暴露，恐怕整个帝国都要疯狂，而自己也会成为风暴中心，无数的危机也会伴随而来。相比之下，陈默还是喜欢稳妥发育，不过该争的还是要争。陈默的目标就是要在这次的学院考核中脱颖而出，让大家看到自己这个职业的潜力，从而获得一个进入顶级学院的名额。第6章继续强化骷髅弓手。所以今天的消费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回报。陈默一边安慰自己，一边心痛的在手机上确认支付订单。支付成功，今天总共消费近30万元。主要是青铜级的凶兽大骨头太贵了，20公斤的价格就将近15万元。好在父母给自己留下的存款足有200多万，加上这些年上学有帝国补贴，而陈默除了吃饭也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就都被他存了起来。这些钱如果是普通人节省些花，一辈子不工作也够用了。但成为超凡职业者后，这些钱根本就不够看。陈默只是买些低级的凶兽骨头和一套白板装备就花费近30万，而品质更高的材料装备，那价格是成几倍甚至几十上百倍的往上涨。一件黑铁级的新手武器商城售价就高达上百万，更不用说品质更高的青铜级、白银级甚至黄金级的装备了。等待订单送货的时候，陈默收回骷髅士兵，从厨房拿出一个盆开始清理地面。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神级强化技能还附带剔骨分类的功能。手中提着的20公斤长牙猪大骨头，除去强化消耗掉的15公斤骨头，剩余的部分碎骨和凶兽肉掉落了一地。好在肉块还比较完整，捡起来洗洗还能吃。凶兽肉很贵的，可不能浪费。忙活半天，拖干净地面，陈默开始做饭。在广场站了一天，确实有些饿了。吃完一顿丰盛的红烧凶兽肉大餐，天色快黑时，快递到了。打开门，送货的还是之前的小哥，费力的扛着几个大包上楼。签收后，陈默打开包裹，陈默拿出青铜级凶兽疾风狼的大骨头，放入提前准备好的一个大盆中。这回就不怕碎骨瘦肉掉得满地都是了。查看送货单，清点装备齐全，关好门。陈默这打开召唤空间，放出骷髅士兵，对着骷髅士兵继续强化，还是选择速度强化。金光再次在陈默身上出现，大盆里的青铜级疾风狼兽骨同样化成粉末，随金光飞起。骨头粉末随金光围绕已经进化成反骨战将的骷髅士兵旋转融入。骷髅士兵的体型再次增大，高度提升至1.8米多，骨架宽大，骨头洁白晶莹。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骷髅头骨中的灵魂火焰由白色变化成了黄色。反骨战王速，资质等级青铜级，天赋极速，等级1，生命值300，攻击力32，技能无，极速，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提升 30%。 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白银级生物骨头15千克，风之精华1份。反骨战将进化成了反骨战王，反骨战王的战斗属性再次翻倍，生命值由100点变成了200点，攻击由10点变成了20点。现在1级的反骨战王在受到沉默的基础属性加成后，他的战斗属性几乎已经是沉默的3倍了。要知道，沉默可是全校文武第一，转职前的基础属性10点全满，而其他人就算是刚转职的战士职业者，在职业上有一定的属性点加成提升。反骨战王的战斗属性
也要超过其他人至少2倍。而且强化到反骨战王后，骷髅士兵不仅拥有了极速这个提升速度的天赋能力，陈默发现他还增加了一个技能位，可以学习一个技能。至于强化材料中的风之精华，是某些风系魔怪死后所掉落的一种超凡材料。陈默在学校图书馆里的阅读时，有在《超凡材料大全》那本书上有看过。下一阶段强化的材料中增加了风之精华，应该就是为了契合反骨战王的极速天赋。陈默猜想着。陈默只是骷髅士兵，穿上刚刚购买的白板铠甲装备，戴上头盔，手拿长剑。有了铠甲的包裹，骷髅士兵看起来顺眼多了。查看骷髅士兵的属性：反骨战王，速，资质等级青铜级，天赋极速，等级1，生命值350，攻击力38，技能5，极速，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提升 30%。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白银级生物骨骼15千克，风之精华1份。这些白板装备总共为骷髅士兵提供了50点生命和6点攻击，还算可以。毕竟是新手级白板装备，没有魔法属性的加持。骷髅士兵强化完成。陈默收起盆里剩余的疾风狼的碎骨血肉，放入冰箱，将穿着装备的骷髅士兵收回召唤空间。陈默简单洗漱一下，倒头睡去。早上7点，陈默吃过早餐，再次打开召唤空间，放出骷髅士兵。这次他的目光看向了骷髅士兵手中的长剑，铁质长剑，品质普通级，攻击6，耐久50%，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黑铁及金铁2公斤。果然，昨天光顾着强化骷髅士兵，忘记仔细查看装备属性了。刚才吃饭时，陈默还在想，神级强化技能可不可以强化装备？现在看，不愧是至尊级根骨的半生技能，果然强大如斯，连装备都能强化。抓紧时间，继续下单。陈默购买了2公斤黑铁及金铁块和一把白板长弓加500枚剑矢。想了想，又采买了一些食物、饮料、帐篷、睡袋之类的户外用品。今天就要去刷副本，一刷就是一整天，甚至有可能还要在副本里过夜，所以还是要准备充分些。早上陈默就一直在思考，速度强化后的反骨战王用什么方式能够打怪快些。考虑到反骨战王的极速天赋，最效率的打怪方式就是利用速度优势拉开距离，进行远程攻击，尽量避免骷髅士兵受到伤害，减少因为恢复生命值而浪费的时间。正好反骨战王拥有一个空白的技能位，所以陈默决定让他学习攻术技能，进行远程攻击。打开职业者面板，点击万界商城选项。陈默进入万界商城中开始寻找基础攻术技能书。与低阶的凶兽肉和普通的白板装备这些不同，职业者的技能书、高阶装备和稀有材料等超凡物品，大多都是在职业者面板中的万界商城里进行交易的，或者在城里也有专门的职业者商会进行售卖。而进入这些商会都是需要验证职业者身份的，所以这些高阶超凡物品并不会在普通的市场流通，普通人也接触不到。第7章，白银级弓手，黑铁长弓。找到基础攻术技能书，陈默又在万界商城里找到了白银级凶兽血牙豹的兽骨材料，选购了技能书15公斤兽骨材料，再加上一份风之精华，点击购买。陈默的资产瞬间缩水一大半，看了看账户余额，还剩几十万，攒了10几年，成为职业者不到2天，钱都快花光了，得赶紧强化完，出门去升级。陈默心里有了一些紧迫感，职业者实在太费钱了，而职业者的等级到了10级以后就可以申请出城，去荒野猎杀凶兽售卖，打怪售卖掉落的材料物品，或完成些悬赏任务来进行赚钱了。只要能出城，职业者赚钱的方式还是很多的。在万界商城里购买物品，交易完成后，物品会直接放入职业者的背包空间，倒是节省了等待送货的时间。陈默先拿出15公斤白银级兽骨和风之精华材料，选择继续强化骷髅士兵。白银级兽骨和风之精华材料随即化作粉末，与强化技能的金光一起环绕融入骷髅士兵的骨骼。骷髅士兵头骨中的灵魂火焰由黄色变成了绿色，显露在外的骨头也不再是惨白色，隐隐有了一种类似于风之精华材料的青色，又晶莹如玉的感觉。陈默从背包空间中又拿出基础攻术技能书给骷髅士兵学习。基础攻术可熟练使用弓箭，命中率将得到极大提升。可强化需消耗精神力50点。选择使用后，技能书亮起光芒，化作一枚技能符文飞起，融入骷髅士兵的灵魂火焰之中。陈默打开骷髅士兵的属性面板，查看了一下，发现骷髅士兵刚刚学习的基础攻术技能竟然也可以进行强化。正好精神力足够，陈默决定试试。选择强化，
基础攻术技能，精神力消耗50点，沉默的精神力从120点掉到了70点。金光在沉默身上再次显现，直接融入骷髅士兵的灵魂火焰之中。强化完成，查看属性：灵骨战士，风，资质等级白银级，天赋风之迅捷，等级1，生命值550，攻击力58，技能初级攻术，风之迅捷，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提升60%，初级攻术可使用弓箭进行攻击，攻击距离提升30%，可强化，需消耗精神力100点。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黄金级生物骨骼15千克，风之晶石1颗。进化成灵骨战士后，骷髅士兵的战斗属性再次暴涨，仅仅是1级，生命值就已经是沉默的5倍，攻击力更是堪比4级的稻谷级的天骄。骷髅士兵头骨里燃烧着的绿色的灵魂火焰，代表着现在的他已经正式步入灵骨级，资质品级已经相当于下品0级根骨的职业者了。再加上沉默提供的属性加成，以及灵骨战士的天赋风之迅捷提供的60%的移速和攻速的提升，现在这个骷髅弓手的真实战力绝对可以碾压所有天骄职业者，哪怕是稻谷级职业者也不可能在1级就拥有如此爆表的战力值属性。而技能强化后，已经提升到初级的攻术技能，增加了骷髅弓手30%的攻击距离。对于弓箭手来说，攻击距离就是生命线。可以说，现在的骷髅弓手哪怕只有一身白板装备，也可以直接跳过简单级副本，进入普通级甚至困难级的新手副本里刷怪升级。骷髅士兵强化完成没多久，购买的快递就到了，又是昨天的快递小哥，动作就是麻利。清点物资，签收。沉默打开快递包裹，唤出躲在屋里的骷髅士兵，将长弓给骷髅士兵拿上。右翻找出快递里的黑铁及金铁块，对着骷髅士兵手上的长弓使用强化技能，选择强化方向：速度强化、攻击强化、能量强化。装备的强化方向与骷髅士兵略有不同，还是选择速度强化。沉默决定将一个方向进行到底。金光出现环绕长弓，黑铁及金铁块也化为气态融入金光，最后会于长弓之上。强化完成，查看装备属性：金铁长弓，速，品质黑铁级，攻击12，武器特性攻速提升10%，耐久100-100，灵魂绑定沉默。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青铜级合金钢2公斤。选择速度强化，给弓箭增加了一个提升攻速的武器特性。这个强化的结果，沉默还是很满意的，只是没想到强化过的装备会成为灵魂绑定物品，这让沉默刚刚萌生的致富想法直接破灭。一件新手用的黑铁级武器，在商行可是能卖到上百万的，而自己强化的成本还不到10万块，接近10倍的回报。可惜灵魂绑定的物品只有绑定者本人或其召唤物能够使用，无法交易给他人，只能被迫放弃这个靠强化装备赚钱的想法了。新手装备如此昂贵的主要原因是低等级的精英级怪物太过稀少，而普通的怪物又调不出什么好装备，这就导致高品级的新手装备掉落数量极其稀少，大多只能找铁匠、裁缝等生活类职业者定制。制造职业者制作一件黑铁级装备，最快也要2天，而且就算他们全天不休，装备产出的数量也是供不应求。先秦帝国每年的新人职业者多达数十万，一套装备至少9个部位，这就是几百万的需求量。所以大多新手职业者只能选择普通级的白板装备，掉落数量多，价格也不贵，反正都是过渡，升到10级再换些高品质的装备也可以，无非就是前期打怪慢些。只有那些底蕴雄厚的职业者家族子弟或立志要考顶级学院的职业者才会选择购买高品质的新手装备，用来快速提升等级，争得先机。骷髅弓手拿着黑铁级的金铁长弓，攻击力从58点提升至64点，又增加了10%的攻击速度。他自身的风之迅捷天赋加上金铁长弓的武器特性，攻击速度直接提升了70%。这个攻击属性在新手职业者群体中绝对可以说是碾压级别的存在了。就拿一位战士职业者来说，转职前基础属性满点也就是10点，战士职业加成2点，所以1级的战士的体魄值也就是12点。12点体魄对应的战斗属性就是120点生命值，12点攻击，再加上白板武器的攻击加成，攻击力再高，最多也不会超过20点，连骷髅弓手攻击属性的1/3都不到。更不用说骷髅弓手还有70%的攻速加成。战力差距如此悬殊的原因，主要是魔怪凶兽的天赋资质越高，基础属性就越强，而人族受先天限制，在转职超凡职业前，体魄属性点最高就只能修炼到10点。但人族的职业者可以使用装备、法宝、学习技能等方法弥补二者之间的差距。
不过，就算战力相同，骷髅士兵的刷怪能力也会远远超过职业者，因为职业者们打怪会累，需要休息，受伤需要恢复治疗，骷髅士兵却不用，只要沉默不累，他就能一直战斗，刷本效率绝对可以碾压其他职业者。第8章野狼荒野副本组队风波。看着全身穿着铠甲，手握金铁长弓的骷髅弓手，沉默满意地点点头。就以骷髅弓手这个战力属性，自己一个人带着他，绝对可以直接速刷普通级新手副本了，甚至困难级小心一些应该也可以挑战一下。沉默根据新手副本的资料介绍，对骷髅弓手的战斗力简单评估了一下，伸手拿过骷髅弓手另一只手上的白板长剑，正好给自己使用，就算是白板装备，拿着把武器总比空着手更有安全感。将骷髅士兵收进召唤空间，又将购买的食物饮料和户外装备全都收入背包空间。沉默出门坐车前往城郊的副本大厅。早上9点，沉默来到副本大厅，这里早已经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副本门口等人的，喊话组队的，摆摊卖药的，卖水卖食物的，干什么的都有。通刷野狼荒野简单级副本4等1，来个治疗就开了。本人刺客职业，上品反骨，输出技术好，伤害稳定，求队伍。新出炉的疗伤药，本人炼药技能2级，质量有保证。卖地瓜啦，热乎的烤地瓜，矿泉水饮料火腿肠，花生八宝粥方便面了呀，麻烦让一让。沉默穿过嘈杂的人群，找到了野狼荒野副本登记处，开始排队。好在副本门口人虽多，但登记速度还是很快的，不多时便排到了沉默。职业者在进入副本前需要填表登记，在表上写好姓名、职业、等级、所在学校和进入副本时间。一起组队进入副本的还要登记队伍的人数和人员名单。沉默填好信息上交，工作人员扫了一眼登记信息，又看了看只穿着一身普通运动服的沉默，惊讶地道：“这位同学，你是要单刷吗？”“是的，老师。”沉默点头确认。“同学，你要是有同伴，最好还是组队一起。野狼荒野虽然是新手副本，但风险还是很大的，万一不小心在里面受伤，甚至昏迷，没有人照料救援，很容易出事。所以最好还是组个队伍，哪怕就2个人，也好过自己进去冒险。同学，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看得出，这位女老师的心地确实很好，也很有负责心。“老师，我……”沉默还想再争取一下。“沉默同学，要不你和我们组队吧？”老师说的对，单刷太危险，在副本里还是有人互相照顾比较好，也更安全一些。这时，一个甜糯软萌的女声在身后响起。沉默回头，发现说话的是一个模样很可爱的女生，娇小的身材，身上穿着白色的牧师袍，手拿一根新手法杖，胸前的丰满与她那稚嫩的长相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她头顶梳着丸子头，前面刘海下一双大眼睛格外有神。她身边还站着一名身背盾牌长剑，穿着全身铠甲的高挑少女。那少女留着短发，鼻梁高挺，气质干练，一脸英气。身穿铠甲少女的背后跟着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文静女孩，那女孩头上扎着马尾，身材有些瘦弱，穿着一身蓝色的运动服。看情况，这3个人应该是一队的。“你是？”沉默打量了一下，并不认识眼前的几位女生，只是看着面熟，知道她们应该是自己学校的同学。“我叫唐月月，8班的，我和薇姐、小文现在队伍有3个人。”“沉默，你就加入我们的队伍吧，大家也互相有个照应。”唐月月再次发出邀请。其实她在一旁早就发现了沉默，偷偷看了他好几眼。见沉默要单刷，以为他没有找到队伍，有些担心他安危的唐月月这才鼓起勇气上前说话：“我们队伍已经满了，月月，咱们不是说好了一起组队吗？”队伍后面的一个身材魁梧、穿着战士铠甲、背着巨盾的男生面露不满，出声制止：“就是我宇哥可是盾战士，看这盾牌，这可是青铜级的装备。何况唐月月，咱俩还是同班同学，理应相互照应。跟我们组队，进了副本绝对能保证你们的安全。”身背巨盾男生的旁边，一个身材瘦小、身穿皮甲、腰上别着匕首、长相有几分猥琐的男生急忙附和：“王府尹，我可没答应跟你们一起组队，我想跟谁组队是我的自由，不需要你们管。”唐月月不满地瞪了一眼矮个的男生，说着向沉默发出了组队请求：“沉默，你就跟我们一起下副本吧，我是牧师职业，会治疗术的，一定能照顾好大家。”唐月月有些忐忑，小手紧紧捏着法杖，一脸的期待。沉默想了想，还是接受了组队邀请。单刷确实风险有些大，就像老师说的，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一定不会受伤。万一骷髅士兵在前面刷怪，而自己在后面被魔怪偷袭就糟了。沉默当初为了省钱，可没给自己买防护装备，
这要是不小心受伤，失去意识昏倒在副本里，什么天骄都得成为魔物的快餐，还是稳妥一点好。见陈默加入，队伍里的另外2个女生都没有说话，只是用好奇的目光看着陈默。队伍里一共4个人，陈默看了一眼队伍信息，知道了那位一身铠甲、身材高挑的女生叫白薇，职业是一名剑盾骑士。躲在她后面的戴眼镜的瘦弱女生叫任小文，是一名机关师。而唐月月确实如她所说是一名牧师。一个3人的队伍，2个稀有职业，还有一个是最受欢迎的治疗职业，这队伍的人员质量确实挺高。2个男生见唐月月不满，也不再说话，而是用挑衅的眼神盯着陈默。陈默转过身走向副本，懒得搭理2个小屁孩的争风吃醋。4人登记完毕，一起走到老师身后的巨大的副本空间漩涡前。新手副本野狼荒野1到3级，请选择副本难度：简单、普通、困难、炼狱。选择简单难度。作为队长的唐月月做出选择，陈默也没有什么意见。第一次刷本，简单级也可以，毕竟不知道里面的情况，还是稳妥点好。选完难度，4人的身影消失在漩涡前，进入了副本。第9章，初入副本遭遇危机。宇哥，我想起来了，那个家伙不就是昨天转职隐藏职业的那个吗？他好像还是我们学校的年级第1，叫什么陈默，身材瘦小，腰别匕首的斥候职业者王福隐瞪着双眼，一脸不可思议。隐藏职业就是那个召唤出一个骨头召唤物，被高校长弹飞头骨的那个家伙吗？身穿铠甲的赵明宇此时也想起来了，表情阴郁。毕竟昨天转职仪式上就只出现了一个隐藏职业，记忆还是比较深的。赵明宇不是云海一中的学生，以前并不认识陈默。不过作为云海城赵家的少主，他从小受尽宠爱，没遭遇什么挫折。刚才在副本大厅里，他一眼就发现了唐月月他们。不仅是因为这3个女生都很漂亮，各有气质，最主要的是她们都是来自云海城职业者家族。同为家族子弟，圈子里面的人他还是认得的。他们任何一位女生的家族背景都不弱于赵家，甚至更强，背景比赵家更深厚。要是能找到他们任何一个做女朋友，自己绝对能超过大哥和二哥，在家族里拥有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多的资源。而且正好小弟王福隐跟唐月月是同学，可以找借口过来一起组队，拉近关系。结果被那个碍事的家伙给破坏了。错不了，就是他，白白净净的，长得还挺帅。我也就是看他颜值挺高，差点赶上我，才记住他的样子的。王福隐一脸得意，点头确定。等会进本你去前面抗怪吧，我看你脸皮挺厚，怪物应该破不了防。妈的，年级第1有个调用，还不是一个凡级根骨的垃圾，敢跟我作对，等他出来有他好看的。赵明宇愤怒一拍矮个男子的肩膀，疼得小弟王福隐龇牙咧嘴。算了，快到咱们了，先升级要紧，以后再找他算账。你去让亮子他们3个过来吧。赵明宇摆了摆手，让小弟赶紧去叫人。刚才为了加入唐月月他们的队伍，他特意让另外几个小弟躲远点。他带着认识唐月月的小弟王福隐过来，想跟他们3个凑个队伍。结果刚说明来意，唐月月就跑到那个小子那边去了。赵明宇越想越气。陈默4人小队穿过副本的空间门，进入简单级副本野狼荒野。场景转换，护身光照消失，几人来到了一处草地之上。陈默第一时间打开召唤空间，身穿金属铠甲，手握弓箭，眼冒绿火的骷髅弓手从黑色漩涡中走出，站在了陈默身后。有战力爆表的骷髅弓手在身边保护，陈默这才放心地观察四周。这个副本里的环境很美，荒野草原一望无边无际，高低起伏，一直延伸到远处，与蓝色的天空相连。微风拂过，空气中传来青草的芳香。这是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几人从未感受过的场景。陈默有些怀念地看着眼前的美景。他自然是看过草原的，可这一世从未离开过城市，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再看到。身穿骑士铠甲，背着剑盾，身材高挑的白薇是队伍里的大姐，性格比较成熟冷静。进入副本后，她并没有被周围的景色吸引，而是疑惑地观察着站在陈默身边的骷髅弓手。同为云海一中的学生，他是认识陈默的，不然也不会同意唐月月邀请他入队。而且陈默转职时的意向，他也看到了，印象比较深，对陈默的职业和根骨等级也有些了解，也亲眼目睹了高校长一指戳飞他那个骷髅召唤物的头骨的场景。虽然当时距离有些远，看不太真切，而且这只骷髅召唤物现在穿上了装备，遮盖住了全身大部分骨骼，但总感觉这只骷髅召唤物行动稳健，动作敏捷，并不像是那天见到的一副很弱小的样子。戴着眼镜，身材瘦弱，有些呆萌的任小文同样好奇地盯着陈默召唤出来的骷髅弓手，眯着眼睛想了想，似乎才想起自己也有召唤物。他急忙使用召唤技能，
召唤出一只外形类似猎犬、有半人多高的机关兽。哇，薇姐，这里好漂亮！唐月月倒是没想那么多，初到副本，看到如此美景，兴奋异常，张开双手，正要欢呼着向前跑去。砰！一道黑影从草丛里窜出，直奔唐月月袭来，把唐月月吓了一跳。沉默的骷髅弓手眼中绿火闪烁，迅速上前开弓射击。一只红眼魔兔在空中被箭矢射中，掉落地面。负60，击杀1级红眼魔兔，普通级，经验+1。突然发生的状况把几人吓了一跳。他们从出生就一直在云海城里生活，未转职的普通人是不允许出城的。现在突然来到这么美丽的地方，心情确实有些松懈。谁也没有注意到趴在草丛里的魔物，一不小心差点翻车。这要是刚进来就受伤出去，属实有些丢人。虽然发生这样状况的人不少，但这社死的场景可没人想要体验。在心里告诫自己一番，陈默赶紧从背包里拿出长剑提在手上。唐月月，赶紧回来，你站到后面去。作为队伍里大姐头的白薇刚才也吓得不轻，冷着脸对着唐月月训斥道。红眼魔兔的袭击也让3个女生警觉起来，记起这是在副本里，不是安全的风景区，随时都会有魔怪袭击。呼，好险，陈默哥哥，谢谢你。唐月月被红眼魔兔的突然袭击惊魂未定，见没什么事了，拍了拍与长相严重不符的雄伟胸脯，长出一口气，红着脸跟陈默道了谢，低着头老老实实的退回到队伍里。毕竟是第一次进副本，没经验，看到美景有些忘乎所以，一时忘了这里并不是城里的安全区。看到唐月月老实的回到队伍中，倒也没人再说什么。好在这里只是简单级别的新手副本，是为了让这些新手职业者们适应荒野用的。里面都是些普通的低等级魔怪，属性低，且只会进行普通攻击，大多没有攻击技能。新手职业者只要小心些，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3个女生也全都拿出武器，进入了警戒状态。白薇戴好骑士头盔，拿起长剑和盾牌，站在了队伍的前方。他回头看了一眼手拿长弓的骷髅士兵，刚才唐月月遇险，骷髅士兵的开弓救援让白薇眼前一亮。本来他以为唐月月邀请陈默加入，只是想照顾一下他，毕竟他只是凡级根骨，而他们3个可都是0级根骨，尤其看似呆萌的任小文更是上品灵骨。而且陈默那召唤物的实力，在高校长的测试下可是有目共睹，属实弱鸡。但现在看来，陈默的召唤物似乎并不弱，反而很强的样子。不仅行动敏捷，反应迅速，而且弓箭术也很好，一箭就命中了，速度极快的，且已经跳到空中的魔兔。关键攻击力高的离谱，刚才一箭秒杀红眼魔兔，他竟然打出了60点的伤害值，那就说明他的攻击力至少也要在60点以上。白薇看了看自己的攻击属性，加上手中的青铜级长剑，也才36点攻击力，相差近乎1倍。不过几人不熟，他也没有多问。第10章荒原上的马拉松。见唐月月并没有受伤，几人整理好心情，开始沿着草原上的路线向深处进发。身穿骑士铠甲，作为近战职业的白薇，手拿盾牌和长剑，走在队伍最前方，小心戒备。陈默提着白板长剑，穿着一身运动服，跟在白薇的后面，边走边只是骷髅弓手，在队伍周边巡视，自行杀怪。唐月月现在老老实实的跟在2人后面，走在队伍的中间。任小文则带着他那只形似猎犬的机关兽走在最后。队伍走出没多远，在前方草丛中就发现一只野狗大小的魔怪，长牙土拨鼠，资质普通级，天赋5，等级1级，生命值50，攻击5。介绍：荒野上的小动物喜欢在地下挖掘储藏食物。陈默使用探查术查看，这简单级副本魔怪大多都是普通资质，就是给职业者新人适应荒野用的。不过这么大体型的小动物，这介绍是认真的吗？看到魔怪，白薇一脸兴奋，骑士职业技能发动，手中的剑盾亮起白色光芒，正要冲上去与魔怪厮杀。嗖的一声，一支利箭飞过，长牙土拨鼠被利箭直接射穿，翻倒在地。负56，击杀1级长牙土拨鼠，普通级，经验+1。白薇有些尴尬地停下脚步，回头看了骷髅弓手一眼，这抢怪的家伙真讨厌。骷髅士兵感知外界的方式是精神感知，并不是依靠视力，几乎没有魔怪可以在他的感知下能够躲在草丛里隐藏伏击。而且简单的级别副本的魔怪资质大多都是普通级，就连副本里的 BOSS 大概率也只是黑铁级魔怪。这里的魔怪血量偏低，根本抵不住骷髅弓手的碾压级的攻击力。白银级资质，手拿黑铁级长弓的骷髅弓手，在这片草原那就是无敌的存在。魔怪只要被遇到，就会被骷髅弓手感知找出，射箭击杀。在沉默的指示下，骷髅弓手也不再停留在队伍附近，
直接冲在前面，在副本里开启了杀戮模式。骷髅弓手在风之迅捷天赋的加持下，移动速度高，射箭出手快，而且高达64点的攻击力，杀怪几乎都是秒杀，清怪速度极快。击杀一级绝地鼠，普通级经验+1；击杀一级钢针刺猬，普通级经验+1；击杀2级毒气臭鼬，普通级经验+2。很快，骷髅弓手就在白薇他们惊讶的目光中，拿着弓箭在前面越杀越远。慢慢的，4个人甚至需要加快脚步，小跑前进，才能跟得上骷髅弓手的脚步。在广阔的荒野草原上，一只眼冒绿火，戴着头盔，全身铠甲，手拿弓箭的骷髅弓手，在前面左右开弓，箭无虚发，快速收割，留下一地的魔怪尸体。他后面紧跟着一男三女4个人，带着一只形似猎犬的半人高的机关兽，一路小跑，努力跟随。3个女孩从开始的震惊到逐渐麻木，现在脑海中就只剩下一个念头，就是跟上前面那只骷髅，绝对不能拖大家的后腿。这一跑就是大半天。经过长时间的战斗，骷髅弓手依旧在前面迅捷如风，互突右击，来回奔走，刷怪效率一点没变。后面的几人此时却都已经被甩出老远，累得气喘吁吁，勉强跟着。尤其是身为骑士职业的白薇，一身铠甲又重又沉，还不透气，2只手上还拎着厚重的盾牌和钢铁长剑。此时他已经跑得全身都快湿透了。体质较弱的任小文累得更是直接趴在了机关兽上，他张着嘴巴大口喘气，任由机关兽带着自己跟着队伍狂奔。唐月月倒是还跑得动，可一向活泼的她也不再说话，拄着法杖，满脸汗水，咬牙坚持着，努力向前挪着步子。到后来，白薇索性把长剑和盾牌收进了背包空间来减轻负重，就是这一身铠甲跑起来又重又闷，哗啦作响，十分难受。可他又不好意思将铠甲脱掉，毕竟自己身为一个近战职业，遇到战斗武器还好说，可以马上从背包里拿出，那铠甲都脱了，这算怎么回事呢？无奈他只能忍着闷热，努力坚持。陈默也有些后悔，早知道带个代步工具进来就好了，准备还是不够充分。强化时光想着提升骷髅士兵的速度了，压根没想过自己的速度跟不上这件事。考虑事情还是不够缜密，陈默边跑边总结着经验。到了下午，几人终于抵达了野狼荒野副本的核心地带野狼谷。在骷髅弓手2箭射出，击杀一只游荡的野狼后，-46、-55，击杀2级野狼，普通级，获得经验+2。一道光柱从4人身上亮起，升级了。陈默赶紧打开职业者面板查看属性，想确认一下自己的至尊级根骨到底是什么级别。当看到自己升级后，竟然得到了15个属性点，把陈默吓了一跳。要知道，觉醒后轰动整个云海城的上品道骨天赋的苏清雪，他每升1级也就才能得到9个属性点，而陈默每升1级，比道骨级的苏清雪还要多出6个属性点，更不用说其他根骨更低的灵骨级甚至反骨级的职业者了。难道在道骨级网上真的有仙级根骨甚至更强的根骨？要不然根本无法解释自己至尊级根骨得到的属性点为什么会比道级根骨多出这么多。如此逆天的根骨潜力，现在是绝对不能暴露的。陈默看着自己得到的属性点，更加坚定心中的想法。平复心情，思考片刻，陈默将升级得到的属性点给体魄加2点，神魂加了13点。陈默的神魂属性可以给骷髅弓手提供攻击力增幅，提升骷髅弓手的刷怪速度，而且提高神魂属性可以增加精神力，用于召唤骷髅士兵，补充召唤空间。陈默等级提升到2级后，召唤空间数量也增加了2个，变成了1/3。加完点后，陈默的基础属性变成了体魄12，神魂25点。他自身与之相对应的战斗属性生命值提升到了120点，精神力250点。骷髅弓手也升到了2级，白银级资质的召唤物相当于下品灵骨级的职业者，所以升级后骷髅弓手的基础属性也得到了4个属性点。陈默将这4点全加在了骷髅弓手的体魄上。骷髅弓手作为物理攻击类型的召唤物，增加体魄可以提升生命值和攻击力，再加上陈默的基础属性所提供的战斗属性加成，骷髅弓手的生命值已经提升到了610点，攻击81点。2级的骷髅弓手，其血量和攻击力已经相当于6级的道骨级职业者了。这个战斗属性，2级的陈默带着他，绝对可以单独挑战高等级的副本了。第11章，副本体验感极差。哇，我升级了，薇姐！唐月月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小脸通红，挥舞着法杖，激动的大叫：“我得到了5个属性点，小文，你得到了几点？”唐月月兴奋地查看了一下属性面板，
向后面趴在机关兽上的任小文问道。他们三个，唐月月和白薇都是中品灵骨，而任小文是上品灵骨。我得到了6点。任小文被机关兽颠了一路，头昏眼花，还感觉有些恶心想吐，有气无力道。唐月月刚想再问白薇，看到旁边的陈默，吐了吐舌头，不再说话。陈默哥哥只是中品的凡级根骨，升级后应该只能得到2点属性点，还是不要再刺激他了。唐月月想着，心里忽然有些难过。白薇的意志力在升级后也松懈下来，他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身上的铠甲哗啦作响。不行了，太累了，休息一下。性格要强的白薇怎么也没想到，本以为是他们好心帮助只有反骨级的陈默进副本升级，结果本应作为战斗核心主力的自己，竟然连一只怪都没摸到，竟然直接在副本里来了个野外超负重长距离的体能拉练，奔跑了大半天时间，光是赶路就体力耗尽，差点累个半死。这副本打得毫无体验感，甚至感觉极差。白薇从来没感觉过这一身的铠甲装备会这么累赘闷热。那只骷髅弓箭手实在太离谱了，穿着铠甲，拿着弓箭，打了这么久的怪，竟然一点也不累。见周围的魔怪早已经被白骨战将清光，他索性将铠甲脱了扔在一边，只穿着里面已经湿透的紧身衣，勾勒出完美的身材。胸前2团得到放松，他躺在草地上畅快的呼吸。他从来没像现在这样羡慕过穿着布衣装备的这几个队友。陈默没穿装备，白板装备不加基础属性值，穿上白板装备只能增加自身的一些生命值，并不能给骷髅士兵提供加成。自己也不上去打怪，没有必要穿，主要是贵，没舍得买，感觉性价比不高。想着等以后刷出一些品质高些，能增加基础属性值的装备再穿也不迟。可就算穿着一身运动服，以陈默的体力跑这么久也有些累了，顺势坐在地上，让骷髅弓手巡视周围，自行出去杀怪。陈默在转职的时候就查看过自己的骷髅召唤术技能是可以升级强化的。刚开始时，陈默自身等级只有1级，召唤空间也只能存放1只骷髅士兵，存放1只骷髅弓手，召唤空间就已经满了，所以骷髅召唤术技能也不能使用，陈默也就没有进行强化。刚才跑步的时候正好在路上无聊，精神力也足够，他直接使用强化能力，消耗50点精神力，将骷髅召唤术技能从普通级强化成了黑铁级。因为强化的目标是陈默自身的已经学习的技能，所以强化金光没有在身外显现，外人根本看不出他在使用强化能力。骷髅召唤术黑铁级，消耗60点精神力，召唤1只骷髅士兵，黑铁级，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精神力100点。使用强化能力后，陈默的精神力本来只剩60点，现在升级了，精神力全部恢复，加点后精神力更是提升到了250点。陈默决定再次强化骷髅召唤术技能，因为强化的是知识技能，所以并不需要材料，只要消耗精神力就可以。选择强化技能骷髅召唤术，使用强化能力后，精神力消耗100点，从加点后的250点掉到了150点。陈默感觉自己对骷髅召唤术技能的理解更加深刻，脑海中的法阵符文愈加清晰。骷髅召唤术青铜级，消耗120点精神力，召唤1只骷髅士兵，青铜级，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精神力200点。看了看技能介绍，陈默决定召唤1只骷髅士兵出来看看，正好比较一下使用技能直接召唤的青铜级骷髅士兵，跟使用强化能力从普通级提升到青铜级的骷髅士兵，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陈默直接选择使用技能骷髅召唤术，召唤骷髅士兵。陈默的精神力再次消耗120点。他之所以没有献祭魔怪尸体来降低精神力的消耗，是因为在这些新手副本里面的魔怪都是由灵气演化而来，他们根本就不是真实的魔怪，自然也就没有血肉尸体可以用来献祭。连续2次使用技能，陈默的精神力从250点掉到30点。召唤法阵启动，黑色漩涡中1只眼冒黄火的骷髅士兵从中走出。青铜级的骷髅士兵与陈默最早召唤出来的那只普通级骷髅士兵相比，青铜级的骷髅士兵骨头洁白宽大，行动稳定敏捷，头骨中燃着的也不再是灰色，而是黄色的灵魂火焰。这只青铜级骷髅士兵唯一与普通级骷髅士兵相同的是，身上依旧挂着破烂的布条。反骨战王，资质等级青铜级，等级2，生命值320，攻击力45，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白银级生物骨头15千克。刚召唤出来的骷髅士兵并没有额外的天赋和技能位，只有青铜级召唤物的基础属性值，而自己强化过的骷髅士兵相当于精英级召唤物，拥有独有的天赋特性和技能位。陈默查看了一下新召唤的青铜级骷髅士兵的属性，
对比了一下两个骷髅的属性，心中对自己的神级强化能力有了更多的理解。可就算是普通的青铜级骷髅士兵，在沉默的属性加成后，其战斗属性也相当于4级的上品到古级的职业者了。沉默将这只骷髅士兵的3点属性点加到了体魄上，加点后，骷髅士兵的生命值提升到了350点，攻击力提升到了48。然后又手里拿着的白板长剑递给新召唤出来的骷髅士兵，让他在边上守护。连续使用技能，精神力消耗过多，现在只剩下30点。他感觉脑袋有些晕乎。沉默坐在原地，闭目开始冥想，恢复精神力。唐月月美目瞪大，看着眼前手拿长剑站在沉默身边的骷髅士兵，可能是跟着拿着长弓的骷髅弓手跑了一上午，有些习惯了他们的模样。现在看着这个骷髅士兵，他竟然一点也不感觉害怕。况且这还是自己喜欢的沉默哥哥使用技能召唤出来的召唤物。看到骷髅士兵一身破烂布条，眼眶中燃着黄色灵魂火焰，手提长剑左右张望，一副认真巡视的模样。唐月月甚至感觉这家伙还有点可爱。第12章终于休息了。白薇好奇地看着从法阵中走出的骷髅士兵，又看了一眼坐在地上冥想的沉默。不愧是可以显现异象的隐藏职业，他应该还有可以强化召唤物的技能。白薇躺在草地上，侧头看着那只骨骼宽大洁白的骷髅士兵，心中好奇地猜测着，他们见到的这2只骷髅士兵明显比那天在转职广场见到的那只强大许多，尤其那只眼冒绿火，穿着铠甲还会射箭的骷髅，简直强得离谱。不仅速度极快，攻击力高，杀怪也几乎都是秒杀。更重要的是，已经过去大半天时间了，那家伙还依然行动敏捷，一点也没有劳累的样子。而自己几个人光是跟着他跑，都快累成狗了。不说那只变态的骷髅弓手，就看眼前这只明显是刚召唤出来的骷髅，身上都是破烂布条，连个装备也没有，走路也是稳稳当当，完全不像那天在广场上摇摇晃晃的样子。光看样子就知道战斗力应该也不差。任小文跑到后来累得不行了，就一直趴在机关兽上。现在倒是没那么累，就是有些颠，感觉浑身都快散架了。他也没想到自己带着精心设计的武装机关兽，第一次下副本竟然只是用它来当坐骑，连个怪都抢不到，实战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战斗功能也没用上，都不如一辆车好用，起码没那么颠簸。众人停下来后，他慢慢从机关兽上蹭了下来，蹲在地上缓了一会儿，这才从背包里拿出几瓶水分给众人。白薇接过任小文递过来的水，拧开一口气喝了个精光，这才长长舒出一口气，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任小文又递给唐月月一瓶水，看了一眼正在冥想的沉默，轻轻将水放在了他的身边，这才回去坐下，靠着机关兽休息。唐月月缓了一会儿，站起身拿出野餐垫在草地上铺好，又从背包翻出一大堆零食。他早就跑得饿得不行了。任小文看到后也是眼前一亮，凑了过来，2个女生坐在野餐垫上开始吃东西。就在几人休息吃东西的时候，骷髅弓手已经杀进了野狼园的核心地带，遭遇了狼群。传来的击杀信息都是野狼魔怪，击杀2级野狼，普通级，经验加2；击杀1级野狼，普通级，经验加1。骷髅弓手与沉默精神相通，他探查过的地方都会在沉默的脑海里形成地图，而且他的状态沉默也可以感知，甚至沉默可以连接他的视野，通过骷髅士兵查看周围的情况。这也是沉默刚刚冥想时发现的。他感知了一下，骷髅弓手现在的状态很好，有着风之迅捷天赋的加持，骷髅弓手的移动速度提升了 60%， 初级攻术提升 30% 的攻击距离，让骷髅弓手更容易保持安全距离。他在前面奔跑，远远地将野狼群甩在后面。野狼群的速度没有他快，根本追不上，只能闷头狂追。而骷髅弓手不时地回身射出一箭，就能秒杀一只1级野狼。追赶骷髅弓手的野狼群的数量也在一点点地减少。见骷髅弓手没有问题，沉默索性只是他多拉些怪一起刷，省得一只只去找，这样速度还能再快些。然后就不再关注，专心冥想，恢复精神力。沉默他们在高坡后面休息，因为骷髅弓手一直在杀怪，所以大家还一直在获得经验。不断传来的杀怪信息弄得白薇他们3个女生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一起组队进副本，他们3个不仅一点贡献没有，甚至因为体力不支差点还拖了后腿。本来是想帮助沉默练级，结果全程被代刷，不用费力的去打怪，就是现在躺在地上睡觉，经验值也一直在涨。这种新奇的体验是白薇进副本前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任小文因为后来趴在了机关兽上面，除了颠得有些难受，倒是没有那么累。休息了一会，看见一连串的击杀信息，便有些好奇，爬上高坡向远向张望，结果看到眼前的场景，给他惊得双眼瞪大，差点惊呼出声。他赶忙伸手捂住嘴巴，
趴在草丛里，回身向正坐在野餐垫上大口吃着食物的唐月月摆手，示意他赶紧过来。唐月月正吃得起劲，跑了大半天，她早就饿得不行了。现在吃着美味的食物，她嘴巴塞得满满的，脸颊鼓起，一双大眼睛幸福地眯着。看到好朋友任小文趴在前面的坡上，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连连挥手让他过去。他好奇地起身向坡上走去。小文，你这是干什么呀？紧张兮兮。唐月月话没说完，看到坡外的情景，也吓得赶紧蹲下，趴在了草地上，一双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坡外的景象。只见坡外的低谷处的荒野之上，足足有几十只野狼魔怪在草地上狂奔，他们张着嘴，呲着獠牙，一脸的狰狞凶狠，奋力地追击着在狼群前面奔跑的眼冒绿火的骷髅弓手。数量规模庞大的野狼魔怪群在荒野上奔跑起来，灰尘四起，场面极为震撼。狼群中间还可以看到有一只雄壮的白色巨狼在不停地嚎叫，指挥着狼群的行动，一起围堵前面的家伙。骷髅弓手的体型在野狼群面前显得极为渺小，但速度极快，一直在前面领跑，带着野狼群在荒野上绕着圈。这么多的野狼魔怪聚在一起，他们几个女生要是被狼群发现，这么多野狼冲过来，他们只怕分分钟就要被撕碎。这难道不是新手副本吗？那个家伙是怎么招惹到这么多野狼怪的？简直太可怕了。唐月月身体紧紧贴着草地，胸前被压得扁扁的，白嫩的小手紧张地揪着身下的一把野罕。突然，她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把唐月月吓了一跳，赶忙回头看去，原来是刚才躺在草地上休息的白薇。她铠甲已经脱掉了，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衣，贴身的布料勾勒出完美匀称的身材。此时白薇也蹲在草丛里，表情凝重地看着远方的狼群。白薇毕竟是骑士职业者，体能出色，虽然已经很累，但休息了一会，现在也恢复了很多。她见到这两个妹妹在坡上神情紧张，鬼鬼祟祟的样子，就好奇地跟了过来。这一看把她也吓了一跳。第13章对战野狼群，副本通关。她认真观察了一会，白薇发现狼群数量虽然很多，但以他们的速度似乎根本追不上前面的骷髅弓手。大半天的时间过去，那只骷髅弓手依然生龙活虎，健步如飞，一点也没有疲惫的样子。而且他就算穿着一身铠甲，移动速度也是极快，似乎并没受什么影响。骷髅弓手脚步不停地在狼群前面飞奔，回身射出一箭就能带走一只野狼的生命。怪不得经验值上涨如此快，原来那家伙把怪都拉在一起了，不用一只只去找，自然速度快了许多。白薇恍然，紧张地看了一会儿。三个女孩发现狼群看似恐怖，但以他们的速度似乎并不能对骷髅弓手造成威胁。随着骷髅弓手的持续攻击，狼群的数量也在不断下降。狼群中间的那只白色巨狼嗓子都快嚎哑了，狼群依旧没能围堵住那只骷髅弓手。骷髅弓手在狼群前面左突右击，极其灵活，跑动风骚，时快时慢，给狼群希望的同时就是追不上。糟糕了，狼群分开了3个方向，快要围堵住了骷髅弓手。哎呀，这可怎么办？白色狼王似乎也发现了，以狼群的速度根本追不上那只骷髅弓手。他开始指挥狼群分开，左右围堵，缩小骷髅弓手的活动范围。心情刚刚有些放松的3个女生看到眼前战场上的变化，此时又紧张了起来，眼睛紧紧盯着在狼群之间来回灵活奔跑的骷髅弓手，好怕他被已经开始拉近距离的狼群突然扑倒。薇姐，这新手副本这么难，还好与沉默组队了，要不然咱们3个真的能打得过吗？唐月月心有余悸。笨蛋，咱们打怪肯定是一只一只引出来打了，新手职业者们都是这么做的，哪能像这个家伙这么勇？这是把整个野狼谷里的魔怪都拉到一起了吧？白薇关注着远处的情况，一边安抚着有些害怕的唐月月。中间那只白色的巨狼应该就是野狼荒野副本的 BOSS 白狼王了吧？好家伙，连 BOSS 都溜，这是真没把白狼王当回事啊！白薇有些感慨。在狼群前面奔跑的骷髅弓手此时也发现了狼群动向，看到了从左右2个方位围过来的狼群，他向着左侧狼群有些薄弱的地方急速射箭攻击，射杀了几只包抄的野怪狼，从包围圈中打开一个暂时的缺口，突然加速冲出了狼群的围攻。见到骷髅弓手脱险，白薇他们也松了一口气。要是这个骷髅弓手挂在了狼群里，他们几个就得准备跑路了。骷髅弓手突破狼群的包围后也谨慎不少，不再给狼群再次合围的机会。他左右灵活跑位，始终与狼群保持距离，保持攻击节奏。而随着骷髅弓手带着狼群在荒野上遛弯转圈，不时的开弓回头射箭，狼群的数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只只的减少。3个女生也不再紧张，一起又重新坐在草地上。唐月月再次拿出零食，几人边吃边欣赏着眼前这难得的荒野风光。最终奔跑的狼群全部被骷髅弓手击杀，只剩下了 BOSS 白狼王。
此时的白狼王已经被骷髅弓手在野狼谷里不知道溜了多少圈，累得口吐舌头，流着口水，白色的皮毛已经被汗水和灰土弄得脏兮兮的。他依然脚步艰难地追着前面那只杀死自己所有小弟的骷髅弓手。这家伙也太 TM 能跑了，想追上他，本狼王根本做不到啊！白狼王心里满是委屈。白狼王，资质普通级，天赋5，等级3，生命值130，攻击13，技能狼王呼唤。狼王呼唤可以指挥狼群进行攻击。介绍：野狼荒野的王者，他真正的实力并不止于此。陈默通过链接骷髅弓手的视野观察着战况，他探查了一下白狼王的属性，发现这白狼王作为 BOSS 竟然连精英怪都不是。他这个战斗属性也就是2级灵骨级职业者的水平，一个普通的职业者小队应该可以轻松猎杀。果然是简单级的副本。你们快看，那只狼王好惨，好像一只狗啊，跑这么久应该累坏了吧？唐月月见战斗即将结束，心情放松了下来，指着白狼王同情地说道，却没有听见同伴的回应。他回头看，这才发现2个好朋友的脸色都有些不对劲。他突然反应过来，回想起自己几个人似乎刚刚也跑的累得像条狗一样，我是不是连自己也骂了？唐月月发现自己说错话，小脑袋赶忙转回，看回远处的狼王，装作无事发生。骷髅弓手此时也不再奔跑，站在原地瞄准射击，拉开弓箭，2箭射出，帮几乎累瘫的白狼王结束了痛苦。负65，负70，击杀3级 BOSS 白狼王，经验加30。本次副本结束，冒险者可随时选择退出。金光出现，几人又升级了，升至3级，状态恢复，精神力消耗过多的晕眩感消失，陈默也就不再冥想。打开属性面板查看属性，陈默再次得到了15点属性点，依旧是将升级得到的属性点给体魄加2点，神魂加13点。加完点后，陈默的属性变成了体魄14，神魂38点。相对应的，陈默自身的生命值提升到了140点，精神力380点。召唤空间的数量又提升3个，达到了2/6。陈默将2只骷髅士兵升级后得到的属性点依旧全部加到体魄上，提升他们的生命值和攻击力。前期召唤物没有法术技能，加体魄才是最优的选择。加上陈默的属性加成，3级的骷髅弓手生命值提升到了670点，攻击达到了98点。就连站在陈默身边的手拿白板长剑的骷髅士兵，此时的战斗属性也达到了生命值400，攻击70点。就这个刚召唤的骷髅士兵，这战斗力也能轻松吊打白狼王。收到的副本通关的消息提示，让坐在坡上吃着东西关注战斗的3个女生有些发懵，半天没反应过来。虽然看到狼群魔怪被骷髅弓手一只只击杀时，他们有过心理预感，但当事情真正发生，还是感觉有些不可思议，感觉像是在梦里。什么情况？咱们狂奔了一天，然后就坐在这里休息，副本就打完了？咱们进来是干什么来了？进行了大半天的长跑体能训练，他们有些无语，此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第14章约战幽暗密林副本。陈默连接骷髅弓手的感知，查看了一下他周围的情况，确实已经没有怪物了，都被骷髅弓手引到一起，放风筝给杀光了。陈默命令骷髅弓手返回，可惜新手副本是演化副本，只有经验值，没有物品掉落。刷副本除了升级，没有什么收益。新手副本主要是为了让职业者新人适应荒野环境，难度会降低，怪物分布相对分散。这个副本地图实在太大，正常的职业者队伍最快也要2到3天的时间才能刷完。陈默他们不到1天就完成了，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跑步赶路。如果他们能跑快点，刷本速度应该还能再快一些。看来得想办法提升一下自己的速度。陈默心里做着总结。简单极野狼荒野副本通关后，陈默的等级达到了3级， 5.01%。等级提升后精神力全部恢复，而且神魂属性加点后，陈默的精神力更是提升到了380点。想了想，陈默决定继续强化自己的核心技能骷髅召唤术，选择强化骷髅召唤术技能。陈默的精神力直接消耗200点，将骷髅召唤术技能从青铜级提升到了白银级。骷髅召唤术白银级，消耗240点精神力，召唤一只骷髅士兵，白银级，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精神力400点。使用强化能力后，陈默的精神力还有180点，暂时不够使用召唤技能，召唤骷髅士兵来补充召唤空间，只能等精神力恢复些，再召唤补充骷髅数量了。陈默打开万界商城，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快速恢复精神力的超凡药剂。他点击商城药剂分类，商品列表弹出，这一看把陈默吓了一跳。好家伙，
最便宜的一瓶黑铁级精神力恢复药剂居然也要10几万，怎么只要是涉及到超凡的东西都这么贵？买不起，还是老老实实冥想恢复吧。陈默郁闷地关闭了商城面板。那个，陈默哥哥，你也吃点东西吧。跑了这么久，应该也饿了。见副本结束，唐月月坐回到野餐垫上，招呼着正在查看属性的陈默。陈默也没客气，站起来坐到了野餐垫的边缘，接过唐月月递过来的面包，大口吃了起来。跑了一天，他确实有些饿了。想了想，陈默从背包中拿出几瓶饮料和几包瓜子零食，放在了垫子上，让大家一起过来吃东西。白薇穿着沉重的骑士铠甲跑了大半天，体力消耗是4个人中最多的。现在副本完成，心情放松下来，虽然刚才在坡上吃了一些东西，但现在感觉却更饿了。听到陈默的招呼，也起身走了过来，大大咧咧地坐在陈默旁边，拿起一块肉干就啃。任小文也安静地跟着白薇回来，坐在唐月月旁边，小口吃着东西。现在副本都刷完了，3个女生什么贡献也没有。唐月月感觉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说道：“陈默哥哥，要不我们给你些补偿吧，不然总感觉过意不去。刷本我们也没出力，怪全是你一个人打的。”陈默喝了一口水，听完摆了摆手：“你们没有出上力，是因为这个副本太简单了，怪物打一下就死了。我们吃完东西出去，明天换个难点的副本，到时候也许就需要你们出力了。”白薇有些无语，看了陈默一眼：“听听这是人话吗？还怪物打一下就死了，你倒是让我打一个试试啊！你那个骷髅弓手攻击力有多变态，你是真没数啊！我拿着青铜级别的武器，攻击力连他的一半都没有，整整跑了一天，累得半死，结果就跟在那只骷髅弓手屁股后面吃灰了，魔怪的毛都没摸到。不过这升级速度是真的快，成为职业者第1天刷副本，当天直接干掉 BOSS 通关，升到3级。这刷本的速度在云海城的历史上应该也没有吧。白薇心里想着。陈默哥哥，你还要跟我们一起刷本吗？唐月月听到陈默的话，有些惊喜地问道。白薇和任小文也有些惊讶地看着陈默。这大半天时间，让他们都对陈默的实力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有那只变态的骷髅弓箭手召唤物，他确实有单刷的资本。他们本以为陈默下次就要自己去单刷，毕竟还是单刷升级快些，没想到陈默竟然不嫌弃他们累赘，还要带他们刷本。他们3人在云海城里也算是天才级的职业者了，结果一进来啥也没做，全程打酱油，这心理落差属实有些打击人。当然要一起刷。陈默非常确定地点点头，主要是一个人刷本有些危险，我怕被魔怪偷袭，还指望你们照顾我呢。陈默低下头，心里想着，队伍里人多些，自己被偷袭的概率就小，只有1/4，这可安全多了。而且今天这3个女生的性格也得到了陈默的认可，跑了这么久，那么累也没人抱怨，大家都在努力坚持，怕给队伍拖后腿。关键是他们性格开朗乐观，懂得互相帮助。路上任小文不止一次让白薇和唐月月趴在机关兽上休息一会儿，而他们为了照顾体质较弱的任小文，全都拒绝了，把机关兽让给了他。跟这样的人做队友还是比较安心的。今天我们刷本的速度已经很快了，而且跑了大半天，大家都没什么体力，再下副本也有些危险，我们就明天再刷吧。陈默提议道，而且晚上回家他也想要再强化一下装备，再提升一下骷髅弓手的战斗力。在副本里人多，没有办法使用强化技能。好的。唐月月小脑袋连连点头。在一起刷了1天副本，几个人已经熟悉了。事情确定下来后，大家也就放开了，继续吃东西。就这副本，正常怎么也要刷上2、3天，地图这么大，怪太分散了。是的，我查过资料，帐篷都备好了，本来都已经做好了在这里过夜的准备了。我的机关兽还没实战过呢，也不知道战斗力怎么样，但我感觉应该再改造一下。任小文和唐月月小声嘀咕着，他们进副本前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进副本后一个技能都没放出，跟着队伍狂奔了大半天，副本就通关了。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职业的能力怎么样呢。陈默哥哥，明天我们刷哪个副本好呢？我们不要再刷这个野狼荒野了，好不好？这实在是太累了。唐月月休息一会儿，精力恢复，又活跃了起来。陈默想了一下，这次云海城开放的3个新手副本，分别是野狼荒野1到3级、幽暗密林3到6级和僵尸矿洞6到9级。野狼荒野肯定是不再刷了，地图太大，实在跑不动了。而且魔怪等级低，经验少，分布分散，刷起来效率一般。以他们的等级，那就只剩一个选择，就是去刷幽暗密林副本。根据副本资料介绍，幽暗密林地图的空间还是可以的，大小合适。副本里面的怪物主要是哥布林和尖爪野猫，并且树林中地形还算开阔，骷髅弓手的速度优势依旧可以稳定发挥。以骷髅弓手的战斗力，
带着他们应该可以挑战一下普通难度。想到这里，陈默做出决定，我们明天一早去刷幽暗密林吧。第15章，这是什么刷本速度？好的好的，幽暗密林好，地图肯定没有这么大，我们也能帮上忙。正啃着肉干的白薇听完也是心里一松，穿着金属铠甲跑了大半天，又闷又热，他实在是有些怕了。相对于这个，他宁愿冲上去跟魔怪干架。吃过饭，收拾好东西，四人退出野狼荒野副本，回到了副本大厅。此时已经傍晚时分，大厅里的人少了很多，大部分人都已经找到队伍进入了副本，只有些卖东西的商贩和一些因为意外而退出副本的职业者在大厅里休息接受治疗。看到陈默几人出来，守在门口的值班老师走了过来，你们哪位同学受伤了？坐在那里的椅子上，我给你们治疗一下。老师，我们没人受伤，我们是刷完了副本就出来了。唐月月回答。什么？你们刷完副本了？老师感觉有些好笑，觉得唐月月可能不懂什么是通关副本，他们以为进去打了一天，中途退出就算是刷完了。新手就是新手，估计连 BOSS 都没有见到。不是，你们刷副本前不知道看看攻略吗？最起码也要知道，打副本时没事中途绝对不能退出，否则副本就会重置，明天再进副本还得重新打。老师拿起桌上的副本登记表，翻开。同学，你们叫什么名字？老师，我叫唐月月，我们进的是简单级副本野狼荒野。听到唐月月的回答，老师很快在登记表中找到了几人的信息。看到记录的信息，他们进入副本时间是早上9点50分，从进入副本到现在还不到6个小时，这么点时间能打到副本的1/3就不错了。老师心里估计了一下，唐同学，刷副本一定要认真对待，多看看攻略，刷副本时没事最好不要中途退出，中途退出副本，你们的副本进度就会被重置，这一天可就白打了。今天就算了，你们回去好好休息，做好准备，明天可不能这么随意退出了，知道吗？听到老师的话，唐月月有些急了，急忙说道：老师，我们已经通关了，那只白狼王都被打死了，当然是被那只变态骷髅弓手给溜死的。唐月月心里想着，没说出口。听到唐月月的话，女老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怎么可能？里面的地图最少也要30多公里，就是什么也不做，跑完全程也要几个小时，难道他们不打怪的吗？同学，介意我看看你的等级信息吗？老师向唐月月低声询问，他想要确定一下几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刷完了。当然我只是好奇，如果不方便也没关系的。年轻的女老师解释了一句。当然没问题啦，老师，我已经设置了信息公开，你看吧。这么好的炫耀的机会，唐月月自然不会拒绝。自己辛辛苦苦在副本里跑了大半天，那可不能白跑，当然要让大家看到。看着女老师脸上震惊的神情，唐月月心里很是满足。原来这就是当学神，考试成绩第一，而且还能提前交卷的感觉，真好。唐月月努力憋住笑，绷着脸保持着淡然的神态。她认为学神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陈默哥哥就是这样的，肯定错不了。女老师对着唐月月使用了探查术。唐月月，职业牧师，等级3级。女老师看到唐月月的等级后彻底惊呆了，这竟然是真的，他们真的刷完了整个副本，太不可思议了。他们真的是在6个小时内，在跑完全程的同时将里面怪物全部杀光了，不然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升到3级。作为老师，对副本里怪物的经验值还是比较了解的。新人职业者至少要打完整个简单级的野狼荒野副本，在小怪清理的比较干净的同时杀掉 BOSS 才有可能升到3级。可这也太夸张了，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算是精英级的职业者队伍，最快也要在副本里战斗2天才有可能通关出来，因为他们不光要在副本里面打怪赶路，职业者也是人，也是会累会饿的，刷怪途中要休息，要吃饭喝水，这些都会耽误些时间。就算是简单级副本，怪物强度不高，可里面的怪物最少也要上百只，杀这么多的怪，光是挥动武器都要几百下，况且还要跑完那么远的地图才能到达 BOSS 的位置，再消灭野狼群，杀掉 BOSS 白狼王，这6个小时就得全程不休息，玩命奋战才有一点可能。女老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眼神怪异的看了一眼陈默他们4个，看他们的样子也没看出很累的样子，呼吸平缓，走路有力。要是一般人这全程副本下来不累到虚脱才怪，这说明他们要么体力惊人，要么就是有什么赶路的工具或快速杀怪的手段才有可能。女老师虽然心中好奇的要死，倒也忍住了没再多问。每个职业者都有自己的秘密，即便是老师也不能随意打听他人的信息。他挥挥手示意几人可以走了。白薇在副本里休息时已经将铠甲收进背包，
换了一身休闲服，衬托出修长完美的身材，显得气质更加干练沉稳。他也没太在意唐月月小女孩似的炫耀举动，出副本后就从背包里拿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四人刚走出大厅，已经有一辆车停在副本大厅门口等待，正是白薇打电话从家里叫来的司机。有现成的车坐，能节约不少时间，还不用花钱。陈默也没矫情，坐上车跟着一起回城。看到几人离开，大厅里面看了半天热闹的同学们这才好奇地走过来围住老师。老师，刚才那个小姑娘说的是真的吗？他们真的一天时间就刷完了野狼荒野？假的吧？咱们刚才不是进去了吗？那副本地图一眼都看不到头，一天的时间都不用打怪了，光是走完全程都得把人累死。几个因意外受伤而暂时退出副本的同学也都不敢相信。然而得到女老师的肯定回答后，大厅瞬间冷了几分，到处都是倒吸凉气的声音。第16章回家继续强化。野狼荒野副本里，苏清雪拿着青铜级的长弓，举弓瞄准远处的一只野狼。寒冰剑技能发动，冰霜之力附着在剑矢之上，一箭射出，正中野狼的胸侧。负41，剑矢上的寒冰之力瞬间覆盖野狼全身，目标减速 50%。 野狼中箭后并未死去，呲起獠牙向苏清雪奔来。因为寒冰之力的减速效果，野狼魔怪的奔跑速度并不快。砰！一位体型矮胖、身穿战士铠甲的女生提着盾牌和斧头，向着被减速的野狼发起冲锋。两个身影撞在一起，野狼一下被撞翻，向后方滚倒。负28，倒地的野狼后面出现一个手持燃烧火焰长剑的少女，少女手中的长剑对着翻倒的野狼狠狠一刺。负36，长剑上燃烧的炽热火焰灼烧着野狼的伤口，发出滋滋的声音。负5，长剑上附魔的火焰对野狼造成了火属性的持续伤害。击杀2级野狼，普通级获得经验2点。一道金光从几人身上出现，升级了。终于升级了，咱们歇会儿吧。提着盾牌、全身铠甲的矮胖女生伸手摘下头盔，露出满是汗水的脸庞，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手拿火焰长剑的少女也从野狼尸体上收回长剑，长剑上火焰随之熄灭，她将长剑收起，站起身，打开职业者面板，查看了一下属性。徐子文，职业魔剑士，根骨上品灵骨，等级2，体魄12，神魂10，技能火焰附魔，白银级，高级剑术，白银级。火焰附魔在武器上附上火焰魔法，对目标造成额外的持续魔法伤害。可分配属性点6。他们的小队是侯城主为苏清雪安排的精英小队，除苏清雪是道骨级外，其余队员都是灵骨级，且都来自职业者家族。队伍里有他这个身为队长的稀有职业魔剑士，刚刚拿盾冲锋的战士朱婷婷，还有苏清雪以及一位牧师和骑士，全队都是女生。他们从进副本开始到现在就一直没有休息，刷了整整一天。天已经黑了，现在终于升到了2级。清雪，咱们今天就刷到这里吧。徐子文也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跟苏清雪提议道：咱们的体力都差不多到极限了，再刷下去也会很危险，万一有什么状况，想撤退都没力气了。苏清雪听后也点点头，收起长弓。几人原地扎营，准备就在副本里面过夜了。也不知道陈默现在怎么样了。苏清雪拿出帐篷，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想着，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召唤物被高校长弹飞头骨后一脸无奈的少年，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他从上学开始就一直都是优等生，成绩全校第一，直到上高中后，在云海一中遇到了陈默。无论他怎么努力，考试成绩已经远远超过第3名，却依然追不上那个少年，成绩年年排在第2名。他不服气，把他当作目标，努力追赶，却也在不知不觉中，心里已经满是他的身影，挥之不去。另一处副本里，野狼荒野上，手拿匕首、一身皮甲的王府尹在前面给一只野狼打上了标记。一道醒目的红色标记在野狼魔怪身上出现，斥候标记，被标记的目标无法潜伏，且受到的伤害提升 5%。 弓箭手随后开始攻击被标记的野狼，法师也对着目标释放法术。负16，弓箭手的攻击打出，野狼也发现了几人，奔着最先攻击他的弓箭手冲去。很快一发火球也飞向野狼，命中目标，火球在野狼魔怪身上炸开。负15，火球术点燃了野狼身上的皮毛，附带着持续的魔法伤害。负2，负3，野狼吃痛，跑得更快了。王福银也跟在野狼后面，使用匕首开始攻击。负13，野狼却不理他，依旧直奔第一个攻击他的弓箭手。眼看野狼就快要扑到目标时，
身材魁梧，手拿巨盾的赵明宇站在了弓箭手前面。轰！飞奔的野狼与赵明宇手里的巨盾相撞，发出巨大的声音。-20，野狼被巨盾撞得进入眩晕状态，半天爬不起来，很快就被扑上的几人围殴死去。宇哥，你想的这战术配合真不错，不仅无伤杀怪，而且还不累。就是只要站在这里等魔怪自己跑过来就行，确实挺好。弓手和法师出声恭维，对追着野狼屁股跑得满脸汗水的王府尹看也不看。赵明宇满脸得意，将巨盾扔在地上，坐在了上面。我早就说过，打怪还得动脑子，看到怪就冲，那还不得累死？亮子，给我拿点水，渴死了。妈的，这破盾牌又重又沉。赵明宇对着队伍后面的一个满脸青春痘、穿着牧师袍的男生说道。接过对方递过来的水，赵明宇喘了口气。今天就到这里吧，这盔甲又闷又热，我得凉快一下，休息休息。我估计今天咱们队伍的进度绝对能排进前3。今天就在这扎营，明天继续。赵明宇说完就开始脱下身上厚重的装备，几个小弟也赶紧搭帐篷，准备食物，忙活了起来。谁也没看到远处的草丛里有几双眼睛已经注意到了他们。陈默坐在回家的车上，几个女生在兴奋的聊天，陈默有些无聊，告诉了司机自己家的地址，就打开职业者界面，进入万界商城，准备采购些材料和装备。升到3级后，陈默已经可以召唤6只骷髅，每只骷髅至少得配备1把武器，总不能召唤出来后让他们空着手战斗。而且明天要刷的是3到6级的幽暗密林副本。陈默觉得骷髅弓手的武器也应该提升一下，免得因为攻击力不足影响刷怪效率。今天刷怪时，陈默就发现了骷髅弓手的攻击力还是略有不足。在野狼谷跟狼群对战时，骷髅弓手攻击2级的野狼，有时候需要射出2箭才能击杀。虽然他的攻击速度快，看不太明显，但确实是影响了杀怪效率。否则狼群根本不可能有围住他的机会，早就被一一击杀了。而将骷髅弓手强化至黄金级所需要的材料，陈默看了一眼价格，果断的放弃了。自己还剩下的几十万存款，连1公斤的黄金级生物骨头材料都买不起。而将骷髅弓手强化至黄金级，至少需要15公斤。算了，不看了。强化武器也行，效果都一样。第17章，第2技能位强击光环。陈默确定了想法后，他在万界商城里找到了青铜级的合金钢，下单购买了3公斤，然后又下单购买了9把白板武器长剑和5张盾牌，准备给新召唤出来的骷髅士兵全部都装备上。从万界商城里面买东西，交易完成，物品会直接进入职业者的背包空间，非常方便，也不用等快递送货。所以这次连白板装备，陈默也在万界商城上一并买了。选购结束，交易完成，车子也开到了陈默家楼下。陈默与3个女生挥手道别，下车回家。上楼进入屋里，陈默就打开召唤空间，召唤出骷髅弓手，从背包中拿出刚买的青铜级的合金钢材料。他对着骷髅弓手拿在手中的金铁长弓选择进行强化，选择强化方向、速度方向、攻击方向、能量方向，还是选择速度方向。强化装备要专精，最忌讳这个属性强化一下，那个属性强化一下，结果弄成个4不像。这个道理陈默还是懂的。而且就算选择强化速度方向，随着武器品质的提升，其攻击力也会提高一些。陈默身上金光显现，青铜级的合金钢也化成粉末，伴着金光附着在骷髅士兵手中的长弓之上。装备强化成功，查看属性：百炼长弓，速，品质青铜级，攻击24，武器特性攻速提升 30%， 耐久200-200，灵魂绑定沉默，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白银级蓝金铁3公斤，风之精华1份。与陈默想的一样，长弓从黑铁级提升到了青铜级后，攻击力又提升了1倍，从12点提升到了24点。武器特性提升攻速的效果也从黑铁级的 10% 提升到了 30%。青铜级武器的攻速特性加上骷髅弓手本身提升攻速 60% 的天赋，使他的攻速直接提升到了 90%， 攻速几乎提升了1倍。拿上青铜级长弓，骷髅弓手的攻击力更是达到了110点。这回骷髅弓手在攻击2级的野狼，绝对可以一剑秒杀了。现在3级骷髅弓手的攻击力对比上品到古级的苏清雪，他的属性点全家体魄最少要升到8级才有可能达到。陈默心里计算了一下，满意的收回骷髅弓手，快速洗了个澡。陈默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会，恢复体力。睡了一觉醒来，陈默发现外面已经黑透了，看看时间，已经晚上7点。起床，从冰箱里拿出昨晚强化时剩下的疾风狼的大骨头。晚饭这回他准备做个凶兽大骨头汤，啃完的骨头收好，
下次强化没准还能用得上。就是不知道这煮熟了的大骨头能不能当强化材料使用。不管了，先吃饭，总不能让它坏掉。骨头上可有不少肉呢，这么贵，可不能浪费了。坐下吃饭的时候，陈默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面板，现在陈默的召唤空间数量已经提升到了6个，变成了2/6。看这种情形，他以后的召唤物应该会越来越多。陈默这2天就在思考，自己到底应该学习什么技能，才能发挥出死灵巫师职业的最大战力。超凡职业者每升10级可以解锁2个技能位，陈默初始的2个技能位，有一个是死灵巫师职业自带的技能骷髅召唤术，还有一个技能位一直是空着的，他一直都没想好要选择什么技能。当然如果财力雄厚，可以直接购买一张职业专属技能书。职业专属技能书可以让职业者随机得到本职业的一个专属技能，这也是很多隐藏稀有职业者获得本职业专属技能的主要途径。而一张职业专属技能书在万界商城里的售价至少要几个亿，且大多要求只能使用超凡职业者的稀有材料、高阶装备等物品进行兑换，很少有人直接出售。毕竟能够拥有职业专属技能书这种稀有物品的职业者，大多也并不缺钱，大家缺的是与职业对应的高阶装备、灵药以及稀有材料等超凡物品。所以职业专属技能书以陈默的目前的财力，自然是不用考虑了。陈默吃过晚饭，收拾完，坐在椅子上，打开职业者面板，点开万界商城的技能分类，开始仔细的浏览，希望能寻找一个适合的技能。重击通用技能，消耗15点精神力，使用技能后下次攻击可造成 1.5 倍的伤害。寒冰剑通用技能，消耗20点精神力，使用技能后可凝聚一支寒冰剑攻击目标。治疗术通用技能，消耗30点精神力，使用技能后可恢复50点生命值。超凡职业者的大多数基础技能都是通用的，战士也可以学习魔法技能，法师也可以兼职牧师，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天赋技能、战斗风格随意搭配技能组合。当然高阶技能和专属技能就只有本职业才能学习了，比如战士的旋风斩、法师的暴风雪等高阶技能就有职业的要求限制了。在技能商城翻找了半天，陈默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了一个辅助类技能强击光环，通用技能，开启光环可提升友方目标 10% 的攻击力。他感觉这个光环类辅助技能非常契合自己的职业风格。光环技能可以提升召唤物整体的战斗力，而且召唤物数量越多，收益越大。想到这里，陈默有些兴奋，努力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毕竟只有一个技能位，选择技能还是需要慎重些。认真考虑了一会儿，最终他还是决定学习。选定了强击光环技能书，选择购买，确认支付。交易完成，技能书从万界商城直接放入了陈默的背包空间。陈默今天购买了青铜级的材料，10几把白板武器，又刚刚购买了一本基础技能书。他的存款从几十万到现在也只剩下不到3万块了，得抓紧升级出城赚钱了。陈默看着存款余额，心里想着。不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先提升实力。陈默一脸期待地从背包里拿出强击光环技能书，选择学习。技能书亮起光芒，化作一个技能符文光点飞起，融入陈默的眉心。第18章移动速度问题解决。陈默打开职业者面板，查看自身属性。姓名陈默，职业死灵巫师，9彩至尊骨神级强化，等级3 5.01%， 体魄14，神魂38，召唤空间2/6，技能骷髅召唤术白银级，强击光环普通级。骷髅召唤术消耗240点精神力，召唤一只骷髅士兵白银级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400点精神力。介绍：骷髅士兵的属性受死灵巫师属性影响，献祭尸体可节约2/3的精神力消耗。强击光环，开启光环可提升友方目标 10% 的攻击力，可强化，需消耗50点精神力。果然，陈默的2个初始技能位已经满了。一个骷髅模样的技能图标是白银级的技能骷髅召唤术，另一个技能符文的样子有些类似白色光圈的，就是新学的强击光环技能。光环技能属于被动技能，只要开启就可以一直提供增幅，不会消耗精神力。陈默看看自己的精神力数值，在副本里将骷髅召唤术技能强化至白银级后，只剩180点的精神力。现在休息这么久，已经恢复到了215点。选择强化技能强击光环。陈默决定先不召唤新的骷髅士兵，先将强击光环的技能品质提升一下，这样自己的主战力骷髅弓手就能最大限度的提升战斗力，更快的提升刷怪效率。使用强化技能后，精神力从215点掉到了165点，陈默将强击光环技能提升到了黑铁级。
强击光环，黑铁级，开启光环可提升友方目标 20% 的攻击力，可强化，需消耗100点精神力。黑铁级的技能效果提升了到了 20%， 提升了1倍。精神力还足够，沉默再次选择强化技能强击光环，精神力再次消耗100点，这回沉默的精神力只剩下65点。强击光环技能也从黑铁级提升到了青铜级，因为强化的是沉默自身的技能，所以强化金光没有在体外显现。强击光环，青铜级，开启光环可提升友方目标 40% 的攻击力，可强化，需消耗200点精神力。强击光环技能学完并强化到青铜级后，沉默也放下了一件心事，在副本里跑了一天，又忙活到现在，确实感觉累了，简单洗漱一下。正要准备睡觉，他突然又想起一件事，就是代步工具的问题。今天在副本里，他就考虑怎么提升一下自己的速度，能够跟上骷髅士兵的进度，不会因为自己速度慢而影响刷怪的效率。他突然有个好主意，想到就做。沉默穿好衣服，出门下楼，坐车来到城市中心。现在刚刚8点多，夜生活刚刚开始，店铺也都没有关门。沉默找到一家影视城附近的脚踏车行，走了进去。他当然不是要买脚踏车，荒野环境复杂，骑车有时候都不如直接走路来得快。他想看看这里有没有以前看过的那种人力车，就是车子后面有2个轮子，人在前面拉着前进的那种。他感觉这种人力车在影视城附近应该有出租或售卖的。果然，一进门他就发现了店里摆放着的2台展示用的人力车。先生，请问您要买什么样子的脚踏车？需要我为您介绍一下吗？一位年轻的女店员见到沉默进来，眼前一亮，走过来询问。我想问问，这2台车是怎么卖的？沉默指着店里中间摆放的人力车，开口问道。这2台车是我们老板定制的，用来展示出租用的，不能卖的。店员没想到沉默竟然看中了店里的人力车，挺帅气的小伙，这是什么爱好？喜欢拉着车跑。不过如果是他的话，我坐在后面陪着他发疯也不是不可以。年轻的店员开始想入非非。这位先生，如果你确实喜欢，咱们可以商量。店里老板已经注意到了沉默他们这边的情况，走了过来。他看沉默的样子，应该是刚刚高中毕业，怀疑他很可能是刚转职的职业者，不敢怠慢，赶紧过来看看。当知道沉默确实是一位职业者后，老板当场就要将车子送给沉默，但被沉默拒绝，最终花了2万成本价买下了其中1台。在年轻女店员都快拉丝的热切眼神注视下，沉默赶紧付完款，坐上人力车，打开召唤空间，就在店里唤出骷髅士兵。在老板和店员震惊的目光中，身穿铠甲的骷髅士兵从黑色空间漩涡中走出，拉起人力车飞奔出店里，带着沉默很快就消失在街头人群之中。大街上，骷髅士兵拉着人力车带着沉默向家的方向跑去。半夜的云海城街头，人们突然看见一只眼冒黄色焰火的骷髅拉着一辆人力车跑在大街上，眼前的景象顿时激起一片惊呼，很多普通人以为是魔怪袭击，吓得几乎要昏过去了。当看清后面车上还坐着一个人后，才明白过来，这是职业者大人的召唤物。骷髅士兵奔跑速度快，又不需要休息，经济又环保。沉默坐在车里，感受着舒适平稳的人力车，很是满意。有了这台车，就算以后出城去荒野也能用得上。平时道路平缓时，由骷髅士兵拉着，又快又稳，出行也没什么费用。遇到颠簸难走的道路，直接让几个骷髅士兵抬起车子当轿子使用也不错。沉默满意的坐着车子，将车子篷布拉起，挡住了路人惊奇羡慕的目光。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这车子有点过于拉风，不够低调。算了，还是省钱重要，有点小瑕疵也可以接受。很快沉默就到家了，他收起骷髅士兵，将人力车收进背包空间。沉默上楼回家，也没有再冥想，选择直接睡觉。过长时间的进行冥想很伤身体，适度最好。一夜无话。早上起床，沉默查看了一下精神力，睡了一晚，精神力已经恢复到255点。直接睡觉的恢复速度没有冥想快，但也不错了。沉默打开属性面板，选择继续强化技能强击光环。刚恢复到255点的精神力，直接消耗200点，还剩下55点。强击光环技能也强化到了白银级。强击光环，白银级，开启光环可提升友方目标 80% 的攻击力，可强化，需消耗400点精神力。白银级强击光环技能可提供的攻击力增幅，直接提升到了 80%， 已经近乎1倍。有了强击光环的加持，白骨弓手的攻击力直接从110点飙升到了198点，简直就是质的飞跃。这个攻击力，再回去刷简单级的野狼荒野 BOSS 都能直接秒杀，保证能让唐月月他们在副本里跑得更快。第19章，他真的有车。沉默看着骷髅弓手的战斗属性面板，
对自己的技能选择更加满意了。简单的一顿大骨头汤泡饭，早餐吃完，陈默起身穿好衣服出门下楼。云海城西郊副本大厅门口，白薇和唐月月他们从车上下来，站在道边。薇姐，你说陈默哥哥为什么不让咱们去接他呢？昨天咱们不是一起回去的吗？唐月月撅着嘴，有些不高兴，觉得陈默就是跟他们见外，不好意思麻烦他们，还说什么自己已经有车了。薇姐，小文，咱们就在这里看看陈默哥哥到底坐什么车来。唐月月不满地嘀咕着。月月，你快看，那个拉着人力车的像不像是陈默哥哥的骷髅士兵？任小文突然看到远处出现一个骷髅拉着人力车向这边快速跑来，全身铠甲眼冒黄火的骷髅在马路上极其显眼。好在这里是西郊园区，而且现在刷本的职业者们大多都在副本里，外面没有什么人，除了白薇他们3个女生，倒是没人注意到这边的情况。骷髅士兵的速度很快，没多久他就拉着人力车到了副本大厅门口。坐在车里的陈默掀开篷布，从车里走了出来，整理了一下衣服，一挥手，骷髅士兵和黄包车全部消失，被收进空间之中。哇，陈默哥哥竟然真的有一辆车啊，他还真没骗咱们。看到陈默从车上下来，唐月月心情又好了起来。哈喽，陈默哥哥，早上好。唐月月依旧活泼，跑过来打招呼。早上好。陈默回应，又跟白薇和有些内向的人小文点点头，打了招呼。白薇看着陈默的人力车，实在是有些佩服他的创意，这骷髅士兵算是让你利用到极致了，这黑心老板让你当的真是绝了。任小文也是眼前一亮，他觉得陈默的这个主意不错，是不是可以给自己的机关兽也弄个战车试试？这样在跑远途赶路，薇姐我们就不用跑得这么辛苦了，而且还可以给车加上装甲，安装上防御模块，在荒野还能当个基地车使用，直接在车上睡，也不用住在帐篷里，会相对安全许多。任小文的又开始发呆，琢磨他的改造计划。陈默见到白薇他们已经到了，也不再停留，一起走进大厅。大厅里面的人依旧不多，第一天进入副本，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在副本里面过夜，要不然退出来再进入副本，副本进度重置就又得重新开始，这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好不容易清了一天小怪，谁也不想连 BOSS 都没见到，直接出来重打。唯一让陈默意外的是，竟然在副本外面看到了一个人，就是昨天组队时想要跟唐月月他们组队的那个王福尹。此时他的一只胳膊绑着绷带，端在胸前，另一只手端着水杯，正陪在坐在椅子上，腿上打着固定夹板的赵明宇身边。职业者被魔怪攻击受伤不重的话，使用治疗术就可以恢复生命值，但要是肢体骨头被咬至伤残甚至断裂，就需要接受正骨后才能恢复，否则骨头很容易长歪，到最后甚至还要打断重接。看他们的样子，应该是遭到了狼群袭击，骨头都被咬断了。此时他们两人也像是见了鬼一样，看着走进大厅的4人，赶紧尴尬地扭过头，生怕被陈默他们发现。陈默懒得搭理他们，径直向里面走去。任小文也发现了他们2个，拉了拉唐月月的衣角，示意他看躲在角落的2个背影。唐月月看到那2人，不屑地翻了个白眼。昨天那俩家伙还吹牛说带大家升级会保护大家安全，结果就这，第一天进副本就被狼咬成这样，连陈默哥哥的手指头都比不上。两女也不停留，紧紧跟上走在前面的陈默。小队4人直接来到幽暗密林的副本门口，登记后4人站在副本漩涡前，即将前往副本幽暗密林3到6级，请选择副本难度：简易、普通、困难、炼狱。选择普通级副本。队长白薇做出选择，这是昨天在野狼荒野副本里休息时大家已经商量好的。虽然以骷髅弓手的战斗力已经可以挑战6到9级的困难级副本，但陈默也要考虑到自身和大家的安危，他现在的生命值只有140点，而且没有保命的技能和手段，骷髅士兵也只有2个，这要是在后面被魔怪偷袭，很难应对。眼下还是跟着大家一起刷级稳妥一些，不能冒险。选择完毕，4人消失在空间漩涡前，看见陈默几人进入幽暗密林副本。不对啊，宇哥，这才1天时间，他们怎么都升到3级了？王福尹有些吃惊，疑惑问道。赵明宇闻言咬着牙，砰的一声，狠狠的一拳砸在椅子上。MD， 王福尹，我要你这个斥候有什么用？连帐篷周围有狼群都没发现，现在伤成这个调样，关键这丑样子还 TMD 被那3个娘们看到了，你要是影响了我的计划，我 TM 弄死你！赵明宇指着自己打着夹板的腿，对着旁边的王福尹低声咆哮。王福尹听到赵明宇发火，缩了缩脖子，没敢再说话。再给我来个治疗术，恢复完赶紧进副本。MD 都1天了，还是在1级，连2级都没升到，他们都 TM 已经3级了。
赵明宇倒是没想那么多，向后面不远处坐着的正冥想恢复精神力的亮子招了招手。牧师职业的亮子睁开眼，心里咒骂了一声，无奈的起身，强忍着因精神力匮乏造成的头痛，对着赵明宇又释放了一次治疗术。白薇选择完副本难度，场景变换，沉默小队4人来到了一处植被茂密的森林边缘。森林的树木高大粗壮，树冠遮天蔽日，林中杂草丛生。从外面往树林里面看去，丛林中幽暗阴森，带着一种未知的恐怖。护体光照消失，小队4人正式进入了普通级3到6级副本幽暗密林。呀，这树林感觉有些可怕啊，我们是要进入这个密林里面去吗？唐月月看着前面阳光被树冠遮挡，里面漆黑一片的树林，心里有些胆怯。沉默没有说话，进入副本依旧是第一时间打开召唤空间，放出一身铠甲，眼冒绿火的骷髅弓手和刚刚拉车的头骨里燃着黄色魂火的骷髅士兵，将长剑盾牌从背包取出，给空着手的骷髅士兵装备上。有了2个骷髅士兵在身边，沉默这才有了些安全感。这就是没有保命技能的坏处，总是感觉不安全。在草原上视野开阔，倒是没什么感觉。现在来到这个环境复杂的丛林，这不安全感就强烈了许多。第20章，出境密林，只能先升到10级，再看看有什么能够提升生存能力的技能了。沉默想着，他在学校的时候体能成绩第一，但却没学什么战斗技能，这也是大多学生的状况，因为不确定自己会觉醒什么职业，也有可能觉醒不了。而且在校外报班学习战斗技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普通家庭也承受不起。万一没有觉醒成功，钱就全部白花了。只有那些职业者家族的子弟才会在上学期间就练习战斗技能。想了想，沉默还是拿出来一把长剑，提在手上用来防身。虽然不会什么战斗技能，拿着武器也比空手强些。任小文这回也聪明了，也第一时间打开召唤空间，放出了他的机关兽守护在身边。白薇见大家都已经准备完毕，戴上头盔，拿出剑盾，率先走在前面，进入了密林。沉默带着2只骷髅士兵跟上，队伍中间依旧是牧师唐月月，任小文则带着机关兽走在队尾。进入密林后，眼前光线一暗，众人的眼睛适应后，里面的情形反而能看得更加清楚些。密林中枝繁叶茂，鸟语花香，不时有小动物来回奔走。光看林中的环境，这里还是很好的。可惜这里是有魔怪出没的副本，美丽中潜藏着致命的危险。唐月月没有再犯上次刚进副本时的错误，这次她没有乱跑，小心地走在队伍中间。进密林后更是紧闭双唇，保持安静，不再说话。众人走了没多久，视野突然开阔，这是一片林中空地，空地中间是一个由树枝和破布搭起的简易住所，有2只肤色墨绿、个头矮小的生物躺在里面正在休息。密林哥布林，资质普通级，天赋5，等级3，生命值130，攻击13。介绍：这是生活在幽暗密林中的智慧生物，喜欢群居。使用职业者的探查术查看了2只哥布林的属性。沉默放下心来，骷髅弓手在强击光环的增幅下，攻击力已经达到198点，这种小怪已经可以一剑秒杀。沉默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技能选择，这强击光环跟自己的职业真的是绝配，能够直接提升骷髅士兵的整体战斗力。看到马上就要开始战斗，沉默开启了自己刚强化上来的白银级技能强击光环。一道白色光环在沉默脚下显现，在沉默的控制下，队伍里的3个女生、2只骷髅外加1只机关兽，脚下也都显现了白色光环。强击光环技能开启后不久，光环渐渐融入众人身体，隐去不见。而光环技能提供的属性增幅的效果，只要沉默不主动关闭技能，它就会一直存在。光环技能，白薇他们有些诧异，这不是辅助职业才会学习的技能吗？沉默他一个隐藏的召唤师类职业，学习这个技能干嘛？白薇赶紧打开属性面板查看，他看到自己的攻击力竟然达到了74左圆括号41加33右圆括号点，前面的41是他原本的攻击力，后面的33点是强击光环技能所提供的攻击属性增幅。当他看到自己暴涨的攻击属性，白薇更是觉得不可思议，这是什么品阶的技能？增幅能力这么强大，这光环技能至少得是白银级。可是沉默哪来的钱购买技能进阶卷轴？一张技能进阶卷轴至少要上亿。白薇有些不能理解，他们的基础技能确实都是用技能进阶卷轴提升上来的，但他们都来自职业者家族，家里有资源给他们提升。以他知道的沉默的资料，根本不可能买得起这种卷轴。想不明白，白薇倒也不再纠结这个问题，就是看着自己都快翻倍的攻击属性，白薇突然有些理解沉默为什么会选择学习这样一个技能。他那只骷髅弓手召唤物，
攻击力本来就够变态的了，加上这个光环技能这么在意增幅，那家伙的战斗力得提升到什么样？回头看了一眼站在陈默身边的骷髅弓手，白薇一下又回想起了昨天在荒野上奔跑的痛苦经历，他突然有一种赶紧脱下铠甲的冲动，好怕一会跑起来就来不及了。营帐里的2只哥布林可没让他思考太久，他们这时也发现了送上门的美味。2只哥布林抄起身边的木棒，流着口水，翻着满是智慧的眼神，向着队伍前面的白薇冲了过来。白薇见状也不再多想，举盾前冲，与2只哥布林对撞在一起。负45，负41，2只瘦小的哥布林直接被白薇撞翻，倒在地上，疼得嗷嗷直叫。他们刚要再次起身战斗，白薇手中的长剑亮起白光，一剑斩下，划过1只哥布林的脖颈。剑盾骑士专属职业技能斗气武装白银级。斗气武装消耗25点精神力，将斗气能量附在装备之上，可提升装备的属性。负92，这一剑直接将1只哥布林秒杀。另1只哥布林此时已经爬起，举起木棒正要向白薇砸下，2只箭矢先后射来。负75，负183，2箭全部命中了那只站起身想要攻击白薇的哥布林，将其直接击杀。陈默回头看去，发现除了有1支箭是自己的骷髅弓手射出的，另1支箭矢竟然是从任小文的机关兽那里发射出来的。他那个形似猎犬的机关兽此时背部打开，一个弩弓式的部件生出，箭矢正是从那个像弩弓式的机关里发出的。哇，小文，你这个机关兽也太酷了吧！我记得上次看你用它练习战斗时没有这个弩箭啊。唐月月也盯着任小文的机关兽，一脸好奇。任小文被几人看得有些不好意思。我是在昨天刷完副本后，晚上回家后改装的，这样我也能帮上一些忙。任小文脸红脸着解释。这个改装真的很好，小文你不愧是机关学方面的天才。战斗结束，白薇也看到了机关兽的模样，点头表示肯定。任小文平时很安静，休息的时候经常会一个人坐在旁边看书，不太爱跟别人交流，也就只有跟唐月月和白薇能多说上几句。陈默跟他们3个组队到现在，也只跟任小文点头打过招呼，再也没有什么交流。没想到他心里这么敏感和要强，看来昨天在野狼荒野里什么贡献也没有的经历让他很在意，不然也不会连夜改造机关兽，给他加上了远程攻击的能力。刚才陈默没有第一时间让骷髅弓手出手，就是想看看队伍的战斗力如何。现在看来以小队的能力自保是肯定没有问题，于是陈默只留下拿着长剑盾牌的骷髅士兵，让他站在身边守护。只是骷髅弓手自行出去刷怪，他跑得快，单独出去后不受队伍的速度限制，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骷髅弓手的刷怪效率，争取早点升到10级，就可以出城去打怪赚钱了。陈默要快速提升召唤物的战斗力，需要大量的材料进行强化，而新手副本里都是演化的场景，打怪只有经验值，并没有装备材料的掉落，只剩1万多块的存款，也让陈默有了不少压力。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自己更穷的职业者，陈默想着。他感觉这个强化能力好用是真的好用，就是太费钱了。第21章密林战斗升到4级，在强击光环接近1倍的增幅下，骷髅弓手的攻击已经高达198点。在这个普通级的副本里，很少有魔怪能够抵御住他的攻击，几乎都是一剑被秒杀。骷髅弓手出去单刷没多久，很快就传来了骷髅弓手的击杀消息。击杀3级长爪猫妖，普通级获得经验3点；击杀3级密林哥布林，普通级获得经验3点；击杀4级哥布林小队长，黑铁级获得经验8点。一连串的击杀消息传来，让白薇他们3个女生心里昨天的某些不好的回忆再次浮现眼前。那个家伙又开始了，不会又要开始跑起来了吧？好在这次密林环境复杂，骷髅弓手的速度也受到了限制，刷怪速度没有在荒原上那么疯狂，而且在沉默的指示下，骷髅弓手并没有与他们走在同一条路线上，所以他们队伍前方依然有不少的魔怪可以用来练手，不会像上次一样魔怪全被杀了个精光，几人除了跟着跑路没有别的选择。放走骷髅弓手单飞出去刷怪，几人继续向密林深处推进。前进没多远，一道黑影悄无声息地从树顶扑下，直奔沉默袭来。沉默身边的骷髅士兵眼中黄火闪烁，第一时间举起盾牌挡在了沉默前面。沉默哥哥小心！唐月月也看到从树顶扑向沉默的身影，惊呼出声。一道白色的光盾在沉默身上出现，光盾护佑白银级，消耗30点精神力，可在目标身上增加一个魔法光盾，抵御伤害。这是唐月月的职业技能，她的反应很快，黑影还没有扑到，光盾技能就已经被她释放出来。黑影扑到沉默身前，被早已经准备好的骷髅士兵持盾挡下，他砰的一声撞到了巨盾上，
掉落地面。负86，魔怪掉落地面后马上翻滚起身，想要浮身再次攻击。直在队伍前面的白薇也反应过来，他转过身，向着黑影迅速斩出一剑，将魔怪再次砍翻。负71，这次武器上没有斗气增幅，伤害低了不少，2次的伤害也没能将怪物秒杀。众人这时也看清了地上魔怪的模样，那是一只头上毛发极长且蓬松，前肢的利爪极其尖锐的猫妖魔怪。好在他的攻击被骷髅士兵挡下，要是这双利爪抓到陈默身上，非得破了相不可。陈默好奇地看了一眼身上的光盾，对唐月月道了声谢。这小姑娘平时看着叽叽喳喳，关键时刻还是靠得住的。陈默探查了一下眼前的猫妖属性：利爪猫妖，资质黑铁级，天赋敏捷，等级4级，生命值180，攻击18。介绍：这是一只喜欢单独行动且极其擅长偷袭的生物。这只魔怪的属性不高，但它的速度极快，有一个敏捷的天赋。而且利爪猫妖喜欢躲在暗处偷袭，不注意的话还是比较难缠的。不过骷髅士兵的感知是依靠精神力，所以陈默早就发现躲在树上的猫妖。只是骷髅弓手离开后，陈默没有了远程攻击手段，只能等他下来再说。不过唐月月他们可没有提前准备，事发突然，都是下意识的反应。他们这反应速度已经很快了，绝对算是合格的职业者。任小文身边的机关兽没有给倒在地上的猫妖魔怪再次起身的机会，背上的弩箭机关发射，箭矢正中地上的利爪猫妖，将其击杀。负56，击杀4级利爪猫妖，黑铁级，获得经验8点。黑铁级的魔怪经验值比普通级的魔怪多了1倍，当然杀起来也更费力。就这只黑铁级利爪猫妖，之所以陈默他们打得轻松，是因为陈默的骷髅士兵已经发现了他，提前有了准备，让他的偷袭没有奏效。否则以他的速度和偷袭攻击方式，一般的职业者小队没有1-2个脸上挂彩的，很难应付得过。见陈默没事，3个女生也松了一口气。她们也看得出来，陈默的召唤物虽然很厉害，但他本人却没有什么战斗技能，需要召唤物保护。这也是大多数召唤类职业的共同特点。2次与怪物交手，大家也对副本里的魔怪有了些大概了解，不再过多停留，继续前进刷怪。很快，时间来到了中午。在他们杀了几波怪物之后，突然一连串的击杀消息传来：击杀3级密林哥布林，普通级，获得经验3点；击杀5级哥布林大队长，黑铁级，获得经验10点；击杀4级哥布林弓箭手，黑铁级，获得经验8点。连续的击杀消息提示，让陈默怀疑出去单刷的骷髅弓手是不是袭击了一个哥布林营地。金光亮起，几人升级了。陈默查看属性面板，将得到的15点属性点依旧给体魄分配了2点，神魂13点。现在的首要目标还是尽量提升骷髅弓手的攻击力，加快升级速度。所以陈默依旧优先加点神魂属性，为骷髅弓手提供攻击属性加成，而且精神力高些，也能尽快补充骷髅士兵的数量。加点完成后，陈默的属性面板变成了姓名陈默，职业死灵巫师，九彩至尊骨神级强化，等级4 3.25%， 体魄16，神魂51，召唤空间2%，技能骷髅召唤术白银级，强击光环白银级，骷髅召唤术消耗240点精神力，召唤一只白骨战将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400点精神力。介绍：骷髅士兵的属性受死灵巫师属性影响，献祭尸体可节约2/3的精神力消耗。强击光环，开启光环可提升友方目标 80% 的攻击力，可强化，需消耗400点精神力。基础属性加完，陈默的战斗属性也变成了生命值160点，精神力510点。升级后状态恢复，陈默的精神力已经补满。这次陈默不再强化技能，他打算先召唤骷髅士兵补充一下召唤空间的数量。在幽暗密林副本里行走，就只有一只骷髅士兵在身边负责安全，感觉不太放心，还是多召几个安心一些。使用骷髅召唤术，召唤法阵开启，一只眼冒绿火、骨骼带些晶莹感觉的骷髅士兵从法阵上方的黑色漩涡中走出。使用技能后，精神力消耗240点，陈默的精神力又掉到了270点。只召唤了一只骷髅士兵，就差不多就用掉了一半。技能等级提升后，消耗的精神力也大幅度提升，所以想要补满召唤空间，陈默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冥想，恢复精神力。第22章，密林行军，又是赶路的一天。看了看剩余的精神力，陈默没有选择继续召唤。精神力使用过度会造成大脑眩晕头痛，那感觉实在不太好受，还是等精神力恢复些，再继续召唤好一些。陈默从背包里拿出白板盾牌和长剑，递给新召唤出来的骷髅士兵。
现在陈默身边有2个拿着盾牌的骷髅士兵在左右两边守护，安全感大大提升。小队几人持续战斗了1个上午，现在已经又饿又累，正好现在升级了，大家就坐在原地休息，吃些东西，查看升级后的属性面板。任小文的机关兽加装了能够远程攻击的弓弩后，攻击效率确实提升了很多，不仅能站在队伍后方提供保护，还能利用弓弩远程攻击支援前方的战斗，大大提升了队伍杀怪的效率。唐月月一路上大呼小叫的夸了任小文好几次，把腼腆的小姑娘弄得极不好意思，几次想捂住她的嘴。吃过东西又休息了一会儿，陈默几人起身继续刷怪，可走了半天也没有遇到什么魔怪。白薇心里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开始加速向前走去，直到路上见到了好几波魔怪的尸体。白薇他们3个女生已经知道这是那只变态的骷髅弓手在前面击杀的，心道果然来了，又到了无聊的赶路环节了。陈默感应了一下骷髅弓手的情况，现在的他正在密林中到处找怪杀。这密林的怪物分布也不是很密集，且大多在树上，并不好找。看骷髅弓手的行进路线，他现在与陈默几人距离并不太远，这里的怪的确是被他给杀光了。没有怪打，大家只好加速赶路。好在这次密林环境复杂，为了安全起见，大家不用紧紧跟着骷髅弓手的脚步。密林中到处都是杂草树枝，陈默的黄包车也不能使用，陈默就让一只骷髅士兵拿着长剑在前面挥砍杂草，开辟道路，另一只骷髅士兵在身边守护自身安全，让3个女生跟在他的后面，轮流坐在机关兽上休息。这一走就是半天时间，一直走到傍晚，他们已经到了幽暗密林的核心区域哥布林洞穴附近，几个人也有些累了。好在这次前行速度不快，且几个女生中途都有休息，倒是不会像昨天那样精疲力尽。此时天色也有些暗了下来，他们正好走到了一处空地，几人商议了一下，决定就在原地扎营，搭好帐篷，随便吃了点东西。陈默就坐在帐篷里开始冥想，恢复精神力。他要抓紧时间多召唤一些骷髅士兵，早点将召唤空间补满，心里也踏实一些。不知不觉夜已经深了，陈默的精神力恢复到了352点。外面已经听不到3个女生低声的聊天声，应该是已经都睡觉了。陈默睁开眼，打算再召唤一只骷髅士兵就睡觉。使用骷髅召唤术技能，陈默的精神力消耗了240点，召唤法阵在帐前出现。一只眼冒绿火的白银级骷髅士兵在法阵上方的黑色空间漩涡中走出。陈默取出背包空间中的白板盾牌和长剑，给新召唤的骷髅士兵装备上，让他在营地周围守护。现在陈默的帐篷外面，营地里已经有3只手拿剑盾的骷髅士兵守护，还有一只骷髅弓手在外面单独刷怪。看了看属性面板，陈默的召唤空间的数量已经达到了4/10。召唤完成，陈默刚打算在帐篷里躺下休息，突然外面传来撕拉的布料撕扯声，紧接着就是唐月月的尖叫和乒乓的打斗声。陈默赶紧爬起，钻出帐篷查看情况，原来是一只不知道从哪里流窜过来的利爪猫妖，从树顶上扑下，袭击了唐月月和白薇的帐篷。好在3只骷髅士兵就在周围守护，因为帐篷的阻挡争取了时间。利爪猫妖刚刚划破帐篷，就被及时赶到的骷髅士兵击杀。唐月月和白薇2个人也只是受了些惊吓，没受什么伤害。白薇将唐月月护在身后，他们也没想到走了半天时间都没遇到神妖魔怪，结果晚上睡觉竟然还会被魔怪袭击。这利爪猫妖也会挺会选择目标。一共3个帐篷，陈默的帐篷前面刚召唤出一只骷髅士兵，一看就不好惹。任小文的帐篷门口也趴着一只机关兽，只有唐月月和白薇2个人的帐篷离在营地周围巡视的骷髅士兵距离稍微远了一点。况且他们白天打怪时出力最多，又走了一下午，确实有些累了。俩人早早就进入帐篷里面休息，结果成了猫妖的偷袭目标。还好是一只普通级猫妖，只是划破了帐篷，没有攻击到里面的人。看到他们没事，陈默放下心来，又有些庆幸，还好刷副本时带着他们了，要不然这被魔怪偷袭的不就是自己了。老师说的果然没错，人多些就是安全。白薇2人没受什么伤害，但帐篷破了一个大洞，也不能住了。这次出来刷副本，他们3个女生就带了2个帐篷，没办法，这回只能挤在一个帐篷里休息。白天与魔怪战斗，陈默是骷髅士兵出战，任小文也主要靠机关兽，他们俩本身不需要战斗，在旁边看着指挥就好。只有白薇和唐月月需要出力，一个要在前面顶怪战斗，一个在后方施法给白薇恢复生命，还要时刻注意释放护盾进行保护。他们俩人确实累了，换了个地方住进了任小文的帐篷里，很快又再次沉睡过去。任小文本来在帐篷里看书，还没有睡，唐月月他们的帐篷被袭击，把他也吓了一跳，跑出来看到他们没什么事情，便帮助俩人一起把睡垫被褥搬进自己的帐篷，在帐篷外面又借着露营灯看了会书。正准备进去睡觉时，
却发现没地方了。白薇和唐月月在帐篷里睡得横七竖八，本就不大的帐篷里，现在根本不可能再躺下一个人。有些尴尬的任小文努力地搬开唐月月的大腿，只腾出一个在帐篷门口勉强能坐下的位置。坐下后，因为帐篷是半圆形的，他的脑袋还得露在帐篷外面。睡是睡不成了，他只能从背包里拿出书，坐在帐篷里，借着帐篷外面的灯光继续看书，打发时间。第23章，你们同居了。发生了刚才的袭击事件，陈默也没再睡觉，准备再冥想一会，顺便守个夜。他坐在帐篷里冥想到半夜，精神力又恢复到了263点。看看经验条，骷髅弓手这一晚上一直没有停止刷怪，虽然找怪的速度并不快，但现在陈默的经验条也已经涨到了 51.02%， 进度条又到一半了。走出帐篷，陈默准备去树林里面放水，然后再召唤一只骷髅士兵就睡觉。他现在的精神力使用骷髅召唤术技能后，精神力只剩下23点，这非常有助于睡眠。以骷髅弓手的刷怪进度，很有可能明天早上就升级了，正好先消耗完精神力，明天升级后恢复状态。陈默起身走出帐篷，一抬头被不远处帐篷里露出的小脑袋吓了一跳，仔细看才发现是任小文坐在那里低着头看书，不过已经睡着了。他坐在帐篷边上，手里抓着书本，小脑袋一点一点的。陈默走进树林里面放了水回来，简单洗漱了一下。他走到任小文身前，坐在帐篷边上的任小文根本没有发现靠近的陈默。陈默轻轻推醒了他，任小文睡得迷迷糊糊，一时有些发懵。陈默哥哥，已经天亮了吗？等一下，我这就叫月月他们起床。陈默有些好笑的看着眼前的呆萌少女，现在刚到半夜，距天亮还早呢，我看你坐在这里太辛苦了。小文，你去我帐篷里面睡吧，我在外面冥想一会就行。啊，不用不用，陈默哥哥你睡吧，我没有问题的。任小文连连摇头，拒绝道。陈默哥哥你白天还要刷怪，我出力不多，不是很累的。陈默知道任小文不好意思，一把拉起他，你快去睡吧，我白天又不用参加战斗，没什么事。小文你身体这么瘦弱，晚上不睡觉，明天怕是都跟不上队伍了。任小文被陈默拉起，有些不知所措，迷糊间就被陈默拉到了帐篷外面，呆立在那里。陈默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这才反应过来，红着脸走进了陈默的帐篷里面躺下。陈默见他休息，就从背包里面拿了件衣服垫在地上，在帐篷外面坐下，反正也不睡了，就继续冥想守夜。又恢复了1个多小时，陈默的精神力恢复到了290多点，看看经验值已经涨到了 56.43%。骷髅弓手还是非常努力的，他的努力让副本里面的魔怪们今夜注定无怪入眠。陈默想了想，决定先消耗精神力，再召唤一只骷髅士兵。他怕自己万一睡着了，然后明天升级了，状态全部恢复，自己冥想半天的辛苦就白费了。使用骷髅召唤术技能，召唤法阵在身前打开，又一只眼冒绿火的骷髅士兵从黑色的空间漩涡中走出。看看属性面板，陈默的召唤空间已经增加到了5%。使用技能后，陈默的精神力只剩50多点，脑袋已经有了点晕眩感。他拿出盾牌和长剑，给新召唤出来的骷髅士兵拿上，让4只骷髅士兵在营地周边巡视守护。有这么多骷髅士兵在旁边，陈默终于放心下来，铺好地上的衣服，准备就在外面休息一晚。刚要睡觉，他就看到自己的帐篷外面露出个小脑袋，一双大眼睛看着自己，一脸纠结，欲言又止。小文，你有什么事吗？陈默有些好奇，这都半夜了，这小姑娘不睡觉，瞪着眼睛在那干什么呢？陈默哥哥，要不你也进来休息吧。任小文脸颊微红，小声说道。我没有问题的，而且我睡觉很老实，占不了多少地方。似乎怕陈默不同意，他连忙解释着。他占了陈默的帐篷，让陈默待在外面，心里实在有些过意不去。他躺在里面实在睡不着，心里纠结半天，还是鼓起勇气起身叫陈默进来休息。陈默本想拒绝，看到任小文的样子，知道自己不进去，他多半也会因为心理压力睡不着。想了想，陈默也就不再推脱，起身进了帐篷，就穿着白天的运动服，直接躺在了帐篷外侧。好了，小文，睡吧。陈默跟任小文说了一声，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他精神力消耗过多，早就头昏脑胀，困得不行了。任小文见陈默走进帐篷，紧张地躺在里面，一动不敢动。听到陈默的话，他红着脸嗯了一声，就不再说话。过了半天，见陈默已经睡着了，这才放下心来，慢慢平复了心情，小心地盯着陈默的脸看了一会儿，这才闭上眼睛睡去。一道金光亮起，又升级了。陈默被升级的提示弄醒，睁开眼睛，这一觉直接睡到了天亮。抬起头，看到帐篷上面伸进来的2个脑袋，把陈默吓了一跳。
原来是唐月月和白薇2个人，他们正探着脑袋，好奇地看着帐篷里面的一男一女。陈默没好气地一把推开唐月月的脑袋，起身出了帐篷。任小文早就醒了，只是被唐月月和白薇2人看得脸色通红，紧张的闭眼在帐篷里面躺着，一动不动。哇，小文，怎么回事？你们？唐月月见陈默走出帐篷，急忙钻了进去，一脸好奇又有点难过的向装睡的任小文问道：什么你们我们的？昨晚你们把小文挤得没地方睡，坐在帐篷门口睡着了，我就让他到我这里睡了。我们衣服都没脱。唐月月，你在想些什么东西？陈默知道任小文脸皮薄，不好意思出声解释道。听到陈默的解释，白薇见没什么瓜吃，没意思的撇撇嘴，走到一边坐下，打开属性面板查看升级后的属性。唐月月听到2人没发生什么事情，心情也好了起来，又感觉有些后悔，都怪自己睡得太死，早知道晚点睡了，可以把帐篷让给小文，这样他就可以去陈默哥哥的帐篷里面睡觉了。他的八卦之火又燃烧起来，在帐篷里低声与任小文嘀嘀咕咕，威胁他交代细节。第24章，寒酸的主仆。陈默见大家都在忙，也走到一处空地坐下，打开属性面板，将升级后的提到的15点属性点依旧分配在体魄2点，神魂13点。陈默的基础属性值面板变成了姓名陈默，职业死灵巫师，9彩至尊骨神级强化，等级5 1.31%， 体魄18，神魂64，召唤空间15%，技能骷髅召唤术白银级，强击光环白银级，骷髅召唤术消耗240点精神力，召唤一只白骨战将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400点精神力。介绍：骷髅士兵的属性受死灵巫师属性影响，献祭尸体可节约2/3的精神力消耗。强击光环，开启光环可提升友方目标 80% 的攻击力，可强化，需消耗400点精神力。陈默的生命值提升到了180点，精神力提升到了640点，他直接消耗480点精神力，再次召唤2只骷髅士兵出来。陈默的精神力直接从640点掉到了160点。召唤法阵开启，2只白银级骷髅士兵从空间漩涡中走了出来。他的骷髅士兵数量提升到了7只，召唤空间的属性变为7/15。陈默将背包里的最后一个盾牌交给刚召唤出来的一个骷髅士兵，又给他们分发了长剑。现在陈默身边守护的骷髅士兵数量已经提升到了6只，除了1只最早召唤的骷髅士兵是青铜级，其余5只全部都是白银级骷髅士兵。他进副本前购买的5个盾牌和9把长剑，目前还剩下4把长剑。围在陈默身边的6只骷髅士兵身上都没有穿装备，白色的骨头架子上挂着零星的破烂布条，只有手上提着武器。有1只还没有配齐盾牌，只拿着一把白板长剑。就连他们的主人陈默也只是一身普通运动服。主仆几个全都是一副寒酸的样子。陈默存款用光，目前等级太低，也没有办法出城，只能先这个样子。好在几只骷髅士兵虽然没有装备，但战斗属性值却很强。将属性点全部加到体魄上后，陈默查看新召唤的骷髅士兵属性值：灵骨战士，资质等级白银级，天赋5，等级5，生命值740，攻击力214，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黄金级生物骨骼15千克。在陈默的属性加成和强击光环的增幅下，5级的白银级骷髅士兵的平均战斗属性绝对可以与10级的道骨级职业者相比了。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属性值，新手白板装备加的那50点生命值，有没有也无所谓。就是这骨头架子露在外面，上面还全是泥土和烂布条，确实有点不太好看。陈默感知了一下骷髅弓手的周围环境，现在他已经打到了幽暗密林的最后一个地方——哥布林洞穴。陈默留下2只骷髅士兵在身边守护，让其余4只白银级骷髅士兵出去帮忙刷怪。以白银级骷髅士兵的属性值，在这个副本里绝对是无敌的存在了。再加上还在外面刷怪的骷髅弓手，已经有5只战力无双的骷髅士兵去强攻 BOSS 老巢。陈默已经可以想象到哥布林洞穴里面魔怪们的绝望了。因为队伍前方的魔怪已经被骷髅弓手杀光了，所以4只骷髅士兵的移动速度很快。不多时，5只骷髅士兵就已经汇合到了一处巨大的洞穴前方。这是幽暗密林的最核心地区 ，BOSS 哥布林酋长的住所，距离陈默他们扎营的地方并不是很远。经过1晚上的清理，现在除了这一处哥布林洞穴，其他地方的魔怪已经被搜寻了1晚上的骷髅弓手杀得一干二净。4只手拿长剑盾牌的骷髅士兵自然也就找到了这里。此时，洞穴里面的哥布林魔怪已经发现了外面的几只骷髅士兵，家门口被堵，哥布林酋长恼火万分，叽叽咕咕哇哇，头戴金属头箍，光着上身，
下身围着一条兽皮的哥布林酋长激动地挥舞手中的法杖，大声吼叫。他在指挥小弟们集结，鼓舞士气，准备一起冲出去战斗。刚才外面只有一只骷髅弓手的时候，就已经有几只勇猛的哥布林小弟冲出洞穴，跟那个弓手单挑过了。当然，趴在门口的那几只哥布林小队长的尸体，也让洞穴里面的哥布林们看到了骷髅弓手的恐怖战斗力。那几只部落里最强大的哥布林小队长，连弓手的边都没够着，刚出洞穴就被一箭射杀，吓得部落里面的哥布林们再也不敢出去。而那只骷髅弓手就站在外面也不进来。就在大家僵持的时候，对面又来了4只拿着盾牌长剑的骷髅士兵。哥布林酋长愤怒异常，好好，自己不敢进来，摇人是吧？看看咱们谁人多。此时双方已经集结完毕，哥布林酋长身边围聚了30多只手持木棒的密林哥布林。随着哥布林酋长举起法杖，一声高喊，哥布林们挥舞手中的木棒，嚎叫着冲出洞穴。战斗双方开始默契的相互冲锋，然后一场一边倒的战斗就开始了。哥布林的木棒打在骷髅士兵的骨架上，被坚硬的骨头崩开，根本造成不了多少伤害。而骷髅士兵举盾冲锋，撞飞好几只哥布林，直接扎进对面的队伍中间，手中的长剑一剑就能击杀一只密林哥布林。骷髅弓手在后方也是一剑一支，而且射速极快，只用了几分钟，哥布林部落就只剩下站在队伍最后方的哥布林酋长了。此时的哥布林酋长才刚刚跑到位置，举着法杖开始吟唱法术，一个火团在他的身前慢慢形成。一只骷髅士兵举盾冲锋，直接撞飞哥布林酋长，巨大的冲撞力连哥布林酋长手中的法杖都崩得飞出老远，他身前刚形成的火团也化作火星在空中消散。-153，哥布林酋长在空中手舞足蹈，疼得嗷嗷乱叫。骷髅弓手2箭射出。-243，-251。幽暗密林的 BOSS 哥布林酋长身体还没落地，在空中就失去了生命。一场碾压级的战斗全部结束，幽暗密林副本通关，地上所有的魔怪尸体都化作灵气消散。第25章通关出本。沉默几人此时刚刚吃过早饭，正在收拾东西。副本通关的消息传来，击杀6级哥布林酋长，青铜级，获得240点经验值。副本已经结束，挑战者可随时选择退出副本。收到消息后，沉默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经验条，已经涨到了5级 29.32%。他沟通了骷髅弓手的意识，感知了一下周围情况，确认没有问题后，沉默打开召唤空间，收回了所有的骷髅士兵。将骷髅士兵收回召唤空间并没有距离的限制，就连远在哥布林洞穴处的5只骷髅士兵脚下也亮起召唤法阵。随后黑色空间漩涡出现，所有的骷髅士兵都直接进入到了召唤空间。唐月月他们3个女生也一起收到了副本通关的消息，他们相互看了一眼，都没有说话，继续收拾东西。跟沉默组队，在一起刷了2次副本，他们此时也有些习惯了那几只骷髅士兵的变态战斗力，现在倒是没有那么震惊了，继续淡定的整理东西。这次副本他们几个也出了点力，确实杀了几波怪。可白薇有些怀疑那几波怪是不是沉默故意让骷髅弓手留下的，就为了能让大家在副本里面有一些参与感。然后就是打怪体验项目结束，进入熟悉且枯燥的赶路环节。最后一觉睡醒，副本就打完了。刷本如此轻松，他们都感觉自己是不是来这里郊游来了。2次刷本都没出什么力，可他们现在的等级都升到5级了。现在新手副本也才刚刚开放2天，大多数职业者现在应该还在野狼荒野副本里面奋战吧。能够在今天进入幽暗密林副本的，绝对是精英级的职业者小队了。而他们却已经通关幽暗密林副本，都准备退出去了。如此恐怖的升级速度，应该创造云海城的历史了吧？白薇心里琢磨着。现在正好东西都收拾完了，大家也是刚刚睡醒，没那么累。沉默走过来，大家商议了一下，决定退出副本后再重新进本，继续挑战困难级的幽暗密林副本。商议结束，小队4人全都选择退出副本，回到了外面的副本大厅。现在是新手副本开放的第3天早上，副本大厅里面的人已经多了起来。2天时间，有一些人已经通关了简单级的1到3级野狼荒原副本，他们的等级也都达到了3级。休息了一晚，现在大家也都重新来到副本大厅，准备继续刷本。沉默他们退出副本，从幽暗密林副本的空间漩涡中走出，正好碰上了正在排队准备进入幽暗密林副本的苏清雪小队。苏清雪看到沉默，眼睛一亮，她没想到沉默升级的速度这么快，竟然已经升到3级，都有资格进入3到6级的幽暗密林副本了。看来沉默队友的实力应该很强，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快就升到3级。不过看到他们从幽暗密林副本里面出来，苏清雪又有些诧异和担心，他们这是在副本里面遇到困难了吗？怎么这么快就退出副本了？
苏清雪以为陈默他们的小队也是在今天早上刚刚进入幽暗密林副本的，毕竟他自己小队的队员配置已经算是云海城里的顶级组合了。以他们小队的战斗力，在野狼荒野副本里也没怎么休息，一直在不停地刷怪战斗，才在昨天下午通关了野狼荒野副本。他可不认为陈默的小队能够比他们的升级速度还快，毕竟陈默只是反骨级，战斗力有限，他的队友再怎么厉害，刷怪速度也不可能超过自己的小队。所以苏清雪猜测陈默他们应该是在昨晚通关了野狼荒野副本，升到3级后，今天一早就来刷幽暗密林副本了。所以现在看到他们从幽暗密林副本出来，苏清雪认为他们应该是在副本里遇到了困难，要不然也不会刚进入副本这么快就选择退出来了。陈默这时也发现了正在排队登记准备进入副本的苏清雪，他毕竟是云海城里唯一的道古级天才，现在的苏清雪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焦点。陈默以前也知道苏清雪是云海一中的万年老二，当然第一名是陈默。两人对视了一眼，陈默跟苏清雪点了点头，转身离开副本门口，走到一旁坐下休息，开始冥想恢复精神力。白薇则站在队伍中排队准备登记，再次进入幽暗密林副本。以他们现在5级的等级，目前只能刷这个3到6级的幽暗密林副本，而下一阶段的僵尸矿洞副本需要6级以后才能够进入。小文，咱们这2天什么也没有做，都是借陈默哥哥的光，升级才能这么快。你说咱们给陈默哥哥点补偿好不好？唐月月看了一眼在旁边冥想的陈默，低声跟任小文说道。任小文昨晚跟陈默在一个帐篷里睡了一晚后，一直都有些不好意思看他，这时听到唐月月的提议，也抬头脸色微红的瞄了一眼陈默，认真的想了想，说道：月月，你发现没有，陈默哥哥新召唤出来的骷髅士兵身上都没有穿装备，而且陈默哥哥他自己也没穿，可他那个骷髅弓手明明全身都穿着装备的。不仅如此，他最后召唤的那只骷髅士兵甚至连盾牌都没有拿。你说陈默哥哥是不是？听到任小文的话，唐月月恍然大悟，啊，我知道了，你是想说陈默哥哥在第一天跑步时发现铠甲装备太重，严重影响了骷髅的速度，这才宁愿不穿也要让他们跑得快点，来提升刷怪的速度。我说的对不对？唐月月一脸得意，觉得自己简直不要太聪明。任小文小心地看了一眼远处排队的白薇，发现他并没有听到两人的对话，这才一掌拍在唐月月的脑袋上，没好气地说：你小点声，小心白薇姐听到过来捶你。唐月月这时也想起在野狼荒野副本里，白薇穿着沉重的铠甲在荒野上狂奔，最后实在跑不动，差点没把她累死的事情，知道自己又说错话了，吐了吐舌头。第26章，苏清雪入队。那小文，你说你刚才想表达什么？任小文又看了一眼陈默，确定他的位置听不到两人的说话后，这才小声的跟唐月月说道：月月，你说会不会是陈默哥哥没钱了，才不给骷髅士兵买装备穿的？唐月月眼睛瞪大，她觉得任小文简直神了。小文你好厉害啊，你是怎么发现的呢？他从小在家族中长大，装备和技能什么都不缺，对这些东西还真没什么概念。而且他性格大大咧咧，粗心的很，还是任小文心细些。任小文因为职业是机关师的缘故，需要经常购买材料，所以对物价还是有些了解。唐月月这时也反应过来，越想越觉得任小文说的有道理，没有理由第一支骷髅士兵穿装备了，其他骷髅士兵不穿装备，要是真怕影响速度，那干嘛不都脱下来呢？想到自己终于能帮上陈默，唐月月心里有些兴奋。小文，咱们赶快算算，陈默哥哥现在有几只骷髅士兵了，我们多买些装备，给他们都穿上吧。两个女生又重新聚在一起，小声的嘀嘀咕咕。苏清雪在远处休息，已经观察了这边半天了。她看见陈默队伍里面的几个人出来后相互也不说话，就各自找地方休息。苏清雪认为他们应该是在副本里闹矛盾了。从陈默他们在2天时间内就能够升到3级，进入幽暗密林副本来看，他队伍里的那3个女生职业根骨应该都很好，绝对是队伍里的战斗主力。他们应该是进入幽暗密林副本后，发现3个人根本打不过里面的魔怪，没办法，只能选择退出了副本，并且他们也对只有反骨级的陈默嫌弃上了。从他们3个在幽暗密林副本里出来后的表现也能看得出来，一个身穿铠甲背着剑盾的女生走出副本后也不说话，也不搭理陈默，而是直接去排队，应该是要重新选择简单级难度的副本。而那2个女生更过分，坐在远处一边悄悄瞄着陈默，一边小声嘀咕。苏清雪觉得他们应该是在商量怎么将陈默踢出队伍吧。陈默应该也是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也不说话，就远远地坐在一边。看着几人的表现，苏清雪越发肯定自己的猜测。看到以前意气风发的少年，现在变成这副少言寡语的样子，苏清雪突然感觉有些难过和心疼。
他犹豫半天，突然站起身，向着陈默走去。正在排队等待登记的徐子文有些奇怪地看着苏清雪的异常举动。通过这2天的共同战斗，他对苏清雪也有了一些了解。性格温和，很好相处，并没有因为成为道谷级天骄而目空一切，依旧是努力刷怪，而且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就是不太爱说话，性格内向，也没什么朋友。他这突然起来是要干什么去？还有，那个男生是谁？苏清雪已经退出队伍。一个消息传来，把还在看着苏清雪的徐子文给整懵了。然后他就看到苏清雪径直走到陈默的身前。陈默感觉到有人靠近，睁开眼看到了眼前的女孩。修长完美的身材上穿着一身皮甲，背着一把长弓，她头上扎着高马尾，黑长的头发垂至腰间，精致的脸庞紧绷，似乎心情并不是很好。陈默，我能加入你们的队伍吗？清冷的声音响起。苏清雪站在陈默身前，低声询问。陈默看着苏清雪，有些搞不清状况。这姑娘不是已经有自己的队伍了吗？怎么又要来自己的队伍？这是跟队友闹矛盾了？怪不得他满脸的不高兴。陈默觉得自己应该猜得8、9不离10，他倒是无所谓，跟白薇要过队长权限，向苏清雪发出了组队请求。反正队伍正好还缺一个人，也不在乎多带一个。苏清雪加入了队伍，白薇那边也排到了副本登记处。他填写好队伍资料，上交。陈默几人也都站起，一起走向副本漩涡，准备进入幽暗密林。等一下！这时，队伍不远处走出来一个身材火爆、气质沉稳的女生，正是苏清雪的队友徐子文。他有些焦急地跑过来，拦住苏清雪：“清雪，你怎么突然退队了？咱们不一起继续刷本了吗？”他们的队伍是由后城主亲自进行分配安排的。徐子文他们几个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升级的同时保护好苏清雪，全程陪着她练级，大家一起安全地升到10级。这时候，苏清雪突然退出，让他们都有些不知所措。子文姐，你们先刷吧，我先跟陈默一起练练级，再回来找你们。苏清雪和徐子文在一旁说话的时候，副本门口值班的老师看了一眼登记信息。当他看到陈默的名字时，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他从办公桌上找到一张文件，站起身向着陈默走来。你是陈默同学吗？女老师走到陈默身前，轻声问道。陈默点头确认。是这样的，陈默同学，高校长为你申请的隐藏职业的补贴已经下来了。陈默同学，你查看一下账户金额，要是没有问题，就在这里签个字。老师将手里的文件递了过来。陈默接过文件，心里有些惊喜。他正在犯愁买不起材料，不能继续强化骷髅士兵。这个补贴来的实在太及时了。陈默点开职业者面板，查看了一下账户金额。他现在的账户余额竟然有100多万，补助资金确实已经到账了，而且居然有这么多。职业者在万界商城买东西会绑定个人账户信息，当然也可以查看账户余额。陈默签字确定，将文件递还给老师。老师点点头，转身离开。现在正好有钱了，陈默打算再强化一支精英骷髅士兵出来。这次他打算强化一支体质型骷髅士兵，为下一个副本6到9级的僵尸矿洞副本提前做些准备。僵尸矿洞里面空间狭小，骷髅弓手的速度优势难以发挥。最好的办法就是强化一支体质型的骷髅士兵顶在前面，挡住僵尸群的攻击，让骷髅弓手在后方安心的全力输出。这应该是刷僵尸矿洞副本的最优方案。第27章炼狱级副本，正好自己还有一支青铜级的骷髅士兵可以用于强化，这是陈默很早就有的想法，但是没有钱买材料，计划只能暂时停滞。这回补贴款到了，这个计划终于可以实施了。白薇他们见老师找陈默，都站在副本门口等待。陈默也不耽搁，签字后走到副本门口，先进副本再说。反正在万界商城买东西，购买的物品会直接放入职业者的背包空间，在副本里面一样可以购买。我想挑战一下炼狱级难度的幽暗密林副本。回到队伍，陈默说出了心里的想法。因为没钱买材料，他现在感觉很紧迫，想要早点出城去打怪赚钱。刷了2次副本，陈默对副本里面的怪物实力已经有些了解。以骷髅士兵的战斗力，通关炼狱级6到9级，幽暗密林副本应该问题不大。行，听你的，反正你是刷怪的主力，我们没有意见。在一起刷了2次副本，白薇他们对陈默的实力也有了一些了解，并且对那只战斗力变态的骷髅弓手也有了些盲目的信心。那家伙刷普通级难度的幽暗密林副本，打魔怪都是一件秒杀，带他们通关炼狱级副本应该没有问题吧。而且就算打不过，让骷髅士兵断后，给他们争取时间逃跑，应该还是能做到的。作为大姐的白薇做出了决定，而苏清雪因为在远处跟徐子文解释，没有听到几人说话。几人商量完成，苏清雪也回来了，大家一起来到幽暗密林副本门口站好。即将进入
3到6级副本幽暗密林，请选择副本难度：简单、普通、困难、炼狱。选择炼狱级副本。拥有队长权限的陈默做出了选择。白薇心里隐隐有些兴奋，要知道这可是炼狱级副本，大多数职业者至少也要升到副本限制的最高级6级才敢进来进行挑战。队伍实力不行的还不一定能打得过，而他们几个现在才刚刚5级。新加入队伍里的苏清雪甚至才只有3级。更重要的是，新手副本刚刚开放第3天，这次要是刷完通关出来，以炼狱级副本的经验值，他们几人最少也能达到7级。这个升级速度，就算刷完这一把不再与陈默组队，以他们目前的等级优势，也遥遥领先其他职业者。参加学院考核的时候，考上顶级学院的机会将得到极大的提升。这回的人情可欠大了。白薇心里想着，他们等级提升这么快，全都是因为唐月月的好心邀请，这才让陈默加入到了队伍。在陈默那些变态的骷髅士兵日夜不停地带刷下，只是第3天，他们就达到了5级，离10级的目标已经达成一半了。这升级速度真是恐怖如斯。陈默选定副本难度后，几人消失在副本门口。陈默他们的异常行为也被在大厅中休息的同学发现。咦，他们难道不是受伤出来的吗？怎么刚从副本里面出来就排队又进去了？一个休息的同学有些惊奇，向旁边的同伴道：“你没看到刚才老师拿着什么东西找他们签字吗？估计是有什么紧要的事提前出来的吧？难不成还是他们已经刷完了副本通关出来的？大哥，新手副本开放才第3天，那得什么样的速度？现在就能通关幽暗密林副本？你没看到就连苏清雪他们也才刚刚准备进入幽暗密林副本吗？难道他们还能比拥有到古级天赋的苏清雪的队伍刷怪速度还快？”他的同伴满脸得意地分析着，看了一眼四周，小声继续说道：“你现在应该关心的是苏清雪为什么会退出队伍，跟着他们一起进去刷本。啊，对啊，苏清雪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怎么知道？总不会是看上那个小子了吧？那小子可真有艳福，一个队伍里全是美女，就他一个男的。艳福？炼狱还差不多。你没看到苏清雪一脸冷冰的样子，估计他是发现了什么，气得直接退队，跟着那小子去副本里算账呢。”几个人在大厅里嘀嘀咕咕，一脸八卦。陈默选定副本难度后，小队几人进入幽暗密林副本。场景转换，护体光照消失，陈默他们依旧是站在幽深茂盛的密林外侧。不过这次是炼狱级难度的幽暗密林副本，副本里的魔怪已经开始有青铜级、白银级资质的精英怪，甚至最终的 BOSS 哥布林酋长应该已经达到了黄金级。以他们几人的等级和战斗力，遭遇魔怪根本顶不住。陈默赶紧打开召唤空间，将7只骷髅士兵全部唤出。黑色的空间漩涡打开，身穿统一铠甲的骷髅士兵走了出来。他们站在了队伍的四周，将小队几人保护在中间。苏清雪进副本前没有听到陈默他们的对话，进入副本后，他才发现陈默选择的竟然是炼狱级难度的副本，这可把苏清雪吓了一跳。他还以为陈默是一时太激动选错了。刚进副本，护照消失，他就紧张地拿出长弓，将陈默护在了身后。他自然也没注意到白薇他们几个女生在看向他时有些怪异寻味的眼神。陈默，你赶紧选择退出，咱们趁怪没来之前抓紧离开。他话还没说完，前面的密林中就窜出一只狼狗大小的利爪猫妖，棕色的猫妖速度极快，直奔几人袭来。陈默使用探查术查看了一下利爪猫妖的属性。利爪猫妖，资质青铜级，天赋敏捷，等级3级，生命值290，攻击29，敏捷提升18%的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介绍：这是一只游荡在密林外围的喜欢偷袭猎物的精英级猫妖。这炼狱级副本第一只怪就是青铜级的精英怪，难度果然不小。陈默心里估摸着，见到有怪物冲来，站在陈默身前的苏清雪也不再说话。他快速拉起长弓，寒冰剑技能发动。寒冰剑黄金级，在剑矢上凝聚寒冰之力，击中后造成冰霜伤害，并降低目标50%的速度。寒冰之力凝聚剑尖，他一箭射出，负81，箭矢直接命中奔跑的猫妖。蓝色的寒冰之力覆盖猫妖全身，让他的速度瞬间减半。第28章，变态的骷髅弓手。陈默身后的骷髅弓手这时也拉开弓箭，对着全身蓝色冰霜的猫妖射出2箭。他的射速极快，2道箭矢几乎连成一线。负185，负193。骷髅弓手的攻击直接将还在努力前行的利爪猫妖击杀。击杀3级利爪猫妖，青铜级，获得经验12点。第一次面对青铜级精英怪的苏清雪，本来还有些紧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应付的了，给后面的队友争取时间退出副本。
当他看到骷髅弓手打出的爆炸般的伤害，竟然将精英级猫妖直接秒杀，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什么变态技能？能爆发出这么高的伤害，比自己使用技能后的伤害高出的2倍还多。苏清雪因为有侯城主为他申请的资源补贴，才将职业技能提升到了黄金级，而且他手上拿的可是价值上千万的青铜级的长弓，他可不认为陈默能够买得起比他这把更高级的武器去给一只召唤物使用。而以他对陈默的骷髅召唤物的印象，高校长随手一弹，头骨就掉了。那弱鸡的样子，苏清雪感觉他们应该不可能有这么离谱的攻击力。想来最有可能的应该是他拥有一个可以临时提升伤害的爆发技能，这才能解释得通。可就算是这样，这伤害也太变态了。自己可是到古级战斗系职业者，打出的伤害竟然没有一只骷髅召唤物高。苏清雪心里充满了好奇，她看到危机暂时解除，这才有时间回头仔细观察陈默召唤出来的骷髅士兵。这一看才发现，他们确实跟自己印象中的不太一样。现在的骷髅士兵一个个骨骼宽大粗壮，甚至有些地方开始有骨板相连，看骨架的样子就很有战斗力，而且通体洁白如玉，动作稳健，与他前几天在转职广场上见到的羸弱的模样完全不同。苏清雪看了陈默他们一眼，没有再说话。他刚才已经看到了骷髅士兵的战斗力，心里有些猜测，陈默他们应该不是选错，而就是想挑战一下炼狱级难度的副本。没看除了自己，其他人都是一副淡定的模样，反而显得他见识少，紧张兮兮的。陈默打开召唤空间，唤出所有骷髅士兵后，留下2个骷髅士兵在队伍周围巡视守护，只是其余5个骷髅士兵直接进入密林里开始刷怪。他准备先让骷髅士兵把密林入口处的魔怪清理干净，再让唐月月他们跟着进入密林里面。陈默哥哥，等一下！这时唐月月喊住了陈默，他从背包空间中掏出一大堆装备扔在了地上，数量巨大的装备在空地上堆起了小山，足足得有20-30套的武器和铠甲。陈默哥哥，我这有些多余的装备，你让那些骷髅士兵穿上吧。见到这扔了满地的装备，陈默被吓了一跳，这么多装备至少得200-300万，月月妹子你是怎么多余出来的呢？这就是来自富婆的偏爱吗？是啊，陈默哥哥，你就收下，让那些骷髅穿上吧，这样他们看着也顺眼些，没有那么吓人。任小文也在旁边附和。好吧，听听富婆们的这个理由，花费200-300万就是为了看着顺眼些。陈默当然知道他们是看到自己的骷髅士兵都没有穿装备，只是想帮助自己。见他们2人如此说，陈默也没有拒绝，而且装备都已经买了，不用的话也是浪费。这些天在一起刷本，他也多少了解一些这3个女生的背景，知道她们都是来自云海城里的职业者家族，从小就生活富裕，购买这些装备根本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陈默只是骷髅士兵捡起地上的装备穿戴起来，正如他们所说，这些骷髅穿上装备后确实好看许多，除了头盔下面的骷髅面孔，身上几乎都被铠甲掩盖，不仔细观察根本看不出铠甲里面是一副骨头架子。骷髅士兵穿好装备后，陈默依照之前的计划，留下2只骷髅士兵守护大家的安全，让其余5只骷髅士兵组成小队，进入密林开始刷怪升级。看到在骷髅弓手的带领下，骷髅士兵们已经进入密林，陈默在身边找了一处空地，铺了一件衣服，直接坐在原地开始冥想，恢复精神力。陈默哥哥，我们不进去吗？看见陈默的行为，唐月月他们4个女生有些不知所以。我们等一会儿再进去，炼狱级副本里面的怪物大多都是黑铁级以上的精英怪，以我们的等级进去太危险了，就在这里等吧，安全一些，等骷髅士兵将怪物清理一下，我们再跟上。说完，陈默再次闭上眼睛开始冥想。这时副本里面的骷髅士兵已经与怪物遭遇，击杀4级密林哥布林黑铁级得到经验值8点，击杀6级哥布林小队长白银级得到经验值48点，击杀5级歌利爪猫妖青铜级得到经验值20点。很快密林里就传来骷髅士兵击杀魔怪的消息。看到杀怪所得到的经验值，陈默感觉这次选择炼狱级副本算是选对了。精英级怪物的经验值是真的多，刷起来升级速度果然快多了。唐月月他们4个女生看到了副本消息，也安静下来，不再说话，各自在原地找地方休息。密林里面全是精英级魔怪，他们直接进去真的是凶多吉少，还是老老实实的在外面待着吧。苏清雪这时候也看出来了，自己是误会了唐月月他们，原来他们2个在那里嘀嘀咕咕是要给陈默买装备，而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要想办法挤走陈默。最重要的是，陈默的实力并不像他以为的那么弱，需要3个女生带着练级。恰恰相反，他的骷髅士兵战斗力好像真的非常变态。
这么来看，刚才他打出的伤害都是真实的正常攻击，要不然也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密林里面的精英怪会死得这么快。陈默竟然5级就能够带人进入3到6级得炼狱级难度的幽暗密林副本里轻松刷怪，而他们3个女生根本就不是战斗主力，好像他们才是那个被带刷练级的对象。当然，被带刷的队伍里现在又多了一个苏清雪自己。苏清雪才反应过来，刚才自己在副本外面要求加入队伍，现在看来他好像是故意要进来蹭经验来似的。在副本里没帮上什么忙，经验值却一直在涨，这让平时就有些不太说话的他有些窘迫。他着急想解释，可又不知道找个什么理由开口。第29章新的强化方案。好在唐月月他们也没太在意苏清雪为什么会被陈默邀请加入这个队伍，他们也没人问起这个事情，倒是让苏清雪好过不少。唐月月他们听到陈默说先不进密林，他们就真的准备在副本门口扎营了。唐月月从背包中掏出野餐垫，在草地上铺好，又拿出些食物和饮料摆放在垫子的中间。任小文在召唤出机关兽后，让他在周围守护，然后也过来帮忙。两人准备妥当后，一起坐在了垫子上，向着在旁边警戒的白薇和尴尬的脸色微红的苏清雪招呼着：“薇姐，清雪姐姐，你们快过来啊，一起坐着吃点东西吧。密林副本里面环境复杂，咱们要等很长时间呢。”听到他们的话，白薇看了一眼四周，附近有机关兽和2只骷髅士兵守护，保护队伍的安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他也就放心走到苏清苏身边，拉着她一起坐到了垫子上。清雪姐姐，给你。唐月月见到白薇将苏清雪拉了过来，拿出一块巧克力递给苏清雪。苏清雪有些不好意思的接过，道了声谢，红着脸坐在了垫子上，嘴里咬着巧克力。苏清雪打开队伍信息查看，果然刚才见到那些骷髅士兵的恐怖战斗力，他就有了些预感。现在看到陈默他们的等级信息，苏清雪就更加确认了自己的猜测，他们竟然真的已经通关一次幽暗密林副本了。陈默他们早上从幽暗密林副本里面出去，竟然真的是因为副本通关了，而不是自己想象的所谓遭遇了什么困难。苏清雪现在想想，当时在副本大厅的时候，自己确实有些冲动了，他也没有问清楚，就仅凭自己的猜测做事冲动，害得徐子文他们担心。还好自己没说什么过分的话。苏清雪开始反思，当然以他的性格也说不出什么难听的话，他本来就只是想进入队伍帮助陈默练级而已，不想让他在队伍中难过，没想到结果是自己进来蹭经验来了。想到这里，苏清雪更加不好意思，也不太敢抬头看几人，只是一个劲的低头咬着巧克力。活泼好动的唐月月却对苏清雪很感兴趣。苏清雪毕竟是云海城里唯一的盗古级天才，在云海城里已经算是明星人物了。两人之间本来没有什么交集，没想到却突然成了队友。这种与明星一起刷本的感觉让唐月月有些兴奋。清雪姐姐，你尝尝这个薯片，可好吃了。清雪姐姐，你长得可真好看，个子又高，好像跟薇姐差不多高了。清雪姐姐，你这个道级根骨升1级真的能得到9点属性点吗？小文，也别光看我们发呆啊，快过来跟清雪姐姐说说话。有些社牛症状的唐月月化身好奇宝宝，围着苏清雪问东问西。苏清雪坐在垫子边，脸色微红，尴尬的蜷起脚趾，只能微笑点头，小声的回应唐月月的问话。任小文本来只是对苏清雪有些好奇，坐在一旁安静的看着他们聊天，结果唐月月突然回头让他过去，他有种在偷窥时被人发现的尴尬，赶紧转头望向树林方向，假装没听到。白薇有些无奈的看着兴奋的唐月月，不过他仔细一想，觉得也挺好。这个队伍里加上刚进来的苏清雪，一共5个人，看苏清雪的样子应该也不擅长交际，加上书呆子任小文和那个只知道冥想的陈默，5个人里2个社恐人员，1个闷葫芦，还好有唐月月这样一个社牛在中间调和，热闹点也挺好，起码坐在一起不会尴尬的只想抠脚。陈默冥想了半天，精神力恢复到了295点，看看经验条已经涨到 91.02%。 他再次使用骷髅召唤术技能，消耗240点精神力召唤了1只骷髅士兵，这样等会升级了，状态恢复就不怕浪费精神力了。召唤法阵开启，1只眼冒绿火的骷髅士兵从空间漩涡中走出。苏清雪瞪大眼睛看着走出的骷髅士兵，有些好奇，他还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陈默使用召唤技能，这刚召唤出来的骷髅士兵明显比他在转职广场看到的那只强了许多，怪不得他们的战斗力这么强，陈默应该是有什么能够强化召唤物的能力。苏清雪心里猜测，加上新召唤的骷髅士兵，陈默的骷髅士兵总数已经达到了8个，召唤空间变成了8/15，其中有1只使用强化技能提升的上来的白银级的精英骷髅弓手，剩下的全是普通的骷髅士兵，1只青铜级，6只白银级的。见到马上就要升级了，
陈默也就不再冥想。他正好刚刚得到了100万的隐藏职业补贴，现在可以好好想想怎么使用来提升实力。昨晚唐月月和白薇的帐篷被猫妖袭击，陈默也是有些自责的。他觉得自己还是有些松懈了，没有沟通骷髅士兵，用精神感知仔细探查一下周围环境。而且这次偷袭事件也让陈默更加重视自身安全。骷髅士兵的战斗力就算再强悍，如果敌人一心只想要偷袭陈默本人，那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目前并没有什么保命能力，生命值也不高。他与骷髅士兵小队的战斗力差距严重，导致他根本不敢太冒险，只能让骷髅士兵在前方仔细清理魔怪后，他才会选择进入密林跟上队伍。再加上下一个副本是僵尸矿洞，环境狭小，不利于骷髅弓手速度优势的发挥。最好的强化方案就是能够强化出一支防御型骷髅士兵顶在前面，让骷髅弓手就站在后面安全的全力输出，这样应该也是最效率的战斗方式。而且平时不战斗的时候，这支防御型骷髅士兵也可以再跟在他的身边，当做一只骷髅盾牌，可以防止他被人偷袭发生意外。陈默看了看自己的几只骷髅士兵，正好有一只青铜级的骷髅，黄色的灵魂火焰在一群眼冒绿火的骷髅中间显得极不合群。就是你了，陈默决定这次就强化出一支体质型的骷髅士兵。第30章，副本外荒了。做好决定，他查看了一下那只青铜级骷髅士兵强化所要的材料，打开职业面板，进入万界商城，准备选购白银级凶兽骨头材料。陈默查看了一下兽骨品类，血牙豹兽骨，白银级品质，售价5.5万1公斤；大地豹熊兽骨，白银级品质，售价6万1公斤；龙潭鳄兽骨，白银级品质，售价5.6万1公斤。白银级别的凶兽全身都是宝，就算是骨头，也是很多装备和药剂的制作材料。这个级别的材料价格都相差不多，只是获取难度不一样，以及在用途需求方面的差异，造成了价格方面有些细微的差别。陈默选购了15公斤白银级凶兽大地豹熊的骨头材料。既然已经决定要强化出一支体质型的骷髅士兵，当然还是选择相同类型的凶兽骨头材料好一些。陈默确定交易后，支付了订单，退出了万界商城。他在万界商城选购完成后，经验值也满了，金光出现，升级了。3天的时间，陈默他们已经升到了6级，这个升级速度绝对是云海城里所有新人职业者中的第一。陈默将刚得到的15点属性点依旧分配给体魄2点，神魂13点。打开属性面板查看，姓名陈默，职业死灵巫师，九彩至尊骨神级强化，等级6 2.98%， 体魄20，神魂77，召唤空间21%，技能骷髅召唤术白银级，强击光环白银级，骷髅召唤术消耗240点精神力，召唤一只白骨战将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400点精神力。介绍：骷髅士兵的属性受死灵巫师属性影响，献祭尸体可节约2/3的精神力消耗。强击光环，开启光环可提升友方目标80%的攻击力，可强化，需消耗400点精神力。升级后，陈默的状态全部恢复，而且基础属性加点后，陈默的生命值达到了200点，精神力更是提升到了770点。查看了一下2个技能，陈默决定继续强化一下强击光环技能。目前的最主要目标就是提升刷怪速度，提升攻击能力是最直接的方法。而且现在已经有8个骷髅士兵，再加1-2个并不能明显的提升刷怪速度，强化他们整体的攻击力，刷怪速度提升效果应该更明显一些。选择强化强击光环技能，陈默直接使用强化能力，继续强化强击光环技能。在陈默的感知里，强化金光出现，并很快融入了自己的强击光环技能符文，但在外面并没有强化金光显现，所以外人并不能看出他在使用强化能力。技能强化完成，强击光环技能提升到了黄金级。陈默感觉他对强击光环的技能符文构造和理解度提升了很多。强击光环黄金级，开启光环可提升友方目标160%的攻击力，可强化，需消耗800点精神力。强击光环技能品阶被陈默强化到黄金级后，对攻击力的增幅效果竟然达到了160%，近乎2倍。与陈默想的一样，这些技能到后期品阶越高，效果的提升就越是恐怖。但极少有职业者能拥有黄金级的技能，黄金级的技能书实在太过稀有，市场上极少有人出手。就算拥有黄金级的技能书，如果不是自己职业可以学习的，大家也会想办法兑换成自己需要的超凡物品，而不是拿去卖钱。还有一个办法提升技能品阶，那就是技能进阶书。不过一本黄金级的技能进阶书，那价格是现在的陈默想都不敢想的。在强击光环的增幅下，
骷髅弓手的攻击力甚至达到了419点。如此高的攻击力，苏清雪在20级也不一定能达到。沉默想了一下，赶紧将光环增幅效果从几个队友身上收回，选择只增幅自己的骷髅士兵。他小心地看了一眼几位队友，见他们没人注意到自己的战斗属性变化，这才放心地舒了口气，继续查看职业属性面板。拥有这么高的攻击力，加上他90%的攻速提升和60%的移动速度提升，现在的骷髅弓手绝对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移动炮台了。这么夸张的速度提升，如果空间允许，就算越级挑战也就有很大的成功率。如果属性相克，他甚至能将对手风筝到，至死都摸不到骷髅弓手的身影。队伍几人升到6级后，密林入口处的魔怪已经清得差不多了。沉默链接骷髅弓手的意识，查看了一下他们的情况。骷髅小队正在向密林深处进发，继续寻找魔怪。沉默又命令在他身边守护的一支骷髅士兵进入幽暗密林入口附近，反复查看，确定没有问题后，沉默这才起身通知几个女生可以准备进入密林了。就在副本里面一片安逸景象的时候，副本外面已经快翻天了。徐子文劝说苏清雪无果，只能无奈地看着苏清雪跟随沉默的队伍进入了幽暗密林副本。因为离得近，他隐约感觉沉默他们的副本难度选择有些不对劲。他急忙回身向老师询问：“老师，能查一下苏清雪他们进入的副本难度吗？”幽暗密林副本门口的值班老师王翠芬也是认识苏清雪的，毕竟她是云海城里唯一的道古级天才。王翠芬知道事关重大，点点头，激活权限查阅副本信息。当他们看到查询的结果，把他和徐子文吓了一跳。苏清雪竟然跟着沉默他们进入了炼狱级难度的幽暗密林副本。徐子文他们的队伍可是由侯城主指定来保护苏清雪炼级的，现在苏清雪退出队伍，跟着别人进了副本，这要是出了问题，他可负担不起。想到这里，徐子文也着急了，赶紧拿起电话拨通了侯城主的号码。此时的侯城主正在办公室悠闲地喝着茶水，看着文件。这2天云海城没什么大事发生，只有转职觉醒出了道古级别的苏清雪这一件事情。他已经将情况向上面上报，估计今天就能有结果了。已经过了2天了，学院的人也该来了吧？侯城主抿了一口茶水，心里估摸着。第31章妖孽的刷本记录。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来了。侯城主赶紧放下水杯，接起电话。好的，好的，请大人放心。听着电话那头的嘱咐，侯城主连连点头答应。电话挂断，他一脸兴奋，学院的大人们终于要来了，这次意外得来的功劳终于稳了。现在只要等着苏清雪被顶级学院特招，他的任务就完成了。好在准备工作早就做好了，苏清雪也已经安排了专门的小队陪练，现在只要等大人们进城就可以。看来今天要忙起来了，侯城主想着。这时电话再次响起，侯城主拿起电话接通后，听到电话里徐子文的通报，把侯城主惊得头皮发麻。这孩子怎么这么不省心呢？苏清雪看着挺乖巧的一个女孩子，这次怎么这么任性呢？才3级就敢进入炼狱级3到6级幽暗密林的副本，这是没遭过魔怪的毒打吗？学院来的大人们马上到了，他要是在副本里出了什么事，那我这城主还做不做了？想到这里，侯城主也坐不住了，起身向外走去，赶快去西郊副本大厅。侯城主带人刚要出门，门外来人禀报，学院的大人们已经到了，正在前往城主府。侯城主人妈了，这可怎么办才好？王翠芬老师查完副本信息也有些傻眼，就没见过这么头铁的同学。全队5个人，4个5级，1个3级就敢进入6级的炼狱级副本，这是刷简单级的副本，刷的有多么自信？他们以为所有难度的副本里面都是普通怪物吗？6级的白银级精英怪见过吗？就敢乱选？不对，新手副本开放才第3天，怎么出现的4个5级的职业者？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云海城的天骄苏清雪才3级，跟着他们进去了。他们这要是在副本里出事了，想到这里，他已经可以看到自己灰暗的未来。不行，得赶紧通知家长。王翠芬突然想起自己只是个负责在副本门口登记的，这是他们自己做出的选择，应该通知家长们来处理。他想通知后，终于振奋起来，赶紧查找队伍人员信息，按照上面的家庭电话号码挨个打了电话通知。他这才稍稍安心，重新坐回登记办公桌。不到半个小时，西郊副本大厅外面就冲进来一大群人。侯城主正要出门，学院来的大人们已经到了，分别是来自神河学院的谢永林副院长和中都学院的刘长生主任。侯城主不敢隐瞒，向2位学院来的大人说明了情况。他们刚下车，听到侯城主的话也着急了，急忙又重新上车，几个人一起赶到了这里。侯城主他们的后面是接到王翠芬的通知赶过来的唐月月他们的家长，来的人还有云海一中的高校长
和陈默的班导高小晶。他们能来，是因为陈默的家庭联系电话写的是班导高小晶。他接到王翠芬的电话后吓了一跳，赶紧告知了高启文校长。高校长听说这次进入炼狱级副本的几个同学，竟然全是自己学校的学生，而且其中还有云海一中未来的希望苏清雪。他急得火烧眉毛，带着高小晶匆匆就赶了过来。他们要是出事，那自己这个校长也要做到头了。侯城主进入大厅就直奔幽暗密林副本。王翠芬正坐在办公桌前，看到他们过来，赶紧起身迎接。副本登记表呢？拿来我看看。侯城主接过王翠芬递过来的副本记录，查到了苏清雪他们的队伍名单，看了一眼后面围过来的几位家长，也不再多说。他直接使用城主权限查看副本信息。这一看，他就发现有些不对劲，这队伍里怎么还有4个5级的职业者？新手副本今天不是刚开放第3天吗？他继续使用权限翻找出陈默他们队伍的所有刷本记录，他发现这回更加离谱了。副本开放第1天，陈默小队9点50分进入简单级野狼荒野副本，下午3点20分就击杀了 BOSS 白狼王，在副本里待了1个多小时后，在下午4点35分退出副本。进入副本总共不到6个小时，他们这是怎么刷的？为了照顾新手，野狼荒野的怪物极其分散，而且地图那么大，只用5个多小时跑完全图，杀掉几乎所有的怪物。这是职业者新人能做到的？这至少得有个人专门拉怪，然后再加上一个拥有群攻秒怪技能的高阶职业者，才有可能完成吧。否则5个小时内又打怪又跑图，还不得把人累死。而下一个副本更离谱，新手副本开放第2天，陈默小队9点10分进入普通级幽暗密林副本，在第3天早上8点45分击杀了 BOSS 哥布林酋长，退出副本。那地图可是在幽暗密林里，树枝杂草丛生，环境复杂，道路艰难，里面的利爪猫妖隐藏树丛里，极其擅长偷袭。密林中的哥布林魔怪更是喜欢成群结队出没，这副本难度直线上升，而他们还选择了更难一级的普通级难度的副本，结果只用了1天就刷完了。他可不认为职业者新人能在夜晚的密林里面杀怪，所以他们真正的战斗时间加起来就只有1天。这么点时间，光是穿过密林不迷路，能准确找到哥布林的洞穴就很难了，好吧？还要在1天时间杀光隐匿在密林之中的怪物，这么看来，他们反倒是更像怪物。根据他们的刷本记录看的话，他们选择进入炼狱级的副本倒是可以理解了，至少已经通关1次普通级难度的幽暗密林副本，多少应该有些把握的。而选择幽暗密林，怕是因为等级不够，只能选择这个副本。否则，现在他们应该已经在6到9级的僵尸矿洞里面了。看到陈默他们这极其离谱的刷本信息记录，侯城主心里反而稍稍放下心。既然已经通关了1次普通级的幽暗密林副本，那么以他们的实力，炼狱级副本即便打不过，安全退出应该没有问题吧。第32章，成型的骷髅小队。侯城主将查阅后的情况跟大家做了说明。谢院长和刘主任听后眼睛一亮，没想到这次来云海城还有意外惊喜，只用3天的时间就升到了5级，这么恐怖的升级速度，应该已经创造了先秦帝国的历史记录了吧？关键他们还没有在副本里面一直刷怪，这么点时间，他们竟然还有时间回家休息了1个晚上。虽然不知道具体情况，但以这支小队目前的战斗力来看，这妥妥的又是几位天骄级学员啊！真是捡到宝了，他们心里有些激动。本来听说苏清雪贸然进入炼狱级副本，他们还有些不满，觉得这个学生的性格有些过于骄傲自大，这也是大多数到古级天骄的通病。刚刚觉醒成功，因为天赋好，目空一切，自视甚高，这样的人他们在学院里见得多了。不过现在看来，这个苏清雪应该也是比较了解这支小队的情况，对他们的战斗力很是信任，这才不惜退队，也要加入跟着他们一起进入炼狱级副本，以求能够快速升级。苏清雪这孩子很有勇气，真是个聪明的选择，看来要多准备几个招生名额了。等他们出来问明情况，这几个天骄可不能放过了。反正现在他们都在副本里，没有信号也联系不上，目前只能暗下心思，耐心的等待他们出来再说。谢院长和刘主任想到这里，相互看了一眼，他们都看出了对方的想法，也没有多说什么。不行，得赶紧跟院里沟通，再要几个名额。大家各自怀着心思跟着侯城主离开，只留下几个人在副本门口守着，等苏清雪他们出来第一时间汇报。哇，没想到我们家月月这么厉害，这才第3天都升到5级了呀！人群中一个身材丰满的中年美妇连声惊呼。文文这孩子平时就不爱说话，进炼狱级副本这么大的事，也不事先跟咱们说一声。放心吧，微微平时就很稳重，没有把握，他不会让文文他们进去冒险的。
而且你没听侯城主说了吗？微微他们已经创造了云海城升级速度的历史记录了。没想到他们现在这么厉害，那应该会没事的。几位来自职业者家族的家长们相互安慰。他们在副本门口待了一会，也陆续离开。高校长和沉默的班导高小金见到事情已经结束，只能耐心的等待结果，转身也准备离开。突然，高校长看到一位长相与苏清雪有几分相似的女人正在副本大厅外面焦急地往里走，正是苏清雪的妈妈。高校长认出了她，急忙走上前将情况跟苏母讲了一遍。苏清雪的妈妈这才稍稍放心，担心地看了副本入口的漩涡几眼，知道自己也帮不上忙，只能转身跟着高校长和高小金一起离开。陈默坐在密林外面冥想了半天，打开面板查看了一下精神力，已经恢复到了370点。他继续使用骷髅召唤术技能，消耗240点精神力，打开召唤法阵，再次召唤出一只白银级骷髅士兵。现在他的召唤空间的数量变成9/21，精神力也只剩下130点。陈默从背包空间里掏出一套装备和武器，给新召唤的骷髅士兵装备上。现在陈默小队的周边已经有4只骷髅士兵巡视守护，顿时感觉安全了不少，他这才放心的起身。陈默招呼几个女生收拾东西，准备进入密林跟上骷髅士兵。几个女生因为唐月月在中间活跃气氛，现在已经比较熟悉了。大家起身收拾好了东西，站好队形。陈默指挥骷髅士兵拿着长剑在前面开路。身穿铠甲的骷髅士兵走到队伍前面，挥舞长剑将挡路的树枝杂草斩断，劈砍出一条比较好走的路径，率先进入密林。陈默在后面跟上，领着队伍，大家一起走进密林。苏清雪还是第一次见到密林里面的环境，有些好奇，仔细的四处观望。进入副本后，因为等级低，苏清雪是队伍里第一个升级的，现在她已经4级。她从没想过打怪升级还能这么轻松，只是坐在副本门口聊聊天，然后她就升级了。现在进入密林里面，也是有几只骷髅士兵围住保护，前面还有一支骷髅士兵小队一直在清理魔怪，快速练级，而他们只需要跟在后面就好，不用奋力杀怪，也不用担心危险。这跟昨天刷本的体验完全不同。前2天刷野狼荒野副本，他们为了赶进度，一直都没怎么休息，每天就是赶路、杀怪、拉弓拉的胳膊酸痛。而今天倒像是进副本来散步旅游的，不用担心魔怪的袭击，不用忧心刷怪进度，不用考虑怪物是不是难打，只要在他走过的地方跟上就好。他还是那么优秀。看着前面的陈默，苏清雪有些发呆。唐月月好奇地看着苏清雪的神情，见他一直盯着陈默，一股危机感从心里涌起。他之前就对陈默突然邀请苏清雪加入副本有些猜测，不过因为刚进副本，大家还不熟悉，再加上苏清雪也不太爱说话，他也就忍住了没有问。现在看来，他果然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唐月月默默地对比了一下，低头看去却没看到脚尖。他自信一笑，这一波优势在我。有了黄金级强击光环技能的增幅，骷髅士兵小队的战斗力飙升，他们的刷怪速度提高很多。陈默他们走到天黑，一直走到了副本最后的核心地带，这才追上正在刷怪的骷髅士兵小队。他们正在前方强攻一个小型的哥布林营地，营地里大概有10几只哥布林魔怪。4个手拿盾牌长剑的骷髅士兵看到目标，俯下身去将盾牌顶在身前，起步冲锋。他们冲进了营地里，直接撞翻正在营地里聚集挥舞木棒的密林哥布林，挥剑砍杀。哥布林魔怪瘦弱的身体完全不是骷髅士兵的对手，刚聚集在一起就被骷髅士兵的冲锋给冲散了，倒地踩踏，混乱不堪。哥布林魔怪们无法组起队形，只能各自为战。这是一场完全碾压式的战斗。骷髅弓手站在远处开弓射击，射速极快，一箭就能击杀一只哥布林魔怪。10几只哥布林魔怪不到1分钟，全部都被骷髅士兵小队击杀。第33章夜宿密林。陈默看着已经逐渐成型的骷髅士兵小队，心中很满意。哥布林营地被骷髅士兵清理后，队伍里几人又升级了。陈默等人升到7级，苏清雪到了5级。陈默打开属性面板，将得到的15点属性点继续按照体魄2点、神魂13点进行分配。分配后，陈默的属性面板变成了姓名陈默，职业死灵巫师，9彩至尊骨神级强化，等级7 0.51%， 体魄22，神魂90，召唤空间28%，技能骷髅召唤术白银级，强击光环黄金级。骷髅召唤术消耗240点精神力，召唤一只骷髅士兵白银级，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400点精神力。介绍：骷髅士兵的属性受死灵巫师属性影响，献祭尸体可节约2/3的精神力消耗。
强击光环，开启光环可提升友方目标 160% 的攻击力，可强化，需消耗800点精神力。升级加点后，沉默的生命值变成了220点，精神力900点。因为在白天在赶路的时候，他精神力恢复一些，就在路上又召唤了一只骷髅士兵，所以现在他召唤空间的数量是10/28。现在正好有5只在外面刷怪练级，剩下的5只骷髅士兵在队伍周边守卫。精神力补满，沉默选择先消耗一些精神力，继续强化骷髅召唤术技能。选择强化骷髅召唤术技能，金光在沉默体内显现，融入技能位中的骷髅召唤术技能符文。骷髅召唤术技能强化完成。沉默感觉自己对骷髅召唤术技能的阵法和符文构造原理增加了更多的理解，他甚至感觉已经可以控制召唤出来的骷髅士兵的品阶。骷髅召唤术黄金级，消耗480点精神力，召唤一只骷髅士兵，黄金级，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800点精神力。介绍：骷髅士兵的属性受死灵巫师属性影响，献祭尸体可节约2/3的精神力消耗，降低召唤骷髅士兵的品阶，可减少精神力消耗。强化完技能，沉默的精神力还剩下500点，直接召唤黄金级骷髅士兵有些勉强。而且现在这里人太多，还是等夜里再说。因为是演化副本，营地里的魔怪被击杀后，很快就化作灵气消失，只有一些残破的营帐，证明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战斗。现在天也黑了，几人决定就在这里扎营休息。昨天发生过唐月月和白薇半夜在帐篷里被利爪猫妖袭击的事情，这次沉默谨慎了许多，炼狱级难度的副本里都是精英级魔怪，如果被袭击那可是非常危险的。他让10只骷髅士兵在营地周围仔细清理，反复探查了好几遍，确定附近已经没有任何魔怪存留，这才放心的留下5只骷髅士兵继续在周边巡视守护。放出5只骷髅士兵，由骷髅弓手带队继续去外面刷怪。由于骷髅士兵特殊的精神感知方式，夜晚战斗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此时天已经黑透，周围的密林里面漆黑一片。唐月月他们拿出手电和露营灯，准备搭帐篷。沉默也拿出3个露营灯，挂在3只骷髅士兵的脖子上，让他们在营地周围站好，充当灯柱。有这么多灯照明，整个营地马上亮如白昼。白薇有些无语的看着顶着露营灯站在边上的骷髅士兵，这沉默哪来的这么多鬼点子？这骷髅士兵算是让他用到极致了，又是拉车，又是举灯，又是拿着长剑在密林里面开路，脏活累活都干遍了。这也就是职业者们都有背包空间，否则沉默肯定会让他们背行李。白薇心里好笑的想着。沉默拿出帐篷支好，铺上防潮垫。沉默哥哥，咱们一起做晚饭吧，怎么样？这里环境很好，又没人打扰，而且离睡觉还早呢，多无聊。唐月月央求道。沉默也有些异动，他很久没有这种自由的感觉了，远离人群，享受荒野。说做就做。唐月月也不搭帐篷了，拿出燃料放在营地中间。正好沉默买了不少露营的东西，一直还都没用过，他也都拿了出来。唐月月帮忙架起锅具，摆好桌椅，随着锅具下面火焰燃起，几人围在火焰四周。沉默拿出食材处理做饭，苏清雪过来打起下手。白薇看着忙碌的2人，心里有些感慨，唐月月的对手有些过于强大了呀，长得漂亮，天赋好，现在看又很贤惠，干活非常麻利。再看在边上决定看着火苗的唐月月，就显得笨拙了许多。至于苏清雪要求加入队伍的原因，白薇也有些大概能猜出来，估计是以为沉默被他们欺负了，想来队伍里给沉默撑腰的。从他进副本前后的表情变化，白薇就猜了个大概。又想到古级天才的苏清雪进入副本后，看到骷髅士兵的恐怖攻击力后，那一副吓得仿佛见了鬼的样子，白薇就感觉好笑，真是单纯可爱的小姑娘。没想到本来陌生的几人，因为唐月月的一次好心帮助，竟能有如此交集。大家一起坐在密林中，围着篝火制作食物，吃饱喝足，已经入夜，几人准备睡觉了。哎呀，糟糕了，忘记了买新的帐篷，今晚咱们几个怎么睡啊？搭帐篷时，唐月月懊恼的声音响起。苏清雪也没有准备帐篷，他们队伍的物资都在队长徐子文那里，他的背包里也没有什么物资。沉默听到唐月月的声音，走了过来。月月，你们不是还有一个破了的帐篷吗？拿出来支上吧，我住那个。听到沉默的话，唐月月只好拿出那个已经破了的帐篷，几人一起合作搭好。行了，你们去睡吧，我就在这里休息了。说着，沉默钻进帐篷，只是那只青铜级的骷髅士兵过来，站在门口，正好趁他们睡觉的时候，把这只骷髅强化一下。哎呀，这帐篷破了这么大的洞，晚上多冷啊！沉默哥哥，要不我陪你吧，咱们2人睡一起，还能暖和一点。唐月月眼珠一转，自告奋勇道。然后他就被满脸无语的白薇
拎住衣领拉走了。任小文没有说话，红着脸从背包中拿出一个棉被，放进沉默的帐篷，也转身离开了。苏清雪看着几人的样子，总感觉他们好像怪怪的。他见白薇已经拉着唐月月钻进了一个帐篷，也就只能跟在任小文后面，两个社恐女生住在一个帐篷里。第34章，骷髅坦克。深夜，沉默从冥想中清醒，沟通了骷髅士兵的感知，查看周边环境。几个女生已经睡了，而且经过骷髅士兵的反复巡视，营地附近的魔怪被清理得非常干净，营地周围一片安静，很安全。他拿出背包空间里白天休息时候购买的白银级凶兽大地豹熊的骨头，准备强化一下依旧站在帐篷前面的骷髅士兵。作为骷髅士兵队伍里唯一的青铜级骷髅士兵，他这黄色的灵魂火焰在一群眼冒绿火的骷髅中间很是显眼。这次沉默准备将他强化成一只能够顶在前面防御的盾战士，平时不打怪时还可以站在沉默身边当一只骷髅盾牌，保护沉默的安全。使用强化技能，选择强化方向，速度强化、体质强化、精神强化。选择体质强化。帐篷里金光显现，夹带着大地豹熊的骨头粉末，环绕融入骷髅士兵的骨架之中。强化完成，查看骷髅士兵的属性。灵骨战士，体，资质等级白银级，天赋坚韧，等级7，生命值1110，攻击力468左圆括号180加288右圆括号。技能无，坚韧，受到的伤害减少 30%， 非战斗状态时缓慢恢复生命值。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黄金级生物骨骼15千克，土灵10亿颗。选择强化体质后，骷髅士兵增加了一个坚韧天赋，不仅能提供 30% 的减伤，他自己还能缓慢恢复生命值。而且骷髅士兵还解锁了一个技能位。沉默打开万界商城，他要为这支骷髅士兵寻找一个合适的技能。作为队伍里的防御担当，一定要有能力吸引魔怪的攻击才行，否则你防御再高，魔怪不打你，专挑后面的脆皮揍，那还防御什么？所以沉默的目标就是为这支骷髅坦克寻找一个可以吸引怪物攻击的技能。因为目标明确，没多久沉默就找到一个合适的技能。嘲讽光环，普通级，开启光环将会受到魔怪的优先攻击，影响范围2米。这是个范围技能，不用主动释放，只要一直保持光环开启就能发挥作用。以骷髅士兵为中心，2米范围内的魔怪都会优先攻击他，让他站在沉默身边，能大大降低沉默被袭击的可能，极大的提升沉默的自身安全。就是他了。选定技能书，选择购买，确定支付。沉默的100万补贴又再次花的差不多了。他拿出技能书给刚强化的骷髅士兵学习，技能书亮起，化作一枚技能符文，融入骷髅士兵的灵魂火焰。沉默打开属性面板，看看自己的精神力还有675点，他直接消耗150点精神力，将嘲讽光环技能强化至青铜级。嘲讽光环，青铜级，开启光环将会受到魔怪的优先攻击，影响范围8米。以骷髅士兵为中心，周围8米的范围，这个距离暂时应该足够了。精神力还剩下525点，沉默查看了一下经验值，已经涨到了7级 49.53%。他决定召唤一只黄金级骷髅士兵看看，而且将精神力消耗完，有助于睡眠。使用骷髅召唤术技能，沉默的精神力再次消耗480点，召唤法阵启动。一只头骨里燃着蓝色灵魂火焰的骷髅士兵从法阵的空间漩涡中走出，查看黄金级骷髅士兵的属性。灵骨战将，资质等级黄金级，天赋无，等级7，生命值1320，攻击520左圆括号200加320右圆括号。介绍：黄金级的骷髅士兵在死灵大军中已经属于绝对的中坚力量。这黄金级骷髅士兵的战斗属性已经全面超越了刚强化的白银级的骷髅坦克了。折腾了半天，骷髅坦克强化完成，沉默又召唤一只黄金级骷髅士兵。这回沉默的精神力也用得差不多了，此时也感觉脑袋有些昏沉。他将黄金级骷髅士兵收回召唤空间。现在的骷髅小队战斗力已经够惊人了。沉默觉得黄金级的骷髅士兵还是先不要暴露出来的好。沉默从背包中拿出个毯子，只是一只骷髅士兵过来，放下武器接过毯子，让他将毯子盖在帐篷的破洞上面。他又指挥新强化的骷髅坦克去营地中间站好，让嘲讽光环覆盖整个营地，这样万一有魔怪袭击，进入营地也会优先攻击骷髅坦克。全部准备完成，沉默这才安心的在帐篷里面躺下，盖上任小文给拿的棉被，闭上眼睛睡觉。天还没亮，还在睡梦中的沉默就再次升级，等级已经到了8级。击杀9级 BOSS 哥布林酋长，
黄金级，获得经验1440点。副本已经完成，挑战者可随时退出副本。陈默睁开眼，原来是副本已经打完了。骷髅士兵们还真是努力呢。陈默在被窝里翻了个身，打开职业者面板，开始加点，依旧将得到的15个属性点按照2点体魄、13点神魂进行分配。加点后，陈默的属性面板变成了姓名陈默，职业死灵巫师，九彩至尊骨神级强化，等级8 9.16%， 体魄24，神魂103，召唤空间36%，技能骷髅召唤术黄金级，强击光环黄金级。骷髅召唤术消耗480点精神力，召唤一只骷髅士兵黄金级，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800点精神力。介绍：骷髅士兵的属性受死灵巫师属性影响，献祭尸体可节约2/3的精神力消耗，降低召唤骷髅士兵的品阶，可减少精神力消耗。强击光环，开启光环可提升友方目标160%的攻击力，可强化，需消耗800点精神力。升级加点后，陈默的生命值提升到了240点，精神力提升到了1030点。他的基础属性可以为骷髅士兵提供240点生命和103点攻击的战斗属性加成。现在精神力恢复，陈默决定先消耗精神力，强化一下强击光环技能，继续提升所有骷髅士兵的攻击力，提升刷怪速度。选择强化强击光环技能，使用技能后，陈默的精神力消耗800点，还剩下230点。金光显现，直接融入陈默的技能位上的强击光环技能符文。暗金级强击光环技能强化完成。第35章暗金级技能强击光环暗金级，开启光环可提升友方目标320%的攻击力，可强化，需消耗1600点精神力。看到强击光环的技能介绍，就连陈默都有些震惊了。这光环技能将所有骷髅士兵的攻击力直接提升了3倍，这辅助能力实在太强了。暗金级别的技能极其稀少，很多高阶的职业者们都没有，大多数职业者能将技能进阶到白银级就已经非常厉害了，只有到古级天才或有家族背景的职业者才有能力学习黄金级技能。至于暗金级甚至更高品阶的技能书，那是连高阶职业者们都眼红的稀有物品。而陈默依靠强化能力，刚刚8级就已经拥有了一个黄金级技能，一个暗金级技能，至尊级根骨竟然恐怖如斯。陈默赶紧打开属性面板，查看骷髅弓手的属性，他要看看强击光环的增幅效果。灵骨战士风，资质等级白银级，天赋风之迅捷，等级8，生命值1170，攻击903左元括号215加688，技能初级攻术5，初级攻术黑铁级，攻击距离增加30%，可强化，需消耗精神力100点。风之迅捷，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提升60%。介绍：拥有风之迅捷天赋的骷髅士兵拥有攻术，绝对是战场上合格的移动炮台。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黄金级生物骨头15千克，风灵10亿颗。看到骷髅弓手的攻击力，就连陈默也有些震惊了。攻击力903点，强击光环竟然增幅了688点攻击力。陈默8级，生命值才240点，如果对上骷髅弓手，岂不是被他随便秒？这么恐怖的攻击力，再加上风之迅捷天赋和武器的攻速加成后，他高达90%的攻速提升，极快的射速加上强悍的攻击力，这绝对是敌人的噩梦。现在的陈默已经拥有一个黄金级技能，一个暗金级技能，这样豪华的技能配置，绝对远远超过大多数天骄，除非是到古级天骄能够得到顶级学院的培养，或来自超级职业者家族的子弟，才有可能在新手期学习黄金级品阶的技能。至于大多的职业者，都是一点点起步，在后期拥有更多资源后，得到更好的技能书，才会慢慢进行进阶提升，或替换掉原有技能。这次的收获实在太大了，骷髅士兵的战斗力至少翻了1倍。查看完属性面板后，陈默满意的翻了个身，裹了裹棉被，继续睡觉。早上，阳光照进密林，被割裂成道道光影，林中空气清新，带着植物的气息，又是一个美好的早上。苏清雪从睡梦中醒来，她惊讶地发现了副本的通关完成提示。她打开职业者面板，发现自己竟然已经6级了。刷一个副本不仅连升3级，而且现在经验值也涨到了将近1/3。炼狱级的副本经验竟然这么多，当然难度也确实很高。他想到自己刚进副本的时候，打第一只小怪时所打出的伤害，根本就不够看。如果没有人在前面配合，自己一个人应对那只猫妖魔怪的话，肯定会受伤。关键这个副本最大的难度不是单个怪物的强度，
而是密林的环境、猫妖的暗中偷袭和成群结队的哥布林部落和营地。炼狱级副本已经相当于真实的荒野环境，在荒野里，魔怪们可不会跟你玩单挑，进行1对1擂台赛，而是一拥而上或暗中偷袭。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择手段地杀死猎物。这个炼狱级的副本就是让职业者能感受适应荒野真正的强度和环境。真正的荒野，怪物可不是像野狼荒野那样大而分散，挥舞能量的入侵，荒野植物疯长，遮天蔽日。荒野的环境之恶劣，远超想象。大部分地区都是这样的高树密林，植被覆盖的废弃城镇，深潭大泽，高山戈壁，魔怪隐匿其中，盘踞栖息。就算是在荒野草原，魔怪也是成群结队，不可能会让职业者一只一只单刷。在荒野里，到处都充满了危机，所以先秦帝国规定，职业者只有等级达到10级才被允许出城，就是让职业者们先在副本里慢慢适应荒野的环境，否则以新人职业者的战斗意识，贸然进入荒野，死亡率将大大提升。苏清雪醒来没多久，睡在他旁边的任小文也睁开了眼睛，两人眼神对视了一下，马上各自转移。小文早啊，小文，我就先出去了。苏清雪跟任小文打了个招呼，赶紧起身走出帐篷。当他走出帐篷后，尴尬的两人不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他们同时都在心里松了一口气。听到苏清雪的说话声，白薇和唐月月他们也醒了过来，他们也都发现了副本已经完成的消息，看了看属性面板，已经8级了。他们跟着陈默连刷了3次副本，已经习惯这种情况，也就不再多想，反正已经震惊的差不多了。白薇起身走出帐篷，开始洗漱准备早饭。陈默夜里醒来，升级加点，又强化了出了一个暗金级技能。晚上没睡太好，又消耗了不少的精神力，所以睡得多了些。他醒来时，几个女生正坐在一起吃早饭，有唐月月这个活跃分子在，他们的氛围还算融洽。见陈默起来，唐月月忙招呼陈默过去吃饭。陈默哥哥，早上是我做的煮面，你快过来尝尝。陈默应了一声，简单洗漱一下，也坐在他们旁边，接过唐月月接过来的面条，吃起早饭。等下出去，咱们回家休息一天，明天一早再继续刷本吧。现在他们的升级速度已经非常快了，新手副本开放刚到第4天，他们就已经升到了8级，现在绝大多数人应该才升到3级，就算一些精英级的小队，差不多也就4级左右的样子。陈默还不知道，他们的升级记录已经把侯城主和学院来的老师都镇住了，他只是想着他们的升级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其他人，应该回去准备一下。主要是陈默想回家尽快多恢复一些精神力，再召唤几只黄金级的骷髅士兵备用，补充一下召唤空间数量。下个副本他打算直接挑战炼狱级僵尸矿洞。以炼狱级副本的经验值计算的话，陈默估计再刷一次僵尸矿洞副本，自己应该就能升到10级了。目标近在眼前，他倒是没有那么着急了，觉得还是准备充分些好一点，毕竟安全才是第一位的。骷髅士兵的数量多些，也就更多一些保障。第36章学院来人。听到陈默的提议，几个女生当然没有什么意见，她们也想回去整理一下收获，多做些准备。大家也都知道，大概再刷一个副本，这个队伍就要解散了，但所有人都默契的没有提起。我就不继续参加了，我还是回之前的队伍吧。苏清雪有些不好意思继续在这个队伍里混经验，虽然有些不舍，但还是开口说道：清雪姐姐，你别走啊，咱们这个队伍多好，咱们这么投缘，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刷呗。唐月月还是很喜欢苏清雪的，听她说要退队离开，忙出声挽留。陈默也看着苏清雪说道：再刷一把，估计我们就要到10级了，也就刷不了新手副本了。清雪你就再跟我们刷一把，之后你再回原来的队伍也可以。听到陈默的提议，苏清雪红着脸点点头同意了。几人商议好，吃过早饭，收拾东西，陈默开启召唤空间，收回所有的骷髅士兵，大家一起选择退出了副本。刚出副本，他们就被副本外面的情况吓了一跳。哇，快看，苏清雪他们出来了，赶紧通知城主大人，快给家主打电话。副本外面此时守着不少人，有唐家、任家、白家几个家族的人，还有城主府的侍卫。众人见到从副本里面出来的陈默几人，全都面露惊喜，赶紧围了上来，马上打电话开始联系。苏清雪几人被眼前的景象弄得有些发懵，陈默倒是隐约猜到了原因，应该是云海城的重点关注对象苏清雪突然选择退队，进入陈默的队伍，才刚刚3级就跟着陈默他们进入了3到6级得炼狱级难度的幽暗密林副本。工作人员发现后查看了副本信息，觉得事关重大，于是上报了城主府，这才造成现在的局面。但这些都与自己无关，他准备找个空隙悄悄离开，回家休息。
昨晚帐篷有个洞，一直漏风。虽然陈默给了骷髅士兵一张毯子，让他盖在破洞上，但也没堵太严实。而且半夜时等级提升，又强化出暗金级技能之后，他有些兴奋，所以昨晚睡得不是很好。正当陈默挤出拥堵的人群，想要往外走时，侯城主已经带着2位学院来的大人从大厅外面赶了进来。谢老、刘老，那个女孩就是苏清雪。侯城主进入大厅，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人群里的苏清雪。看到他们安然无恙，他终于松了一口气，赶忙向身后的2位老者介绍道：从学院里赶过来的谢永林跟刘长生，昨晚都没睡太好。他们找侯城主要到了陈默他们小队的信息资料，研究了大半夜，怎么也没搞明白，这个从资料上看很普通的队伍，一个小队3个灵骨级，一个反骨级，如此普通的根骨资质，他们是怎么碾压全国那么多天骄，做到这么快的练级速度的？甚至已经打破了全国最快的冲级速度记录。不仅如此，他们竟然还有时间在刷本中途回家休息了一个晚上，实在难以理解。此时听到侯城主的介绍，他们2个也有些期待。这个女孩子很厉害啊，3级就能在炼狱级的幽暗密林里待了这么久，而且还度过了一个晚上，这意志和潜力还真是不错。神河学院的副院长谢永林听到侯城主的介绍，看着在人群里发呆的苏清雪，欣赏地说道：就是不知道他们这个小队将这个副本刷到了多少进度，能打到一半就已经非常厉害了。来自中都学院的刘长生主任也是非常满意，甚至2人都有些期待。以昨天了解到的这个队伍的逆天战绩来看，他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已经通关了呢？要是以他们等级能够通关3到6级的炼狱级副本，那这绝对是妖孽级的战绩，足够震惊全国的职业者圈子了。几个人正说着，一起走到了人群前。人群分开，给侯城主一行人让开位置。侯城主带着2位学院来的大人走到苏清雪面前：清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2位是神河学院的谢院长和中都学院的刘主任，他们可是昨天就来了，一直等你到现在。听到2人的身份，人群里一下被惊得议论纷纷。哇，2大顶级学院啊，都来找苏清雪，真是让人羡慕。上品到古级的根骨资质，全国也没有几个，有这个待遇也算正常。不知道苏清雪会选择去哪个学院，这下她可是直接起飞了。是啊，进入顶级学院，基本就算迈入了社会顶层了。好羡慕，不知道她喜欢什么样的对象，咱们去问问她怎么样。可咱们是女的啊，女生怎么了？只要能跟她在一起，我都能接受的。苏清雪听到侯城主的介绍，也赶紧过来向2位老者礼貌鞠躬。哈哈，好，清雪同学，我们先回去聊。看到苏清雪这么礼貌，谢院长也是很高兴。很多天骄觉醒后仗着天资出众，自视不凡，目空一切，一副缺少社会毒打的模样。身为顶级学院的副院长，这种人他见得多了。他见苏清雪觉醒成最顶尖的上品道骨资质，还依然能够保持本心，表现不骄不躁，谦虚有礼，心里对他的评价更上一层，已经暗暗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带他回学院。他看了身边的刘长生一眼，正好刘主任此时也看向了他。2个老狐狸此时心照不宣。清雪，刷了1天1夜的副本，早就累了吧？距考核时间还早呢，不用这么拼命的。你们等级高些再进炼狱级的副本，以你的天资，下次应该就能通关了。中都学院招生办的刘主任见苏清雪出副本后也不怎么说话，以为他没通关副本，心情不好，赶紧出声安慰，刷刷好感。刘主任，我们已经通关了副本，这才出来的。苏清雪最怕现在这种场面，有些紧张，小声解释道。第37章公开骷髅士兵属性。什么？通关了？2个老头有些惊愕，侯城主也有些呆愣地看着苏清雪。不可能吧？4个5级带着一个3级，能打通6级的炼狱级副本？全国这么多天骄，也没人这么干过，这也太妖孽了吧！侯城主过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赶紧快步走到幽暗密林副本门口，使用城主权限查看副本记录。炼狱级副本通关记录，通关时间22小时46分钟，挑战者陈默、苏清雪、白薇、唐月月、任小文。他们真的通关了！4个5级的职业者小队带着一个3级的酱油，能打通3到6级得炼狱级的副本幽暗密林。看到副本的通关记录，侯城主简直难以置信。他在云海城任职5年，对这个新手副本还是非常了解的。炼狱级副本里面都是秘籍的精英级魔怪，而且还会偷袭，最擅长群殴。炼狱级副本与现实荒野基本相同，哥布林魔怪是不可能一个个的出来跟职业者单挑的。你打了一只哥布林，他就会开始叫人聚集整个营地的哥布林过来打架。这么多5级左右的精英级魔怪扎堆打架，这种规模的群架，
他们4个5级，一个3级的队伍是怎么打得过的？他们是怎么顶住那么多魔怪的攻击的？幽暗密林副本的 BOSS 更是6级的黄金级的哥布林酋长，尤其擅长叫小弟们过来群殴。他会召唤一帮青铜级甚至白银级的小弟上来打架。哥布林酋长 BOSS 本身又会魔法攻击，这种配置他们都能打得过，简直离谱。别人挑战炼狱级难度的副本，那都是卡着最高等级的6级，换好装备，带上补给，队友全都得是灵骨级以上才敢进去挑战炼狱级。而他们呢？侯城主看了一眼正准备悄悄向人群外面溜走的沉默，一个凡级根骨的弱鸡，连新手装备都没穿，这也是个战斗力？还是说那3个灵骨级职业者就能带2个酱油刷炼狱级副本？侯城主此时也懵了，有些想不明白，让他们都先去城主府，先了解情况再说。见现在副本大厅人越来越多，谢院长提醒已经呆住的侯城主，侯城主这才回过神来，他赶紧示意侍卫通知沉默他们几个一起前往城主府，再不抓紧时间，那小子就要跑了。沉默本来见众人的注意力都被苏清雪他们吸引，准备悄悄坐车回家，听到追来的侍卫说明来意，也只能无奈地跟着他们一起走出大厅，上车离开。果然不能太引人注目，刷个副本就因为带上了苏清雪，现在搞得连家都不能回。沉默在心里再次告诫自己，这都是经验教训，得从别人的身上多多吸取。城主府听到白薇的讲述，侯城主和2位学院来的老者已经目瞪口呆。白同学，你是说你们根本就没出什么力，大多数怪物都是被沉默同学的召唤物给打死的？看到白薇点头确认，他们的目光转向了正安静地坐在一旁发呆的沉默。谢院长和刘主任已经听侯城主说了，那个小子就是那个造成转职广场天空异象的隐藏职业者。那个沉默同学，你可以把你的召唤物放出来让我们看看吗？侯城主向沉默询问道。回到城主府之前，侯城主已经调查过几个人的信息，也知道了他们现在的等级。他那个召唤物应该确实有问题，要不然以他们这个小队的表面实力，连刷困难级副本都成问题，更不要说通关炼狱级难度的副本了。听到侯城主的问话，沉默总感觉有些熟悉，不由得想起几天前刚刚转职时高校长也是这般，让他召唤个骷髅出来看看，然后就弹飞了骷髅的头骨。不再多想，沉默点点头。他打开召唤空间，放出一只普通的白银级骷髅士兵。召唤空间的黑色漩涡打开，一只拿着新手白板剑盾，全身穿着铠甲，眼冒绿火的骷髅士兵走了出来。沉默设置骷髅士兵可查看权限，将他的信息展示在众人面前。灵骨战士，资质等级白银级，天赋5，等级8，生命值970，攻击177。介绍：白银级的骷髅士兵已经脱离炮灰阶段，属于中坚力量。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黄金级生物骨骼15千克。当然，最后一条信息外人是看不到的，只有拥有神级强化能力的沉默才能够看到。看到骷髅士兵的变态属性，把屋子里的人都震骂了。苏清雪看完后，赶紧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对比了一下。姓名：苏清雪，职业：寒冰射手，根骨等级上品道骨，等级6 10.16%，体魄66，神魂10，技能寒冰剑，黄金级，高级攻术，白银级。寒冰剑将寒冰之力附着在剑矢之上，击中目标将造成额外魔法伤害，并降低目标 50% 的移动速度。高级攻术可使用弓箭进行攻击，提升 120% 的攻击距离。苏清雪每级可得到9个属性点，全都被他加到了体魄上。已经6级的他，现在的基础属性加上身上的装备，对应的战斗属性为生命值760，攻击90点。与骷髅士兵970生命值和177点攻击的战斗属性相比，竟然相差如此之多。尤其是攻击力，那只骷髅士兵都快是他的1倍了。可那家伙拿的可是新手白板武器啊！苏清雪看着自己背着的价值上千万的青铜级武器，心里有些无语。自己到古级的职业者，战斗属性竟然还没有一只骷髅士兵高，主要是沉默这个样子的骷髅士兵还有至少10个，怪不得他们刷副本打怪物这么轻松。苏清雪想着。唐月月和白薇、任小文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骷髅士兵的属性面板。之前虽然在一起刷本，见到了他们的强悍战斗力，但也没有真实的数据来的更加震撼人心。而且他们知道，这种骷髅士兵还不是沉默的战斗主力，只是用来在身边守护安全的。不知道那只会射箭的骷髅弓手属性面板会是怎样的变态。白薇他们心里想着，但也没人说出来。相处这么长时间，他们对沉默也有些了解，非常不喜欢引人注目。这次要不是实在没法解释，
估计陈默也不会公开骷髅士兵的属性面板。第38章，征召苏清雪。侯城主之前就听说了陈默这个反骨级的隐藏职业，也从报告中了解了一些高校长弹飞骷髅头骨的事情。现在看来，老高你 TM 的得使多大的劲，把这样一只骷髅的头骨崩飞？你那是测试新人的召唤物吗？你是去挑衅的吧？这小子要是记仇，以后有你好受的。侯城主突然觉得有些事还是得亲眼看看，差点没让这帮下属的报告给骗了。就冲着骷髅士兵的战斗力，就算召唤者是个凡级根骨，那也值得提高些投资额度。给他批的100万补贴还是有些少了。高城主心里开始反省。两位来自学院的谢副院长和刘主任此时也有些发懵。不是，你们云海城里有这样的妖孽，你们还舞起来？这么大的政绩都不要了？谢永林感觉自己亲自来云海城算是来对了。这苏清雪上品道骨，还是稀有职业，天资出众，性格安静乖巧，沉稳冷静，懂礼貌又努力刻苦，这样的学生他很喜欢。现在竟然又发现了另一个妖孽级的新人，才8级的召唤物，战斗属性就如此夸张，居然超越了上品到古级的苏清雪，还能够直接带着一个5级的小队刷通3到6级得炼狱级难度的副本，升级速度更是直接打破了全国的冲级记录，说明这骷髅士兵的战斗力绝对是真实的，经过了实战考验。这小子要是成长起来，前途不可限量啊！想到这里，他有些激动。侯城主，你们有这位陈同学的信息资料吗？侯城主刚要点头，这才发现虽然自己已经下令让陈默每5级上交一份职业信息报告，但这小子升级速度太快，而且他一直在副本里，根本没来得及上交报告。侯城主刚要开口，只见陈默起身从背包里面拿出一份资料，起身递了过来。侯城主，这是我的职业信息报告，一共2份，一份是1级的，另一份是5级的。陈默递上资料，开口解释，这2份资料他早就写好了，领了那么多的隐藏职业补贴，该做的事他还是会认真完成的。事情答应了，就一定要办好，这也是他的原则之一。侯城主接过资料，递给2位学院来的老者。谢永林翻开资料查看，这才发现陈默的根骨等级竟然只是中品反骨。他恍然大悟，怪不得来云海城之前没听说过这个人，谁能想到拥有如此战力的召唤物，召唤者本人的根骨竟然只有中品反级。看到报告上面的职业解析，原来陈默的召唤物在猎杀魔怪时不仅可以提升等级，还能够提升资质。现在这个白银级骷髅士兵就是从普通级通过猎杀魔怪提升上来的。看过了陈默的职业信息资料，谢院长不由大感可惜，真是白瞎了一个这么强力的隐藏职业了。如此逆天的职业，拥有者的根骨竟然如此拉垮。此时他也有些纠结了，这么强力的职业确实可以入选特招学员名单了，但职业者本人的根骨连报名他们学院的资格都没有，到底招还是不招？谢院长想了一会，决定还是再观望一下，就怕这个小子的召唤物潜力已经耗尽，进阶到白银级后不再提升，而召唤者本人实力也不行，弱点太明显，真正进入战斗，只要召唤者被人针对，基本就完蛋。到后期应该很快就会被苏清雪这样的道骨级天骄超越，根本不管骷髅士兵，上来就全力攻击召唤者本人，几箭射出，估计就能把他击败。那自己将他特招进来，就得成为学院的笑话了。在谢院长思考的时候，刘主任也将陈默的资料看完了，也是满脸纠结的看了一眼陈默，没有说话。侯城主见事情已经调查的差不多了，也知道了陈默他们这个小队之所以升级这么快的原因，事情已经结束，于是就宣布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通关炼狱级难度副本的新人职业者，每人都将得到500万的资金奖励，这是为了激励职业者新人努力上进的奖项。这个奖项很早就有了，每年也都有职业者新人进行挑战，不过能拿到这个奖项的人不多，因为就算是炼狱级的1到3级野狼荒野副本，那野狼谷里数量惊人的狼群全冲过来，也足够让人绝望了。能够通关炼狱级副本的都是天骄级人物，这也算是给这些顶尖学员设立的奖学金。侯城主说完便挥手让苏清雪留下，示意其他人可以回家了。陈默听到可以回家，打开召唤空间，收回骷髅士兵，起身向外走去，心里有些兴奋，看来今天也不算白来。没想到通关炼狱级难度的副本还有奖学金拿，这么多钱比自己以前的存款还多，看来今天晚上又可以强化一波，提升骷髅士兵的实力了。见陈默他们离开，谢院长也不再多想，对着坐在沙发上有些局促的苏清雪露出和蔼的笑容。清雪同学，再次介绍一下，我是神河学院的副院长谢永林，我代表神河学院诚心的邀请你加入。你的学员待遇等级我已经为你申请到了最高的 S 级，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见谢永林已经开始挖人，
坐在旁边的刘主任也坐不住了。清雪同学，我是中都学院的招生办主任刘长生，我们学院是神夏国4大学院之一，来我们学院你绝对可以得到最好的培养，而且我已经申请过了，不仅会给你 S 级的学员待遇，我们还会在学院里面给你分配一个房子，你可以将你妈妈接过去一起生活，我们会负责给她找一份学院里的工作，你看怎么样？听到刘主任的条件，谢永林很怕苏清雪当场答应，赶忙打断。刘长生，你无耻！清雪同学，我们学院也可以给你们提升住所，你妈妈甚至不需要上班，我们会给她发放家属补贴。嘿，你个谢老登，你说谁无耻呢？好啊，你还敢骂我？第39章黄金级攻手。就在2位学院里来的招生老师为苏清雪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陈默已经坐车回到了家里。此时已经到了中午，陈默查看了一下账户，奖学金果然到账了。侯城主亲自发话，办事速度果然够快。打开冰箱，里面已经没有什么食材，这2天一直在副本里刷怪，也没时间出去买食材补充。拿出手机，随便点了一个外卖。陈默坐在沙发上，看看精神力已经恢复很多，决定先使用骷髅召唤术技能，再召唤一只黄金级的骷髅士兵出来。召唤阵法打开，陈默的精神力直接消耗480点。一只通体晶莹如玉，头骨里燃着蓝色灵魂火焰，骨骼隐约泛着金属光泽的骷髅士兵从法阵上方的黑色漩涡中走出。陈默打开面板，查看骷髅士兵属性：灵骨战将，资质等级黄金级，天赋5，等级8，生命值1370，攻击205。介绍：黄金级的骷髅士兵在死灵大军中已经属于绝对的中坚力量，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暗金级生物骨骼15千克。这已经是陈默第2只黄金级的骷髅士兵，这战力属性完全可以去炼狱级副本里当 BOSS 了。他的召唤空间数量已经变成了12/36。看着这只普通黄金级骷髅士兵的属性，陈默有些期待，不知道自己的骷髅弓手要是进阶到黄金级，将会是怎样强大的存在。他兴奋地打开万界商城查看了一下，然后又悻悻地关闭了界面。好吧，确实是自己想多了，用这些奖学金给骷髅弓手买强化材料根本就不够，强化骷髅弓手是不用想了。算了，还是吃完饭好好的冥想恢复一下，再继续召唤骷髅士兵，补充召唤空间，来得更加实际一些。没多久，外卖到了，陈默吃完准备上床休息一会，就起来冥想。手机突然响起，是账户信息。陈默拿起手机一看，账户余额竟然达到了2500多万，他赶紧点开查看信息。钱是白薇他们几个会进来的。刚看完信息，唐月月就打电话过来了。接听电话，陈默哥哥，我们给你的转账收到了吗？这次通关炼狱级副本我们也没有处理，都是你一个人刷的，我个钱我们不能要，所以清雪姐姐我们商量了一下，把钱都转给你，你就不要跟我们推辞了哈。陈默的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就被唐月月的机关枪式的话语给打断了。电话挂断，陈默想了想，没再回电话推辞。确实自己更需要这笔钱，他们3个来自职业者家族，从小就没少过东西。苏清雪以前的生活应该一般，但自从觉醒到极根骨后，资源更是不断，全身都是黑铁级装备，武器更是青铜级长弓，一身装备保守估计要上2000万，而且钱已经转过来了，再退回去双方也不好看，只能以后再回应他们的好意了。陈默不再纠结，再次打开万界商城，购买了15公斤黄金级凶兽风鹰兽的骨头材料和1块风晶石。风晶石是高阶风系凶兽死亡后掉落的，算是比较高级的超凡材料了。选定后确定交易，支付订单。刚刚还有2500多万的账户，一下就变回了不到100万。这种感觉是陈默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以前买个东西几块10几块还要考虑一下，现在2000多万，说花完就花完了。职业者的东西是真心贵，东西已经买完，陈默也不再多想。他从背包空间中拿出黄金级兽骨和风晶石，打开召唤空间，放出骷髅弓手，对着骷髅弓手选择使用强化能力。强化金光显现，陈默手中的兽骨和风晶石化作粉末，随着金光围绕骷髅弓手旋转，落在他的骨骼之上，映照着整个骷髅弓手，金光闪闪，最终金光消失。在陈默的感知里，骷髅弓手此时已经大变样，头骨中的绿色火焰变成了蓝色的灵魂火焰，身上的骨架也不再是金银白玉模样，而是已经变成风晶石般的青色，骨骼的晶莹感觉更加通透，如同玉石，好像在发光一般。不过因为骷髅弓手全身穿着铠甲，骨骼全部都被铠甲包裹覆盖，只从外表并不能看出什么区别。陈默打开面板，查看骷髅弓手的属性：灵骨战将风，资质等级黄金级，
天赋风之祝福，等级8，生命值1440，攻击1016左元括号242加774右元括号。技能初级攻术5，初级攻术黑铁级，攻击距离增加 30%， 可强化，需消耗精神力100点。风之祝福，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提升 120%。介绍：拥有风之祝福的黄金级骷髅士兵还会攻术，绝对是战场上恐怖的移动炮台。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暗金级生物骨骼15千克，风之核1颗。强化后的骷髅弓手速度天赋提升到了 120%。同级别的魔怪能有这样的速度天赋的极少，以他的速度，只要空间足够，应该可以单挑大多数的黄金级魔怪。而加上沉默的属性加成和强击光环技能，恐怖的 320% 的攻击力提升。沉默感觉现在的骷髅弓手跟一只同级别的暗金级精英魔怪对战，也应该问题不大。骷髅弓手品阶提升到黄金级后，再次解锁了一个技能位。不过现在沉默也没什么太好的技能选择目标，只能先观察一下，看看骷髅弓手需要强化哪一方面，再进行技能选择。现在的沉默已经有了12只骷髅士兵，3只黄金级骷髅士兵，9只白银级骷髅士兵，召唤空间数量为12/32。其中强化过的骷髅士兵有1只白银级体质强化型骷髅坦克，1只黄金级速度强化型骷髅弓手。现在骷髅小队的战力已经基本齐备，只需要将骷髅士兵的数量提升上去，将召唤空间补满，他的骷髅部队就成型了。到了10级出城前，再学习一个保命类技能，应该就可以了。沉默仔细回想，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准备的？突然想到，明天要刷僵尸矿洞副本，需要有骷髅士兵在前面顶怪，因为要刷的是炼狱级难度的副本，里面都是精英级僵尸。根据学校发放的副本资料，矿洞里面的僵尸不仅力大防高，死后还有尸毒。这几只骷髅士兵在前面轮流顶怪倒也是可以，不过最好还是要有一只随时都能顶上的骷髅主力坦克。第40章，强化盾牌，打造骷髅坦克。沉默打开召唤空间，白银级体质强化的骷髅坦克从黑色的空间漩涡中走出。现在这只骷髅坦克只有一身白板装备，手上还拿着新手的长剑和盾牌。这个装备和身板根本不够硬，被僵尸魔怪围攻很可能会顶不住。沉默现在账户里还剩下100多万，强化骷髅坦克的品级，要将它升到黄金级肯定是不够用了，所以只能在装备上面想想办法。沉默这次的目标就是将他手上的盾牌提升一下品阶，将它当作主力坦克进行培养。查看了一下强化盾牌所需要的材料，沉默直接进入万界商场下单购买。材料购齐，确定支付。沉默对着骷髅坦克手中的盾牌选择使用强化能力，强化金光从他的身上显现，带着材料一起融入骷髅坦克手中的盾牌。沉默连着对盾牌强化了3次，直接将骷髅坦克手上的盾牌提升到了白银级。现在骷髅士兵手上的盾牌已经大变样，盾牌变得有1米多高，整体呈黑色，下尖上宽，显得极其厚重，将盾牌后面的骷髅坦克保护得严严实实。沉默查看盾牌信息，磐石盾塔，装备品阶白银级，等级5级，装备特性格挡率成功提升至 40%， 耐久度400，灵魂绑定沉默。介绍：这是专为阵地防守而设计的坚固盾牌，下尖的部位可插进地面，以减轻防守压力。可强化，需要黄金级材料陨星铁5公斤。盾牌与其他装备不同，它并不会增加职业者的战斗属性值，但它有个格挡成功率属性。这个格挡属性有些类似于职业者的闪避属性。当职业者拿盾牌格挡成功，证明手里的盾牌发挥了作用，攻击被盾牌挡住。盾牌后方的职业者将会大大减少所受到的伤害，甚至是免疫伤害。当然，如果双方力量太过悬殊，防守者可能会被打飞受伤，或攻击力超过盾牌的承受极限，盾牌将会被击穿打碎，直接耐久清零。而格挡失败，那就表示盾牌没起到作用，没有对职业者起到保护作用，那职业者将会直接受到攻击的全部伤害。所以，如何使用盾牌技能，尽可能的提升格挡几率，减少所受到的伤害，也是一名合格的坦克职业者必备的能力。强化完骷髅坦克的盾牌，沉默的存款还剩下10几万。从以前花几万块钱都要心痛半天，到现在为了强化黄金级的骷髅弓手，直接一次性花掉了2000多万。这可以说是转职成为职业者后这几天沉默最大的心理变化。不过这次消费的收获确实很大，这种实力提升的感觉真的很好。对于职业者来说，拥有再多的财富也不如自身真实的战斗力。看着眼前头骨里燃烧着绿色的灵魂火焰，身前举着厚重的黑色巨盾，身上被铠甲包裹的骷髅坦克，沉默满意的点头。有了这个家伙，
以后自身的安全性会提升许多。又研究了一会儿骷髅坦克的属性，陈默收起骷髅士兵，坐在床上开始恢复精神力。强化的目标已经完成，那现在就只剩下一个任务，那就是将召唤空间尽快补满，提升骷髅士兵的数量。陈默看了一眼召唤空间的数量，36%，还差2/3的骷髅士兵需要补充。这要是全部被补满，这么多的骷髅士兵在暗金级强击光环的技能的增幅下，将会拥有怎么样恐怖的战斗力？想到这里，陈默心里充满了动力。他赶紧闭上了眼睛，开始冥想。苏清雪在侯城主的建议下，先离开了城主府，准备下午回家考虑考虑，到底要选择哪个学院。见到苏清雪离开，两个争得面红耳赤的老头终于平复了激动的情绪，然后各自离开了侯城主的办公室，回到了住处。离开后，谢院长就拿起电话拨通了苏清雪的号码。喂，是清雪同学吗？我是神河学院的副院长谢永林。苏清雪坐在回家的车上，听到是谢院长打来的电话，急忙小声回应道：谢院长，您好，我是苏清雪。是这样的，有个事我想跟你说一下。通话结束，电话挂断后，苏清雪没有犹豫，又拿起电话直接给侯城主打了过去。他刚才在电话里听完谢院长的提议，马上就决定选择了谢老的神河学院。选择有了结果，这时候自然需要告诉侯城主一声。他之所以这么快就做出了决定，只因为谢老在电话里偷偷跟他说，本来顶级学院是不会招收反骨级职业者的，但如果他来神河学院，谢老说会给陈默一个机会，只要他能够在学院考核中进入前30名。所以苏清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神河学院。听到他的选择后，谢永林惊喜不已。细心的谢院长早在听说苏清雪突然退队，加入陈默的队伍的时候，就看出了他的一些心思。他对是否要招陈默进入神河学院一直都很犹豫。看他现在的战绩确实非常妖孽，足以碾压全国所有天骄，但又怕他根骨太差，导致后劲不足，只能止步于此。于是谢院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打电话跟苏清雪说了这个事情。没想到他真的马上就同意了要加入神河学院。听到苏清雪认真的语气，谢院长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感情纯粹而美好，对喜欢的人也是这么的义无反顾，愿意付出所有。既然苏清雪选择加入了神河学院，谢院长本来准备马上带着她出发，一起离开云海城去神河学院报道的。他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这次为了特招苏清雪，他在云海城已经耽搁了很多时间，但在苏清雪的坚持下，他还是答应了，等他跟陈默刷完僵尸矿洞副本后，再一起出发返回学院。反正陈默那小子的召唤物他也看过了，就那只骷髅士兵的战斗属性，相比于炼狱级难度的僵尸矿洞副本的 BOSS 也差不了多少。而且听苏清雪说，就那样的召唤物，那小子一共有10只，有这么多战斗力变态的骷髅士兵保护，谢院长对苏清雪的安全还是比较放心的。而且就算他们进入炼狱级僵尸矿洞副本里，如果感觉打不过，让骷髅士兵们在前面顶着，给他们争取跑路的时间还是没有问题的。但为了稳妥起见，谢院长还是给了苏清雪一张传送卷轴，并嘱咐他遇到危险就赶紧使用传送卷轴离开副本。至于陈默那个小子，谢院长既然已经答应苏清雪，自然就不会食言，还是先看看他在学院考核里的表现再说。第41章骷髅人力车。4大学院里的另外2个学院，血战学院和仙华学院的招生老师也在下午赶到了云海城。结果他们刚到这里，就遇到了准备离开云海城的中都学院招生办刘主任。听到刘主任说，侯城主刚刚通知他，苏清雪已经决定加入神河学院了。得到这个消息，他们没有停留，只能遗憾离开，加速赶往下一个城市。现在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各个城市都有道古级天才出现，他们要在最短时间之间内接触招收，不然就会像今天一样被其他学院提前抢人。不过也只有道古级天骄才会有这种提前抢人的情况。至于灵古级，老实参加学院考核吧。反古级考学院就不用想了，都不如直接找个狩猎小队之类的工作，或直接去边境当兵，趁早刷刷功勋来的实际一点。在边境要晋升，主要就是看杀魔怪的功绩，早去早提升。现在干部都年轻化了，去晚了怎么跟年轻人竞争？苏清雪选好了学院，回家跟她妈妈说了，她不用参加学院考核，过2天刷完副本，会直接跟着谢院长一起去学院报道。谢院长已经电话通知学院方面，给他们母女安排了住房。苏清雪的妈妈一个人带着她生活，现在终于看到女儿出息，听到消息，激动的默默流着眼泪。2人在家开始收拾行李，准备过2天就搬去神河城居住。不知道陈默会不会来神河学院，以后还能不能见到。苏清雪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想着。唐月月坐在一个宽大的组装车间里，吃着薯片，看着眼前满身油污的任小文。小文，你累不累？快来休息会吧。
任小文听到声音，抬头看了一眼坐在休息区沙发上的唐月月，她放下手中的工具，摇了摇头：“我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好，需要升级一下机关兽的核心。我买了材料，很快就能把这个机关兽提升到白银级了。月月，你先休息吧。”唐月月听到好友的回答，有些无聊，知道也不能耽误好友的正事。好吧，小文你先忙，我去看看薇姐。她这一回来就跑到训练室，这都练了好几个小时了。你们都有事情做，那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吧。唐月月起身向外面走去，不一会儿，她就走到了不远处的训练室。白薇正在训练室里面练习战斗技巧，手拿着木剑，正在与训练假人进行战斗。她贴身的训练服已经被汗水浸湿，勾勒出修长匀称的身材。薇姐，我来看你啦，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我去帮你买。唐月月迈步进入训练室，向白薇问道。白薇见到唐月月过来，暂停了训练，拿过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她朝着唐月月招了招手：“月月，你来的正好，我的训练计划已经完成了，现在正好有时间指导你。咱们开始你的反应速度训练吧。”啊？什么速度训练？我一个治疗职业就不用了吧？唐月月有些傻眼。白薇脸色一板，瞪了唐月月一眼：“快点过来训练，战斗时你可是要保障全队的安全的，反应速度慢了可不行。你要是不训练，给我们释放护盾术的时候，你要是放慢了，我可饶不了你。”这好吧。唐月月顿时无精打采，耷拉着脑袋走进训练室。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过来了。唐月月心里很是郁闷。很快，一天时间过去，陈默早上吃过早饭，见精神力已经恢复了不少，他又消耗了480点精神力，使用骷髅召唤术技能召唤了一只黄金级骷髅士兵。现在他的召唤空间数量变成了13/36，算上刚刚强化到黄金级的骷髅弓手，他的黄金级骷髅士兵数量已经达到了4个，白银级的骷髅士兵有9个。陈默打开召唤空间，收起骷髅士兵，出门下楼。到了楼下，找了个没人的空地，他一挥手，空间漩涡打开，一只白银级骷髅士兵走出。他拉起已经坐上人力车的陈默，向着西郊副本大厅跑去。账户的钱又花的差不多了，还是省着点吧。有免费的车坐，就不要再花钱去坐车了。陈默拉起篷布，将自己隐藏在车里，挡住外面人们好奇的目光。这次刷完副本，说什么也得将这个车改装一下，至少得改善隐私问题。陈默心里想着，他坐在车上继续冥想，抓紧时间恢复精神力。召唤空间的数量还差很多，需要继续召唤骷髅士兵补充。西郊副本大厅门口，谢院长随车将苏清雪送到了副本大厅。这2天他在云海城里没有什么事，就等苏清雪刷完僵尸矿洞副本，然后带他一起离开云海城，返回神河学院。所以他早上特意叫车一起送苏清雪来刷副本。上品到古级的天才在任何学院都会得到极大的重视，现在他加入了神河学院，作为老师，他自然要给予足够的重视。然后站在副本大厅门口，正要跟苏清雪告别的谢副院长，就看到了一幕神奇的场景，把他惊得瞪大了眼睛，手一抖，差点将胡子给揪下来。只见一只眼冒绿火、全身铠甲的骷髅士兵拉着人力车在路上快速奔跑，金属的铠甲跑动起来哗啦作响，但似乎并不影响骷髅士兵的速度。他依旧跑得飞快，铠甲的响声反而如同车铃，提醒着路上的行人。人力车上面车棚拉起，将视线挡住，并不能看清里面的人。这不是陈默那小子的骷髅召唤物吗？反应过来的谢院长顿时感觉有些好笑，这小子还挺会玩。陈默在座椅上闭目冥思，对周围充耳不闻。骷髅士兵的速度很快，没一会儿就跑到了副本大厅门口，缓缓减速，最后停下，放下了人力车。陈默睁开眼，看了一眼周围，发现站在副本大厅门口的人们此时都在目瞪口呆地看着他。陈默赶紧起身走下车，捂着脸挥手将骷髅士兵和人力车全部收回到了空间之中，然后快步向大厅方向走去。第42章，妹子，你刷本不做攻略啊？这一幕给谢院长看的是哭笑不得。好家伙，这么玩是吧？你还知道害臊呢？让你有几个召唤物，你是一点不浪费啊？物尽其用，说的就是你这样的吧？陈默没有注意到谢院长有些麻木的表情，他下车后就看到了苏清雪2人，向他们打了声招呼，就赶紧迈步就进了副本大厅。苏清雪见状也跟谢院长告别，急忙跟上。此时唐月月和白薇他们早已经到副本大厅里面，正坐在僵尸矿洞副本的门口等待。陈默看到他们也快步来到了僵尸矿洞副本门口，只是他没想到在大厅里面的情况比外面也好不了多少。他们一站到僵尸矿洞副本登记处，立即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大厅里面非常安静，大家都惊讶地看着他们。今天才是新手副本开放的第5天，这么短的时间，就算是精英级职业者能升到4级左右，
都已经是非常努力的了。职业者的等级越到后期，升级就会越来越慢。能在1个月内升到10级的，那都是能够参加学院考核的精英级职业者了。大多数普通职业者能在1个月时间升到8级就已经很知足了。至于说升到10级，到达出城标准，对普通的职业者来说，至少也需要1个半月的时间。可现在才第5天，他们几个就已经升到6级，要挑战僵尸矿洞副本了。这升级速度也太夸张了吧！很多刚出副本的同学并不知道，昨天沉默他们已经通关了炼狱级难度的幽暗密林副本。此时大家正惊讶地看着他们站在僵尸矿洞副本门口进行登记。看到队伍里面有苏清雪，很多人也就释然了许多。这就是我们和天才的区别吗？果然哪个世界都不缺少卷王，都已经是上品到古级的天骄了，刷怪还这么拼命。他们这是怎么打的？要升到6级，那得在副本里面杀多少魔怪？短短5天的时间，他们都不休息的吗？大厅里面看热闹的同学们脑袋里面此时全是问号。沉默他们在僵尸矿洞副本门口很快就登记完成。现在这个副本根本没人挑战，自然也不需要排队。几人快步走到副本空间的漩涡门口，即将进入僵尸矿洞副本，请选择难度：简单、普通、困难、炼狱。选择炼狱级副本。沉默做出选择，副本空间漩涡亮起，几人消失在副本门口。我靠，他们真的进去了！5天升到6级，这么变态的记录竟然发生在我身边。那可是苏清雪到古级天骄，升级快些也不是没有可能吧？看到沉默他们真的进入了僵尸矿洞副本，众人这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厅里一时间议论纷纷，这得杀掉多少魔怪啊！要升到6级，普通级的幽暗密林至少要刷通3遍左右，4天时间谁能这么快刷完？那有没有可能他们刷的是炼狱级的幽暗密林副本呢？死！想到这种可能，大厅里的同学都被震麻了，集体倒吸了一口凉气。大厅里面似乎又冷了几分。沉默他们进入副本，场景转换，几人来到了一处阴冷黑暗还有些腐臭气息的矿洞之中，护体光照消失，他们正式进入了炼狱级难度的僵尸矿洞副本。沉默依旧是第一时间打开召唤空间，放出骷髅士兵。10只身穿铠甲的骷髅士兵从召唤空间的黑色漩涡中走出。第一只是沉默的第一战力，手握长弓，身穿铠甲的黄金级骷髅弓手。他眼冒蓝色的灵魂火焰，骨骼如同青玉般晶莹，仿佛有轻盈的风元素在骨骼之中流动。第二只是经过体质强化的白银级骷髅坦克，他手中拿着的黑色巨型盾牌几乎将他的整个身体全部挡住。剩下8只就是手拿新手长剑盾牌，身穿白板铠甲的白银级普通骷髅士兵。骷髅士兵走出召唤空间后，分散四周，将沉默几人保护在中间。沉默将骷髅坦克的嘲讽光环开启，一道红色的光圈在骷髅坦克的脚下显现扩散，直到光环将整个队伍覆盖其中。哇，这里好冷啊！刚进僵尸矿洞，只穿着一件牧师长袍单衣的唐月月搂着肩膀叫道。沉默见状，从背包空间中掏出几件军大衣，自己披上一件，将其余的几件分给4个女生。唐月月赶紧接过大衣裹在身上，由衷的佩服道：沉默哥哥，你准备的可真充分，没想到竟然还有大衣穿。沉默有些疑惑的看着唐月月，心里吐槽道：这个妹子，你下副本难道都不做攻略的吗？连副本里的基本环境都搞不清楚，你就敢进来打怪，这么勇的吗？沉默摇摇头，有些无语的收回目光。白薇将大衣搭在铠甲外面当做披风，拿出盾牌和长剑。这洞里空间倒是不大，就是环境有些黑，视野太小，打怪的话有些吃亏。白薇查看了一眼四周，心里想着：月月，把露营灯拿出来吧。白薇回头跟提醒唐月月，然后他就看见沉默在背包空间中掏出了4个头灯，2个强光手电。他将强光手电留下一个，另一个给了任小文，因为他们2个不用参加战斗，只需要在后方指挥召唤物就行。沉默又将4个头灯给身边负责守护安全的骷髅士兵安在了他们的头盔上。这回有这么多灯照明，僵尸矿洞里面顿时亮如白昼，终于不用怕被僵尸偷袭了。任小文拿过强光手电打开，照亮前方的道路。沉默将另一只手电也打开，2个人就在队伍后面负责照明。全部准备完毕，沉默只是骷髅坦克举起巨大的黑色盾牌，走在队伍前面开路，又在骷髅坦克左右两边各安排一支拿着盾牌长剑的骷髅士兵辅助防守。白薇拿起武器，与骷髅弓手并排而行，跟在骷髅坦克的后面。苏清雪手持长弓和拿着法杖的唐月月在后面跟进，走在队伍的中间。沉默和任小文则跟在队伍后方拿着手电，负责照明。沉默剩下的6只骷髅士兵和任小文的机关兽则分散队伍四周提供保护。排好队形，众人开始向着矿洞深处前进。第43章，
沉默的真实战斗力。这次副本沉默准备稳点打，主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小队的安全。因为这个僵尸矿洞副本的支路极多，地图复杂，在里面行走很容易被后方岔路跑出的僵尸魔怪偷袭。而且刷完这个副本，大家基本就能升到10级了，新手副本任务也就结束了。所以沉默觉得还是稳一点好些，安全地带大家打完新手副本。这次沉默没有将所有的骷髅士兵召唤出来，他召唤出来的10只骷髅士兵，除了一只骷髅弓手是黄金级的，其他骷髅士兵全是白银级的。至于新召唤出来的黄金级骷髅士兵，他打算全部保留放在召唤空间里，以后在人前他就一直保持在10只骷髅士兵的数量进行刷怪，隐藏住他还拥有更多骷髅士兵的秘密。如果有人要针对他，到时候他再召唤出骷髅大军将其团团包围。想想那个画面和对手懵逼的表情，沉默心里就有些兴奋和期待。而且现在这10只骷髅士兵的战斗力已经完全足够了，以他们的资质等级，再加上沉默的属性加成和暗金级强击光环技能的增幅，他们的战斗力甚至已经超过了这个炼狱级副本的 BOSS 僵尸王。他的第一战力那只黄金级的骷髅弓手，在强击光环技能那 320% 的攻击增幅下，他的攻击力已经高达上千点，在这个副本里打怪应该可以做到直接秒杀了。很快队伍前方就遇到了矿洞里的僵尸，正躺在地上沉眠的僵尸群被手电的光线刺激，面目狰狞地睁开眼睛，低吼一声，露出獠牙，起身向队伍前面的骷髅坦克扑去。他们受到了骷髅坦克的嘲讽光环的技能影响，几只僵尸魔怪眼里根本没有别人，不管在狭窄的矿洞里，他们相互之间如何挤得东倒西歪，也要争抢着向着骷髅坦克攻击。走在最前面的骷髅坦克将黑色的巨型盾牌下方的尖角插入地面，低头弯腰发力，在盾牌后方顶住僵尸的攻击。骷髅坦克两旁各有一支拿着盾牌的骷髅士兵在旁协助，防止僵尸从黑色巨盾侧方越过，攻入后方的队伍之中。在好几个照明灯具的光照下，几人将矿洞僵尸的外貌看得清清楚楚。几只僵尸都是矿工的装扮，脸色青紫，满嘴獠牙，身上的衣服满是泥土，破烂不堪。沉默查看了一下僵尸的属性：矿洞僵尸，资质青铜级，天赋铜皮，等级6级，生命值350，攻击35，铜皮，防御力提升，受到的伤害降低 10%。 介绍：僵尸矿洞的低级魔怪，除了皮厚些没什么优点，这种垃圾属性值都不需要骷髅弓手出手。站在骷髅坦克旁边的骷髅士兵手中长剑一挥，负630，伤害一出，僵尸头骨直接被斩飞，被骷髅士兵秒杀了。站在队伍前方的2只骷髅士兵在骷髅坦克的侧方冲出，对着几只僵尸快速砍杀，只用10几秒钟就将扑过来的5只僵尸魔怪全部被击杀。这几个女生看着倒了一地的僵尸魔怪尸体，有些发懵。这真的是炼狱级僵尸矿洞副本吗？是不是选错了？这僵尸魔怪怎么这么惨？而且这骷髅士兵不对劲啊，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攻击力？资料上不是说僵尸矿洞的僵尸防御力很高吗？就这么一下就被秒了。白薇看了一眼骷髅士兵手里的长剑，这长剑的外形怎么看都是白板装备，用只加6点攻击的白板长剑。那只骷髅士兵砍出了多少伤害？600多，这是什么爆炸攻击力？白薇打开属性面板，看了看自己的生命值，一共500点。这岂不是说这只骷髅士兵拿着只加6点攻击的白板长剑，只需要一剑就能将自己秒杀？白薇看着围在自己周边的10只骷髅士兵，感觉脖子有些凉飕飕的。苏清雪也放下了手里的弓箭，她根本没来地气帮忙。她瞄准哪只僵尸魔怪，哪只就被秒杀，这是怕自己抢怪吗？自己道骨级天骄，在副本里根本发挥不出任何作用。她收起长弓，看来今天又是躺平的一天。小队继续前进，矿洞越发狭长，有前面的骷髅坦克开着嘲讽光环顶住，众人在后面还是非常安全的。就算有僵尸魔怪没有被发现，在队伍的后方偷袭，在嘲讽光环技能的影响下，他也不会攻击队伍里的几人，而是会直接越过队伍，直奔前方的骷髅坦克。经过几次的战斗试验，沉默对这个嘲讽光环的技能效果非常满意。没看到前面那么多只僵尸，只要进入嘲讽光环的技能范围，眼里就只有骷髅坦克一个，不管其他骷髅士兵在后面如何砍杀，都是不闻不问，到死也要坚持越过前面狮群的阻隔，在骷髅坦克的黑色盾牌上面摸上一把，然后心满意足的倒下，为沉默他们提供经验值。见骷髅小队打怪非常顺利，沉默走在后面有些无聊，也有些饿了，拿出零食分给几个女生。他让一只骷髅士兵过来，给自己抱着饮料和零食，将手电也递给了骷髅士兵，让他打着手电照明。
自己腾出手来，边走边吃。队伍的几个人被骷髅士兵一路护在中间，大家边走边吃。看多了这种打怪的场面，习惯了之后，倒也没怎么影响食欲。唐月月甚至还很有兴趣地边走边点评，有时候还随手给前面生命值有些下降的骷髅坦克施放一个治疗术，恢复一下他的血量。随着副本的继续推进，僵尸群的数量越来越多，经常出现10几只僵尸一起扑来的情况。但因为黄金级骷髅弓手加入了战斗，这些僵尸基本还没到达骷髅坦克的身前，就被骷髅弓手和骷髅士兵全部秒杀了。陈默觉得他可能是太保守了，这也太浪费战斗力了。就4只骷髅士兵在前面砍瓜切菜，势如破竹，剩下的6只骷髅士兵在后面端水照明打酱油。想了想，他决定还是换回之前的打怪模式，加快刷本速度。第44章无双模式，咱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陈默叫住了正在前进的队伍，提议道：陈默哥哥，没事，这才刚走了没多久，我们还不累呢。唐月月披着军大衣，手里拿着薯片，还以为陈默是在关心他们，感动地说道：还是休息一会吧，我让骷髅士兵先去探路，确定一下方向，咱们一会儿再往前走也方便一点。见陈默坚持，唐月月也不再说什么，停下脚步准备原地休息。白薇已经看出陈默的意思，估计是嫌这么刷怪太慢，想要加速了。他都在考虑是不是把铠甲赶紧脱了算了，反正身边有这么多骷髅士兵保护。副本地图这么狭窄，也没地方隐藏。骷髅士兵小队走过之后，这里面的僵尸魔怪估计也剩不下几只了，应该不会有什么被偷袭的危险。而且现在看似乎是让大家休息，其实就是让大家做好奔跑前的准备工作。一会儿骷髅士兵小队加速前进，刷完魔怪，不会又得小跑赶路了吧？以目前这些骷髅士兵的杀怪速度来看，真的非常有可能需要他们跑步前进才能跟上。白薇心里有些犹豫，想脱铠甲又有些不好意思，自己一个骑士在副本里铠甲都不穿，感觉有些过分。但不脱的话，一会儿跑起来这铠甲又重又闷，真的有些遭罪。他看了陈默一眼，也就是跟着这个小子一起刷本，才能有如此幸福的烦恼吧。否则在副本里跟僵尸近距离搏斗的，可就是他这个骑士职业者了。想想那满是口气的肮脏僵尸，他有些庆幸地想着。苏清雪和任小文两人都不怎么爱说话，倒没发表什么意见。见陈默提议休息，也就停下脚步，拿出垫子在原地坐下。见大家已经停下休息，陈默留下骷髅坦克开着嘲讽光环，带着1只骷髅士兵守着队伍，只是其余的8只骷髅士兵跟着骷髅弓手向着前方快速推进。很快，远处就传来了一连串的杀怪消息：击杀7级矿洞僵尸青铜级，获得经验28点；击杀8级剧毒僵尸白银级，获得经验64点；击杀7级矿洞僵尸青铜级，获得经验28点；击杀9级冰霜僵尸白银级，获得经验72点。这刷怪速度可比在幽暗密林副本里快上了许多，主要是这里的僵尸魔怪都聚集在狭窄的矿洞里面，极其密集。骷髅士兵不用浪费时间四处寻找魔怪，只要顺着矿洞一直向前奔跑就可以。终于，骷髅小队刷到了前面不远处，矿洞里面开始有了多个岔路。陈默感应到前面的情况后，直接让所有骷髅士兵全部分兵前进。一个岔路里面只需要进入1只骷髅士兵就足够了，因为陈默发现这些骷髅士兵在自己的属性加成和暗金级强击光环技能的3倍攻击力增幅下，就算是普通的白银级骷髅士兵，他的攻击力也足够秒杀这个副本里面的怪物了。所以陈默也就不再保守，放开了让骷髅士兵各自单独去矿道里自行杀怪。所有的骷髅士兵在这个副本里都能开无双了，自己再保守也没有意思了。很快，外出刷怪的骷髅士兵小队就已经走出很远，众人的经验值涨得飞快。陈默感应了一下骷髅士兵小队奔跑经过的所有路线图，确定了行进方向，起身提醒几个女生该出发了。前面的僵尸都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更主要的是有骷髅士兵在各个岔路里面探路，让陈默他们不用再走冤枉道，只要顺着骷髅士兵探出的主干路前进就行了，避免了走进死路浪费的时间。走了一个上午，陈默的队伍已经走到了僵尸矿洞的一大半了。金光升起，几人升级了。陈默打开属性面板，他将得到的15个属性点继续按照2点体魄、13点神魂进行分配。加点完成后，他的属性面板变成了姓名陈默，职业死灵巫师，9彩至尊骨神级强化，等级9 3.27%， 体魄26，神魂116，召唤空间45%，技能骷髅召唤术黄金级，强击光环暗金级。骷髅召唤术消耗480点精神力，召唤1只骷髅士兵
黄金级，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800点精神力。介绍：骷髅士兵的属性受死灵巫师属性影响，献祭尸体可节约2/3的精神力消耗，降低召唤骷髅士兵的品阶，可减少精神力消耗。强击光环，开启光环可提升友方目标320%的攻击力。可强化，需消耗1600点精神力。加点完成，沉默的属性变成了生命值260点，精神力1160点，精神状态全部恢复。沉默直接消耗960点，召唤2只黄金级骷髅士兵。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补充骷髅士兵的数量。目前骷髅召唤术技能已经没办法继续强化，精神力根本不够用。技能强化后，召唤1只暗金级骷髅士兵就要消耗960点精神力，而消耗同样的精神力，是选择拥有1只暗金级骷髅士兵，还是2只黄金级的骷髅士兵？肯定是2只黄金级的骷髅士兵更有性价比。况且这些黄金级骷髅以后也可以继续强化进阶，所以目前还是要以提升骷髅士兵的数量为主。召唤法阵在黑暗的矿洞里面打开，2只骷髅士兵从法阵上方的空间漩涡中走出，他们直接又进入了旁边开启的另一处空间漩涡里面，被沉默收进了召唤空间。因为后方的矿洞极其黑暗，骷髅士兵又没有露面，所以队伍里的几个女生虽然知道沉默使用了技能，但并没有看清楚他在干什么，只是猜测他应该在召唤骷髅士兵，又不是很确定。在上午赶路时，因为精神力恢复了些，沉默偷偷在黑暗中已经召唤了1只骷髅士兵，再加上新召唤的这2只骷髅士兵，沉默现在的召唤空间属性变成了45/16。他的召唤空间里面现在已经存了6只黄金级骷髅士兵，沉默打算将他们全部当做底牌留好。白银级的骷髅士兵在这个副本里面都已经是无双模式了，再召唤出来他们也没有太大提升，还不如留着好，可以给敌人一点惊喜。当他们以为自己只有10只骷髅士兵的时候，突然看到身边已经被几十只甚至上百只骷髅士兵包围，那场面一定很惊喜。沉默有些期待地想着。第45章秒杀僵尸王。升级后几人并没有停留，大家短暂地查看了一下属性面板，就继续赶路了。因为在矿洞里面，道路相比于复杂的密林还是好走很多的。这个副本相比于野狼荒野和幽暗密林，它的难度在于这里的魔怪密集度更高，职业者们在这里根本没有多少喘息的机会，一旦遭遇战斗就会被密密麻麻的僵尸魔怪包围，而且地图空间狭小，岔路极多，逃跑起来也不容易。相对于空间开阔的密林，这个副本对职业者综合实力的考验更大一些。不过这些对于沉默他们来说完全没有问题。经过1天的战斗，他的骷髅士兵小队已经开始清理僵尸矿洞副本的最后的一个僵尸巢穴。因为根据沉默在脑海中由骷髅士兵小队探测出来的地图，副本里所有的能走通的岔路最后都通向了这里，这说明这个僵尸巢穴很有可能是最后的 BOSS 的所在位置。沉默加快脚步，带着几个女生向着最后的巢穴位置走去。走了没多久，他们就来到一处空间开阔的洞穴之中。沉默所有外出刷怪的骷髅士兵们现在都已经聚集在了这里，正在与洞穴之中密密麻麻的僵尸怪物群进行战斗。其中最显眼的就是沉默的最强战力黄金级的骷髅弓手，他站在几只骷髅士兵的后面，射出的箭矢快如暴风，密集的覆盖整个僵尸群。强劲的箭矢从他的长弓中射出，穿过前面的骷髅士兵，准确的贯穿僵尸魔怪的头骨，巨大的力道甚至能带着僵尸魔怪的尸体向后飞出，砸倒后面的怪群。就只是他一只骷髅弓手所打出的攻击强度，完全就像一个移动的战场炮台，竟然以一己之力在僵尸群中打出了一个真空地带，而且保持如此快速的射击强度，骷髅弓手却丝毫不会疲惫。他射出的密集箭雨一直不停，杀得矿洞中的僵尸群数量急剧下降。苏清雪看到那只骷髅弓手的攻击，眼睛都直了。他也是一名弓箭手，但看到那只变态骷髅弓手的攻击能力，竟然让他感觉到了自卑。自己一个道古级的职业者，刚刚被顶级学院特招录取的人才，输出能力竟然比不过一只骷髅召唤物，而且还相差如此悬殊，简直就是单方面的碾压。先不说攻击力，就他那快速且持久的射击频率，苏清雪觉得他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随着僵尸数量的快速减少，僵尸魔怪死后冒出的一股股黑气全部汇入洞穴中间的巨大棺椁之中，黑气越聚越浓郁，盘旋在棺椁上方。随着棺椁的吸收，黑气竟然形成了漩涡。终于，黑气全部被吸入棺椁之中，棺椁缓缓打开，从里面站起一个身高至少3米、体型壮硕、身穿铠甲、手拿战刀的僵尸王。沉默查看僵尸王的属性：僵尸王，资质黄金级，天赋大地之力，等级9级，
生命3000，攻击275，技能僵尸部队，大地之力，站在大地之上，力量大增，攻击力提升1倍。僵尸部队，集结一支僵尸部队，为其而战。僵尸部队数量由召唤者的精神力的消耗量决定。介绍：这是沉睡在地下深处的远古将军，直到有矿工挖开了他的墓穴，打扰了他的睡眠。愤怒的他将这里变成了僵尸的巢穴。僵尸王出来后，站在棺椁上方，他一挥手，大量黑气从他手上冒出，钻进地上已经死掉的僵尸身上。本来已经被骷髅士兵杀掉的僵尸又重新站起来，至少有几十只。沉默，小心！苏清雪看到一只在沉默后方不远处的僵尸复活后起身，直接向沉默扑了过来。他知道沉默的根骨等级不高，生命属性值应该很低。事发突然，拉弓射击已经来不及了。而且苏清雪知道，以他的攻击力，不一定能在僵尸攻击到沉默之前将其杀掉。他急忙跑过来，站在沉默的身前，将沉默护在身后，准备为他顶住僵尸的攻击。他的根骨是上品到古级，升级后可以得到9点属性点，再加上身上的黑铁级装备，他现在的生命值已经达到830点。虽然他是弓箭手，防御并不是强项，但顶住精英级的矿洞僵尸的几次攻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本来他都做好被僵尸咬伤的准备了，然后他就发现，这只僵尸竟然没把他放在眼里。在骷髅坦克嘲讽光环技能的影响下，这只僵尸居然越过了他，直接奔向站在沉默旁边的骷髅坦克。他砰的一声撞在了骷髅坦克的黑色巨盾之上，然后被站在旁边的骷髅士兵随手一剑砍杀，直接倒地，再次死去。苏清雪尴尬地站在沉默身前，有些不知所措。沉默抬手揉了揉他的脑袋，表示感谢。苏清雪感觉更加的不好意思，脸色通红，呆呆地站在原地。这时僵尸王已经释放完技能，将僵尸部队集结完毕。他张开嘴，狂吸一口还残留在空气中的黑色尸气，然后发出巨大的吼声：是谁将我从睡梦中吵醒？他愤怒的话还没说完，骷髅弓手的箭矢就已经射到，直接命中了他的头部。噗噗噗，头部遭到一连串的密集攻击，让刚起身的僵尸王根本无法反应，被打得连连后退。负901，负1021，负956，负1055，连续的爆炸伤害输出。感觉不对劲的僵尸王刚要举起战刀抵御伤害，就被骷髅弓手给射杀了。他巨大的身体又重新安静地躺回了棺椁之中。黄金级资质的骷髅弓手，在沉默的属性加成和暗金级强击光环的技能增幅下，他的战斗力对上同级别资质的魔怪，根本就是单方面的虐杀。随着僵尸王的死去，他使用技能召唤出来的僵尸部队还没发挥战力，又再次全部倒地。僵尸矿洞副本结束，击杀9级黄金级 BOSS 僵尸王，获得经验1440点。副本通关完成，挑战者可随时选择退出。第46章，通关副本，升到10级，金光亮起，几人再次升级。以骷髅士兵的战斗方式，其实最适合的就是刷这种魔怪秘籍的副本，不用到处找怪浪费时间，以多打多，升级速度是真的快。这个对于普通职业者来说，几乎就是噩梦般的副本。就算是精英级别的职业者小队，也最少要在里面战斗3天以上，才有可能在复杂的矿洞地图中打通路径，找到 BOSS 僵尸王的洞穴。而他们这才刚刚用了1天时间，就直接干掉僵尸王通关了。升到了10级，沉默打开职业者属性面板。这次他没有着急分配属性点，打算先留着看看有什么强化需求再说。现在都已经升到了10级，达到了出城的要求，也就没有那么迫切的想要提升骷髅士兵的攻击力，增加刷本的效率了。而且职业者升到10级，又可以解锁2个技能位。沉默打算先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技能进行搭配，然后再根据技能类型选择往哪个方向加属性点会好一些。升级后状态全部恢复，1160点精神力直接补满。沉默再次使用骷髅召唤术，直接消耗960点精神力，在僵尸洞穴的黑暗角落里打开召唤法阵，召唤2只黄金级骷髅士兵存入了召唤空间。使用完技能，沉默的精神力还剩下200点，现在他召唤空间的数量变成了1855，储存在召唤空间中的黄金级骷髅士兵数量已经达到了8只。现在副本已经完成，他们这支临时的小队也即将解散。唐月月关闭了职业属性面板，有些不舍地看着沉默。沉默哥哥，你会想我的吧？他瞪着可爱的大眼睛问道。沉默笑着抱了抱他。当然了，你可是我的第一个队友。任小文在白薇的提示下，也终于反应过来，走到了沉默身前。他从背包中拿出一本技能书，举起来递给沉默。沉默哥哥，这是薇姐和月月我们的心意，请你一定要收下。沉默闻言低头看去，发现
这竟然是一本职业专属技能书。这样一本技能书在万界商城的售价可是高达几个亿，而且还不一定能买得到。他们竟然要拿出这样贵重的礼物送给自己。陈默感觉有些发懵。陈默，你就收下吧。你带着我们刷本，只用了5天时间就升到了10级。距离学院考核还有25天，接下来我们打算去城外荒野继续练级，保持住等级优势。因为你的帮助，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把握能够考上顶级学院。我们欠了你这么大的人情，你不收，我们很难心安的。白薇也过来劝说道。陈默见他们都这么说，也就不再推辞，将技能书收了下来。见陈默接过技能书，任小文也松了一口气，微红着脸退到了一旁。苏清雪见到他们的事情说完，这时也走了过来。陈默，神河学院的谢院长跟我说，只要你在学院考核里考进前30名，他们就会招收你进入学院，所以答应我，你一定要加油。说完，苏清雪便走上前来，伸手抱住了陈默，双手环住陈默的后腰，微微用力，似要将他永远印在心里。陈默低头看向苏清雪，他突然抬头在陈默的脸上亲了一口。在陈默还没反应过来时，苏清雪便脸颊通红的退出了副本，身影消失在众人面前。哇，清雪姐姐怎么能这样呢？她竟然搞偷袭，不行，我也要。唐月月看见苏清雪偷偷亲了陈默，顿时大感不忿。她冲上来重新抱住陈默，又伸手搂住陈默的脖子，吧唧一下在他另一边的脸上重重亲了一口，这才心满意足的松开手，跟着白薇和任小文一起选择退出了副本。陈默哥哥，考核要加油哦，大家一起加油吧。陈默跟他们3个女生相互鼓励后，挥手打开召唤空间，将所有骷髅士兵全部收回，然后也选择退出了副本。他刚回到了副本大厅，就看到了被人群围住一脸窘迫紧张的苏清雪。此时大厅里面依旧人很多，他们几人刚出副本，大厅里面就炸开了。因为昨天侯城主来副本大厅里使用权限查阅了刷本记录，陈默他们这个小队已经在云海城职业者圈子里真正出名了。早上进本时候，有些人还不太清楚情况，看到他们进入僵尸矿洞副本还很惊讶。现在大家都已经听说了陈默他们的辉煌战绩，5天时间他们已经升到了8级，并且在今天早上来到副本大厅，就直接挑战炼狱级难度的僵尸矿洞副本。本来早上大家只是猜测他们可能是升到了6级，因为职业者的信息如果选择不公开，别人是根本看不到的。能猜到他们升到6级，单纯是因为僵尸副本是6到9级的副本，不升到6级根本进不去。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离谱，5天时间升到了8级，而且他们早上登记进入僵尸矿洞副本刷本，都没有像大家一样从低难度副本开始练手，居然直接选择挑战最高难度的炼狱级副本。这是什么妖孽战队？真 TM 离谱！他们竟然在炼狱级的僵尸矿洞副本里面待了1天，这实力确实很厉害了。你说他们为什么不继续刷了？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也不知道炼狱级僵尸矿洞副本里是什么样的，谁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咱们是不用想了，就算升到了9级，以咱们只是凡级的根骨，进入炼狱级僵尸矿洞里面只会是送菜的。咱们还是老老实实地刷简单级副本吧，安全第一。看他们的样子也不像是很狼狈啊，应该不是因为遇到什么困难退出的，你说会不会是？你想说他们已经通关了炼狱级僵尸矿洞副本？想什么呢？反正我不信，开什么玩笑，只用1天时间能刷通僵尸矿洞。你们是没看这个副本的资料吗？僵尸矿洞里面地形极其复杂，到处都是岔路，而且岔路里面全都是沉睡的僵尸。第47章打破冲击记录。挑战者每次进去刷本，里面的地图都会变化，每一次的地图都不一样，谁能保证直接一次就全部走对？只要走错一次，刷到了死路再返回，在副本里1天时间也就差不多过去了。只用1天时间通关，除非你一次都不会走错，而且还要推进速度非常快才有可能。我看你想都不要想，就算没刷通，能在炼狱级僵尸矿洞副本里面坚持1天，那也是非常厉害的了。不知道他们今天升级了没有？要是升级了，那就是5天时间升到9级，这个速度实在太恐怖了。这个确实是，据说他们的这个升级速度已经打破了帝国的新人最快冲击记录，上面已经派人来核实了，如果情况属实，打破记录还有奖金呢。真的假的？已经破了记录了？不愧是道古级天骄，苏清雪好厉害。什么苏清雪？你没听过昨天侯城主说的话吗？这个小队真正的战斗主力是那个叫陈默的小子。哇，真的是他，我的男神还是这么厉害，我还以为他觉醒凡级根骨后会颓废呢。一个小女生双手捧着脸颊，痴迷地看着在人群中低头准备往外溜的陈默。据说是他那个隐藏职业非常厉害，他的召唤物杀怪能够进化资质，提升等级，所以他们前期才这么厉害。一个男生满脸得意地说道，
顿时引来了众人的注意。真的？你从哪听来的消息啊？我大姨是职业者信息档案局的，昨天陈默的职业信息报告已经入档了，就是他告诉我的。大厅里面的人们见到苏清雪他们从僵尸矿洞副本里面出来，一时间议论纷纷。赵明宇他们小队养好了伤势，昨天也通关了野狼荒野副本，已经升到了3级。结果刚从副本里面出来，今天他就听到了陈默小队已经进入僵尸矿洞副本的消息。两人之间的等级相差这么多，刚听到消息就把赵明宇气得捶了小弟王福隐一顿。他没了解细节，还不知道唐月月小队的战斗主力是陈默，还以为是白薇他们的刷怪能力如此生猛呢。而且就算打错了又能如何？他认为就是因为王福隐平时人品不行，不然唐月月怎么会看不上他？要是他们能跟唐月月他们组队，现在等级领先的不就是他了？要是他能够打破先秦帝国的冲击记录，那他在赵家的地位立马将天翻地覆。都怪这个家伙平时不干好事，成天满脑子坏水，把人品都败光了。现在自己还要跟他吃恶果 ，MD 越想越气。赵明宇看着身旁一副可怜兮兮模样的王福隐，顿觉恶心。TMD 再打一顿。苏清雪走出副本，大厅里面早就有守在副本门口的人向侯城主进行禀报了。他现在已经是云海城的名人，见到他站在大厅里，大家都围了过来，想凑近些看看这位未来的清雪大人。终于，他在城主侍卫的带领下挤出了人群，离开了副本大厅，回家准备前往神河学院。正在城主府聊天的侯城主和神河学院的谢永林院长，在听到陈默他们已经刷完副本的消息后，两个人也有些不淡定了。只用1天的时间，副本就刷完了。本来按照谢院长的估计，他们最快也要到明天晚上才有可能通关副本出来。就这已经很快了，用6天的时间升到10级，绝对打破了先秦帝国的最快冲击记录。结果这才刚到1天，都还没开始吃晚饭呢，他们就已经刷完出来了。那岂不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升到了10级？我去，5天时间升到10级，这是什么变态记录？因为好奇，谢院长他们还查过先秦帝国的最快冲击记录，是先秦帝国的长公主楚玄月创下的，她升到10级总共用时17天，而陈默他们呢，却只用了5天。这不光是已经打破了帝国的最快冲击记录，还将记录时间缩减到如此地步。这么短的时间，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冲击记录，估计以后也很难有人能够打破。他们不禁想到了陈默的那些战斗属性变态的骷髅士兵，总感觉以他们的战斗力，不应该这么快就将僵尸矿洞副本打完。以侯城主的分析，这些骷髅士兵战斗属性比炼狱级僵尸矿洞副本里面的魔怪确实要高些，但也没达到碾压的程度。他们面对密密麻麻的僵尸怪群，就算能全部打通，刷完炼狱级难度的僵尸矿洞副本，估计这个过程也会很艰难，很可能还会有骷髅士兵在战斗中折损。他们怎么会这么快呢？难道这个小子还有其他提升骷髅士兵战斗力方法？可惜职业者选择学习什么技能，属于职业者自身的秘密，并不会记录在职业信息报告中，所以侯城主他们也不知道陈默拥有暗金级强击光环技能的事情，自然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骷髅士兵的战斗力在副本里面会这么强悍。只用了1天时间就杀光了炼狱级僵尸矿洞副本里面所有的怪物，直接打通了副本，升到了10级。关键这5天时间，他们还回家休息了2个晚上，并没有一直在副本里面打怪。也就是说，他们真正的刷怪时间只有4天，1天1个副本，妖孽，实在是妖孽。谢院长连声叹息，这么变态的职业能力，哪怕陈默他是个0级根骨，也值得学院下大力气培养。可他这个凡级根骨属性值实在太差了，只怕骷髅士兵的潜力也会被他拖累，资质提升到白银级也就到顶了。而且陈默他本身的属性值偏低，很容易被针对，找一个根骨高些的刺客潜伏刺杀，只要偷袭成功，哪怕只有1次攻击机会，也能将他秒杀。或找几个远程攻击的职业者，不管其他，就对着陈默本人进行攻击，以他的生命值能顶住几次攻击？召唤师死了，那骷髅士兵再强又有什么用？谢院长心里满是可惜，不过此事还是要尽快上报学院。无论如何，陈默打破了新人最快的冲击记录的事情，已经是确定的事了，现在就等着官方来确认结果，必须要让学院早做准备，免得在新生考核时候发生状况。第48章，目标大考头名。看见苏清雪已经跟着侯城主的人离开，唐月月他们也都坐上了家里的车。陈默走出大厅，跟他们挥手道别。在大厅里面一片好奇的目光中，他打开召唤空间，一只眼冒绿火、戴着头盔、身穿铠甲、背着剑盾的骷髅士兵从黑色空间漩涡中走出。看到这只骷髅士兵，
大厅里面的人们一片惊呼：“哇，好酷的召唤物！看这样子，战斗力应该不差。这不会就是他们刷本这么快的秘密吧？”应该是的，光看外形就给人一种压迫感。这只召唤物的品阶应该不低，这跟在转职广场上见到的也不一样。笨，人家都多少级了，怎么可能一点改变都没有？哦，也是啊，嘿嘿。不过大厅外面也没有魔怪，那家伙把召唤物放出来才干什么？呸，嘚瑟呗，升级快了不起啊！就在大厅里面的人还在猜测的时候，陈默从背包空间中提出人力车，一辆造型别致的人力车出现在路边。陈默快步坐上车，拉起篷布挡住了众人的视线。刚刚召唤出的那只一身铠甲的骷髅士兵走到车前，拉起人力车，在大厅里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拉着陈默向云海城方向跑去。原来这骷髅士兵是干这个用的，这也太酷了吧！这走在大街上肯定很帅，好想坐在他的车上试试。人家帅是真的帅，主要是得有那样一只眼冒绿火的骷髅召唤物，那才是耍帅的精华。如果你找一个人在前面拉车，格调就掉光了，还得是魔物才行。可我没有啊。对了，我是牧师，我会护盾术啊。咱俩组合怎么样？我给你套护盾，你顶着光盾在前面拉车，效果肯定不比他差。你给我滚！陈默现在已经升到了10级，超过了新手副本的等级限制。如果再想升级，就只能出城去荒野里猎杀魔怪。出城后就意味着将要面对真实的魔怪荒兽，而不再是副本里面的那些演化场景。在荒野环境复杂，而且魔怪凶兽们也不会像副本里那样待在固定的地方不动，他们也是要巡视狩猎，在荒野里寻找食物的。职业者在荒野里万一遇到外出狩猎的高阶凶兽，那也是极其危险。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白薇他们的家族里已经安排好了陪护团队。等他们等级到了10级，能够出城进入荒野，就带他们去城外练级。本来是要争取让他们在学院大考之前能够将等级提升到11级，这样在考核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拥有更多的优势来应对考核内容。当然，这是他们原本的奋斗目标。现在因为陈默的出现，新手副本才刚刚开放5天，他们就已经跟着陈默升到了10级。这个计划当然要做出改变。现在白薇计划还是早些去荒野，抓紧时间练级，争取在学院考核前，他们至少也要达到13级。在学院考核中每相差一个等级，实力的差距就能差出不少，战斗实力和续航能力都会提升很多。他们本来预估自己能够考上顶级学院的几率只有 30%， 而经过陈默的代刷后，白薇他们只要在后续的25天里一切顺利，保持住等级优势，升到13级再参加考核，然后在一群只有10级的职业者中为自己争夺一个顶级学院名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关系到他们未来前途的重大事情，所以白薇他们觉得对陈默的人情欠的实在太大，因此3个女生一合计，决定他们共同出钱分担，将原本是任小文要准备使用的职业专属技能书送给了陈默。骷髅士兵的奔跑速度很快，天还没黑，陈默就已经到家了。好在有篷布遮挡，才让他有没在大街上当众射死。主要是这个头骨里燃烧着绿色灵魂火焰的骷髅士兵太过吸引人的眼球，他都有些后悔在城里使用这个人力车了，太拉风了。为了省点车钱，这个代价属实有点大。到了楼下，陈默下车，赶紧收起骷髅士兵和人力车。他上楼回家。陈默他们在副本走了1天，现在早就已经饿了。不过这2天根本没有时间出去采购食材，所以只能点外卖。陈默拿出手机点好了外卖，解决了吃饭问题，这才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的整理一下副本的收获。这回刷完炼狱级难度的僵尸矿洞副本，陈默的等级已经升到了10级，召唤空间的数量也达到了1855。骷髅士兵的数量提升速度实在太慢，主要是他的精神力一直都不够用。陈默已经很努力的冥想恢复了，到现在也才攒了18只骷髅士兵。这18只骷髅士兵里有9只黄金级骷髅士兵，9只白银级骷髅士兵，其中有1只黄金级的风系骷髅弓手，还有1只白银级的骷髅坦克。这2个都是自己强化过的精英级骷髅士兵，其余全部都是普通的骷髅士兵。他准备好好休息2天，将一些出城相关的手续办好，而且升到了10级，他的职业信息报告也要上交了。趁这2天再将骷髅士兵的数量提升一下，然后再采购些物资，因为这次去荒野很可能在学院大考前都不会回来，所以他要准备至少1个月的生存物资。准备充分后再出城去打怪，赚钱练级，为学院考核做好准备。本来他还想着在考核中好好争一争，拿个好点的成绩，哪怕因为根骨的限制去不了顶级学院，那也要去个实力强一些的职业者学院。不过现在因为苏清雪的关系，神河学院愿意为自己放开根骨的限制，那他更要好好努力，不能辜负了苏清雪的一番好意。而且经过这5天的刷本战斗，
他已经清楚了自己的骷髅士兵的战斗力。现在陈默的目标已经改变，这一次他要碾压所有天骄，打算争一争头名。第49章死灵共生。陈默升到10级后，又解锁了2个技能位。僵尸矿洞副本刷完时候，任小文他们给了陈默一本职业专属技能书，现在正好还在无聊的等着外卖。陈默从背包中拿出职业专属技能书，准备看看自己能抽中什么职业技能。使用职业专属技能书可以让职业者随机抽取自身职业相关的专属技能，这属于比较高级的超凡物品，在万界商城都很难买到的。而且白薇和任小文也都是稀有职业，他们也需要这本技能书，但他们却依然将这个技能书送给了自己。陈默在心里记下了这个人情，摇摇头不再多想。陈默看向了手中的职业专属技能书，他对自己这个死灵巫师职业也不太了解，就目前所知道的，只有一个骷髅召唤术技能是职业专属的技能，强击光环技能只是基础技能，并不是这个职业专属的，而是全职业通用的。职业者们只要不怕浪费自己的技能位，所有人都可以学习。现在有了这本职业专属技能书，陈默又可以再选择一个职业专属技能，而他也能通过这个新的技能对死灵巫师职业有一些更多的了解。选择使用职业专属技能书。随着陈默使用精神力激活了技能书，他手上的职业专属技能书亮起光芒。正在使用职业专属技能书，请选择技能：迟缓诅咒，消耗35点精神力，对目标施放诅咒术，降低目标 20% 的速度；白骨之矛，消耗25点精神力，凝聚一只骨矛，对目标造成穿刺伤害；献祭尸体，可降低2/3的精神力消耗。死灵共生，被动，死灵巫师将与死灵召唤物共享生命值和精神力，只要有召唤物存在，死灵巫师就不会死亡。职业专属技能书给陈默提供了3个职业技能进行选择。陈默仔细地查看每一个技能的介绍，通过这3个职业技能的介绍，他对死灵巫师的职业类型也有了大致的判断。这应该是一个法系简易召唤类型的职业，而且还有主动攻击型魔法，算是比较全面的法系职业了。他对比了一下3个职业技能，没有犹豫，果断选择了第3个技能死灵共生。本来他正在犯愁出城进入荒野后自身生命值太低，没有安全保障，万一自己在荒野中被隐秘的魔怪偷袭攻击，以他的战斗力难以应对。而这个技能正好弥补了他自身生存能力太低的短板。有了这个技能之后，只要他的骷髅士兵没有被杀光，陈默就不会受到伤害。这样一来，他在荒野的生存能力将得到极大的提升。不仅如此，有了这个死灵共生技能，陈默也可以调用骷髅士兵的精神力释放法术，这将极大的提升他召唤骷髅士兵、补充召唤空间的速度。陈默选择完职业技能后，他手中的职业专属技能书化作一个锁链模样的技能符文，嵌入了技能面板的空位之中。陈默升到10级后的第一个技能已经学完了。死灵共生，被动，死灵巫师将与死灵召唤物共享生命值和精神力，只要有召唤物存在，死灵巫师就不会死亡。有了这个技能，陈默的生命值一下从200多点直接提升到了将近2万多。18只骷髅士兵，每只骷髅现在差不多有1000多的血量，而且陈默的骷髅士兵的数量还会继续上升，他所能共享的血量也会越来越高。有这么多召唤物做后盾，他这回终于感受到了满满的安全感。陈默又感受了一下死灵共生技能，共享召唤物精神力的能力。18只骷髅士兵因为全是战士类型，他们的属性点全被陈默分配在了体魄上，所以骷髅士兵的精神力都是基础值100点。18只骷髅士兵就是1800点，加上陈默的精神力还剩256点，一共有2056点。这么多的精神力，正好试试能不能用来使用骷髅召唤术技能。使用骷髅召唤术技能，召唤阵法启动，2只眼冒蓝火的黄金级骷髅士兵从空间漩涡中走出。陈默的精神力消耗1600点，还剩下456点。这些精神力分摊到每只骷髅士兵头上也没剩多少了。而陈默也因为精神消耗过度，感觉脑袋有些疼痛。他赶紧从这2只新召唤的骷髅士兵身上共享了一些精神力过来，头痛总算是缓解了不少。他将新召唤的骷髅士兵收回召唤空间，陈默的召唤空间的数量变成了255。有了死灵共生技能，召唤骷髅士兵的速度提升不少，而且这个技能是个职业专属被动技能，也不需要进行强化。学习并试验完技能，外卖也到了。陈默吃过晚饭，躺在床上打开职业者面板，进入万界商城。他打算再选一个技能，增加骷髅小队的实力。已经见识过光环技能的与骷髅小队的契合度，实力提升如此恐怖。陈默这回依旧打算再选择一个光环技能，正好学习完死灵共生技能，自身的安全问题解决，剩下需要解决的就是提升骷髅士兵整体战斗力的问题了。辉煌光环，
开启光环可提升友方目标 10% 的精神恢复速度。防御光环，开启光环可降低友方目标 10% 所受到伤害。吸血光环，开启光环，友方目标每次攻击可汲取伤害量的 10%， 用于恢复自身生命。光环类的基础技能还是很多种类型的，而且增幅的效果多种多样。看着这些技能，陈默有些犹豫。现在骷髅小队的攻击能力已经足够，目前需要提升的是他们的防御能力和续航能力。这几个光环都很不错，强化过后对骷髅小队的提升能力应该都很强。陈默考虑了一会，决定选择吸血光环技能。现在的骷髅小队最缺少的还是恢复和续航能力。在荒野，他没有队友进行配合，与魔怪战斗，骷髅士兵肯定会受到攻击。骷髅士兵的生命值掉落，陈默又没有恢复能力，让他们在召唤空间里恢复，速度又太慢，万一遇到高强度的战斗，骷髅士兵肯定会有折损，这是陈默非常不愿意看到的。第50章，吸血光环。自己辛苦冥想这么久，也才攒了20只骷髅士兵，损失一只都会心痛，而且万一损失的是强化过的精英级骷髅士兵，陈默为了强化他所花掉的钱可就全都打水漂了，那陈默不得难受死。他学习这个吸血光环技能，可以让骷髅士兵在战斗的时候快速恢复血量，他们的续航能力将会大大提升，安全性将会提升不少，应该不会轻易折损。死灵共生技能只是让巫师本人与死灵召唤物共享生命值与精神力，而召唤物相互之间是不能共享的，所以还是要尽量保证每一只骷髅士兵的存活。确定心中的想法，陈默选定了吸血光环技能，确定购买，支付订单。吸血光环技能书直接进入他的背包空间，看着账户里所剩无几的余额，陈默恨不得现在就出发去城外打怪。压下有些焦躁的心情，陈默从背包空间中拿出吸血光环技能书，选择学习吸血光环技能。随着陈默使用精神力激活吸血光环技能书，他手上的技能书亮起光芒，化作一个吸血獠牙模样的技能图标，嵌入了陈默的最后一个技能空位。现在陈默的技能位已经全部学完装满，分别是初始技能位上的骷髅召唤术黄金级和强击光环暗金级，以及升到10级后刚刚学习的2个技能死灵共生被动，吸血光环普通。陈默打开属性面板，查看技能属性。吸血光环普通级，开启光环，友方目标每次攻击可汲取伤害量的 10%， 用于恢复自身生命，可强化，需要精神力50点。看着新学的这2个技能，陈默对目前的技能搭配还是很满意的。现在精神力所剩不多，他没有选择强化技能。关闭职业者面板，休息睡觉。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陈默起床洗漱完，打开职业者属性面板，查看了一下，精神力已经恢复到828点。他决定先强化一下吸血光环，看看效果。选择强化吸血光环技能，陈默直接消耗150点精神力，将吸血光环强化到了青铜级。吸血光环青铜级，开启光环，友方目标每次攻击可汲取伤害量的 40%， 用于恢复自身生命，可强化，需要精神力200点。看到强化后的技能信息介绍，陈默对这个技能非常满意。他查看对比一下骷髅弓手的属性信息：灵骨战将风，资质等级黄金级，天赋风之祝福，等级10，生命值1560，攻击1113左元括号265加848右元括号。技能初级攻术5，初级攻术黑铁级，攻击距离增加 30%， 可强化，需消耗精神力100点。风之祝福，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提升 120%。介绍：拥有风之祝福的黄金级骷髅士兵还会攻术，绝对是战场上恐怖的移动炮台。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暗金级生物骨骼15千克，风之核1颗。骷髅弓手的攻击力在强击光环的增幅下，已经达到了1113点，每次攻击能吸收 40% 伤害的血量，也就是400多点。而骷髅弓手的生命值一共是1560点，也就是说，他每次攻击能为自己回复差不多1/4的血量。而骷髅弓手的攻速加上他手中武器的特性，已经提升到了 150%。这样的攻击速度，可以说只要他不被秒杀，以他的攻击能力，加上这恐怖的回血量，他已经可以站着不动跟魔怪对拼攻击，而不用到处奔跑拉开距离放风筝了。虽然这个吸血效果对骷髅弓手来说已经够用了，但陈默还是打算在出城前再强化提升一下。主要是普通骷髅士兵并没有骷髅弓手的攻速，这些回血量还是有些不够稳妥。而且骷髅弓手的攻术技能也要强化一下，他都升到10级了，还只是初级攻术技能，而且他的长弓武器也只是青铜级的新手武器。
再加上还有一支白银级的骷髅坦克等着提升资质品阶，需要强化提升的地方实在太多，可陈默的精神力和账户余额都不够用。陈默也不禁有些犯愁，他的共享精神力还剩下678点，也不能使用了。每只骷髅士兵他至少要给预留下20点精神力，否则有可能会伤及他们的灵魂火焰，将严重影响他们的感知力和战斗力，甚至会造成灵魂火焰熄灭，直接死去。吸血光环技能强化完成，陈默下楼准备找个地方吃早饭。他所住的小区在云海城算是很不错的中等社区，周边的配套设施还是很完备的，而且地理位置非常靠近城市中心。在城市里生活，住的位置离城市中心越近，房价越高，买房所限制的条件越多。因为城市中心相比于偏远的郊区，生活条件便利，而且更加安全一些。万一有魔怪袭击城市，城郊是最危险的地区，越靠近城市中心就会越安全。而且大多数的职业者也都在城市中心生活，住在他们身边，最起码在出现危险时被救援的几率会大一些。陈默能住在这个小区，是因为他的父母都是职业者，虽然他们根骨一般，且早早死在了荒野之中，但也给陈默留下了这套位于城市中心的房产和足够他当普通人生活一辈子的财富。由此可见，职业者的赚钱能力还是很强的。陈默走到一家包子铺，要了一份小笼包加一碗米粥，坐在店里安静的吃饭。今天他要回云海一中一趟，向高校长递交职业信息报告。之前的2份职业信息报告他交给了侯城主，到现在还没给高校长送去。正好今天空闲下来，他也不用再去刷本。陈默打算将从1级到10级，一共3份职业信息报告一并给高校长送去。高校长给他申请的隐藏职业补贴，在陈默刷本练级时起了很大的帮助。他自然要认真完成学校的任务，回报高校长的情分。第51章递交职业报告。吃过早饭，陈默坐上车前往学校。这次他没有再让骷髅士兵出来拉车，主要是现在是早上，人流量比较多，他已经有些怕了那种社死的场面。那个人力车还是等到了荒野以后再用吧。他出发之前已经打电话询问了班导高小金，确定校长他们都在学校。陈默坐车到了学校，班导高小金正在学校门口等着他。陈默，快过来吧，我跟高校长已经说了，他正在办公室等你呢。高小金见到陈默下车，笑着走了过来。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行，平时上学时候都那么努力，肯定不会因为根骨低就颓废的。没想到你竟然打破了全国新手最快的冲击记录。因为陈默这2天的表现，高小金脸上的笑容又恢复不少。本来他都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他带的班级这次就只出了几个下品灵骨级的生活和辅助职业者，其他的要么根本就没有觉醒成功，要么就是普通的反骨级职业者。高小金本来以为这一届学生基本就这样了，没想到竟然出了陈默这个怪胎，以凡级根骨的资质，居然带队打破了全国的刷级记录。具体情况他也听了高校长的一些描述，据说是陈默的召唤物非常厉害，他的那几个队友都没出太多力，而且他听说打破记录还会有帝国给予的奖金补贴，而他作为记录的保持者，陈默同学的班导自然也会得到些奖励。今天上班时，他看到隔壁班那个班导李春梅的黑的跟锅底似的脸色，心里别提多解气高兴了。高小金听说陈默今天要来，所以他早早的就在学校门口等着了。陈默下车跟高老师问了声好，然后在高小金的带领下，2人一起前往校长办公室。此时高启文校长正在办公室里打电话，看到2人在门外正准备敲门，他挂断了电话，起身出来迎接。哎呀，陈默同学，你来了，快进来坐吧。高校长这2天可谓是春风得意，云海一中不仅出了一位上品到古级的天才苏清雪，而且已经被先秦帝国顶级的神和学院提前特招。他刚才听到电话里的报告说，今天苏清雪和他的妈妈已经跟着谢院长离开云海城，前往神和学院报到了。至于他眼前的陈默，更是以反骨级的资质，带队以极其夸张的成绩打破了先秦帝国的新手冲击记录。据说侯城主已经将结果上报，就等着上面来人进行核实了。如果核实结果得到确认，不光陈默他们小队会得到补贴奖励，作为他们的母校，云海一中也将得到更多的政策倾斜和资源划拨。想到云海一中在自己的任期内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高校长昨晚做梦都笑醒了。陈默，我能确认一下你的等级吗？虽然听说陈默他们已经刷完了新手副本，高校长还是想亲自确认一下，这样心里才更加放心一些。陈默闻言将职业信息公开，示意高校长查看。陈默，职业死灵巫师，等级10级。看到陈默的等级，高启文高兴不已，心也终于放下了。他亲眼确认了陈默的等级，也就是说陈默的这个冲击记录已经稳了。陈默从背包空间中拿出3份职业信息报告，递给高校长。高校长，
这是我的职业信息报告，早就写好了，因为一直刷本没有时间，今天就一起送过来了。好好好。高启文高兴地接过报告，放在了桌子上。这份报告是要由专门的人员记录，进行入库登记的，将收录进帝国职业信息库里。不过前面2份侯城主已经提交完了，他只要将陈默升到10级后的这份递交上去就可以了。见到事情完成，陈默也准备离开。高校长，没什么事，那我就先走了。稍等一下。高校长叫住要起身的陈默。陈默同学，你是要准备出城去荒野了吧？你升到10级，应该已经解锁了好友功能。这样，咱们加个好友。你在荒野，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在职业者好友里通知我，也许我能帮上些忙。陈默点开职业者面板，果然已经解锁了好友选项。他点开好友面板，没想到已经有好几个好友申请信息，分别是唐月月、白薇和任小文，还有刚刚发过来的高校长。陈默全部点击同意加入好友。在荒野里，手机是没有用的，根本没有信号。职业者相互联系都就用职业者面板里面的好友系统。陈默发现面板里不光解锁了好友系统，还有任务和工会系统。不过现在在校长办公室，他也没有打开查看。加上了高校长的好友，陈默就可以在好友列表里看到高校长的职业信息。高启文，职业枪战士，等级52级。二人加上好友后，高校长又送给了陈默一张传送卷轴，让他在荒野里面注意安全，然后又勉励了几句。陈默这才起身告别，跟着高小晶离开。走出校园，告别了高老师，陈默坐车准备去职业者事务大厅看看，办理出城证，再看看能不能在大厅里面接些赚钱的任务。职业者事务大厅就是专门为职业者们服务的机构，职业者在大厅里可以办理职业者相关的手续，进行发布任务、寻找队友、物品买卖等等事情。当然，交易和发布任务在职业者面板里面也是可以的，但在职业者面板里接任务不能见面沟通细节，有些任务还是需要见面才能确定，比如护送保护任务、代打魔怪等，还是要见面确定双方的职业能力、任务细节等，更加稳妥一些。云海一中距离市中心并不是很远，陈默坐车很快就来到了位于城市中心位置的职业者事务大厅。通过了大厅门口的职业者验证，陈默走进宽敞的大厅。能进入这个地方的都是职业者，哪怕是工作人员，也是一些生活或辅助型的职业者。他们不能去荒野里面进行战斗，就在这里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毕竟是为职业者服务，所以在这里工作的待遇还是非常不错的。第52章，陈默出名了。大厅里面人还是非常多的，临时组队的、交接任务的，人声鼎沸。陈默顺着指示牌找到了办理职业者证件的窗口。此时窗口里正有一个小姐姐在工作，陈默走过来说明来意，然后他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对她开放了职业信息。窗口里面的小姐姐也是一位生活类职业者，她使用探查术查看了一下陈默的职业信息。陈默，职业死灵巫师，等级10级。这又是一个没有见过的战斗类稀有职业。窗口里的小姐姐看到陈默的职业名称，脸上露出羡慕的神情。她也很向往城外的神秘，只可惜觉醒了一个生活类职业者，根本没有什么战斗能力，出城进入荒野太过于危险，只能待在城里生活。不过好在她也是职业者，也能够享受职业者的一些待遇，所以在城市里面的生活条件并不差。她确认了陈默的职业者身份，很快陈默的职业者证件就办好了。陈默接过对方递过来的黑色证件，打开翻看了一下，证件上面已经打印好了陈默的超凡职业的基本信息，还有官方的印章。这个证件是职业者们出城或办事必备的证件，方便管理和行动。这是通过官方认证的，属于职业者的身份证明。否则的话，总不能走到哪里都要向大家公开自己的职业信息吧？而且这些都属于是职业者的隐私，肯定没人愿意这么做。再说，万一工作人员是个普通人，无法使用探查术呢？难道还让职业者大人给他表演个技能看看？有了这个证件，就可以用来证明自己的职业者身份，能方便很多。职业者身份证件办完，陈默也准备回家了。本来他是打算要在这里看看有没有什么任务可以接，这样他在出城打怪时可以顺便做一些任务，赚点外快。但他进来时发现，大厅里的任务区那边人实在太多了。大多数职业者来到事务大厅，主要都是来发布任务或接任务组队的，而那些来接任务的人，成为职业者至少都得有1年以上的时间了。陈默估计以他现在的等级，很难接到什么任务，还是回家以后在职业者属性面板的任务界面上找找吧。陈默收好证件，转身走出职业者事务大厅，坐车回家。在坐车回家的路上，陈默打开职业者界面，准备看看这上面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任务。他打开面板后，发现好友列表里面竟然有新的好友申请。陈默点开查看申请人信息：唐雪莹，
职业灵药师，等级15级。你好，我是唐月月的表姐，我叫唐雪莹，我有个任务想要委托，方便的话可以加个好友吗？看到对方的留言，陈默点击了同意添加好友。毕竟是唐月月介绍来的，陈默也想看看对方到底想要委托给自己什么任务。以陈默的等级，在荒野能做的任务并不多，大多数能接到的任务都是些探图寻物、拾荒捡垃圾的零杂任务，总不能指望一个刚到10级初入荒野的新人就在城外大杀四方吧。好友验证通过，很快对方就发来消息：陈默同学，你好，我是唐雪莹，我这里有个任务想要委托，唐月月向我推荐了你，可以的话，我想跟你见面聊聊。陈默坐在车上，看到对方发来的消息，正要回复，突然他在车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马上回道：可以的，咱们就在云海一中附近的那家烧烤店见面吧。好的，我知道那个地方，那咱们就一会儿见。看到对方的回信，陈默在站点下了车，向那家烧烤店走去。是的，这个烧烤店的名字就叫那家烧烤店。以前陈默上学时倒是知道这个地方，不过因为学习任务重，却是从来也没有来过。他之所以会选择在这个地方见面，是因为他刚才坐车从这外面经过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就那个在转职仪式广场上紧张的双腿发抖的小胖子。陈默记得很清楚，他后来转职成了厨师职业，没想到他在这里工作。陈默倒是比较好奇生活类的超凡职业者做出的东西到底会有什么特殊效果，所以他将约定的地点选在了这里，顺便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陈默走进店里，店里的装修很温馨，白色的主色调搭配原木色的隔间和桌椅。陈默刚才在门口看到的小胖子，此时已经进屋，正在后厨忙碌。陈默走到一个窗边的隔间里坐下。陈默，真的是你？小胖子也在后厨看到了走进店里的陈默，兴奋地快步走了过来。默哥，你好，我叫王景元。陈默有些疑惑地伸手与有些自来熟的王景元握了握，问道：你认识我？陈默能够知道这个家伙，还是因为这个家伙在转职广场上正好在自己身边，而且表现得比较搞笑，这才记住了他。之前两个人并没有交集，陈默对他能够认出自己还是比较意外的。我当然认识你了，默哥，你现在可是云海城的名人，昨天我就听说了你打破先秦帝国新人职业者冲击记录的事情。而且默哥，你知道这个记录以前是谁保持的吗？是咱们先秦帝国的长公主楚玄月，那可是真正的天骄啊，不仅是上品道基根骨，还是稀有的战斗类职业烈焰使者，而且生在皇家，拥有最顶级的资源供给，这种天骄创下的冲击记录，默哥你都能打破。默哥，你实在是太牛了！王景元激动地说完，一拍脑袋，赶紧拿出手机。默哥，我能跟你合个影吗？这样以后我也可以跟别人说，先秦帝国的记录保持者陈默大人在我的店里吃过饭了。陈默听到王景元说了半天，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自己打破记录的事情已经在云海城传开了。不过陈默对这种出名的事情并不太喜欢，相比于在人群里被指指点点，他还是更喜欢清静的生活，哪怕是在充满危机的荒野里，也能让陈默自在不少。这2天还是赶紧出城去荒野避避风头吧。陈默心里想着。第53章白银级吸血光环。配合王景元拍完照，陈默问出了心里的疑问。景元，我想问你一个事情，你这个厨师职业用超凡能力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听到陈默的问题，王景元心中了然，解释道：默哥，我这个厨师职业能够做出一些为职业者增加状态的食物，不过需要使用黑铁级以上的超凡类食材才可以制作，普通食材是做不出超凡类食物的。当然，我现在技能等级不高，制作的超凡食物能增加的状态也不太明显，也就是加点攻击属性、防御力或增加生命恢复速度之类的状态，但数值都不高。王景元有些不好意思，想了想再次说道，一时半会也解释不太清楚，默哥你先坐着，我去做一些吃的，让你感受一下就知道了。说完，王景元就急匆匆跑进了后厨。陈默看着这个风风火火的小胖子，对他还是很有好感的，见他去忙，也就安心的在座位上等待。陈默在椅子上有些无聊，他打开属性面板，查看了一下精神力数值。经过了一个上午，他现在的精神力总值已经恢复到了836点。正好坐着没事，陈默决定再强化一下吸血光环技能，将吸血光环技能强化到白银级，增加骷髅士兵的吸血量，提升生存能力。选择强化吸血光环技能。陈默对着技能面板中的吸血獠牙模样的吸血光环技能符文使用了强化能力。他消耗200点精神力，将吸血光环技能强化到了白银级。吸血光环白银级，开启光环，有方目标每次攻击可汲取伤害量的 80%， 用于恢复自身生命。可强化，需要精神力400点。吸血光环技能提升到白银级后，骷髅士兵的生命恢复能力
已经几乎相当于他们所能造成的伤害量了。也就是说，只要骷髅士兵不被秒杀，他们的每一次攻击都能为他们恢复攻击数值 80% 的血量。这个恐怖的恢复能力几乎将骷髅士兵的续航能力提升到了极致。这个恢复能力绝对是敌人的噩梦。试想一下，敌人攻击骷髅士兵一下打掉一半血量，而骷髅士兵回手给了敌人一刀，不仅伤害巨高，骷髅士兵自己的血量还回满了。哥，你是敌人，你气不气？这种对手还怎么打？陈默想了想，他将升到10级后一直没有分配的15个属性点全部加到了体魄上。加点完成，陈默的属性面板变成了姓名陈默，职业死灵巫师，九彩至尊骨神级强化，等级10 1.28%， 体魄41，神魂116，召唤空间255，技能骷髅召唤术黄金级，强击光环暗金级，死灵共生被动吸血光环白银级。骷髅召唤术消耗480点精神力，召唤一只骷髅士兵黄金级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800点精神力。介绍：骷髅士兵的属性受死灵巫师属性影响，献祭尸体可节约2/3的精神力消耗，降低召唤骷髅士兵的品阶，可减少精神力消耗。强击光环暗金级，开启光环可提升友方目标 320% 的攻击力，可强化，需消耗1600点精神力。死灵共生被动，死灵巫师将与死灵召唤物共享生命值和精神力，只要有召唤物存在，死灵巫师就不会死亡。吸血光环白银级，开启光环友方目标每次攻击可汲取伤害量的 80%， 用于恢复自身生命，可强化，需要精神力400点。加点完成后，陈默自身的生命值提升到了410点，而他的体魄属性能够为每只骷髅士兵提供同样血量的属性加成。这个生命值加成直接将黄金级骷髅士兵的血量值提升到了1700多，白银级骷髅士兵的血量提升到了1200多。陈默通过死灵共生技能的被动共享后，他的总体血量提升到了29000多。这个血量，陈默就是站着不动，让同级别的天骄打都能把他们累个半死。这个死灵共生技能简直就是陈默的保命神技。看着这个血量值，陈默终于感觉到了安全感，终于不用担心被人突然秒杀了。加完点之后，骷髅士兵的生存能力也提升了很多，在荒野里至少不会轻易被魔怪一下击杀，从而没有回血的机会。有了暗金级的强击光环技能，骷髅士兵的攻击能力已经足够，如果再提升一些生存能力，骷髅士兵的综合战斗力将会得到最大的提升。而且依靠吸血光环技能提升续航能力后，再加上骷髅士兵不会疲惫的特性，在荒野遇到难以解决的魔怪，只要不被秒杀，靠回血也能把魔怪给熬死。陈默想通了这点，决定如果再升级加点时，先优先加些体魄。陈默研究了一会属性面板，这时从店的外面走进来2个女生，一个女生穿着白色衣裙，皮肤嫩滑白皙，长得与唐月月有几分相似，只是她没有唐月月那么跳脱，气质更加沉稳，看起来很是文静。另一个女生个子很高，留着短发，穿一身运动服，她身上肌肉线条明显，看样子应该是经常锻炼，显得气质很凌厉。2个女生一进屋就看到了坐在窗边隔间里的陈默，径直向他走了过来。陈默这时也看到了他们，关闭了属性面板，站起身问道：“你们是唐月月介绍来的吗？”与唐月月有几分相似的身穿裙子的女生向陈默点点头。陈默同学你好，我是唐月月的表姐唐雪莹，这位是我的朋友李曼。陈默向2个女生点头问好，3个人在桌前坐下。不知道2位找我要向我委托什么任务？相信唐月月应该也跟你们说了我的情况，这次是我第一次出城进入荒野，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陈默坐下后直接问道。第54章生活职业者的能力。唐雪莹看了一眼旁边的李曼，见他没有说话，这才开口说道：“是这样的，我的朋友李曼在北域雪原荒野里找到一处青铜级的遗迹副本，他进入副本后虽然最后打通了，但他也触发了遗迹副本的一个陷阱，中了来自邪神的生命诅咒，导致生命值被削减了很多。为了解除这个生命诅咒的效果，我的老师建议制作一种叫月神丹的高阶丹药，试试效果。制作月神丹的其他材料我们都已经备齐了，只有一种叫月灵草的辅助药材，只在西泽大山的丛林中有产出。本来这个药材并不是什么稀有的材料，以前产量还是很多的，但现在市场上却很少有卖，我们发布了任务也没有人去完成。据说是出产月灵草的西泽大山里已经被深渊虫族占据，这才没人敢去采药。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过来看看，亲自去一趟西泽大山里采些月灵草。我是辅助职业灵药师，没有什么战斗力。李曼虽然是战斗职业，但他现在生命值被削减太多，生存能力不足，
在荒野里也很危险。我们两个去西泽大山里采药，就想要找个职业者队伍，一起组队去大山里看看情况。我们昨天回到云海城后，月月听说我们的事情，就向我们推荐了你。他说你的召唤物实力很强，应该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我知道你要在荒野刷怪练级，我们可以不组队，这样你打怪的经验就都是你自己的，我们就跟着你一起走就行。我们的任务就是需要你带我们去一次西泽大山里采集月灵草，当然这只是我们之间的事情，你不用考虑唐月月那边。听到唐雪莹说出他们两人的任务内容，陈默仔细思考了一下，他觉得接下这个任务并不怎么划算，而且还很麻烦。他这次去荒野打算全力冲击，在周围没人的时候，他可以将所有骷髅士兵全部唤出，一起打怪练级。而带上这2个拖油瓶，他为了保住底牌，就只能召唤10只骷髅士兵进行战斗。这样的话，练级速度肯定会降低不少。而且虽然他们是唐月月介绍来的，但唐月月并没有联系自己，应该也是怕他多想，不想用2人的关系来强迫陈默。想了一下，陈默还是决定拒绝这次委托。现在重要的是快速提升实力，而且他们也不是非要找自己不可，他们完全可以去职业者事务大厅发布任务，找一大群职业者陪同他们去西泽大山，而且绝对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做出决定后，陈默开口道：对不起，我觉得你们200万。唐雪莹打断了陈默的话，直接说道：我们打算出200万的委托费，邀请陈默同学带我们去西泽大山一趟，你觉得如何？而且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我们是否能够找到岳灵罕，只要你带着我们安全往返就可以。唐雪莹说完，她一脸期待地看着陈默，大眼睛扑闪扑闪。我觉得你们真的非常有眼光，唐姐，我同意接下这个任务。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陈默听到唐雪凝的提议，立刻改变了主意，马上答应下来。没办法，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这个价格对现在的陈默来说真的非常有吸引力。在哪刷怪不是刷，不就是带2个女生去一趟西泽大山里面采药吗？在西泽大山里面不是一样打怪升级？陈默感觉问题不大，我们都可以的。陈默同学，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出城。唐雪莹看着突然改变主意的陈默，心中有些好笑，真是个有趣的家伙。月月说的果然没错，只要我说出价格，他应该就不会拒绝。陈默自然不知道唐雪莹心里的念头，他想了想，这次要去荒野里面待上20多天，自己还没有采购物资，而且他突然想起来，自己那台人力车也要改装一下，加装一个减震系统，不然在荒野里坐着那个没有减震的车跑起来，能把陈默给颠死。咱们就后天早上在这个地方集合，一起出发。唐姐，你觉得怎么样？没问题。唐雪凝狡黠一笑，点头表示同意。几人商议结束，陈默又点了些烤肉和饮料。这时王景元的食物也制作好了，他献宝似的给陈默送来。默哥，你快尝尝，这是我刚做的菜品，用的是新鲜的青铜级凶兽铁角牛的大腿肉现烤的，绝对好吃，2位姐姐也尝尝吧。陈默拿起一串牛肉串，咬了一口，酥脆嫩滑，确实非常好吃。这个王元景的手艺真的很好。吃了几口肉串，陈默打开属性面板，发现自己确实增加了一个增益状态。烤铁角牛肉串，血量提升10点，增益时间1个小时。唐雪莹和坐下后一直都没怎么说话的李曼也拿起2串烤肉尝了尝，味道真不错，就是增益效果弱了点。唐雪莹点点头，做出点评：嘿嘿，我这也是成为职业者后第一次尝试制作超凡菜品，效果不重要，你们喜欢吃就行。王元景倒是不在意，挠着脑袋说道。陈默是第一次见识到生活职业的能力，觉得很有趣，而且这个增益能力如果技能等级提升上来的话，应该也很厉害，到时候售卖增益类的超凡食物肯定能赚不少钱。不知道骷髅士兵能不能学习生活类技能，以后有机会倒是可以试试。陈默在心里记下了这个计划。吃完饭，陈默起身去结账，王景元却说什么也不要，只是向陈默征求能不能将他的照片挂在店里。陈默对这个倒是无所谓，他又不靠这个赚钱，主要王景元在店里挂上照片后，他再来店里总感觉会有些尴尬。坚持付了钱，陈默与唐雪凝他们走出店里。陈默回头看着店里的王景元，喜滋滋地将他们的合影挂在了店里最显眼的位置。以后这个店还是不来了吧？陈默心里想着。第55章改装人力车。走出那家烧烤店，陈默告别了唐雪凝他们，他转身离开，准备去找个改装店将人力车升级一下，然后再去商场采购些生存物资。出城后，毕竟要在荒野里面生活20多天，肯定要准备的充分些。陈默在大街上转了一会，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名叫妒忌铁艺铺的门店，不知道这里能不能改装升级自己的人力车，主要陈默也实在不知道去什么地方能够找人做这个人力车的改装业务。
只能先进去看看。陈默走进入杜记铁艺铺，店铺里面很干净，并没有陈默想象的到处都是铁屑灰渣的场景，反而在店铺里的货架上满是各种模样奇异的金属零件。陈默虽然不知道这些是做什么的，但也看得出制作这些零件的人手艺非常精湛。请问您需要些什么？听到有人进来，店铺里面一个身材强壮、面容稚嫩的小伙走了出来，询问道。陈默看着他，感觉有些眼熟，心里暗道以前在学校里应该是见过。不过陈默倒也没有说什么，而是直接问道：请问下，你们店里可以改装人力车吗？改车吗？当然可以。听到陈默的需求，小伙眼睛一亮，急忙走了过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力车？你想怎么改装呢？就是那种需要人在前面拉着的那种双轮车，我想加装一套减震系统，可以的话还想要将后面坐人的空间做成半封闭的，提升一些隐私度。听到店主的询问，陈默讲出了自己的需求。那个小伙听到陈默的话略显失望，仔细想了一下，回答道：这个是可以改装的，而且没什么难度，你现在把车子拿来，明天就可以过来取车了。陈默问好了价格，跟着店主穿过店铺，走进后面的小院里。到了后院，他直接从背包空间中将车子拿出，放在了空地上。陈默到了这个店铺的后院，才发现这里满是各种改装车辆以及零件。看来这个小伙还是个重度改装发烧友啊，人力车放在这里改是选对了。打着铁艺的旗号干着改装的活，这应该是全凭爱好了。而且看到陈默从背包空间中将人力车放出，这小子也没什么表示，说明他应该也是个职业者。陈默心里猜想着，放好车又沟通了一下细节，双方留下了电话号码。陈默告辞离开，走出店铺。通过交流，陈默了解到，这个小伙果然跟他想的一样，也是刚刚转职的新人。小伙跟陈默是一届的同学，名字叫杜凯，职业则是一名铁匠。沟通后，陈默也知道了他们这些生活职业者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去刷副本，原来是已经找好了队伍，要等待战斗类职业者升到3级后再带他们练级。当然找人代刷是要花钱的，而且大多接代刷任务的都是些反骨级职业者，他们没有冲击考学院的压力，在练级的同时还能赚钱，一举两得。终于搞定改车的问题，陈默前往商场准备进行采购，储备物资。唐雪莹和李曼与陈默分开后，二人一同返回唐家。雪莹，你就这么相信那个小子？竟然出200万让他保护咱们俩，而且他才10级，这能靠谱吗？李曼刚才在烧烤店里虽然疑惑，但为了给唐雪莹维护面子，他并没有询问。现在见唐雪莹已经定下了行程，他看见陈默已经离开，这才忍不住出声询问。应该是没问题的，我相信月月的判断。而且昨天我也看过陈默的刷本记录和职业信息，他的那些召唤物战斗力确实非常强。这次咱们去西泽大山里面，只是为了采些月灵草，可以悄悄潜伏进去。咱们采了药材就走，人少些，可以尽量不用惊动林中的魔怪。我已经打听了一些西泽大山里面关于深渊虫族的信息，这个虫族最大的特点就是繁殖能力极强，数量极多，很容易造成虫巢。他们一旦形成虫巢，很少有魔怪能够抵御住他们的攻击，所以我估计现在那里应该已经被深渊虫族给占据了。我们能不能采集到月灵草，现在只能看运气了。看到李曼听到自己的分析有些泄气，唐雪宁安慰道：就算采不到也没关系，过些天咱们学院的江清婉大人就要回来了，咱们想办法请他出手，以他高阶神域牧师的能力清除你身上的邪神诅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听到唐雪宁的话，李曼的脸色终于好看了不少。他是来自北域雪龙城李家的，他的家族以强悍的战斗能力闻名北境，而他又是稀有的龙血战士职业，中品道基根骨。进入学院不到1年时间，他就已经升到了18级。本来前途一片光明，结果后来在北境雪原荒野区发现一处遗迹秘境，在副本里进行战斗时中了邪神的诅咒，生命上限被削减了一半。这个诅咒术貌似是来自某个外域的伪神，法术的品阶很高。这么多天他已经想了很多办法，可依旧无法解除，这让心高气傲的他很是挫败。尤其是现在去采药，竟然还要雇佣一个刚刚10级的职业者新人，他堂堂天骄居然沦落至此，这属实让李曼有些无法接受。但唐雪莹这次来云海城就是为了帮他采药，他自然不会去反驳好友的决定。但李曼也下定决心，到了荒野一定好好试试那个小子的实力。一个没出过城的土包子，可别在荒野里面吓尿了，不仅帮不上忙，别到时候还要他来照顾。李曼虽然生命值上限被削减，但其他方面的战斗力可并没减弱，他依旧拥有着18级的道骨级战斗力。他一个道骨级天骄，可并不认为那个家伙能帮上自己。就在陈默他们各自准备出城的时候，他打破新手冲击记录的消息
也在整个先秦帝国传开了。第56章，先秦帝国长公主楚玄月，血战城，沙漠地魔副本。苟胜利手拿一柄巨大的战刀，跟同伴一起向最后的沙地魔营地发起进攻。沙漠里面钻出的沙地魔密密麻麻，双方很快站在一起。哈哈，真他娘的痛快！苟胜利大笑一声，手中的战刀泛起雷光，被他狠狠抡起，如同一个绞肉的巨型夜扇，在怪群中横冲直撞，将满地的沙地魔怪劈得血肉横飞。很快，沙地魔怪即将被他们全部杀光。苟胜利正杀得兴起，突然他脚下的沙地里刺出一只锋利的利爪，直奔他的后心袭来。苟胜利感受到后方的劲气，急忙转身，将巨刀横在身前。轰！黑色的利爪与他手中的战刀相撞，发出巨大的声响。利爪的力道将他直接崩飞，狠狠地摔落地面。哈哈，你这个老阴币终于肯出来了！苟胜利吐了一口血沫，看到了利爪的主人，心中充满了战意。沙地魔将军，资质白银级，等级6级，生命值1085，攻击113，技能伏地突袭。伏地突袭，钻入地底，对目标进行偷袭，攻击伤害提升 15%。介绍：这是一只生活在沙漠中的地魔首领，白天喜欢在地下休眠，夜晚出来狩猎，最擅长钻地偷袭。苟胜利他们这个队伍是血战城的精锐职业者小队，他这个队长更是中品到古级的奔雷刀客职业，来自血战城的超凡家族。觉醒成功后，苟胜利一心想要挑战冲级记录来证明自己，所以他冒险在4级的时候就带队挑战了困难级的3到6级沙漠地魔副本。经过一番苦战，现在他们终于打到了最终的 BOSS 沙地魔将军。这个 BOSS 的最强一击被苟胜利破解，显露身形的他已经失去了最大的优势，而且小弟都被杀光，他更是难以招架，很快就被苟胜利的小队围攻击杀。金光升起，几人升到了5级，击杀6级白银级 BOSS 伏地魔将军，获得经验480点。副本已经结束，挑战者可随时退出副本。哈哈，狗哥，咱们竟然真的成功了！6天时间升到5级，咱们这个速度应该有机会挑战冲级记录了吧？记录是17天，咱们还有11天，只能说有些机会，但不一定能成功。没成功也没事，那可是帝国长公主楚玄月大人创下的记录，咱们只要在20天内升到10级就算成功了。几人兴奋地说着，然后一起退出了副本。狗哥，大新闻啊！据说云海城有人已经打破了冲级记录了，而且只用了5天。苟胜利刚出副本，外面一个同学就凑了过来，跟他说道：“你别 TM 扯淡了，你听谁说的？”苟胜利推了他一把，根本就不信。他一个中品到古级战斗职业者，拼了命的在副本里打怪，砍刀都快抡卷边了，现在也才升到5级，结果刚出来就听说有人昨天就升到10级了。这 TM 不是瞎掰吗？要真有这事，那还是人吗？吹牛逼也打草稿啊！真的，大家都这么说，而且听说帝国官方已经去云海城进行核实了，我看这事10有8九是真的。苟胜利见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都有些想笑了。你快滚一边去吧！要是真有人5天时间升到10级，老子 TM 倒立吃翔！苟胜利将巨刀杵在地上，拍着胸脯嚷道：“狗哥，算我一个，我来倒立和你要。那我也来，我倒立整个来个混合吃法，怎么样？那我倒立，我帮你们把剩下的都舔干净了。老五，你来点啥？”见老大苟胜利发话，几个兄弟马上附和。见到兄弟们都看向自己，拿着手机的五队想了想，小心的试探道：“我也不会倒立啊，要不我去伺候你们吧，帮你们准备吃的。”说完，他就发现几个哥哥的眼神不对。我靠，还是你小子有心眼啊，给我揍他！停！见到几个大哥真要上来围攻自己，拿着手机的小弟赶忙说道：“我靠，大哥，你们赶紧先看看帝国的公告，我感觉这事好像是真的。”听到小弟如此说，苟胜利也拿出了手机，然后他就看到了先秦帝国刚刚发布的公告：新人职业者最快冲击记录已经被云海城的职业者打破，记录结果已经核实，确认无误。最新的新人职业者冲击记录5天时间，记录保持者陈默、苏清雪、唐月月、白薇、任小文。看完公告，苟胜利人都要被震妈了。这是什么畜生？这真是人能完成的升级记录？这 TM 得砍多少怪才能升到10级？不累吗？看到苟胜利呆愣不动，五弟小心地问道：“狗哥，你们还吃吗？要不要我给你们准备一下？”滚！灰雾虚空之中，一处宫殿金碧辉煌，极尽奢华的领域空间屹立其中。领域之中火元素极其充沛，宫殿之外的火光散溢。宫殿广场之中有一梧桐巨木，
几只火黄在上空飞过，划过道道火红的光线。它们降落，栖息于梧桐之上，低鸣嬉闹。主殿之中，先秦帝国的长公主楚玄月正与仙华学院的院长江清婉对坐闲聊。清婉姐，我在虚空之中寻到一处异世界的空间碎片，你什么时候有空，咱们一起去里面探寻一番吧。一身红色衣裙的楚玄月端坐在桌前，手捧茶杯，向着对面的江清婉说道：当然可以，不过马上就是学院招新，等我回去先忙完这一阵吧。容貌清丽端庄，举手投足间带着一股圣洁气息的江清婉有些心不在焉，随口回应。他看了一眼从学院发来的信息，又抬头瞧了眼坐在对面的楚玄月。玄月，跟你说一个比较有趣的消息，你的新手冲击记录在昨天被新转职的小家伙给打破了，而且据说那个小家伙只是中品凡级根骨，你要不要猜猜看他创下的新纪录是多少天？第57章仙华学院。楚玄月听到这个消息倒是不太在意，到了他这个级别，所追求的只有100级之上的成仙之机，探寻灰雾虚空里隐藏的奥秘，发掘诸多世界的文明火种，才是他感兴趣的事。至于身外虚名，早就已经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就算如此，他听到江清婉的话也是有些惊异。算算时间，现在距帝国的觉醒日才刚刚过去6天。江清婉说昨天就有人已经打破了记录，那岂不是说这个人只用了5天时间就冲到了10级，还只是中品凡级根骨？这也太不可思议了。虽然他当年创下这个记录并不是特意为之，但他依然记得当时练级时他也并没有怎么休息。那时候刚刚转职，心高气傲，他还是非常努力想要证明自己的。而以他上品道骨的资质，还有烈焰使者的群攻法术能力，再加上全身高品阶的装备和同样出色且配合默契的队友，那也只是创下了17天的历史成绩。这个家伙5天就达成了，而且升级时间能够缩短这么多。楚玄月根本无法想象这个家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看到他问询的目光，江清婉倒是也没有卖关子，直接说道：看消息说这个叫沉默的小家伙转职的是个隐藏职业，叫死灵巫师，觉醒时还产生了神罚之眼的天空异象。他的主要能力就是召唤死灵类的骷髅士兵，那些骷髅士兵打怪时候可以提升资质等级，而且数量足有10只。资料上说他的这些骷髅士兵根本不知道疲倦，可以日夜不停连续作战，就是靠着这些骷髅士兵，所以他才在短短5天时间就冲到了10级。听到江清婉的描述，楚玄月解开了心中的迷惑，想了一下，展颜笑道：是叫沉默吗？倒是个有趣的职业，不知道这个职业的潜力如何。就是这个根骨有些低，不过如果职业能力确实可以，倒也不是不能给予他一些资源，提升一下根骨。听到楚玄月的话，江清婉也笑了。我已经对这个小家伙有些兴趣了，等学院大考时，我会亲自去看看。如果他的职业能力真的可以，我会考虑将他收到神华学院。江清婉有句话没有说出口，那就是这个沉默真的只是凡级根骨吗？当然，这属于职业者的隐私，除了在转职仪式上觉醒时做记录，后期如果再想查看职业者的根骨等级，只能是他本人开放信息，否则别人根本无法查看。云海城，侯城主送完客人，疲惫地坐在办公室里。先秦帝国前来核查沉默他们的冲击记录的帝国工作人员已经离开，白薇和唐月月他们作为参与者，也全程配合了核查工作。叫他们过来，主要是让工作人员看看他们的职业信息，确定他们已经升到了10级。其实主要的核查方向还是查看副本通关记录。现在核查工作已经完成，已经确认并且发了全国公告，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侯城主这2天虽然很累，但却兴奋得不得了。云海城这2天可是双喜临门，苏清雪觉醒上品道级根骨，被顶级的神和学院直接招录，现在已经前往报道。沉默他们这个小队更是夸张，仅用了5天就打破了由帝国长公主楚玄月大人保持的新人最快冲击记录。看着前来核查的工作人员查阅副本信息时，那仿佛见了鬼一样的表情，侯城主感觉莫名的舒爽。有了这2件大事，云海城这2天在先秦帝国可是大大的出了风头，而他这个城主也必然会得到高层的奖励。对了，还有一件事，侯城主这才想起，打破记录的事情既然已经核查无误，那奖金应该也快要到账了。沉默那个小子马上就要出城，这个奖金倒是可以提前批给他，否则等他回来估计就得20天以后了。想到这里，侯城主拿起了桌上的电话。仙华学院，砰！副院长叶秋云一掌拍在了办公桌上，巨大的声响吓得站在桌前的招生办主任一个机灵。怎么回事？你的人不是已经去过云海城了吗？这种能够打破记录的天才，你们竟然都不知道资料？你们这招生工作到底是怎么搞的？要不是江院长刚刚通知我，让我们关注这个同学，我还不知道
你们今年的招生工作竟然干得这么烂！你现在赶紧去给我找到那个陈默，把他给我签下，待遇合同最高可以给到 S 级。学院大考前你要给我搞定这个事，否则你就给我滚蛋，去北京猎魔营守大门去吧。听到叶副院长的话，招生办主任擦了擦脑袋上的汗，转身赶紧离开，他准备亲自前往云海城。这个叫陈默的同学也不知道是突然从哪冒出来的大神，害得他挨着一顿臭骂，而且职位还即将不保。想到边境猎魔营周围的艰苦环境，招生办主任一个机灵，脚步走得更快了。整个先秦帝国的大人物都因为陈默打破记录的事情，将目光汇聚到了云海城，而陈默对这些却并不了解，而且就算知道了也不会放在心上，只是一些虚名，都不如直接给他奖金来的实在，还能让他更高兴一些。陈默采购完物资，天色已经黑了，他将物资清点之后全部收进背包空间。在商场里面吃过晚饭，陈默坐上车回家。陈默现在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赶紧提升实力，出城升级，准备学院考试。回家后，他坐在床上冥想到了半夜，打开面板看看精神力数值，已经恢复到了1095点。陈默直接消耗480点精神力，选择使用骷髅召唤术。他再次召唤了一只黄金级骷髅士兵，补充到了召唤空间。现在陈默的召唤空间的数量变成了21155，他存在召唤空间中的黄金级骷髅士兵已经达到了11只。这11只骷髅士兵以后就是他隐藏的底牌。陈默使用技能后，精神力用完，他已经感觉到有些头疼，直接躺到床上睡觉。第58章生活系骷髅士兵。一夜无话。陈默第二天早上醒来，吃过早饭，又冥想了一上午。他恢复一些精神力后，又召唤了一只黄金级骷髅士兵，补充进了召唤空间，将召唤空间的数量提升到了22255。看着召唤空间的数量持续上升，陈默的心里满是成就感。现在没有魔怪尸体用来献祭，以减少骷髅召唤术的精神力消耗，就只能依靠冥想恢复精神力来慢慢积攒骷髅士兵的数量。等出城后，可以去猎杀真实的魔怪凶兽，就能够通过献祭尸体加快召唤骷髅士兵的速度了。想到出城后可以迅速提升骷髅队伍的实力，陈默都开始有些迫不及待了。但今天的事情还是要做完，他准备出门去吃午饭，然后去妒忌铁艺铺将人力车取回。陈默拿起手机，发现上面有2条账户信息，他打开查看，看到他的账户余额竟然涨到了1100多万。陈默翻看转账信息，这些钱有1000万是高校长转过来的，另外100万是唐雪莹转来的任务定金。陈默打开职业者属性面板，查看好友消息，上面果然有高校长的留言：陈默同学，这是你打破记录的奖金，已经批下来了，转给你了，请注意查收。陈默心情激动地给高校长回复了一条收到的信息。这笔钱来的真是及时，正好他还没有出城，可以在家试验一下昨天想到的计划。想到这里，陈默身上充满了动力，他不再犹豫，起身出发下楼，先去拿回人力车再说。在街边小店吃过午饭，陈默来到了妒忌铁艺铺。杜凯带着他来到店铺后院，陈默看到了自己改装后的人力车。此时的人力车已经完全大变样了，除了整体外形依稀还能看出是个人力车，在其他方面已经完全改变。金属打造的半封闭的后座空间依旧是前部开口，并加装了卷帘门。封闭的座舱左右和后方都有窗户可以观察外部环境，而且有窗帘可以保护隐私。后部的轮胎已经加宽，车轴上加装了减震系统，将整个后座提高了不少。就连前方的拉车的把手也加粗了很多，上面还安装了防滑手柄。莫哥，这就是我按照你的要求改装后的人力车。你别看这个车加装了很多东西，但我用的都是强度很高的轻型材料，整体重量并没有提升太多，拉起来不会影响太多的。因为你要去荒野，轮胎我做了加宽处理，并且已经改成了实心轮胎。这车用的材料零件大多都是我亲手制作的，质量有保证，应对复杂的荒野环境绝对没有问题。看着已经被改的如同小型装甲车似的人力车，杜凯也有些不好意思。他笑着继续说道：莫哥，改装时有些太兴奋，就改成这样了。本来还想给你加装个辅助动力系统来的，不过时间上来不及，暂时就只能这样了。莫哥，你放心，价钱不会变的，咱们昨天定的多少就是多少，只要你在荒野回来后给我个使用意见就行，我也好提升改装经验。陈默对这个改装后的人力车倒是非常满意，后座的金属装甲一看就很有安全感，而且减震系统悬挂很高很复杂，效果应该不错。至于重量沉了一些，这些都不重要，又不是他拉车，反正骷髅士兵也不会感觉疲惫，影响不大。坐上车感受了一下柔软的座椅，陈默满意地点点头。下车将车收入背包空间，结账时陈默多转给了杜凯1万，多少也不能让他亏了，虽然感觉这些应该也不够他回本，但杜凯死活不说价格，
就只能这样了。结完账回家，现在出城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而且奖金也到账了。陈默打算尝试一下昨天在烧烤店里的想法，他要强化出一支骷髅士兵，看看他们能不学习生活类技能。如果计划成功的话，陈默以后完全可以通过骷髅士兵完成打怪、采集和制造一条龙服务。以后他在荒野猎杀魔怪凶兽，收集材料，然后交给专门的生活类骷髅士兵完成材料的处理，再由制造类的骷髅士兵将材料制作成超凡食材、药剂、装备等成品，拿到万界商城进行售卖，绝对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利润不得赚妈了。想到这里，陈默有些兴奋，他赶紧使用骷髅召唤术，消耗60点精神力，召唤了一只黑铁级骷髅士兵。召唤法阵开启，一只眼冒白色灵魂火焰的骷髅士兵从空间漩涡中走出。反正是试验用的生活类骷髅士兵，也不需要太高的品阶，主要是品阶高了，强化材料太贵，陈默目前还消费不起。黑铁级就刚刚好，黑铁级强化过后是青铜级，正好可以解锁一个技能位。这是陈默强化2只骷髅士兵后总结的经验。那2只骷髅士兵都是在青铜级解锁了第一个技能位，然后在黄金级解锁第2个技能位。陈默猜测这些骷髅士兵应该是每提升2个品阶就会解锁一个技能位。当然这个猜测还有待验证，因为现在骷髅士兵品阶最高的也才强化到黄金级，已知的信息太少，目前还不能做出结论。陈默打开万界商城，直接在上面购买了20公斤青铜级的凶兽长牙猪的大骨头，选定后确认交易，猪骨直接被放入背包空间。他从背包空间中取了大骨头，放在地上准备好的大盆之中，然后对着刚刚召唤出来的黑铁级骷髅士兵使用了强化能力，选择强化方向：速度强化、体质强化、精神强化。选择精神强化，这次主要是尝试让这只骷髅士兵学习生活类技能。使用生活类技能是要消耗精神力的，进行精神方向的强化，可以提升骷髅士兵在这方面的能力。强化金光在陈默身上显现，带着已经破碎成粉的兽骨环绕融进了黑铁级骷髅士兵的骨架之中。强化后，骷髅士兵的骨骼粗壮不少，头骨里面的灵魂火焰也从白色进化成了黄色。第59章骷髅厨师。他打开面板，查看骷髅士兵的属性：反骨战王0，根骨资质青铜级，天赋特性精力充沛，等级10级，生命值880，攻击163，技能无，精力充沛，精神力恢复速度提升 15%。 介绍：这是一支青铜级的骷髅士兵，在反骨级已经是王者般的存在，当然在战场上依旧是炮灰。陈默看到这只骷髅士兵果然解锁了一个技能位，验证了自己的部分猜测。他再次打开万界商城，这次准备给这只骷髅士兵选择一个生活类的技能，让他学习一下试试效果。陈默打开基础生活技能分类，面板上出现了一系列的技能书商品列表。初级厨艺，掌握基础的烹饪方式，可学习黑铁级的超凡食谱。初级打铁，掌握打铁的基本方法，可打造黑铁级的装备。初级采药，掌握采药的知识技能，可采集黑铁级的药材。生活品类的基础技能还是非常多的，满满的好几大页。翻找了半天，陈默决定购买一个厨艺技能来让骷髅士兵试试，主要是其他生活技能暂时没有办法进行试验，厨艺技能就没有问题。骷髅士兵学了技能后，马上就可以进行展示。地上的盆里就有现成的食材，强化完成还剩下不少的大骨头，上面还有很多肉呢。陈默直接在万界商城选择初级厨艺技能，确定购买。交易完成，他的背包空间里面已经多了一个初级厨艺的技能书。陈默拿出技能书，对着面前的青铜级骷髅士兵选择使用。初级厨艺技能书亮起光芒，化作一个烧烤模样的技能符文，融入骷髅士兵黄色的灵魂火焰。骷髅士兵的厨艺技能竟然真的学成了，陈默大感振奋。生活类职业者学习技能后，可以直接制作普通物品，但如果要制作超凡类物品，还要学习相关的制作图纸才能够进行制作。陈默赶紧又在万界商城里购买了一张烤长牙猪肉的制作图纸。这个食谱能够提供的超凡效果是提升食用者的活力属性。这个提升活力属性的状态，它的超凡效果是可以提升职业者的生命值和精神力的恢复速度。确认买下这张图纸，交易完成。陈默从背包空间里面拿出烤长牙猪肉的制作图纸，他对着面前的骷髅厨师选择使用，手上的图纸亮起，变成光点，融进了骷髅厨师的灵魂火焰。全部强化完成，陈默打开面板，查看骷髅厨师的属性信息：反骨战王0，根骨资质青铜级，天赋特性精力充沛，等级10级，生命值880，攻击163，技能初级厨艺，精力充沛，
精神力恢复速度提升 15%。初级厨艺，掌握基础的烹饪方式，可学习黑铁级的超凡食谱。超凡食谱烤长牙猪肉。介绍：这是一支青铜级的骷髅士兵，他已经改变了自己成为战场炮灰的命运，因为他改行当起了厨师，不用再上战场。看完属性面板，陈默有些迫不及待的要看看这个骷髅厨师的水平。他将制作烤肉的工具和调料等物资从背包空间中拿出，先放进了厨房里面。这才只是骷髅厨师拿上地上的长牙猪大骨头，去厨房开始制作烤肉。已经学习了初级厨艺的骷髅厨师接到陈默的命令，弯腰从地上端起放着骨头的大盆，直接迈步走进了厨房。陈默有些好奇他到底会怎么做，站在外面小心的观望。他主要是怕这只骷髅士兵把厨房给烧了，自己现在就这一个住处，还是看着点好。然后陈默就惊奇地发现，这只骷髅厨师居然非常娴熟地从盆中拿出骨头，清洗干净，拿起菜刀将肉剁开，放入盆中，加上调料腌制后，又熟练地点起炭火。待炭火烧起，他拿着已经串好的肉串，边在火上烤起，一边撒着调料调味。在肉串制作的过程中，骷髅厨师的手上还不时的有技能光芒微微亮起，融进了在炭火上的烤肉之中。他似乎在用技能激发烤肉中蕴含的超凡力量。陈默打开属性面板查看，发现骷髅厨师的精神力确实一直在下降。他真的在使用生活技能，看来这只骷髅士兵真的可以制作超凡食物。陈默的试验成功了，那也就是说，如果陈默多召唤几只骷髅士兵，让他们学习各种生活技能，陈默将拥有一个强大而完整的后勤团队，需要什么东西也不用出去买，只要让骷髅士兵们制作就可以了。想到这个可能性，陈默有些兴奋。很快，在骷髅厨师的精神力掉了15点的时候，一串烤肉已经做好了。陈默拿过烤肉品尝了一下，这个烤肉的味道确实很好。骷髅士兵没有味觉，自然不可能拥有创新能力去研发新的菜品，但他们会严格按照图纸上的制作方法，一丝不苟地完成制作过程，这就相当于一个流水线的机器。但这对于陈默来说，完全已经足够了。至少以骷髅士兵的控制能力，他们制作物品的失败率会非常低。陈默也不需要他们去创新，只要能够快速的批量制作生产就足够了。陈默看了一眼自己的面板状态，果然已经有了一个烤长牙猪肉的超凡效果。烤长牙猪肉，活力提升，生命值和精神力每分钟恢复10点，持续5分钟。终于证实了心中的猜想。陈默让骷髅厨师又烤了一些普通食物当做午饭。吃过饭，陈默没再出门，就在家里冥想恢复精神力，准备继续召唤骷髅士兵补充召唤空间。傍晚冥想了一下午，陈默有些饿了。他从背包空间中拿出一些食材和调料，交给骷髅厨师，让他去做饭。经过上次的考察，陈默现在对骷髅厨师已经有些信任了，确定他不会将厨房给点着，也就让他拿着食材去自由发挥了。第60章，骷髅工兵。坐着等待吃饭的时候，陈默想到一个事情，那就是在荒野打怪采集魔怪尸体材料的问题。不是所有的魔怪凶兽身上的材料都是有用的，有些魔怪身上只有一些特殊的部位有价值。那么多的魔怪，陈默不可能在猎杀后将他们的尸体全部收进背包空间，所以他还需要一些会采集术的骷髅士兵来将魔怪尸体上值钱的部位收集起来，提前将魔怪的尸体进行处理，既节省了背包空间，又能提升工作效率。这样等需要材料制作物品时，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而不用像其他的战斗职业者那样，需要将猎杀的魔怪凶兽整个尸体带回城里，再交给生活职业者进行处理。他完全可以培养几个采集类型的骷髅士兵，直接就地处理。陈默打开职业者面板查看精神力属性，已经恢复到956点。他消耗180点精神力，直接召唤出3只黑铁级骷髅士兵。召唤法阵开启，3只燃着白色灵魂火焰的骷髅士兵从黑色空间漩涡中走出，并排站在了陈默的身前。陈默打开万界商城，再次购买60公斤青铜级凶兽长牙猪的大骨头，确定交易，支付订单。他让骷髅厨师从厨房拿出几个大盆放在地上，从背包中将大骨头全部取出，放入盆中。选择强化骷髅士兵。陈默对着面前的3只骷髅士兵使用强化能力，选择强化方向：速度强化、体质强化、精神强化。选择精神强化。陈默确定选项，骷髅士兵使用采集术也是要用到精神力的，尤其是魔怪身上的一些高品阶的材料，必须要用到采集术技能才能完美的收集下来，所以还是选择精神强化方向更加有效率一些。强化金光显现，带着青铜级兽骨的粉末飞起，融入陈默前面的3只骷髅士兵。青铜级骷髅士兵强化完成。陈默查看了一下他们的属性面板，确定他们已经解锁了新的技能位，这才打开万界商城，购买了3本初级采集术技能。
初级采集，掌握采集相关的知识技能，可采集黑铁级的材料。陈默拿出技能书，让3只骷髅士兵全部学习了采集术，这才打开面板查看骷髅士兵的属性。反骨战王0，根骨资质青铜级，天赋特性精力充沛，等级10级，生命值880，攻击163，技能初级采集，精力充沛，精神力恢复速度提升 15%。初级采集，掌握采集相关的知识技能，可采集黑铁级的材料。介绍：这是一支青铜级的骷髅士兵，虽然战力弱小，但他们只是负责打扫战场、收集材料的工兵，你不能对他们要求太多。看着面前的3只骷髅士兵，陈默满意地点点头。他又从万界商场购买了3把采集刀，给这3个骷髅工兵装备上，这才将他们收进了召唤空间。今天一共召唤了5只骷髅士兵，一只早上召唤的黄金级骷髅士兵，一只骷髅厨师，3只采集型的骷髅工兵。陈默的召唤空间数量已经变成了2655，其中主要负责战斗的骷髅士兵一共有10只，分别是一只黄金级骷髅弓手，一只白银级骷髅坦克和8只普通的白银级骷髅士兵。而召唤空间中的黄金级骷髅士兵储备量已经达到了12只，剩下的4只就是生活类的青铜级骷髅士兵，分别是一只骷髅厨师和3只采集型骷髅工兵。清点了一下自己的骷髅部队，陈默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出城前，自己的骷髅士兵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账户里剩下的钱，想要再强化出一支黄金级精英骷髅士兵已经不够了，只能等去了荒野再积攒一些，才能继续强化他的骷髅部队。陈默心里盘算了一下，骷髅厨师这时候也做好了饭，端了过来。晚饭很丰盛，2菜1汤，红烧肉、香辣肉丝、番茄汤，看样子就很有食欲。陈默拿起筷子尝了尝，味道还是很不错的。有生活系骷髅士兵就是方便，以后不用点外卖了。吃过饭，陈默将骷髅厨师收进召唤空间，继续冥想了一会儿，睡觉休息。现在是新手副本开放的第8天，战斗类的新人职业者们现在大多已经升到了5级左右，他们依旧在新手副本里面奋力战斗。陈默吃过由骷髅厨师制作的早饭，是一份鸡蛋打卤面，味道很好。因为有初级厨师技能，他已经掌握了制作食物的大部分基本方法，所以骷髅厨师制作普通食物是不需要图纸的。陈默出门坐车来到了那家烧烤店门口，等待唐雪莹2人。经过昨天晚上的冥想休息，陈默的精神力恢复不少。他早上又召唤了一只黄金级骷髅士兵，补充进了召唤空间。现在他的召唤空间数量已经变成了2755。除了作为主要战力的10只骷髅士兵和4只生活类骷髅士兵，他储备的黄金级骷髅士兵已经达到了13只。陈默站在路边，打开职业者面板，点开任务界面。他想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任务，去西泽大山的时候能够完成，顺便赚点外快。打开任务面板一看，相关的信息还真有不少。高价求购月灵草50万1颗，交易可直接点击上传。西泽密林地图任务，实地更新西泽山方向的地图情况以及魔怪分布。基础奖励100万，进阶奖励按照更新地图的大小和准确度而定。求组西泽荒野，本人只要打怪练级，掉落物品不参与分配。任务面板上面的任务，如果是寻物类，提交任务只需要上交任务物品，任务就会自动完成。就像第一个任务求购月灵草，如果陈默手上有月灵草，只需要点击那个任务，上交月灵草就可以完成任务。如果是第二个探查地图任务，接下任务后可以在职业者面板的地图界面进行更新标记，然后提交即可。第61章进入荒野。职业者是有地图界面的，在10级时候就已经解锁，只不过这个地图功能需要自行去探查。当职业者走过的地方，那个区域才会在地图上亮起，显示在地图上。而且荒野地形复杂，魔怪凶兽行动不定，所以地图也是要定期更新，否则就会不准确，影响出行安全。其他职业者探查过的地图标记的魔怪资料，地图的信息是可以分享给其他职业者的。接收分享信息后的职业者可以根据新的地图信息来更新自己的地图，保证自己地图的准确性。所以这才会有第二个任务发布。而且这类任务大多都是新人职业者才会接，有经验的职业者并不会接取这样的任务，完成任务时间长，报酬低，都不如直接去打怪，所以并不划算。新人职业者跟随队伍进入荒野，作用有限，正好可以做些地图任务。陈默刚看了一会儿，还是接下了第二个地图任务，反正也是要去西泽山探路，完成这个任务只是顺便的事。陈默等了没一会儿，一辆高大威猛的灰色装甲越野车停在他的身前。陈默抬头一看，车上坐着的正是唐雪莹2人，开车的是李曼。唐雪莹在副驾对着陈默打了招呼：“上车吧，咱们直接开车出城，
先去西泽镇附近。陈默打量了一眼这个厚重结实的装甲越野车，打开车门，从后门上了车。见到陈默已经上车，李曼也不说话，一踩油门，发动机发出一声咆哮，车子向着云海城的西城门冲去。陈默坐上车后，有些意外地看着车内的装饰，没想到外面看这么硬派的装甲车，里面的装饰竟然是少女粉色的，而且座椅包裹得很柔软，坐在后面非常舒服。看到陈默在后面东张西望，一脸好奇的样子，唐雪莹笑着说道：“喜欢吗？这个车是在学院里面兑换定制的，由一位生活类的机械方面职业者进行改装。这个车的装甲可以抵御青铜级怪物的攻击，而且越野能力很强，有水陆两栖功能。有了它，咱们在荒野里能够轻松很多。”听了唐雪莹的介绍，陈默也很喜欢这台车，这确实比自己的人力车要舒服很多。这辆车确实不错。陈默点头回应，看来以后的奋斗目标又多了一个。陈默没有问价格，问了也没有用，反正以他目前的账户余额是不可能买得起的。李曼开车技术很好，车子很快就开到了云海城的西城门。把守在这里的卫兵查看了几人的职业者身份证明，确认无误，这才恭敬地将证件递回，开门放行。灰色的装甲越野车冲出城门，驶入荒野。卫兵羡慕地看了一眼冲进荒野的越野车，随后关闭了城门。出了城门，就已经算是进入了荒野的范围，随时都有可能遭到魔怪凶兽的袭击。不过这里距云海城很近，很少有凶兽会在这里出没。陈默趴在车窗前，好奇地向外面的荒野望去。荒野里植物确实很茂盛，路边的植物至少得有将近1米高。道路两侧的荒野里很少有人活动的痕迹，大多数职业者打怪都有固定的地点，他们并不会在荒野里面乱转，不仅危险性高，有被偷袭的风险，而且遇到魔怪的几率也比较小，很浪费时间。不如直接探好地图，找到魔怪的巢穴，在巢穴外围清怪，那里怪物密集，而且遇到游荡狩猎的高阶精英魔怪的几率也会小很多。魔怪都有自己的领地范围，尤其是高阶魔怪，领地意识很强，通常不会随意进入其他魔怪的领地。至于荒野里游荡的零散魔怪，一般只会对城镇安全区有威胁时，职业者们才会出手清理。沿着荒野中的主路行驶了近1个小时，陈默3人开车来到了一处高大的城墙外围。西泽镇前站营地到了。陈默趴在车窗张望，这个营地占地面积很大，一眼看不到头。营地的城墙得有5-6米高，上方有卫兵在站岗，钢铁的闸门厚重结实。这是云海城在城西方向的第3防线的哨站，负责监视魔怪动向，保卫城区安全。当然，这里也是职业者们在西泽荒野猎杀魔怪的落脚点。职业者们可以在营地里吃饭休息，出售材料，交易药品，修理装备等。李曼开车从营地外围绕过，继续向荒野深处进发。时间还早，他们不准备在西泽镇营地逗留，直接开车去往西泽山。汽车驶过营地高墙，陈默在西泽镇营地的后方不远处看到了一片建筑废墟。废墟已经被高大茂盛的植被覆盖，但从其中露出的残垣断壁上，依然能看出这片废墟曾经的规模并不小。那片废墟就是曾经的西泽镇了，在灾变后不久就被魔怪攻破占据，镇上的人们只能被迫退到了云海城安全区。后来虽然魔怪被打退，但这里距离云海城太远，而且这个地方在主城圈的外围，魔怪难以防御，也就不再收复开发。在城外荒野，像这种的废弃小镇有很多的，都是灾变前人族生活的地方，不过现在都已经被魔怪占据。唐雪莹见陈默第一次出城，很是好奇，出口解释道：“陈默以前上学时候，在书本上倒是学过先秦帝国的历史，知道这些事情，但当真正亲眼看到这些废墟，还是会被深深的震撼。看到现在的废墟，已经可以想象当年战斗情况的惨烈程度。”西泽镇的废墟遗址很快就被快速行驶的装甲车越过，消失在眼前。陈默收回目光，问向唐雪莹：“唐姐也是云海城人吗？”听到陈默的问话，唐雪莹有些好笑：“当然了，我还是你的学姐呢，我只比你大1届，去年才参加的转职仪式，考上了仙华学院，现在还是大一学生呢。我也是在云海一中毕业，咱们2个在一个学校上了2年学。学弟，你竟然不认识我？当年我在学校还是学生会的主席呢，没想到刚离开学校1年就被学弟遗忘了。”听到唐雪莹的话，陈默感觉有些不好意思。他上学时候确实对这些事情不太感兴趣，每天只想着学习训练，一心要转职步入超凡。陈默也不怎么社交，时间长了，消息自然就闭塞了。第62章，到达西泽丛林，车辆又在荒野里面行驶了近3个小时，终于停下了。雪莹，前面路况太难走，已经开不了车了，咱们下车走吧。李曼看了一眼已经在后座昏昏欲睡的陈默，不屑地撇了撇嘴。这可是在荒野，就这危机意识，雪莹还要指望他能保护我们的安全？从小在北域雪龙城长大的李曼，
最看不上的就是这种看着就像小白脸的家伙。雪龙城地处先秦帝国北疆防线，是先秦帝国在北境抵御魔怪凶兽的第一关卡。在那里，要经常面对来自北域荒野的异鬼凶兽的袭击。因为地域环境的影响，那里的人们极其尚武，他们推崇强者，强者为尊的思想根深蒂固。因为只有强大的职业者才能够保护大家的安全，在那里，没有实力的人根本不会被人看得起。李曼从小在那种环境下长大，自然最崇拜强大的职业者。他崇拜力量，也一直向着这个方向不懈地努力着。他从小就刻苦修炼武技，在还没觉醒的时候，就已经在学校没有了对手，就连同样来自超凡家族的男生都不敢挑战他。转职觉醒后，他更是觉醒了家族的魔龙血脉，转职成为稀有的龙血战士职业，根骨达到了中品道级。如此天资，李曼很快就被仙华学院特招，进入顶级学院。入学后，他以强大的战斗力，在新生争霸赛上直接打进了新生前10名。在那之后，他更是长期待在荒野，提升等级，磨练武技，一直很少回城里，堪称战斗狂人。他的等级更是遥遥领先，力压众多上品到古级职业者，排在了仙华学院的新生榜第1名。要不是后来在秘境副本里中了邪神诅咒，不得已回城寻找解决办法，他现在应该已经20级了。转职后1年的时间升到20级，这个记录放在整个先秦帝国也是可以排在前列的，所以一般的人根本入不了他的眼。心高气傲的他也懒得去搭理那些弱者，只有被他认可的强者才会得到他的尊重。因此，自从唐雪莹邀请陈默加入队伍里，他就看这个家伙不顺眼了。一个从没有出过城的新手菜鸟，还敢收200万佣金，舔着脸要为他们提升保护，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要不是唐雪莹这次来云海城，就是为了帮他解决邪神诅咒的问题，他因此有些不好意思反驳唐雪莹的决定。否则，李曼早就对着陈默开骂了。长得帅有什么用？能杀魔怪吗？这个家伙自从坐车进入荒野，就一副好奇的样子，没有半点危机意识，一看就是个毫无经验的菜鸟。后来更过分的是，这个家伙竟然在后座睡着了。到底是谁来保护谁？我堂堂一个道古级天骄，在荒野杀怪无数，你还真拿我当司机了，是吧？李曼看了一眼唐雪莹，忍住了想要骂人的冲动。陈默从昨天吃饭时就发现，这个李曼看不上他，在桌上话也不说，就坐在那里摆着张臭脸。不过陈默是接任务赚钱，看在钱的面子上才跟他们组队来西泽山的，他又不是来交朋友的，所以对于李曼的态度他也无所谓，只要给钱就行，金主的态度如何恶劣根本不重要。要是真把他惹急了，大不了拍屁股走人，反正定金已经交了，退钱那是不可能的。感觉到车子停下，陈默睁开迷糊的眼睛，看了一眼窗外，车子已经开到了一处山地的丛林之外，再往前走就是山区，地形崎岖陡峭，而且到处都是灌木树林，前面已经没有路了。陈默见状也开门下车。陈默同学，现在已经到西泽山了，从前面往里走就是西泽丛林。天色已经快黑了，咱们今天先找个地方休息吧，明天再进丛林里面采药。听到唐雪莹的话，陈默点头表示同意。反正自己的任务只是保护他们的安全，行程自然由他们来定。陈默听到不再坐车，他打开召唤空间，直接召唤出负责战斗的骷髅士兵。黑色的召唤空间漩涡打开，10只身穿全身铠甲，手拿武器的骷髅士兵从中走出。他们走出召唤空间后，散布四周，将3人围在中间保护起来。陈默开启了骷髅坦克的嘲讽光环，看到红色的光环已经将3人覆盖在范围之内，他这才放心的等待唐雪莹的安排。陈默的强击光环和吸血光环一直都是处于开启状态，不过他在将强击光环技能强化到暗金级之后，就没有再为队友提供过增幅，而是只用光环技能增幅自己的骷髅士兵。毕竟暗金级的光环技能太过于惊人，还是不要暴露的好。唐雪莹和李曼也是第一次见到陈默的骷髅士兵，看到身边这些一身新手装备的家伙，2个女生还是比较好奇的。就这些骷髅召唤物也能打破了楚玄月大人的冲击记录，穿着这一身的破烂装备能有那么强的战斗力？李曼一脸的不信。他身为道古级天才，又是龙血战士这种强力的战斗职业，而且长期待在荒野，战斗经验丰富，他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所以他对陈默的实力一直保持怀疑，毕竟这个家伙只是个反古级职业者。李曼一直不太相信他真的是凭借实力打破的记录，他一定是用了什么取巧的办法，比如使用强力的法术道具、魔法卷轴什么的。李曼看着站在骷髅士兵中间的陈默，心里想着，他好奇的在心里评估着这些骷髅士兵的战力水平。李曼有些跃跃欲试，想直接出手打碎这些骷髅士兵，让唐雪莹认清这个家伙的嘴脸。仔细想了想，他还是按下了这个冲动。
还是不要让唐雪莹难堪了。反正马上就进入荒野，遇到了魔怪凶兽，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家伙的真实水平。确定了心中的想法，李曼也不再关注身边的骷髅士兵，他直接挥手将装甲越野车收进了背包空间。第63章深渊异虫。是的，这个粉红内饰的装甲越野车是李曼的。陈默有些惊讶，唐雪莹向他介绍的时候，陈默还以为这个车是他的呢，在车上讲的头头是道，结果这车不是他的。你不会真以为这个车是我的吧？唐雪莹看到陈默的表情，猜到了他的想法，有些好笑地道：我一个生活职业者，平时都很少来荒野的，我要那样一辆车有什么用呢？这次进入荒野也是没有办法，在商城里根本没有人卖月灵草，所以我们只能自己来采药，否则我更喜欢待在城里研究丹药，而不是跑到这荒野里面受苦。唐雪莹解释了一下。其实陈默更惊讶的是，李曼这个看着很硬派、打扮中性的女生，竟然会选择粉色少女心的内饰。当然这种事情他不会问，更何况李曼本来就不待见他。陈默只能点头表示了解。唐雪莹研究过陈默他们的刷级记录和战斗数据，而且也听了表妹唐月月描述了许多副本里的情形，她自然知道这些骷髅士兵的真实水平。毕竟自己的亲表妹和真实的数据都是不会骗人的。现在看到陈默将这些骷髅士兵召唤出来，围在身边守护，唐雪莹心里也多出一些安全感。她一个生活辅助类职业，本来就很少来荒野。自从转职成灵药师职业后，她考入仙华学院1年时间，到现在也才升到15级。而李曼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已经升到18级了。要不是后来在秘境副本里面中了邪神诅咒，他现在多半已经升到20级了。李曼在学校里那可是有名的战斗狂人，1年里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荒野里面度过。他绝对是荒野经验极其丰富的战斗职业者。这也是唐雪莹只找了陈默一个人保护，就赶来西泽山的原因。不仅是相信表妹的眼光，比较认可陈默的实力，更是因为队伍里有李曼。他虽然中了邪神诅咒，生命值被削减一半，导致他在生存方面弱了许多，但李曼其他方面的能力并没有被影响，他依旧拥有着18级到古级龙血战士的战斗力。这个等级在普遍等级只有10到15级的西泽山几乎就是碾压般的存在。就算他生存能力偏弱，持续作战能力不强，但如果只是带着大家逃出密林，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带上沉默，只是为了更加保险一些罢了。再说，这也是表妹唐月月的请求，想让他们照顾一下刚进入荒野的沉默，让他们带带他，免得他因为经验不足有什么意外。就连这个任务酬金都是唐月月提供的。当然，这些事他是不会跟沉默说的，因为唐月月再三要求他，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此事。他也同意了，他唐雪莹可不是一个食言的人。李曼收起装甲车后，也不搭理沉默，向唐雪莹点点头，示意让他跟上。然后李曼从背包空间里拿出一把巨大的血色战刀，迈步率先向丛林走去。唐雪莹和沉默在后边跟上，三人向着西泽丛林中开始进发。在丛林中走了大约20分钟，就连第一次进入荒野的沉默也感觉有些不对劲了。这丛林中也太安静了，别说凶兽了，就连普通的小动物都很少见。走在其中，就仿佛进入了一片与世隔绝的世界，静得让人有些恐慌。李曼进入密林后，就一直走在前面。突然，他停住脚步，打了个安静的手势，弯下腰，紧了紧手中的战刀。沉默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也发现了前方林中的异常。他们的正前方有2只外形似迅猛龙的虫族魔怪正在密林中游荡。它们有着黑色的外壳，依靠粗壮的后肢行走，上肢则是2只尖锐的利爪。它们那滴着口水的巨嘴里满是锋利的利齿。很快，他们就发现了沉默3人。没办法，这边目标实在太明显了，10只骷髅士兵加上3个人，不可能一点声息都没有。2只异虫魔怪发现猎物，嘶吼一声，迈开双腿向着这边冲来。他们的力量很大，而且外壳坚硬，直接撞得沿路的树木断裂折倒。沉默使用探查术看了一下2只魔怪的信息：深渊异虫，资质根骨黑铁级，天赋特性酸血，等级11级，生命830，攻击45，技能强力撕咬，酸血，体内血液具有强烈的酸性，受伤流出后可腐蚀目标。强力撕咬，凭借强大的咬合力、锋利的牙齿对目标造成巨量撕裂伤害，甚至产生致残效果。2只异虫魔怪都是11级，看到了他们的属性，沉默放下心来。这个战斗属性对于骷髅士兵来说都是一刀秒的菜坤，但他们的天赋特性比较恶心，绝对不能让他们近身。骷髅士兵们穿的都是些新手白板装备，肯定经不起这些酸血的腐蚀。通过探查，沉默已经了解了这些深渊异虫的战斗方式。
陈默正准备命令骷髅弓手进行远程攻击，以免那两只异虫靠近，然后他就看见前面手拿血色巨刀的李曼突然低喝一声，他的身体猛然胀了一圈，肌肉鼓起，身材高大了不少。他拖着战刀快步向着前方冲去。很快，李曼即将跟袭来的两只异虫魔怪遭遇一起，他抡起巨大的战刀就向着两只冲来的异虫劈了过去。砰！战刀携带的巨大的力量斩在两只异虫的胸前利爪上，直接将两只异虫劈得倒飞而回。-285，-301，一只异虫前肢的利爪甚至被锋利的战刀直接斩断，绿色的虫血流出，滴落地面，将地面的枯枝败叶腐蚀得冒起白烟，滋滋作响。两只异虫痛得倒地嘶鸣，声音在丛林传出老远，他们似乎在呼唤同伴。经验丰富的李曼知道不能让他们继续吼叫下去，身形迅速跟上，血色战刀向着前爪断裂的那只异虫狠狠斩去。两只倒地的异虫见李曼杀来，早有准备，在地上翻身而起，分别向着两侧闪避。不过，虽然那只前爪断裂的异虫已经尽力躲避李曼的攻击，但依旧被战刀斩断了一条后肢。第64章，又一个降中符了。倒地的异虫魔怪后肢被李曼的战刀斩断。-296，异虫的伤口喷出大量的腐蚀性酸血，被李曼灵巧地躲过。他又是一刀划过，倒地异虫的脖颈被李曼斩断。-319，三刀直接将其彻底击杀。李曼杀掉一只异虫，正要回身对付另外一只，没想到另一只异虫的行动异常敏捷，他的攻击竟然已经到了。他张开巨口，锋利的锯齿已经咬向了李曼的脑袋。看样子这些异虫还有着不低的智慧，眼看正面强攻不成，竟然还会分开，两边夹击。他趁着李曼攻击同伴的机会，也不管同伴的死活，直接在侧方向着李曼发起了进攻。他流着口水的利齿距李曼的脑袋已经非常近，近到李曼甚至能够看清他嘴里面利齿上的碎肉残渣，躲已经来不及了。李曼迅速抬起战刀，打算用刀柄击打异虫的下颚，尽量打偏他的袭击。然后他突然眼前一空，异虫魔怪在眼前消失不见了。危机解除，他急忙扭头看去，就见到一支利剑直接贯穿刚才那只异虫的头骨，巨大的力量将异虫带着飞起，钉在了旁边的巨木之上。-1035，伤害一出，异虫魔怪直接被秒杀。李曼回头看去，然后他就看到站在陈默身边的那只眼冒蓝火的骷髅弓手正在放下手中的弓箭。这个爆炸般的伤害竟然是那小子骷髅士兵打出来的。那个弓手拿的不是新手武器吗？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攻击？李曼大脑一片空白，他看着那只被箭矢钉在树上的异虫魔怪，又看了看陈默身边的骷髅弓手，这真是一个10级的新手职业者能打出来的伤害，这伤害量竟然已经达到了自己的3倍以上。他拎着手里的血色战刀，脑子已经懵了。击杀11级黑铁级深渊异虫，获得经验22点。异虫魔怪的击杀消息传来，陈默在荒野的练级之路正式开始了。可惜这只异虫没报什么装备。陈默没管在前面发呆的李曼，他打开召唤空间，打算召唤出骷髅工兵上去收集材料。虽然这两只异虫只是黑铁级魔怪，但这些材料可都是钱啊，不能浪费了。召唤空间的黑色漩涡打开，3只眼冒黄火，手拿采集刀的骷髅工兵从中走了出来。他们在陈默的命令下，直接向着两只异虫尸体走去，开始采集材料的工作。见到骷髅工兵已经开始干活，陈默这才有时间看了一眼还待在一边的李曼。他的肌肉已经恢复正常，又还原了修长匀称的体型。他瞪着一双大眼睛，紧张地盯着骷髅弓手看着。陈默感觉这个李曼属实有些愣，明明知道那两只异虫魔怪血液带着腐蚀性，还敢冲上去硬莽，而且还冲到了骷髅坦克的嘲讽光环技能范围外面打架，生命值被削减一半，他还准备一挑二，拎着战刀上去一击，仇恨直接拉满。陈默命令骷髅坦克走上前，将嘲讽光环覆盖住了两只异虫魔怪都没用，两只异虫里都没理这边的骷髅坦克，就逮着李曼一个人攻击。陈默还以为这个李曼很强呢，结果他竟然没躲开，还差点被异虫给咬了。虽然不致命，但被那流着哈喇子的虫嘴在脑袋上啃一下，得多恶心啊！陈默算是明白了，原来这个李曼在荒野打怪全靠身体硬啊，龙血战士就是不一样。没办法，陈默只能让骷髅弓手出手救场，拿了钱就得办事，保护他们是自己的职责，总不能看着他受伤吧。虽然陈默对李曼抢怪的举动有些不满，来之前不是事先都说好的吗？不组队打怪让我来。结果这个虎妞看到魔怪就像打了昆血一样冲上去就莽，一点契约精神都没有。李曼到了骷髅弓手的伤害值，属实被吓了一跳。他呆立半天，总算反应了过来。他之前听唐雪莹说，
沉默的骷髅士兵如何厉害，其实他心里颇有些不以为然。自己比沉默高了整整8级，就算那些骷髅士兵再厉害，如果他对上那些骷髅士兵，李曼相信以自己到5级的战斗力，绝对能做到一刀一个。不过现在来看的话，他打开面板看了看自己的生命值，一共995点，这是他中了邪神诅咒被减半后的生命值。好家伙，以那个骷髅弓手的伤害能力，如果跟他对上，原来他李曼的下场比刚才那2只深渊异虫也好不到哪里去，都是被一剑秒的角色。这个家伙的骷髅士兵怎么可能攻击力这么强？这也太离谱了。他看了看自己的攻击力，一共327点，就是他上去砍那2只异虫，不使用技能的话，至少也得3刀才能解决一只。这个家伙真是凡击根骨。李曼表示怀疑，但经过这个对比后，他对沉默的实力也认可了。不服也不行啊，就算自己的全盛时期，估计也顶不住那个骷髅弓手2剑。李曼从小就生活在北境战区，那里的人们最崇拜强者，他从小也是这种观念。他之前不怎么跟沉默说话，就是因为他不认为沉默能给队伍带来的什么用处，也就是唐雪莹要带他来，而李曼有求于他，这才不好反驳。想着反正就是带一个初入荒野的新手，只要他听话，问题也不大。现在他真正了解了沉默的实力，自然也就认可了他。他看着被骷髅弓手一剑射杀的深渊异虫，李曼想了想，回身向沉默笑了笑，竖了竖大拇指表示肯定。看到他奇怪的反应，沉默有点莫名其妙，这妞又虎又彪，还是离他远点吧。沉默谨慎地挪了挪脚步，退到了骷髅坦克后面。唐雪莹早就听表妹唐月月说过这只骷髅弓手的变态攻击力，现在见他一剑秒杀了一重魔怪，倒是没怎么惊讶。他现在正在好奇地看着那些被沉默召唤出来的骷髅工兵。只见那3只骷髅工兵拿着采集刀走到一重魔怪的尸体前，采集术技能发动，一只骷髅工兵手上的采集刀泛起光芒，他拿刀从一重黑色外壳的边缘切入划开。很快，虫怪坚硬的黑色外壳被骷髅工兵轻易地划开剥下。第65章会采集的骷髅兵。另一只骷髅工兵则拿出沉默为他们准备好的玻璃瓶，使用采集技能抽出一虫体内的酸血装好。最后一只骷髅工兵走到被剥开外壳的虫怪身前，使用采集刀割下虫肉，切块收好。3只骷髅工兵分工协作，很快一只异怪尸体的材料就被采集完成。然后他们又走向了另外一只，收获深渊虫壳2个，酸血2份，虫肉20公斤。3只骷髅工兵很快就完成了收集工作。他们将材料放进沉默的背包空间，回到了沉默的身边。本来沉默还想用虫怪的尸体试验一下自己的骷髅召唤术，看看献祭后使用技能是不是真的能降低2/3的精神力消耗。他一直记着骷髅召唤术的技能介绍，早就想试试了。只不过在城里打的都是演化副本，里面的魔怪都是灵气演化而成，并不是真实的魔怪，自然也没有尸体材料让他试验。他看了看身边的2个好奇宝宝，想了想，还是忍住了这个冲动。试验技能不着急，还是保密要紧。唐雪莹和李曼有些好奇地看着3只骷髅工兵分工协作进行采集工作，他们也没想到这骷髅士兵竟然还有这样的能力，这简直是太方便了。尤其是李曼，因为他经常在荒野战斗，为了节省背包空间，他不得不放弃很多魔怪的尸体，只能选择一些价值高些的收进背包空间，拿回城里售卖，或交给生活职业者进行分割采集。而沉默，他的骷髅士兵竟然还会采集术，居然能够自行采集收集物资，还真是方便。李曼确实有些羡慕了。至于骷髅工兵将他杀掉的那只异虫也采集完了，李曼倒没怎么在意。就算沉默不采集那只异虫，他也不打算要的。黑铁级魔怪品阶太低，他根本看不上。他们见骷髅工兵已经收集完成，收回了目光。3人继续前行。唐雪莹边走边查看地图，再往这个方向走2公里，就是一个以前的我采药时的露营地，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咱们先过去看看吧。3个人里就只有他以前来过西泽山，沉默和李曼自然没有意见。他们向着唐雪莹指的方向前进，丛林中的虫族活动的痕迹越来越多，到处都是粘液和虫网，还有树木被酸液腐蚀的痕迹。看来这里确实已经被深渊虫族占据了，其他魔怪要么被虫族捕杀，要么已经逃出了西泽丛林。李曼看着周边的环境，心里也有些不好的预感。环境被虫族破坏成这个样子，而且越往里面走，被破坏的越厉害。那月灵草还能在这种环境下生长吗？不会都已经消失了吧？不过既然都已经来到了这里，肯定是要进去看看的，否则就这么回去，心里肯定不会甘心。3人继续前行。深渊虫族越来越多，3、5成群在林中活动游荡。因为这些虫子都带酸血，沉默怕他们腐蚀了骷髅士兵的铠甲，
所以命令骷髅弓手火力全开。他张弓连射，箭矢如雨，看到深渊虫族就直接射杀在远处。这次李曼没有再冲上去抢怪受辱，老老实实的待在唐雪莹的身边。他看着骷髅弓手的变态战斗力，一箭就能射杀一只异虫魔怪，眼睛越来越亮。李曼不时的回头，用探寻的眼光瞄着陈默。他对这个男生越来越好奇了。他们3个人并没有组队，李曼他们等级太高了，会降低经验值的收益，所以陈默的杀怪经验和材料物品只有他一个人获得。终于在杀了10几只异虫魔怪后，陈默的背包里面多了一个东西，击杀12级青铜级深渊异虫，得到经验48点，灵晶1枚。爆东西了！这是陈默在荒野第一次刷怪爆东西。陈默从背包空间中拿出一重刚刚掉落的灵晶，拿在手里查看。这是一枚菱形的白色能量晶石，只有拇指大小。陈默查看灵晶信息，灵晶蕴含能量的晶石，基础能源，大量应用于超凡领域。看到陈默拿出灵晶打量，李曼随口说道：“打怪掉东西了。”这是灵晶，属于超凡世界的基础货币单位，一般在会使用超凡能量的魔怪身上掉落的几率大些。超凡世界的货币，陈默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他上学时根本接触不到。高中毕业前，学校只会教些基础常识知识，只有转职成职业者后，才能报考职业者学院去学习超凡相关的学科。为转职成功，自然也不需要了解超凡世界，报个普通学校就好。以后你上了学院就知道了，职业者在20级以后，世俗的金钱对他们的吸引力就非常小了，而职业者们为了进行交易，就会使用灵晶成为新的货币。因为灵晶是职业者的必需品，大量应用于物品制作、催动法阵、激活超凡物品等，是超凡世界的主要能源。比如我那台装甲车上面就有可以抵御青铜级魔怪攻击的防御阵法模块，这个阵法就是使用灵晶作为能源供给的。看到陈默有些疑惑，李曼耐心地解释道，他对于自己认可的人还是非常友好的。陈默已经用他的实力彻底得到了他的认可。李曼看了一眼那个眼冒蓝火，手拿弓箭，举手投足间灵动的仿佛有风在身边浮动的骷髅弓手，不认可也不行，换谁面对一剑就能要自己小命的强者，再暴躁的脾气都会变得心平气和。陈默听了李曼的讲解，了解地点点头。他收起灵晶，3人继续赶路。有骷髅弓手的快速清怪，深渊异虫只要被发现就会被一剑击杀。陈默在半路休息的时候，将骷髅工兵收进召唤空间，消耗150点精神力，将他们的采集技能强化到了青铜级。路上已经开始出现青铜级的异虫魔怪，必须得提升骷髅工兵的技能等级。终极采集，掌握采集相关的知识技能，最高可采集青铜级的材料。第66章黄金级 BOSS 大地暴熊。骷髅士兵在召唤空间进行强化，并不会在沉默体外显露强化金光，可以隐藏他的强化能力。3只拥有青铜级采集术技能的骷髅工兵，采集动作更加娴熟，速度快了不少，却也依旧忙得不可开交。主要是路上的异虫数量越来越多，他们要挨个采集材料，一个也不能落下。陈默看着被采集材料后丢弃的异虫尸体，有些心痛。这可都是召唤骷髅士兵的献祭材料，一会说什么也得留下一只，晚上试试效果。3人又前进了20多分钟，杀了将近10只异虫魔怪。期间又爆出了一张食谱图纸，烤虫肉、黑铁级，食用者的抗毒特性提升 10%。好家伙，这是连虫肉的食用方法都准备好了。这些异虫魔怪还蛮贴心的。路上，陈默将一只完整的异虫尸体收进背包空间，他准备晚上趁他们睡觉时候献祭一只魔怪尸体，试验一下骷髅召唤术。有骷髅士兵的全程护送，陈默他们很顺利地来到了唐雪莹所说的那处露营地。这是一处位于峭壁半空的岩洞，洞口距地面大概有4米多高。看洞口的样子，应该很少有生物进出。这个山洞里面有多大？陈默抬头看着悬壁上的山洞问道。不是很大，以前我来的时候，里面大概只有5米深，3米宽左右。唐雪莹回想了一下，说道。李曼闻言拿出钩索，用力甩出，勾住了洞口岩石。他试了试绳索的力道，想要爬上去看看的，突然感觉胳膊被人拉住了。他回头一看，正是陈默。李曼看着自己被陈默拉住的胳膊，脸色有些发烫。这还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我这是怎么了？李曼看着已经离开的陈默，心跳有些快。陈默刚才沟通了骷髅士兵的精神感应，探查了一下山洞里面的情况。他发现洞穴里面竟然躲着一只凶兽。通过灵魂之火的感应，他判断那只凶兽的实力应该很强。他不想李曼爬上洞口被凶兽偷袭受伤。陈默制止李曼后，命令骷髅士兵直接在悬壁下叠起人墙，只用了3只骷髅士兵就架好了到达洞口的骷髅人梯。他又指挥骷髅坦克开着嘲讽光环，爬
爬上半空就站在洞外等待。根据唐雪莹的介绍，这个山洞并不太大，以骷髅坦克的8米的嘲讽光环技能范围，在洞外肯定能覆盖整个山洞。受到嘲讽技能影响的魔怪凶兽肯定会忍不住心中的烦躁，冲出来攻击骷髅坦克。果然，骷髅坦克站在洞口等了没有多久，他们就听到从洞穴里面传出一声凶兽的低吼，接着传来的就是轰隆隆的巨兽奔跑的声音。轰！突然，一只黑色的巨熊模样的凶兽从狭小的洞口猛然挤出，它上半身探出洞口，伸出前掌就向着骷髅坦克拍来。骷髅坦克一个灵巧的后跃，跳下骷髅人墙。洞口下方的3只骷髅士兵也迅速散开躲避。黑色巨熊上半身已经全部探出洞口，他全力一击却没能打中骷髅坦克，一掌挥空，他顿时失去了重心，从悬臂上面的洞口掉出，摔落到了地面。轰！巨熊庞大的身体砸落地面，发出轰隆巨响。沉默仿佛感觉整个地面都震动了几下。他使用探查术查看了一下黑色巨熊凶兽的信息：带地暴熊 BOSS， 根骨资质黄金级，天赋特性巨熊神力，等级15，生命9800，攻击351，技能大地拍击巨熊战吼。巨熊神力力量属性增加 50%， 大地拍击蕴含大地之力的拍击，能一掌拍碎目标的头骨。巨熊战吼发出一声战吼，提升自身 15% 的最高血量。介绍：这是西泽丛林里面曾经的一方王者，现在却只是一只被深渊虫族追杀的，只能四处躲避的可怜暴熊。看到从山洞里面竟然冲出一只15级的黄金级 BOSS， 把李曼吓了一跳。以他之前的战斗力，自然不会惧怕这样一只凶兽，就算打不过，逃跑还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他现在生命值减半，只有不到1000点，生存能力大幅度削弱。这要是在山洞里面被这只暴熊偷袭，那可是相当危险的。他后怕的看了一眼表情平静的沉默，心里突然有些异样的感觉，没想到这个家伙还挺靠得住。李曼感觉脸上有些发热，不过当他看到那只从4米多高的山洞掉到了地上，正疼得嗷嗷直叫的大地暴熊，李曼这才反应了过来，现在可不是分神的时候。这样一只黄金级 BOSS， 就算以他巅峰时候的战力，也不一定打得过。更何况现在他中了邪神诅咒，还要保护跟着他进入丛林的唐雪莹，情况不容乐观。这个时候也不知道那个家伙能不能靠得住。李曼看了一眼沉默，他决定还是自己先上，不能指望别人，这也不是他的性格。雪莹，一会儿我引开熊怪，你抓紧进山洞。嘱咐完唐雪莹，李曼紧张地提起血色战刀，一脸戒备地观察着前面的大地暴熊。他打算寻找时机，引开山洞下方的熊怪，给唐雪莹他们争取进入山洞的时间。这山洞外面崖壁陡峭，易守难攻，就现在这个情况，只有抢先进入山洞里面防守，才能有一线生机。大地暴熊疼得在地上缓了半天，才爬起身体。他晃了晃有些发晕的脑袋，终于再次锁定了目标。巨熊扶起身体，向着骷髅坦克继续冲锋攻击。骷髅坦克将半人高的黑色巨盾下方的尖角插入地面，俯身用肩膀顶住了盾牌。轰！大地暴熊与骷髅坦克的黑色巨盾相撞，再次发出巨大的声响。盾牌触发格挡效果，防守成功。-191。不过骷髅坦克的力量属性不足，依旧受到了震击伤害。他被巨熊直接撞得后退，在地上滑行老远，双脚和盾牌在地面离出了3条长长的沟壑。不过受到撞击的大地暴熊也不好受，他刚刚才从4米多高摔下，这下又受到如此撞击，头部连续受到2次重创，他竟然直接进入了眩晕状态，呆愣在了原地。第67章直接报复。站在沉默旁边的骷髅弓手拿起长弓，连续3箭射出，速度快的仿佛带出了幻影。3支箭矢强劲破开空气，轰击在巨熊的头部，爆起连串的血花。最后一箭甚至直接命中了暴熊的眼睛，造成了暴击伤害。-1045， -1102， -2108。3箭直接带走黄金级 BOSS 大地暴熊将近一半的生命值，爆表的伤害直接将唐雪莹和李曼看呆住了。嗷！巨熊受到如此伤害，疼得咆哮起来。他努力想要控制身体，解除眩晕状态，去报复重伤他的家伙。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起身，就被站在四周的8只白银级骷髅士兵一拥而上，团团围住。他们拿着新手长剑，对着大地暴熊一顿乱砍，场面混乱的像是街头乱斗。-751， -723， -805，一连串的伤害数值输出，直接将还处于眩晕状态的熊怪乱剑砍死。击杀15级黄金级 BOSS 大地暴熊，获得经验2400点，获得土灵11颗，获得黄金级装备暴熊战铠1件，获得大地铠甲技能书1本。
看着倒在地上不动的巨熊 BOSS 尸体，把李曼和唐雪莹两人都给整懵了。过了半天，他们才清醒过来。我靠，15级黄金级 BOSS 这就被杀了！李曼人有些妈了。他虽然已经认可了陈默的实力，但也没有这一次陈默直接击杀了15级的黄金级 BOSS 来的直接震撼。这样的 BOSS， 他全盛时候要打，也只能依靠敏捷和速度周旋1-2，还有很大可能会打不过，要逃命。10级的职业者新人在几分钟之内将 BOSS 速杀，那是想都不敢想。有了对比，让他对陈默的实力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李曼看着陈默，眼神开始炽热了起来。陈默看着地上的大地暴熊尸体，兴奋的都要起飞了。这么大的体型，这得有多少黄金级兽骨？估计能把自己所有的白银级骷髅士兵都强化到黄金级了吧？拥有10只强化后的精英级黄金骷髅士兵，这画面也太美了吧！这不得原地起飞？感谢来自大自然的馈赠。陈默没有去看背包里巨熊 BOSS 掉落的装备，他直接命令骷髅工兵上前，赶紧将大地暴熊的尸体分割收起。这些骷髅工兵没有黄金级的采集术技能，目前只能先将大地暴熊简单的拆解分割，无法将这些材料做进一步的处理。不过这样也足够了，反正陈默暂时也只需要用到熊怪的兽骨。获得黄金级大地暴熊肉230公斤，获得黄金级大地暴熊骨110公斤，获得熊皮1张。很快，大地暴熊尸体就被骷髅工兵们拆解完毕，分类装入背包空间。这只大地暴熊尸体至少价值上亿，黄金级生物，血肉骨头全身都是宝，怪不得都说职业者赚钱快。陈默这才刚出来1天，就遇到这样一个宝藏凶兽，直接瞬间暴富，这感觉真好。李曼看着大地暴熊的尸体，心里有些后怕。他看着正兴奋地指挥骷髅工兵的陈默，突然庆幸起来。还好唐雪莹一直坚持带着这个家伙一起来西泽丛林，否则以他们2个的战斗力，遭遇上这个黄金级的 BOSS， 恐怕真要凶多吉少了。他巅峰时候单独一人都不一定能打过这只黄金级 BOSS， 更何况现在他受到了邪神诅咒，生命值被削减1半，再加上完全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唐雪莹，两人恐怕连从大地暴熊的这里逃命的机会都没有。谁能想到堂堂一个黄金级 BOSS 在荒野里面也是一方王者级的存在，他竟然被深渊虫族逼迫到这个凄惨的地步。这只大地暴熊那么庞大的体型，竟然能挤进那么小的洞口里面躲避，这得受多大的委屈？看来这个虫族的战斗力非常强悍，不然也不会把这只暴熊逼到这个份上。李曼对明天的行动已经开始担忧起来了。陈默倒是没想那么多，这一次突然得到这么多黄金级兽骨，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使用这些兽骨来强化骷髅士兵。之前一直抠抠搜搜的算计花费，根本没有做太多规划，现在突然得到这么多黄金级材料，他还真没想好怎么进行强化。击杀了山洞里面的大地暴熊，材料已经采集完成。陈默沟通骷髅士兵，感应了一下山洞里面的情况。这次他没有在山洞里面感应到魔怪，应该是只有这一只熊怪躲在里面。他命令骷髅士兵再次组成人梯，爬进去探查，确定没有问题。陈默3人爬进了山洞。陈默进入山洞后，打量了一下里面的情况，确实如唐雪莹所说，山洞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不过里面很干燥，没有太多的异味，环境还不错，将就一晚没有问题。陈默指示所有的骷髅士兵全部进入山洞，只留下2只守在门口，其余的骷髅士兵则将他围在山洞的里侧。陈默开始在骷髅士兵们围起的圆圈中间搭建帐篷。唐雪莹和李曼看着陈默的行为，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在山洞里面搭帐篷也就算了，他还将大部分骷髅士兵都招到自己身边围住，算怎么回事呢？他们看了看门口的2只骷髅士兵，又互相看了几眼，突然感觉好像明白了些什么。这家伙不会是拿他们2个当做堵洞口的第2道防线吧？做人能不能不要这么溜？陈默可没工夫搭理外面那2个正在胡思乱想的女生，他现在满心思的就想着赶紧搭好帐篷，挡住他们的视线，然后再想想怎么使用这突然得来的黄金级兽骨来强化骷髅士兵，将骷髅士兵召唤过来围住，就是怕强化金光被那2个女生看到，还是挡着点好。陈默现在恨不得那2个碍事的女生赶紧滚去睡觉，好让他试验技能，使用强化能力。帐篷搭完，陈默感觉有些饿了，他这才发现自己太心急了，外面刚刚黑天，离睡觉还早着呢，他也不能强制让他们睡觉去。虽然陈默对这个想法有些心动，想直接将他们打晕，然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想怎么使用强化能力就怎么使用，自己的秘密也不会暴露。但后来想想，确实有些不道德，还是算了，先吃饭，耐心点等他们睡觉吧。第68章，骷髅还会做饭？陈默打开召唤空间，召唤出骷髅厨师，然后他拿出白天杀一虫时候掉落的烤虫肉的制作图纸，
对着从空间漩涡走出的骷髅厨师选择使用。看到制作图纸化作光点融入骷髅厨师的灵魂火焰，沉默命令围在身边的骷髅士兵散开，让出一片空地。他从背包空间拿出做饭的工具和材料，只是骷髅厨师在山洞里面开始生火做饭。正坐在山洞里面啃着干粮的唐雪莹和李曼两人，很快就看到了让他们震掉三观的一幕。只见这只被沉默召唤出来的眼冒黄火的骷髅士兵，他熟练地架起锅具，备好炭炉，从背包空间中拿出在白天的时候由采集型骷髅工兵收集来的枯树枝，开始在锅具下面点火烧炭。准备工作做完，那只骷髅厨师竟然还会淘米，在锅里焖上了米饭。他又清洗好沉默准备的一重肉，拿起菜刀切块穿串。看着这只骷髅厨师熟练的样子，唐雪莹二人是彻底呆住了。白天那些会采集的骷髅士兵也就算了，拿着菜刀做饭的骷髅士兵，你见过吗？这么离谱！还有什么是这些骷髅士兵不会的？让你召唤骷髅士兵，你就这么用，是吧？李曼感觉这些骷髅士兵跟了这样一个无良的主人，简直就是受到了侮辱。白天进入丛林时，他们已经见识到了骷髅士兵的恐怖战力，竟然连15级的黄金级 BOSS 都能围杀，这个战斗力在西泽丛林里简直可以横着走。结果沉默竟然还要安排他们去做饭采集。你有这个召唤名额，再多召唤几只骷髅士兵参加战斗，不好吗？多杀几只魔怪，抓紧升级，采集的那些钱不是很快就能赚到？浪费大好的召唤名额，培养这种无用的骷髅士兵。李曼感觉心都要碎了，这么好的提升战力的机会都浪费，在他这一心追求实力的人眼里，这简直就是无法接受的错误行为。这时一股烤肉的香气从远处飘来，李曼咽了咽口水，眼睛忍不住瞄向了骷髅厨师手中烤得滋滋冒油的肉串。不过话说回来，在荒野里能有个专业的厨师给做饭，这真的很幸福。他从小就一直专注于训练战技，提升实力，根本就不会做饭。这大半年在荒野里练级战斗，大部分时间都是靠啃干粮度过，只有偶尔回城后才能改善伙食。这次刚刚进入荒野，就能闻到这么香的烤肉味。他看了一眼坐在篝火旁边发呆的沉默和弥漫着香气的烤肉，李曼咽了咽口水，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想法是不是错了。不可能错，有了实力想吃什么没有，还能缺个好厨师了？这个家伙就是浪费了变强的资源。李曼别过头，努力不去看那些烤肉，他心里再次肯定了自己的想法。骷髅厨师做饭的速度很快，没多久饭已经熟了，你们也快过来吃吧。沉默见饭已经做好了，他回过神来，不再思考强化的事情。他赶紧开口招呼那两个正眼巴巴地看着这边的两个女生，吃完饭赶紧去睡觉，要懂点事。沉默心里想着，他早就觉得这两个女生碍事了，竟耽误他试验技能。要不是看在尾款还没结清的份上，沉默早就选择单飞了。谁能知道在荒野里面这么赚钱？看着背包空间里价值上亿的黄金级材料，沉默心里很是满足。怪不得李曼说职业者在20级以后对世俗的财富就已经不太感兴趣，因为对高阶职业者来说赚钱真的很容易，随便在荒野猎杀一只青铜级超凡凶兽就价值上百万。对于高阶职业者来说，获得能够提升实力的超凡材料才是最让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不过既然已经接受了他们的任务，还收了定金，沉默自然会履行自己的职责。最基本的职业原则，沉默还是有的，更何况他们还有100万的尾款没付呢。虽然现在有钱了，但也不能忘本。这100万已经相当于沉默没觉醒成职业者之前将近一半的存款了。李曼和唐雪莹听到沉默的召唤，赶紧起身过来。闻了半天烤肉味，他们早就馋了，只是沉默一直坐在那发呆，没有说话，他们没好意思过来罢了。沉默同学，你这骷髅士兵们还真是多才多艺啊。唐雪莹坐了过来，接过沉默递给他的肉串，笑着说道。李曼也拿着肉串张了张嘴，没说话。本来他想问问沉默，为什么不多召唤几只战斗类的骷髅士兵，而培养这无用的骷髅厨师？不过现在手上拿着骷髅厨师给做的烤肉，他这话也就没好意思说出口。沉默拿出碗筷分给两个女生，他盛了米饭，就着烤虫肉吃了一碗，跟他们打了声招呼，起身就回到了帐篷里。李曼，你还别说，这个骷髅士兵烤出来的竟然还是超凡食物呢，真好吃，我来看看是什么增幅效果。唐雪莹打开属性面板，好奇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获得的状态，烤虫肉黑铁级，抗毒特性提升 10%。 看着状态上的信息介绍，他瞪大了眼睛，这烤的不是大地暴熊的肉，竟然是虫肉，就是白天打的那些黑乎乎的嘴里流着哈喇子的一虫。这唐雪莹看着手里冒着香气的烤肉，
突然感觉有些恶心。陈默自然不知道唐雪莹的想法，否则肯定喷他一脸。想得倒挺美，那熊肉可是黄金级的凶兽肉，你们又不给钱，还想烤了当饭吃？李曼倒是对这些无所谓，他在荒野里面待多了，早就习惯了，不仅没觉得吃虫肉有什么问题，甚至还吃得津津有味。3个人里属他吃的最多，连米饭都吃光了，一点没剩，简直就是一个净坛使者。没办法，战斗类职业者就是消耗体力，饭量大些很正常。吃过晚饭，李曼和唐雪莹也找了个角落铺上垫子，躺下休息。他们也有帐篷，但感觉在山洞里面没有必要，就没有搭。奔波了一天，他们也确实有些累了。躺下没多久，2个女生就已经睡了过去。第69章强化骷髅坦克。陈默躲在帐篷里一直在思考后续骷髅士兵的强化方案，只是骷髅小队目前没有什么专业方向的战力需求，他也就一直没有做决定。不过骷髅坦克肯定是要强化的，作为队伍里的防守主力，现在骷髅坦克还只是白银级，确实有些薄弱。而且白天击杀黄金级大地暴熊 BOSS 掉落了一本技能书，陈默刚刚已经看过了技能书的属性。大地铠甲白银级，召唤凝聚土元素，覆盖全身形成坚硬的铠甲，提升防御能力。他觉得这个技能正适合骷髅坦克使用。陈默命令骷髅士兵重新将他围住，挡住外边2个女生的视线。虽然他们睡着了，但还是小心一点好。他躲在帐篷里面，换过骷髅坦克，走到身前。陈默打开属性面板，查看骷髅坦克的强化材料需求。骷髅坦克强化到黄金级，除了需要黄金级的凶兽骨头，还要1枚土灵石。而陈默的背包里面正好有1枚土灵石，是他在白天击杀大地暴熊 BOSS 的时候掉落的。这回都不用去万界商城里买了，又节省了一笔开支。果然是头贴心的好熊。他开心地从背包空间中拿出土灵石和黄金级大地暴熊的部分兽骨，选择强化骷髅坦克。陈默准备好材料，对着面前的骷髅坦克使用了强化技能。强化金光在他身上显现，携带着被金光碾碎的兽骨和土灵石粉末，环绕着手拿黑色巨盾的骷髅坦克，最终融入他的骨骼之中。黄金级骷髅坦克强化完成。陈默打开面板，查看骷髅坦克的属性。骷髅坦克果然再次解锁了一个技能位。他拿出大地铠甲技能书，选择让骷髅坦克学习。看着手上的技能书化做一个铠甲模样的技能符文，飞起融入骷髅坦克的蓝色灵魂火焰之中。陈默再次打开面板，查看骷髅坦克的属性。灵骨战将土，资质等级黄金级，天赋特性土之坚韧，等级10，生命值3702，攻击1037左圆括号247加790右圆括号，技能嘲讽光环，青铜级，大地铠甲白银级，土之坚韧，最大生命值提升120%，非战斗状态时缓慢恢复生命值。嘲讽光环，开启光环将会受到魔怪的优先攻击，影响范围8米。大地铠甲，召唤凝聚土元素，覆盖全身形成土铠，提升防御能力。介绍：拥有大地之力的黄金级骷髅士兵，他拿上盾牌后绝对是值得信任的强力坦克。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暗金级生物骨骼15千克，地质核1颗。骷髅坦克强化到黄金级后，在沉默的感应里，骷髅坦克的骨骼变成了土黄色，宽大粗壮了许多，而且晶莹剔透，仿佛玉石一般。骷髅坦克的身形也高大了许多，有2米多高。他现在已经是所有骷髅士兵中体型最魁梧的一个。他穿着铠甲，拿着巨盾长剑，站在帐篷前面，极具压迫感。强化到黄金级后，骷髅坦克的天赋变成了土之坚韧，提升了120%的最大生命值，而且这个生命属性提升连沉默的属性加成也算了进去，这样这个天赋就将他的生命总值直接堆到了3702点。这个生命值已经是沉默的9倍了。沉默看了看自己的生命值，才410点。好在他有死灵共生这个被动技能，能让沉默共享所有骷髅士兵的生命值和精神力，否则以他原来的生命值还真不太敢闯进西泽密林。那只黄金级大地暴熊 BOSS 使用拍击技能，估计一掌就能秒杀沉默。沉默看了一下属性面板，他想起了击杀巨熊 BOSS 后还掉落了一件战士板甲，直接从背包空间中拿出，查看了一下属性，让骷髅坦克换上。暴熊战铠板甲，品阶黄金级，等级10级，属性体魄增加10点，特性最大生命值提升20%，耐久度1000。介绍：这是一件坦克职业的专属战铠，可增加生命值上限，提升生存能力，可强化，需要按金级材料悟星天铁5公斤。穿上这件黑色厚重的暴熊战铠，搭配黑色的磐石盾塔，骷髅坦克的模样更加威武。
他的生命值也提升到了4550点。将换下的新手白板铠甲扔进背包空间，沉默命令骷髅坦克使用大地铠甲技能，看看效果。大地铠甲技能发动，然后沉默就看到骷髅坦克身上很快就凝聚了一层土黄色的元素铠甲，覆盖在了他身上的铠甲之上，就连脸部都没落下。很快，整个骷髅坦克全身都被土黄色的大地铠甲包裹，甚至连武器都被裹住。他的整个身体只有2只冒着蓝火的骷髅眼睛在元素铠甲外面显露。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这是一只元素生物呢。这个大地铠甲技能只要消耗精神力就可以一直保持，不过当骷髅坦克受到攻击，大地铠甲就会受损，修复铠甲要消耗额外的精神力。当骷髅坦克的精神力消耗空，没有了精神力支撑，大地铠甲就会脱落消失。当大地铠甲技能效果存在时，只要受到的攻击没有击穿铠甲的防护，铠甲里面的骷髅坦克就不会受到伤害。看着被土色铠甲包裹的严严实实的骷髅坦克，沉默满意的让他取消了技能效果。沉默看着骷髅坦克，想起了白天在丛林中遭遇一虫，李曼跑到了嘲讽光环技能范围外面与魔怪对战，还差点被咬的事情。想了想，他又消耗200点精神力，将嘲讽光环技能提升到了白银级。嘲讽光环白银级，开启光环将会受到魔怪的优先攻击，影响范围16米。看到白银级嘲讽光环的技能效果，沉默觉得这个距离暂时应该是够用了。看看精神力还算充足，沉默索性再消耗400点精神力，将骷髅坦克的大地铠甲技能提升到了黄金级。这样一来，他维持大地铠甲技能所消耗的精神力会更低，铠甲的强度也能提升了不少。这一回骷髅坦克的强化已经全部完成。第70章献祭尸体试验骷髅召唤术。强化完成后，骷髅坦克的属性值也变成了灵骨战将土，资质等级黄金级，天赋特性土之坚韧，等级10 80.78%， 生命值4550，攻击1037左元括号247加790右元括号，技能嘲讽光环白银级，大地铠甲黄金级，土之坚韧，天赋最大生命值提升120%，非战斗状态时缓慢恢复生命值。嘲讽光环白银级，开启光环将会受到魔怪的优先攻击，影响范围16米。大地铠甲黄金级，召唤凝聚土元素，覆盖全身形成坚硬的战铠，提升防御能力。介绍：拥有大地之力庇护的黄金级骷髅士兵，他拿上盾牌后绝对是值得信任的强力坦克。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暗金级生物骨骼15千克，地之核1颗。能够拥有黄金级的技能，在职业者中已经算是资源很强的顶尖人物了。因为黄金级以上的技能书本就掉落稀少，能掉落黄金级物品的魔怪，在荒野里至少都是可以盘踞一方的首领级生物。他们实力强悍恐怖，根本不是普通职业都能够去挑战的存在。就这只15级的黄金级大地暴熊，如果不是遇到了沉默，以李曼18级稻谷级龙血战士的实力，也很有可能被大地暴熊击杀。荒野里面危机重重，职业者根本不可能像在新手副本里那样轻松打怪，很有可能在不注意的时候就被在荒野生活的猎食者盯上。他们会在职业者们打怪或休息的时候伺机偷袭，猎杀职业者们作为食物。荒野里完全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不够强就会成为别人的猎物。哪怕天资出众的稻谷级天骄，潜力出色，运气不好也很有可能在前期就惨死荒野，根本没有机会成长。这也是为什么先秦帝国每年这么多的新人职业者，但能成长到高阶的并不多，就因为每年都有大量的职业者在荒野丧生。职业者猎杀魔怪凶兽升级，他们也会把职业者们当作猎物，这也是高品阶的技能物品稀少的原因。能猎杀黄金级以上资质魔怪的高阶职业者本就不多，而且魔怪又不是傻子，打不过他们也会呼叫同伴帮忙，也会后退逃跑。所以黄金级的超凡物品是非常稀有珍贵的，除非是以超凡家族或顶级学院的底蕴和资源，否则还真供应不出一位全是黄金级技能的职业者。而使用技能进阶卷轴将职业技能提升到黄金级，那是比直接学习黄金级技能更奢侈的行为。黄金级的技能进阶卷轴可比一本黄金级的技能书贵多了。能奋斗成为高阶，能够买得起黄金级技能的职业者大人，他们哪个没有几个用得非常顺手的低阶技能？谁都想将惯用的低阶技能提升到高阶，而不是直接去学习一个陌生的高阶技能。再加上技能进阶卷轴的掉落数量比同阶的技能书可低多了，这个方法更难实现。这也是为什么沉默会隐藏自己的强击光环能力，不敢让其他人知道。一个10级的职业者新人就拥有暗金级的技能，九彩至尊骨的神级强化能力，它的逆天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陈默现在甚至就连骷髅召唤物都已经拥有黄金级的技能，这要是暴露出来，那他以后恐怕将不得安宁。陈默深知低调的重要性，他甚至连黄金级的骷髅士兵都只敢放出一只骷髅弓手，其他负责战斗的都是白银级骷髅士兵。当然，现在又多了一只黄金级的骷髅坦克。陈默看着身穿黑色铠甲、手拿巨盾、高大威猛的骷髅坦克，他满意地点点头。这只骷髅坦克已经打造成型，单论战斗力，拥有黄金级技能大地铠甲、穿着黄金级装备暴熊战铠的骷髅坦克，已经完全超越了骷髅弓手。当然，他们真要打起来，骷髅坦克只怕会被骷髅弓手完虐。以骷髅坦克的速度，根本追不上拥有风之祝福天赋、速度提升了120%的骷髅弓手。他又没有控制技能，只能被动挨打，打又打不到，跑又跑不了，只能被骷髅弓手在远处风筝致死。没办法，这就是职业相克。陈默从背包空间中拿出白天收进来的一只青铜级异虫尸体，他准备献祭这个尸体，试验一下骷髅召唤术技能，看看到底能节省多少精神力。这要是真的可以节省2/3的精神力，那他补充骷髅士兵的速度将会大大提升。陈默自从进入荒野，早就想验证一下这个技能效果了，只是白天唐雪莹他们在旁边，他也没办法避开他们使用技能。现在趁他们睡着，终于有机会了。使用骷髅召唤术，陈默直接在异虫尸体处开启召唤法阵。只见地上的异虫尸体被献祭后，直接化作黑色粉末融入召唤法阵，空间漩涡开启。一只黄金级骷髅士兵从黑色的空间漩涡中走出，然后直接被陈默收进召唤空间。陈默赶紧打开属性面板查看，想要确定自己到底消耗了多少精神力。刚才他使用技能的时候，感觉有些不对劲，这精神力的输出明显有些多，不像是节省了2/3的样子。查看了剩余的精神力，陈默确定了自己的感觉，精神力竟然只节省了80点。他这次召唤黄金级骷髅士兵一共消耗了400点，根本不是他想象的，只需要消耗160点精神力。陈默研究了一会，得出了一个猜想，难道是因为献祭的魔怪尸体品阶太低了？肯定是了。陈默召唤青铜级的骷髅士兵需要消耗120点精神力，节约2/3，正好是80点，所以他献祭青铜级魔怪尸体就只为他节约了80点精神力。得出这个结论，陈默有些无奈，只是献祭一只青铜级魔怪都让陈默心痛半天，而一只黄金级魔怪凶兽的尸体至少价值上亿，这要被其他生活类职业者得到，得被利用到极致，一点都不带浪费的。就连骨头渣子都得被磨成骨粉拿去炼药，这么珍贵的材料献祭了，就为了节约些精神力，这也太不划算了。算了，还是老老实实冥想恢复精神力吧。第71章黄金级技能攻术大师。骷髅召唤术技能试验暂时算是失败了，有些失望的陈默查看了一下精神力，还剩下1856点。之所以能有这么多共享精神力，完全是因为有了4只进行精神方向强化的生活系的骷髅士兵，他们的属性点都被陈默加到神魂属性上。陈默查看了一下所有骷髅士兵的属性面板，他发现骷髅弓手的攻术技能竟然还是初级的。由于之前的精神力一直不足，再加上骷髅弓手的战力非常强悍，遇到魔怪基本都是秒杀，以至于陈默忽略了他的技能等级。现在发现了，他直接消耗700点精神力，将骷髅弓手的攻术技能从黑铁级直接强化到了黄金级。陈默打开面板，查看了一下骷髅弓手的属性：灵骨战将风，资质等级黄金级，天赋风之祝福，等级10，生命值1710，攻击1113左圆括号265加848右圆括号。技能攻术大师黄金级无，攻术大师攻击距离增加240%，弱点攻击几率提升30%，可强化，需消耗精神力800点。风之祝福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提升120%。介绍：拥有风之祝福的黄金级骷髅士兵还会攻术，绝对是战场上恐怖的移动炮台。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暗金级生物骨骼15千克，风之核1颗。攻术技能从黑铁级强化到黄金级的攻术大师后，攻击距离直接从30%提升到了240%，还增加了一个弱点攻击的效果。这个弱点攻击就像是在白天斗时，骷髅弓手射箭攻击大地暴熊，有一支箭射中了暴熊的眼睛，造成的伤害直接翻了1倍。不过那个时候骷髅弓手的攻术技能低，弱点攻击只是碰巧出现。这次将攻术强化到黄金级攻术大师后，他的弱点攻击能力提升了30%，这意味着骷髅弓手的每次攻击都有将近30%的几率会对目标造成弱点攻击效果，这将大大提升骷髅弓手的输出能力。
而且他提升到240%的攻击距离，直接将骷髅弓手的攻击覆盖范围扩大数倍。而且距离越远，对于远程职业来说，也就意味着更加的安全，保命能力也会大大提升。强化完骷髅弓手，又一支拥有黄金级技能的骷髅士兵完成强化。骷髅弓手还有一个技能空位，没有学习技能，因为陈默目前还没有找到能快速提升骷髅弓手战斗力的合适技能，所以就一直空着，没有学习。反而是后来强化的骷髅坦克，2个技能位已经学满了，手下的2员大将全部强化完成，陈默的精神力只剩下将近1000点，这是死灵共生技能的底线，再消耗精神力可能会对骷髅士兵造成灵魂上的伤害。陈默停止了强化工作，帐篷周围也不需要骷髅士兵继续围住进行遮挡，陈默留下2只在帐篷旁边守护，命令其他骷髅士兵全部去洞口处站岗，顺便还可以抵挡一下从洞口吹进来的冷风。安排完骷髅士兵，陈默在帐篷里面躺下休息。白天走了半天路程，晚上又要熬夜等那2个女生睡着，才敢偷偷试验技能，就怕他们发现自己的秘密。这一路心惊胆战的，这钱可真不好赚。陈默已经后悔接下任务，带上这2个拖油瓶了。这要是没有他们，这荒野还不就是我的家？咱想咋耍就咋耍。陈默现在背包里有将近100公斤的黄金级胸骨，价值上亿，还有着大量的虫怪材料和黄金级巨熊兽肉。只是进入荒野1天，陈默就已经不是那个在城里抠抠搜搜1分钱掰2瓣花的人了。他现在也是有着上亿身家的男人，如果现在让他选择，他肯定会对着唐雪莹露出不屑的眼神。200万就想雇佣哥给你当保镖，你在想屁吃呢？不过既然出城前已经答应他们，陈默还是会好好完成自己的承诺。基本的职业操守还是要尊重的，要不以后谁还敢找你做任务？而且他对这2个女生的印象不错，尤其那个李曼，刚见面时压根看不上陈默，连话都懒得跟陈默说。但在他见识了骷髅弓手恐怖战力之后，那变化快的简直就像个舔狗。今天走的这一路上，他看了陈默和骷髅弓手至少几10次，而且但凡陈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那讲解的也是非常热情耐心。陈默对他现在的变化还是非常满意的。陈默胡思乱想了一会儿，今天确实有些累了，他很快进入了梦乡。然而陈默在帐篷里面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刚才想到的那个李曼压根就没有睡着。长期的荒野生活让李曼的危机感极强，在睡眠状态也能保持一定的清醒，可以察觉身边的异动。陈默强化骷髅士兵造成这么大的动静，早就将他吵醒了。李曼白天见识到了骷髅弓手的战斗力，早就对陈默产生了好奇。见到陈默这么晚还不睡，还让骷髅士兵在帐篷周围围住，一会叫这个骷髅士兵站到帐篷前面，一会又叫那个骷髅士兵站了过去。帐篷里面还不时的亮起金色光芒，神神秘秘的。最重要的是，李曼发现了那只手拿黑色巨盾的骷髅士兵。在走到沉默的帐篷前面，一道金光闪过后，那只骷髅士兵头骨中燃烧的灵魂火焰竟然从绿色变成了蓝色。他这是进化了。李曼观察过沉默的骷髅士兵，他的这些骷髅士兵里，只有战力最高的骷髅弓手眼里冒出的是蓝色的灵魂火焰。现在又多了一个骷髅坦克。然后李曼又看到了让他震惊的一幕，这只骷髅坦克竟然使用技能凝聚出土元素铠甲，将全身包裹住了。凝聚了土元素铠甲后的骷髅坦克给李曼带来的危机感知已经与白天遭遇的大地暴熊魔怪 BOSS 差不多了。他想到这只骷髅坦克与大地暴熊对战时，以他没有进化前的实力，居然都能够与黄金级的力量型 BOSS 对撞。虽然他还是被熊怪撞飞了，但也成功阻止了熊怪的冲锋，还让大地暴熊进入了眩晕状态，导致熊怪都没来得及对其他骷髅士兵造成任何伤害，就直接被围住击杀。第72章秘密暴露。这只骷髅坦克没进化前就这么厉害，现在他已经晋升到了与骷髅弓手一样的蓝色灵魂火焰，而且还学会了一个凝聚铠甲的技能，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打得过。李曼大概判断了一下，那只骷髅弓手不使用技能他都打不过。这只骷髅坦克看着高大威武、全身铠甲的外表，以及他给自己带来的压迫感，而且他还会使用技能，他估计更悬。自己一个18级的道骨级龙血战士职业者，竟然打不过一只10级的骷髅召唤物。想到这里，李曼有些颓然。这个沉默肯定有秘密，尤其是他帐篷里亮起的那个金色光芒。骷髅士兵能进化，跟这个金光肯定有关系。李曼没想到自己半夜没睡，竟然发现了沉默的秘密，心里突然间有些欢喜雀跃的感觉，就好像与沉默之间有了关联，拥有了属于2个人的秘密，让他的心里有了甜丝丝的感觉。李曼察觉到自己有些不对劲，强迫自己不再多想。终于，沉默的强化结束。
李曼见到陈默命令骷髅士兵全部站到了洞口，挡住了从外面吹进来的冷风。这个家伙还挺贴心的，还懂得照顾人。李曼心里想着，他赶紧闭上了眼睛，生怕被陈默发现他没有睡着。好在陈默并没有从帐篷里面出来，有这么多战力彪悍的骷髅士兵将洞口堵得严严实实。李曼在荒野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心里充满了安全感。没一会儿，他就再次睡去。很快，一夜过去，因为这个山洞非常隐蔽，这一晚周围很安静。陈默一觉睡到了天亮，他起身走出帐篷，就看到唐雪莹和李曼已经起来了。他们扭捏地站在山洞门口，看到陈默从帐篷里面起来，全都如释重负般松了口气。陈默，快让你的这些骷髅士兵让开一点，我想出去一下。唐雪莹见到陈默出来，急忙出声道。见到唐雪莹焦急的表情，陈默这才反应过来，他急忙命令洞口的骷髅士兵从山洞出去，在外面搭好了人梯。两个女生见到骷髅士兵已经让开，赶紧爬出山洞，钻进了丛林中。看样子真是憋坏了。李曼他们早就想上厕所了，只是陈默还没起来。他们有些不好意思叫他，可又不敢接近那些堵在洞口的骷髅士兵，毕竟已经见识过这些骷髅士兵的恐怖战力，万一靠近后被他们误会是受到攻击，随手一击就可能要了两人的小命，所以只能在山洞里面老实的等待陈默起床。见到两个女生出去，陈默看了一眼自己的精神力，经过一晚上的休息，他的精神力已经恢复到了1723点。趁山洞里面没有人，他直接消耗600点，将召唤空间中的3只骷髅工兵的采集术技能全都提升到了白银级。昨天猎杀黄金级 BOSS 大地暴熊，骷髅工兵就因为采集术技能等级不足，无法处理巨熊魔怪的尸体，只能简单的分割收入背包。今天要外出继续深入丛林，去猎杀异虫魔怪，必须得将骷髅工兵的采集术技能提升上去，可不能浪费魔怪身上的材料。现在精神力还剩下1123点，已经不能再用了，因为这些精神力是陈默通过死灵共生技能共享来的精神力，如果总量低于1000点，很有可能对骷髅士兵造成灵魂上的伤害。再说他还要预留些精神力，骷髅工兵使用采集术也需要消耗精神力，更何况昨天骷髅坦克也拥有了需要消耗精神力的大地铠甲技能。陈默感觉精神力真的是不够用，他已经开始考虑是不是强化一支精神强化方向的黄金级骷髅士兵，提升一下精神力的总量和恢复速度，但目前没有相应的技能书和具体方案，只能暂时放弃。陈默强化完骷髅工兵，他召唤出骷髅厨师，开始准备早饭。看着从召唤空间中走出的骷髅厨师，已经开始点火淘米。陈默不再关注，将帐篷收起，只留下垫子，坐在原地开始冥想。他要尽快恢复一些精神力，以防骷髅士兵使用技能时精神力供应不上。两个女生在外面回来的时候，已经见到骷髅厨师将篝火点燃，正在煮饭，他们也就不再拿出干粮。有专业的厨师给饭，当然没人愿意再去啃那些干粮。他们只是整理了一下东西，然后就坐在一起。唐雪莹和李曼开始研究今天要出行的路线。陈默见到他们回来，也睁开眼，不再冥想，跟他们打了声招呼，起身走出山洞，准备洗漱。陈默顺着骷髅士兵架起的人梯从山洞爬下。荒野的空气非常清新，清晨的丛林里带着草木的味道。陈默看着在树丛上升起的太阳，他已经开始喜欢上了荒野的感觉。在这里自由自在，不用关心他人的目光，可以随心所欲。就算在荒野里面光腚裸奔，都不用担心有人看到。当然，陈默可不会做那种事情。他走进树林排完水，从背包空间里拿出洗漱用品，开始洗漱。当然，他最喜欢荒野的地方，就是这里可以让他快速提升实力，还能够积攒财富。仅仅昨天一天的收获，就让陈默彻底爱上了荒野。陈默有些期待今天的行程。当陈默返回山洞的时候，骷髅厨师已经将早饭做好了，是一锅虫肉蔬菜粥和几个烤玉米。当然，食材都是陈默在出城前早就准备好的。陈默招呼唐雪莹和李曼过来一起吃饭，吃完抓紧出发，最好今天一天就搞定他们的任务，这样陈默就可以在荒野肆意刷怪了。唐雪莹在陈默外出的时候已经研究好了出行路线，她在地图上标记了要前往的地点，然后将地图信息分享给了陈默和李曼。陈默边吃边接受了唐雪莹发过来的地图信息，更新了自己职业面板里的地图。他看了一下地图信息，今天的路程倒不是很远，只有10多公里，但这个地方是在山区的丛林里，道路崎岖，极其难走。这个路程走一个来回，要在1天时间内走完，时间确实很紧。更何况路上还不知道有多少魔怪在盘踞游荡。确定了计划，三人快速吃过早饭，就爬出山洞准备出发。第73章丛林杀手的威慑力。唐雪莹今天没有吃那锅粥，只啃了一根玉米，
虽然那虫肉蔬菜粥闻起来真的很香，李曼胃口依旧很好，连喝了2大碗，将这些粥喝了个干干净净，差点就将锅底给舔了。净坛使者，名副其实。山洞下，陈默集结骷髅小队，有2支拿着长剑的骷髅士兵在前面开路，穿着黑色战甲的骷髅坦克在后边开着嘲讽光环技能，举盾跟随。剩下的骷髅士兵将陈默3人围在中间，最强的骷髅弓手依旧是站在陈默的身边。准备完毕，3人开始向西泽丛林的深处进发。这次被安排在队伍中间，李曼没有说什么。他纵横荒野大半载，哪次不是站在队伍的最前面负责开路，而像辅助职业一样被保护在队伍的中间？这种体验他还是第一次。不过这次他是真的服了，也不敢有什么意见，因为他昨天夜里就见识到了那只举着黑色巨盾的骷髅坦克被土元素铠甲包裹全身的样子。他那头骨里燃烧的蓝色火焰，代表着那只骷髅坦克已经进化到了跟昨天战力表现极其变态的骷髅弓手是一个级别的召唤物。有骷髅弓手做参照物，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是那个家伙的对手，与其上去受辱，还不如在后面老老实实的待着。这次向丛林深处前进，深渊异虫的数量明显多了起来。走在队伍最前面的2支骷髅士兵挥剑劈砍拦路的草木树枝，为后面的队伍开辟出一条道路。向前走了不到20分钟，他们就遭遇了第一波游荡的异虫魔怪。不过那些异虫离陈默他们的距离还很远，而且有高大茂密的树木阻隔视线感知，所以那些异虫魔怪并没有发现丛林中的陈默他们。但骷髅弓手已经通过精神感知观察到了那些异虫的位置。他举起弓箭拉开，轻盈的动作仿佛有风在他的周边伫立环绕。前面都是树木，李曼和唐雪莹也没有发现远处的异虫。他们察觉到陈默停下了脚步，有些疑惑地看着他，然后他们就看到骷髅弓手松开了手里的弓弦，砰的一声，弓弦震荡，箭矢快速破开空气，直接没入了前方的丛林之中。嘶！很快，远处传来异虫魔怪的嘶吼声，竟然发现了魔怪，这得有多远的感知距离？而且在没有视野的情况下也能射箭攻击。李曼发现这个骷髅弓手越来越恐怖了，这要是他在丛林荒野里跟这样的对手对上，估计他还没看到骷髅弓手在哪，就被不知道从哪射来的箭矢一击秒杀了。那些远处的异虫遭遇的情况跟李曼想的差不多，他们根本不知道是从哪射来的箭矢，在树丛中飞来，直接击杀了同伴。看着倒地的同伴，异虫们恐惧的嘶吼，想要召集更多的同伴前来支援，但这箭矢根本就没停。破空声不断传来，从树木的缝隙中射来的箭矢一箭就能击杀一只异虫。异虫魔怪们发现了箭矢射来的方向，但根本来不及躲避。击杀12级黑铁级深渊异虫，获得经验24点；击杀13级白银级异虫统领，获得经验104点；击杀12级青铜级深渊冰虫，获得经验48点。连串的击杀信息传来，很快这个异虫魔怪小队就被骷髅弓手在远处直接全灭。李曼和唐雪莹目睹了骷髅弓手向着树林里面张弓连射，而且速度很快，一连10几箭瞬息完成。虽然听到了远处的异虫嘶鸣，猜到了他应该是发现了异虫魔怪，不过他们没有与陈默组队，所以并没有接收到击杀信息，只能猜测骷髅弓手应该是在攻击异虫魔怪。但这也太夸张了，在这里根本没有视野好不好？前方除了茂密的树木，什么也看不到。这个骷髅弓手到底是怎么瞄准的？这箭术也太恐怖了吧！昨天他好像也没有这么变态啊，这一晚上怎么提升这么多？李曼看了一眼陈默，心里有了一些猜测。骷髅弓手灭杀了异虫魔怪小队，陈默沟通骷髅士兵感知了一下周围，已经没有其他魔怪了。他打开召唤空间，唤出骷髅工兵，命令他们去采集材料。3只已经拥有白银级采集术技能的骷髅工兵拿着采集刀从召唤空间的黑色漩涡走出，他们向着前方被灭杀的异虫魔怪尸体奔跑而去。小队继续前进，很快李曼和唐雪莹2人就在丛林中看到了满地的异虫尸体。这些异虫基本全部都是一击毙命，箭矢直接贯穿头部，有些防御弱些的异虫头部甚至已经被强劲的箭矢轰出一个大洞，绿色的虫血溅得满地都是。陈默召唤的3只骷髅工兵正拿着采集刀在现场快速的收集尸体材料。看着如此惨烈的现场，李曼和唐雪莹直接被震麻了。这只骷髅弓手简直就是丛林杀手，遇到这样的对手到底要怎么防守？那么远的距离根本不知道敌人在哪，对方的攻击却招招致命，就照着脑袋上打。李曼摸了摸头上的短发，看向陈默的目光越发尊重起来。骷髅弓手的弓术技能强化到黄金级的弓术大师后，在丛林里堪称无解的存在。他的精神感知距离极远，丛林里面的异虫魔怪
往往还没察觉到沉默他们的身影，就会被骷髅弓手发现。大师级的攻术技能让他攻击距离增加了2倍多，而且精准度也提升极大。骷髅弓手可以通过精神感知找到树丛密林的间隙，让箭矢从中穿过，精准命中极远处的魔怪。这种神出鬼没的攻击，异虫魔怪根本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反击。他们往往还没发现敌人在哪，就被骷髅弓手在远处击杀团灭。走了一上午，陈默3人已经来到了唐雪莹在地图上标记的地点，就是这里了。我上次来这个地方练级的时候，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月灵草。唐雪莹在地图上查看了一下，点头确认道：“咱们在这附近找找吧。”说完，唐雪莹就准备继续往前走，开始寻找草药。第74章龙血战士的真实战力。等等，陈默叫住了他：“那个月灵草是什么样的？你描述一下，我们可以分开找找看。”听到陈默的提议，唐雪莹点了点头，打开职业者面板，给陈默发了一张图片。陈默点击查看，月灵草因白色的花朵形似弯月而得名，怕阳喜阴，生长在树木茂盛的阴暗地带。看到月灵草的样貌信息，陈默记下后，他将骷髅士兵分成3队，分别跟着3个人提供保护，在丛林周围开始寻找。这个位置的树木极其高大茂盛，林中的光线很有限，环境阴暗潮湿，就连异虫魔怪都不爱在这个地方待着。越往这个方向行进，异虫魔怪的数量就越少。就算是这样，这一路走来，骷髅弓手也至少猎杀了数十只的深渊异虫，总共掉落了灵晶9颗，装备铠甲掉落了8件，基础剑术技能书1本。这2天采集的异虫魔怪材料已经有100多个虫壳，100多份酸血和上千公斤的虫肉。这些异虫魔怪掉落的8件装备都是10级的低阶装备，陈默全部给骷髅坦克换上了。这些装备将骷髅坦克的生命值又提升了180点，他的生命值已经达到了4680点。这几件新换上的装备外形都跟异虫的外壳有些相似，黑色之中泛着金属的光芒。骷髅坦克穿上这些装备后，已经全身都是黑色的铠甲，他高大的身形更显得威武强大，气势骇人。剩下的装备，陈默让骷髅弓手换上了。现在他就这2员骷髅大将，有好东西，当然要紧着这2只骷髅士兵先用了。异虫魔怪尸体上的材料，陈默也一点没有落下，全部都让骷髅工兵收集了起来，其中甚至还有几只白银级的异虫魔怪尸体。骷髅工兵收集完材料后，这几只白银级异虫魔怪被采集后剩余的尸体部分也被陈默收了起来。白银级的魔怪尸体是很值钱的，就算尸体上最值钱的部分已经被骷髅工兵采集走，但剩下的部分陈默也没有浪费，先收起来再说。陈默低头寻找月灵草，在阴暗的密林中走了没一会儿，唐雪莹惊喜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大家快来，我找到月灵草了！”陈默听到唐雪莹的呼唤，沟通了在他身边守护的骷髅士兵，感知了一下周围情况，他发现似乎有些不对劲，赶紧向着唐雪莹的方向冲去。陈默刚刚赶到唐雪莹的位置，李曼也兴奋地从林中跑了过来。陈默看着唐雪莹手指的方向，他发现的月灵草长在树丛的深沟之中，这个深沟的坡度很陡，一个人很难降下去进行采集。怪不得唐雪莹发现月灵草后会高喊让他们过来，他一个生活辅助类职业者，让他一个人下到沟底去采集月灵草，属实有些难为人了。万一沟底有隐藏的魔怪，他根本应付不了。唐雪莹看到陈默他们赶来，高兴的连连招手：“李曼，快过来，那个开着白色花朵的就是月灵草了。”李曼站在沟边上向里面看了一眼，也发现了沟底的一片白色小花，终于有希望能够解除邪神诅咒，他也激动起来。李曼从背包中拿出绳索就要缠在树上，他恨不得马上下到沟底去采药。嘣！突然一道开弓的声音传来，吓了李曼一跳。只见本来平静的站在陈默身边的骷髅弓手，此时已经扬起长弓，速度极快，不断的向着密林深处发起攻击，密集的箭雨几乎连成了一条直线。原来他的攻击速度这么快，李曼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被骷髅弓手快的要带出残影的手速震惊。但很快，远处就传来大片的异虫魔怪的嘶吼声。他这时也反应过来了，这是深渊异虫过来报复了。荒野的魔怪凶兽可不是副本里那些演化的简化版魔怪，这里的魔怪都是真实的生物，他们有血有肉，拥有智慧，懂得战术，也会趋利避害。陈默杀了这么多异虫魔怪，打了这些深渊异虫一个措手不及。现在他们已经反应过来，找到了他们这些罪魁祸首，自然会前来报复。MD 就差一点。李曼生活在帝国北域，来自雪龙城的超凡家族，自然不是什么乖乖女，对陈默温柔和颜悦色，完全是被骷髅士兵的战斗力给吓住了。现在眼看就要采到月灵草，解除邪神诅咒的希望就在眼前，却突然被这些讨厌的异虫魔怪给打断。他心中火起，
暴躁的情绪已经难以抑制。李曼收回绳索，从背包中拿出巨大的血色战刀。此时，在他的视线里，已经有大量的黑色异虫魔怪出现在丛林之中，虫怪密密麻麻，数量多得根本数不清。就这一会儿的功夫，骷髅弓手已经杀了至少几十只异虫魔怪，但却根本没有用，虫族数量实在太多了，单靠骷髅弓手一个根本杀不过来。李曼低吼一声，他的身体肌肉鼓起，气血能量充满全身，正是龙血战士的专属职业技能龙血真武。龙血真武黄金级，激活体内的巨龙血脉，身体的强度属性得到大幅度提升。李曼使用技能后，向着异虫怪群前冲，用力一个跳跃，他在半空中气血爆发，手中战刀高高抡起，向着下方一个体型明显大了一圈的虫族统领狠狠劈了下去。轰！李曼落地后，气血爆发散开的气浪直接掀翻了周边的小怪。他知道这次不杀退虫怪是不可能去勾底采集月灵草的，所以一上来他就火力全开，瞄准了一只虫族统领就直接开干。负469，战刀的巨大力道斩中了下方的虫族统领，将他劈得倒退数步，沿路撞翻了数个虫族小弟。李曼落地后欺身跟上，拖着战刀又是一个横斩，砍向了虫族统领脆弱的脖颈。负976，身体失去控制，正在后退途中的虫族统领根本没有机会躲避，就被李曼的第二刀砍中。弱点攻击，伤害翻倍，异虫统领的脖颈直接被战刀砍断，绿色的酸血喷涌而出，溅落地面。李曼状态爆发，两刀就砍死了一只虫族统领。他已经完全爆发出一个18级到古级龙血战士的彪悍战斗力。第75章，跑路吧，少年。可就算如此，面对如潮水般的虫族魔怪袭击，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济于事。他击杀虫族统领后，很快就有新的异虫魔怪向着他扑了过来。李曼只能边打边退，心里虽然愤恨无奈，但也没有办法。他的生命值减半后还不足1000点，生存能力大减，面对这种情形根本无法持久作战。陈默早在唐雪莹呼喊的时候，就已经通过骷髅士兵的感知察觉到了有异虫靠近，只是没有想到异虫魔怪的数量会有这么多。他赶紧集结骷髅小队，围在3人的身边提供保护，只留下骷髅坦克在前方开启嘲讽光环，吸引住异虫魔怪的注意力，为3人撤退争取时间。陈默拉着没什么战斗力的唐雪莹，3人边打边退。好在陈默3人身边的异虫魔怪都被骷髅坦克的嘲讽光环技能影响，陈默和唐雪莹倒是没遭到攻击。白银级嘲讽光环的技能范围还是很大的。此时骷髅坦克已经看不到身形，他完全被异虫魔怪围住包裹，已经在前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虫山。陈默早在骷髅坦克的受到攻击的时候，就开启了他的黄金级技能大地铠甲。骷髅坦克站在黑色的虫山中间，全身包裹着由土元素凝聚的大地铠甲，就连长剑和盾牌都被土元素铠甲覆盖。骷髅坦克为了维持身的上大地铠甲，他的精神力在迅速下降，他已经无法移动，完全被黑色的虫山压在了下面，动弹不得。陈默只能通过死灵共生技能尽量给骷髅坦克输送精神力，帮助他维持住大地铠甲。他指挥骷髅小队向着来时的方向迅速突围，而被陈默拉着的唐雪莹已经懵了。他一个生活职业者进入荒野也是被其他战斗职业者带着来这里练级，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被这么多魔怪包围的凶险情况。这种场景把他吓坏了，完全不能思考，只能呆呆的被陈默拉着跑路。好在他们身边的大部分虫怪都被骷髅坦克吸引，陈默他们撤退的过程还算顺利。唯一要命的就是陈默的精神力马上就要不足了，攻击骷髅坦克的虫怪实在太多了，维持大地铠甲技能所消耗的精神力实在太快，剩下的精神力根本支撑不了多长时间。可要是不维持大地铠甲，以骷髅坦克的血量，很快就会被密集的虫族咬死，这是陈默绝对接受不了的损失。骷髅弓手的弓箭已经被他拉出了残影，箭矢如雨般的快速清理着袭击过来的虫怪。陈默3人身边的骷髅士兵也奋力挥舞着手中的长剑，劈砍着近前密集的虫怪。一虫受伤喷溅出的酸血滚落在骷髅士兵身上，他们的铠甲上到处都是被腐蚀冒起的白烟。骷髅士兵手中的新手长剑耐久度也在快速下降，这种白板武器根本抵御不了一虫的酸血腐蚀。就在陈默的精神力马上耗空的时候，金光亮起，陈默升级了。升级后状态全部恢复，陈默的精神力被瞬间补满。骷髅坦克已经稀薄的大地铠甲又重新凝实了起来，陈默松了一口气，只要骷髅坦克没事就好。有吸血光环的效果在，这些虫怪的攻击根本不能对其他骷髅士兵造成威胁。陈默的白银级吸血光环技能
有着骷髅士兵造成伤害的80%的吸血量。这个吸血数值比例，再加上骷髅士兵那被暗荆棘强击光环技能增幅的超高攻击力，一重魔怪咬掉骷髅士兵一半的血量，而骷髅士兵只需要一次攻击就能将血量回满。而这些一重魔怪都是些低阶生物，攻击力根本不可能秒杀骷髅士兵。有了吸血光环技能，陈默并不担心骷髅士兵的生存续航问题，唯一要担心的就是虫怪太多会将撤退的路线挡住。好在大部分一重魔怪都被骷髅坦克引走，再加上骷髅士兵和骷髅弓手的效率极高的清怪速度，陈默三人终于突破了虫怪的包围，边打边退。陈默打开召唤空间，收回了被压在黑色重山下面的骷髅坦克，全身被黄色的大地铠甲包裹，在重山下顶着巨盾动弹不得的骷髅坦克。他的脚下召唤法阵开启，黑色空间漩涡出现，直接将重山里面的骷髅坦克收进了召唤空间。重山中间的骷髅坦克被召回，黑色的重山内部突然一空，轰然倒塌。虫怪们失去目标，再次向着陈默几人追了过来，宛如黑色的潮水般汹涌而来。好在陈默三人已经突破了虫怪的包围圈，正在全速撤退。一重魔怪只能在后方死死咬住，快速追击。骷髅弓手从发现虫怪开始，手上的攻击就一直没停过。青铜级的新手长弓被他拉得吱呀作响，箭矢如雨落。陈默收到的击杀的消息就没停过。这一战至少有几百只一重魔怪被骷髅弓手射杀。正因为有骷髅弓手的强力阻击，一重魔怪一直都没能追上陈默几人。跑得快的刚冒头就被骷髅弓手点名射杀了。突然嘎嘣一声，骷髅弓手手上的弓箭断了。坚持了这么久，这个青铜级新手弓箭的耐久度终于用完了。失去了骷髅弓手的压制，虫怪的追击速度明显提升不少。很快他们就要再次追上陈默三人。见此情景，李曼从背包中掏出一把血色的长弓，扔给了陈默。给你了，赶紧让那个骷髅继续攻击。陈默接过血色长弓，也没时间细看，递给了身边的骷髅弓手。骷髅弓手装备上新的弓箭，箭雨再次出现，这次的箭矢更加强劲。弓箭在拉开时，隐约有血色光芒在流动，射出的利箭划开空气，那力道甚至能够将跑在前面的一重魔怪直接带飞，轰进后方的怪群之中。有些箭矢更是能够连续穿透好几只一重魔怪的身体，实现连杀。有了这把血色强弓的加成，骷髅弓手的战斗力更加彪悍，渐渐连杀，很快就将扑上来的虫怪重新击退。终于，陈默他们向后方跑了大约1个多小时，虫怪放弃了追击，迅速后撤离开。骷髅弓手站在原地，又接连射杀了几只一重魔怪，很快就感应不到虫族的身影了。第76章荒野进货商。陈默几人累得直接瘫坐在地上，这真是前进小半天，后撤1小时。人在遇到危及生命的困境时，真的能爆发出无尽的潜能。陈默累得躺在地上，一句话都不想说。他不光要指挥骷髅士兵战斗，还要全程拉着被吓傻的唐雪莹跑路，而且道路极其难走，蜿蜒崎岖。他要带着唐雪莹以最快的速度在这种道路中爬上爬下，拼命逃跑。陈默的体力消耗极大，这钱真 TM 难赚。陈默躺在地上发出感慨，天上果然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出城前，陈默还以为这唐雪莹是被唐月月委托来帮助自己适应荒野的，还开出200万的任务酬金，让那个时候的他根本无法拒绝。现在看来，这根本就不是福利，而是陷阱了。这里面这么危险，你都不说，现在的诈骗手段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陈默躺在地上，心里满是不忿。要不是已经答应了他们，接了任务，收了定金，而且唐雪莹还是唐月月的表姐，有些交情，陈默早就跑路了。这也太坑了。唐雪莹被潮水般的黑色虫怪吓得脸色都白了，现在危机解除，她终于缓过劲来，哇的一声，竟然吓哭了，一个人坐在那里抹着眼泪。李曼在荒野混了这么久，这种阵仗也是第一次遇到。西泽丛林里面竟然有这么多的异虫存在，怪不得林中已经没有其他魔怪了，这是都被吃光了呀。甚至就连西泽山里的小霸王黄金级的 BOSS 大地暴熊都提桶跑路了，吓得躲进那么小的一个山洞里瑟瑟发抖。这种规模的虫巢攻击，就算是暗金级 BOSS 来了，那也得记啊，实在太恐怖了。李曼现在冷静下来后，也感觉有些后怕。他不得不再次感谢唐雪莹的英明决定，带上了陈默。这短短2天的时间，陈默就已经救了他2次了。现在他待在陈默的身边，竟然有了一种心安的感觉。陈默躺在地上缓了一会，他看着身边的骷髅士兵，脸色有些发黑。出城前靠着唐月月他们几个小富婆的赞助，这才凑齐了几套新手铠甲装备。结果跟着这个唐雪莹进入西泽密林1天，就全都干报废了。
现在这些骷髅士兵身上的铠甲被酸血腐蚀的到处坑坑洼洼，有些地方甚至都已经被熔穿入洞，能看见里面的骨头架子了。装备的耐久度已经岌岌可危，接近报废的边缘。本来穿戴的干净整齐的骷髅士兵，现在又恢复到了刚召唤出来时候的那个破烂样子。只不过现在他们身上挂着的不是沾满泥土的破烂布条，而是被酸血腐蚀的冒着白烟，全是坑洼破洞的铠甲残片。唐雪莹他们这200万的任务用金，连修装备的钱都不够，陈默还得往里倒打。想到这里，陈默的心情更不好了。这趟任务不仅差点跑丢了半条命，还损坏了这么多装备，这一波简直血亏。陈默发现一个事情，从他觉醒成为职业者，刷副本练级开始，他就一直在跑路，在副本里跑，出城后还跑。唯一的区别是，副本里面他是主动跑，是为了提升刷怪速度；出城后是玩命跑，是为了保住这条小命。想到这里，陈默心里更郁闷了。他打开背包空间，打算查看一下刚才的战斗收获，缓解一下难过的心情。这场战斗，骷髅士兵们至少杀了几百只异虫魔怪，可惜现在不能回去收集魔怪尸体的材料，只能清点一下打怪的掉落情况了。职业者猎杀魔怪，如果掉落装备物品是直接进入职业者的背包空间的，不需要去捡物品。只有魔怪尸体上的超凡材料才需要专业的生活职业者进行切割采集，而且魔怪尸体可没有谁杀掉就归谁的说法，也没有什么保护时间。你杀了魔怪，不赶紧将尸体收起来采集，没准下一秒就被别人抢跑了。陈默打开背包，马上就被满满一背包的物品吓了一跳。大概看过之后，陈默的心情顿时好了不少。他仔细清点了一下这1个多小时杀怪的所有收获，总共得到了灵晶33枚，10级的黑铁级、青铜级的铠甲装备有几十件，基础技能书8本。他大概算了一下，这些掉落的这些装备刚好可以凑齐9套，而且还有些剩余。职业者身上的装备栏，大的包括头盔、铠甲、护腿、靴子、护手、护腕以及腰带，一共7个部件；小的还有项链、2个戒指和2个饰品空位，总共12个装备栏空位。但小的饰品类装备掉率是很低的，这次陈默就没有刷出什么饰品，全都是些铠甲、护腿、头盔之类的装备。陈默的这10支骷髅士兵小队里，骷髅坦克已经换全了一身10级的装备，而且有大地铠甲技能的保护，他身上的装备并没有什么损伤。而剩下的9支骷髅士兵，包括骷髅弓手，身上的10级装备都没有穿全，这次正好全都给他们换上。陈默直接拿出这些装备扔在地上，堆起了一座小山。现在他也感受到了唐月月在副本里扔出满地装备的感觉了，这就是有钱的快乐。只在荒野待了2天，陈默就直接暴富。陈默再次发出感慨，荒野真好，我爱荒野。他命令骷髅士兵们上前拿起装备，将身上的那些被酸血腐蚀破损的新手白板装备全部换掉。当然，换装备依旧是让骷髅坦克和骷髅弓手这2员大将优先进行挑选。在这些装备里，他们2个差不多刚好可以凑齐一身青铜级的10级装备，至于剩下的装备，则由剩下的骷髅士兵们随便分配。换完装备，这些骷髅士兵立马焕然一新。虽然他们有的身上穿的是板甲，有的是皮甲，装备杂七杂八，而且武器也是各式各样，长剑、战斧、大刀、尖枪，拿着什么的都有。这些骷髅士兵就只有骷髅坦克和骷髅弓手，差不多凑齐了整套的职业装备。第77章，骷髅弓手的短板。相比于以前统一的新手板甲、长剑盾牌来说，他们现在这样确实不够美观，搞得像只穷的掉底的杂牌军。但骷髅士兵的战斗力却提升了很多，毕竟他们现在身上穿着的可都是10级的黑铁级，甚至青铜级品质的装备，那属性加成根本不是1级的新手白板装备能比的。至于武器，对于骷髅士兵来说，拿什么都一样，他们没有学习专门的武器技能，这些武器在他们手里只能发挥出最基础的属性能力，反正也没有额外的武器技能伤害加成，拿在手里能砍怪就行。看着这些换好装备的骷髅士兵，陈默心里总算是安慰了不少。他打开属性面板，将升到11级后获得的15个属性点再次全部加到了体魄上。现在陈默的属性面板变成了姓名陈默，职业死灵巫师，9彩至尊骨神级强化，等级11 10.57%， 体魄56，神魂116，召唤空间2766，技能骷髅召唤术黄金级，强击光环暗金级，死灵共生被动吸血光环白银级。骷髅召唤术消耗480点精神力，召唤一只骷髅士兵黄金级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800点精神力。
介绍：骷髅士兵的属性受死灵巫师属性影响，献祭尸体可节约2/3的精神力消耗，降低召唤骷髅士兵的品阶，可减少精神力消耗。强击光环，开启光环可提升友方目标320%的攻击力，可强化，需消耗1600点精神力。死灵共生，被动，死灵巫师将与死灵召唤物共享生命值和精神力，只要有召唤物存在，死灵巫师就不会死亡。吸血光环，白银级，开启光环友方目标，每次攻击可汲取伤害量的80%，用于恢复自身生命，可强化，需要精神力400点。加完点后，沉默的体魄提升到了56点，可以给骷髅士兵提供了560点的生命值加成。这样换完新装备后，沉默的骷髅士兵平均生命值已经达到了1600点，沉默能够共享的生命值直接突破了43000点。沉默看着崭新的属性面板，心里总算有了些安全感。这么多生命值，虽然偷袭是不怕了，但要是被虫巢围住，也就是晚死几分钟的事情，所以再慌也还是得慎重，不能浪。唐雪莹看着被沉默扔了满地的装备，惊讶的也顾不上哭了。她直愣愣地看着这些骷髅士兵在地上的装备堆里挑挑拣拣，不断更换着身上的残破铠甲。这个沉默刚才到底是在逃命，还是到荒野里进货来了？就这一会儿功夫就打出这么多装备，这满地的装备至少得有几10件，这得值多少钱？有这个赚钱能力，他还会认真完成自己的委托任务吗？唐雪莹心里开始泛起了嘀咕。李曼也确实被这满地的装备吓了一跳，但他可没有唐雪莹想的那么多。李曼现在的整个心里已经被沉默的强大实力给完全征服了，真的是太强了。奋力逃命的途中还能打出这么多的装备，至少在李曼的职业生涯里根本没有见过这么强大的男人。他现在才11级，就已经拥有如此强横的战斗力，而且在10级的时候就能够单人无伤猎杀15级的黄金级 BOSS 大地暴熊。今天遭遇如潮水般的异虫围击，他也能够从容逃命，毫不慌乱，而且还能给予反击，在短短时间里击杀这么多的异虫魔怪。看着沉默帅气的脸庞，李曼不禁有些湿了。这就是自己一直想要寻找的男人，实力强悍，帅气冷漠。李曼已经确定了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骷髅士兵将装备换完，沉默他们也休息的差不多了，往回跑到这个地方，距离昨晚过夜的山洞已经并不是很远。他们起身走了没多大一会儿，就来到了山洞的崖壁之下。沉默指挥骷髅士兵搭好人梯，3人爬进了山洞。2个女生一进山洞就泄气地坐在了地上。这次进入西泽密林，眼看着就要踩到月灵草，结果竟然被一虫魔怪给围住了。药材没踩到不说，小命还差点搭进去。这回再想去采药难度将大幅度提升，以他们的实力根本不可能完成。而且想到那密密麻麻的黑色虫怪，唐雪莹是说什么也不敢去了。那现在就只有2个选择，要么回家求家里长辈过来支援，要么就回到学院去，等待江清婉大人回归后帮助李曼清除诅咒。这2个选择对于骄傲的李曼来说都不太想选。从小就非常独立的她已经习惯了自己解决问题，有问题就回家找家长，那是没断奶的孩子才会干的事。她要是灰溜溜的回到雪龙城去，那还不得让人笑死。至于让唐雪莹回家找家长，那就更不行了，这得欠下多大的人情。求唐雪莹来帮忙，那是朋友之间的友情帮助，以后她还可以带着唐雪莹出来练练级，弥补一下。让人家去找家长，这人情怎么还？那还不如回家找自己家的大人呢，无非就是路程上多浪费点时间而已。李曼有些苦恼，看来只能回学院等江清婉大人了。沉默没有搭理在那边休息的2个女生，这趟任务接的亏的裤衩都快赔丢了，差点跑没半条命不说，还报废了好几套新手白板装备，就这些装备至少得价值上百万，任务还没完成，佣金就已经赔掉了1多半。至于新打出来的装备，沉默这次出城本来就是要刷怪练级的，在哪里刷怪不都得掉装备？那都是自己努力的成果，跟这个任务有什么关系？沉默坐在地上回想着整个逃命的过程，这次逃命确实暴露出骷髅士兵们在战斗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就是没有大面积的群攻能力，而且精神力短缺，没有群攻技能。这么多虫怪，骷髅士兵们就只能一只只的去砍去射杀，效率太低。沉默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密集的魔怪群体袭击，他打怪一直都是靠着骷髅攻手的连射碾压输出，这个问题自然也就没有显露出来。然而这次被虫怪围攻，魔怪数量突然剧增，骷髅攻手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单杀还行，群伤无力，再加上因为精神力不济，几乎无法维持大地铠甲技能，差一点就损失掉沉默花费大量资源强化的骷髅坦克，想想还真是有些后怕。
沉默想了半天，决心强化出一支法师类骷髅士兵。第78章缚灵丹。强化出骷髅法师后，然后再想办法学习一个可以恢复精神力的技能。沉默以前一直没下定决心要强化出一支法师类的骷髅士兵，一是因为骷髅弓手确实很猛，暂时用不到；二就是因为精神力一直都不够用。光是他自己使用强化能力和召唤骷髅士兵，这精神力的恢复速度就已经跟不上了。再来个浩然大户、大法师，这日子还过不过了。不过现在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了。沉默之前在城里学习吸血光环技能的时候，就在万界商城里面看到了好几种能够恢复精神力的光环类技能书，但那时候他已经没有空余的技能位。沉默又不太想让骷髅士兵学习光环技能，浪费战斗力，他自己就所谓了，反正也不打算冲上前方战斗，正好学了满身的光环技能，坐在后方看着骷髅士兵们冲锋，碾压所有敌人才是正途。而让一支骷髅士兵学习光环技能，不能去战斗，也坐在后方跟自己一样待着，那得多浪费资源。可让他们学了光环技能之后，让他们上前方战斗，他们就没有技能空位再去学习其他战斗类技能，只能挂着光环技能平砍，输出能力有限，而且自己又没有复活技能，这要是损失了可就亏大了。也是因为这个，沉默从来没有考虑过让骷髅士兵去学习光环技能，就是怕损失还白白浪费战斗力。有这技能空位，让他们学习一些战斗类技能，在前方好好打架不就好了。至于顶着光环在后方指挥，这是自己来就行了。不过现在不行了，必须得先整一个能恢复精神力的骷髅士兵出来。今天逃命的时候，沉默要不是因为升级了精神力状态恢复，他的骷髅坦克差点就因为精神力不足维持不了大地铠甲技能，死在虫怪中间。这可是沉默花费重金打造的最强战力，这要是死了，损失更大。所有投入的装备、材料和技能书全都得打水漂，而且自己也确实准备的不够充分，连瓶精神力恢复药剂都没买。出城以前打副本时候没钱嫌贵，因为一瓶低阶的黑铁级的精神力恢复药剂至少也要10几万，沉默没舍得买。现在有钱了，结果出来的时候匆忙，却把这件事给忘了。还好骷髅坦克没事，这要是因为没买精神力恢复药剂而损失一个强化过的黄金级精英骷髅士兵，沉默得心痛哭死。这次还是先强化一支学习光环技能，能提升恢复精神力速度的骷髅士兵再说。沉默决定以后将那些不能够直接提升战斗力的辅助型光环技能还是往下分一分，让骷髅士兵们也学习一些。自己的技能位也不多，不可能所有的光环技能都学全，他就只学一些会直接影响战斗力的光环技能就好了。让那些骷髅士兵学习一些提升精神力恢复速度之类的辅助类光环技能，这样就算学习光环技能的骷髅士兵损失了，也不会影响骷髅部队的整体战斗力。沉默坐在地上反思完，起身准备去山洞外面开始强化骷髅士兵。现在想想，昨天他真是被自己蠢哭了，怕秘密被这2个女生发现，随便找个借口去山洞外面试验技能不就好了。这在山洞里面又是搭帐篷，又是召唤骷髅士兵围住自己，更容易让人误会。今天想起这事，沉默感觉自己是不是跟这2个女生犯冲？这跟他们来一趟荒野，又是逃命又是赔钱，脑袋还不好使了，真是闹心。明天就送他们回城，这任务说什么也不做了。眼不见心不烦，沉默下定决心，起身打算去山洞外面强化骷髅士兵。沉默同学，你这是要去哪？唐雪莹见到沉默起身向山洞外面走，心里一惊。他已经被那如潮水般恐怖的黑色虫灾给吓坏了，对救了他一命的沉默也产生了些许依赖。现在见到沉默突然起身往外面走，他还以为沉默要扔下他们不管了呢。虽然沉默确实有过这个想法，只是心里的原则和底线让他做不出这样的事，但他也下定决心，以后就算再穷再没钱买材料，也绝不接受这样坑爹的任务委托。我出去上个厕所。沉默面无表情地回答道，转身就要离开。听到沉默的回答，唐雪莹舒了一口气。出城前他找到沉默，不仅是因为表妹唐月月的请求，更因为雇佣沉默更有性价比。否则200万佣金，上哪去找一位强力的超凡职业者来陪你做任务？不喷你一脸就怪了，侮辱谁呢？但凡能够升到18级以上的职业者，哪个身家都不会太少，会看上这200万？随便找个小队去荒野里杀几只青铜级凶兽，不比你这赚得多。而且西泽山这里早就传出已经被深渊虫族占据的消息，甚至在这里已经死了不少职业者。哪个经常出入荒野的职业者还敢来这里？也就是沉默这个没出过城的新手小白，不仅实力强大，能够清理沿路的小怪，帮助李曼缓解压力，而且他还不了解荒野的情况，
才会接受这样的任务委托。现在看沉默的表情，明显是已经后悔了。唐雪莹想了想，从背包空间中拿出一个瓶子，叫住了要走的沉默。沉默同学，我看你经常坐在地上冥想，应该是精神力不够用吧？我这里有10颗青铜级的负灵丹，是我在学院的时候炼制的，这次出来我就带了这么多，都给你吧。唐雪莹递出了手中的药瓶，对沉默说道：等回了学院，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再给你炼。沉默看着唐雪莹递过来的丹药，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来，伸手接过丹药。那咱们可说好了呀，你回了学院可要帮我炼药。沉默将负灵丹收进背包空间，看了看坐在地上又累又饿的2个女生，他赶忙打开召唤空间，唤出了骷髅厨师，从背包空间中拿出食材和一点黄金级暴熊肉，让骷髅厨师抓紧时间生火做饭。全部安排妥当，沉默这才努力地压住已经微微扬起的嘴角，转身走出了山洞。第79章，强化骷髅法师。在万界商城，一颗青铜级的负灵丹的售价在50万起步，这唐雪莹这一出手就给了10颗，价值至少有500万，真香！可不能让金主姐姐们饿到了，正好拿一点点黄金级暴熊肉炖个汤，让小姐姐们尝尝鲜。唐雪莹看着沉默飞快地将丹药揣进背包，走出了山洞，并贴心地留下了2只骷髅士兵在洞口看守，然后又看看在山洞里已经开始生火做饭的骷髅厨师，唐雪莹心里顿觉有趣，这个沉默还真是好哄，只需要一点点钱就行，只要给钱，他马上就会变得和气又贴心，不仅让骷髅士兵在山洞门口把守，负责保护自己的安全，还生怕他们饿着了，特意让骷髅厨师给生火做饭。看来以后要多多努力赚钱了呢。唐雪莹心里想着。李曼看着沉默走出山洞，就已经猜测出了他要去做什么，毕竟昨晚他就发现了沉默的秘密，估计是在今天的战斗中察觉到骷髅士兵的战斗力不够，又要去强化骷髅士兵去了。他在心里一笑，这个男生还真可爱，估计还以为自己的秘密没有被别人发现呢，天天偷偷摸摸的。但他也不会去探究沉默的秘密，这是自己看中的男人，已经陷入其中的李曼只会想办法维护他，根本不可能做出损害沉默的事情。看到沉默这么喜欢存钱，李曼猜测沉默的这个强化能力应该很需要资源，他已经开始考虑是不是回家族去想办法给沉默搞些资源来了，就是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资源，但直接问的话又会暴露自己已经发现他的秘密的事情。唉，李曼叹了口气，有些苦恼。李曼，别灰心，实在不行我去家族找叔叔他们，找一个会潜行的职业者，想办法进去西泽密林里面采药，而且就算这次采不到月灵草，回学院还有江清婉大人，总会有办法的。唐雪莹看到李曼叹气，以为他因为没采到月灵罕心情郁闷，忙开口劝解道。唐雪莹不说，李曼都差点都忘了自己还有邪神诅咒没有清除的事情了。从虫巢里逃出来后，他就一心在注意沉默的动向，现在唐雪莹一提，心情瞬间就更不好了。沉默从山洞里爬出，留下2只骷髅士兵在洞口把守，负责监视那2个女生的动向。他又把山洞下面的骷髅人梯全部解散，省得他们突然爬出来发现了自己的秘密。然后沉默带着骷髅士兵们走到了一处崖壁的巨石后面，躲进了山洞口的视野盲区。再三确认李曼他们绝对看不到自己后，沉默这才放心的从背包空间中拿出黄金级大地暴熊的兽骨，挑出1只白银级的骷髅士兵，选择进行强化。选择强化方向：速度强化、体质强化、精神强化。选择精神强化，可融合元素晶石、火灵晶、雷灵晶、水灵晶、土灵晶、风灵晶。看到弹出的选择面板，沉默知道这应该是跟强化骷髅弓手和骷髅坦克一样，在骷髅士兵的骨骼中融入元素晶石，用来强化这只骷髅士兵的元素属性和进化方向。沉默打开万界商城，准备看看这几个方向的法术技能书，确定一下到底要强化哪个属性的骷髅法师。作为一个骷髅法师，沉默对他的定位就是群体伤害输出，所以水元素和土元素都可以放弃，这2个方向的法师大多偏向于辅助类，大范围伤害能力不如其他3个元素类法师。至于雷元素方向，沉默也放弃了，无他，雷系法术的技能书实在太贵了，相比于同级别的元素法术技能书，雷系的法术技能书贵了将近1倍。雷系元素强悍霸道，拥有雷系天赋的魔怪生物天生都是极其强大的稀有品种，不仅实力恐怖，而且在荒野很难遇到，职业者们猎杀困难，相关的物品产出低，自然价格就高。剩下的2个元素风系和火系，沉默倒是没有纠结，直接选择了火系，因为他在火系法术技能书列表中看到了一本法术技能书，沉默觉得这个技能很适合骷髅法师的定位，
确定计划之后，陈默直接在万界商城里找到火灵晶，选择购买。交易确定，一枚火红色的能量晶石出现在陈默的背包空间之中。陈默拿出火灵晶，选择融入骷髅士兵强化之中。强化金光显现，带着破碎成粉的火灵晶和黄金级暴熊兽骨环绕融入到了白银级骷髅士兵的骨骼之中。黄金级精神系骷髅法师强化完成。陈默打开面板，查看了一下强化后的骷髅法师的属性。这只黄金级的骷髅法师果然已经解锁了2个技能位。他再次打开万界商城，在光环类技能书分类里购买了一本他早就看好的光环技能法力汲取黑铁级，开启光环后有方单位攻击时可恢复伤害量 10% 的精神力。这次买完一枚火灵晶和一本法力汲取光环技能书，高校长发给他的破纪录奖金和唐雪莹给的任务定金已经被他花掉了将近一半。因为之前陈默还强化了1只骷髅厨师和3只骷髅工兵，这些都是在商城直接购买的材料。而剩下的钱，陈默想要购买那个看中的火系法术技能书已经不够了。没办法，陈默只能上架了采集到的所有异虫肉和一部分黄金级的大地暴熊兽肉。这些兽肉在背包空间是不会变质损坏的，所以陈默本来打算将骷髅厨师的技能等级提升一下，购买相关的超凡食谱，将这些黄金级兽肉制作成超凡食物再上架售卖的。不过现在强化骷髅士兵资金不足，只能先卖部分材料了。至于异虫肉无所谓了，他们品阶太低，就算制作成超凡食材也多卖不了多少钱，而且还浪费精神力。骷髅厨师制作超凡食材也是要消耗精神力的，现在精神力这么紧缺，根本不划算，还不如直接将原材料卖掉。反正虫肉多的是，想要了再去西泽密林里面进货就是了。陈默上架完这些物品，就关闭了商城面板，不再关注，准备开始让骷髅法师学习法力汲取光环技能。第80章法力汲取光环。他从背包空间中拿出技能书，对着刚刚强化完成的骷髅法师选择使用。手上的技能书亮起，化作一个蓝色利齿模样的技能符文，飞起融入了骷髅法师的蓝色的灵魂火焰之中。法力汲取光环技能学习完成。通过这几次实战，陈默越发觉得这个光环技能跟自己的职业真的非常匹配，简直就是死灵巫师这个职业的神技。这不比让陈默去学习一些白骨之矛、诅咒术之类的法术技能强多了。自己施法打怪还怪累的，学了光环技能后，只需要安逸的待在后方，开着光环技能提供战力增幅，然后看着骷髅士兵们上前打架杀怪，难道不香吗？光环技能这个平时无人问津的鸡肋技能，在陈默这里算是被发扬光大了。至于为什么说光环技能鸡肋，因为毕竟职业者的技能位是有限的，有空余的技能位不去学习本职业的技能，去学2个光环技能，那给谁提供增幅呢？大多数职业者组建小队，最多3到5人，正常标配是2个近战，2个远程，1个辅助。学了光环技能，受益的可能只是其中的1、2个人，根本不能照顾到所有人。就比如吸血光环技能，你一个辅助治疗，不学治疗术，学个吸血光环技能，那怪又不是傻子，跟你对砍拼伤害，万一他速度快会躲呢？你砍不到怎么回血？而且你辅助自己掉血了怎么办？上去拿棍敲怪回血吗？花费同样高昂的资源费用，不去进阶一个黄金级的治疗技能，而去进阶一个吸血光环技能，相信任何一个职业者都知道怎么选择。毕竟超凡职业者到10级一共就只能解锁4个技能位，其中1个技能位还是本职业天生自带的一个基础技能，比如陈默的骷髅召唤术、苏清雪的寒冰剑、李曼的龙血真武之类的，然后就只剩下3个技能位了。那本职业的基础武器技能学不学？这又占去1个技能位。就像攻术技能、剑术技能之类的，可以提升自己的平砍伤害。因为一个职业者除了法系之外，大部分的伤害输出还是以平砍为主。况且大多数技能提升到黄金级都会解锁新的技能效果，能力属性增幅都会大幅度提升。就好比一个近战职业面对骷髅坦克的大地铠甲技能和吸血光环技能，一个是只要消耗精神力就能随时提供保护的铠甲类技能，一个是砍不到敌人就无法发挥效果的恢复类技能。作为一个近战职业者，你会怎么选择？当然，光环类技能虽然对于普通职业者来说比较鸡肋，但对于军团作战，它能发挥的作用却相当强大。他们能将职业者军团整体的作战能力提升几倍，甚至几10倍。所以在帝国的边境军队和较大规模的工会里面，还是会培养专门的光环师职业者，而且也只有这些地方才会有资源将一位光环师的技能给提升到黄金级以上。毕竟光环技能的品阶太低，增幅效果并不明显，只有到了黄金级以上才会显露出他们的强大增幅能力。黄金级品阶的技能
那可是很多高阶的普通职业者都梦寐以求的。至于暗荆棘，那是想都不敢想。这就是为什么光环类技能不太受欢迎的原因，就是需求量太小。光环技能品阶低，增幅效果不明显，想提升到高阶，资源又不够。只有这些需要大规模作战的团体才会选择集中资源培养一些光环师职业，普通的职业者根本不会考虑。不过对于陈默来说，这个光环技能就是神技了，他一人就能成军。虽然现在的骷髅士兵部队数量还不太多，但以目前的增长速度，扩张成军那是早晚的事情。学了光环技能，可以为这么多骷髅士兵提升增幅，所以绝对不亏。陈默打开面板，查看了一下骷髅法师刚学的法力汲取光环技能。法力汲取黑铁级，开启光环后，友方单位攻击时可恢复伤害量 10% 的精神力。他又看了一下自己的精神力数值，已经有2950点。现在能有这么高的精神力数值，完全就是因为有面前这只刚刚强化的骷髅法师。强化到黄金级的精英骷髅法师，属性点重置后，陈默将他的属性点全部加到了神魂属性上。光他一只骷髅法师就为陈默提供了1300点精神力。他选择直接消耗1500点，将骷髅法师的法力汲取光环技能强化到了暗金级。陈默打开面板，查看骷髅法师的属性：灵骨战将，火；资质等级黄金级；天赋火之契约，等级11；生命值1560；攻击1038左元括号271加867光环；技能法力汲取暗金级无；法力汲取暗金级，开启光环后，友方单位攻击时可恢复伤害量 160% 的精神力。火之契约，火属性法术的伤害提升 120%。介绍：拥有火之契约的黄金级骷髅士兵，如果拥有火系法术，绝对能成为专业的烧烤大师。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暗金级生物骨骼15千克，火之核1颗。暗金级的法力汲取光环技能，骷髅士兵攻击敌人能恢复伤害量1倍多的精神力。这可比陈默坐在那里辛苦冥想快多了。这么多骷髅士兵一起攻击，那精神力还不得分分钟回满。强化完这个暗金级的法力汲取光环技能，再加上陈默自己的暗金级强击光环技能，陈默已经拥有2个暗金级的技能了。这就是九彩至尊骨的神级强化能力，对于其他职业者来说几乎是遥不可及的暗金级技能，而陈默只要消耗精神力就能够将普通技能直接强化到这个级别，甚至更高。这也是为什么陈默骷髅士兵的战斗力会提升得如此迅速，就是因为有暗金级的光环技能强大加成。任何职业技能品阶提升到暗金级，技能效果都会得到数倍的增长，恐怖如斯。所以不只是根骨等级，职业技能的品阶等级也是职业者们拉开实力差距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到了后期，职业者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第81章，从零采集队出发，根骨高、资源多的职业者，在属性值、技能品阶、装备品阶等各个方面都会对普通职业者形成碾压优势，这根本就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就如同超凡职业者与普通凡人之间的差距，职业者之间的差距也是如此的悬殊。这也是为什么资质高的职业者们会如此热衷于报考顶级学院，就是为了进入学院后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努力让自己不要成为那个被碾压的炮灰。有了骷髅法师的暗金级法力汲取光环技能，陈默终于不用太担心精神力恢复的问题了。看着法力汲取光环的技能效果，陈默满意的关掉了职业面板。现在就等明天去打怪，试验这个法力汲取光环的技能效果了。现在骷髅法师已经强化完了，想卖的材料也才刚刚上架。陈默想了想，打开了召唤空间，将所有骷髅士兵全部召唤了出来。现在召唤空间里面一共有3只拿着采集刀的骷髅工兵和陈默储备的13只黄金级骷髅士兵。看着从召唤空间的黑色漩涡中走出的这些骷髅士兵，陈默从背包空间中将之前那些骷髅士兵更换下来的破破烂烂的新手白板装备，还有一些今天打出来的没有用到的装备，也全都给拿了出来。反正这些装备也没什么修复价值，索性就让这些骷髅士兵全部都穿上，发挥些剩余价值好了。看着这些骷髅士兵将地上的新手装备全部穿好，陈默命令这些黄金级骷髅士兵护送着3只骷髅工兵向着西泽丛林方向前进。现在天色渐晚，马上就要黑天了，正好趁着夜色，让这些骷髅士兵们前进丛林里面去将那些虫怪材料收集回来。陈默可一直没忘记那些被骷髅弓手猎杀的异虫魔怪，尸体就这么丢在丛林里面，太可惜了。能收集回来一点是一点。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让这些骷髅士兵先去生长月灵草的那个地方，将月灵草采集回来。一株月灵草在悬赏任务里面可是要50万一颗，这可全都是钱。
黄金级骷髅士兵的精神感知距离是很远的，而且不受黑夜的影响，他们可以轻易地躲开虫怪的巡视。而且有这么多的黄金级骷髅士兵护送，陈默对他们的这次采集行动还是比较放心的。看着10几支骷髅士兵小队消失在丛林里，陈默收回目光。现在精神力还剩下1400多点。陈默从背包中掏出唐雪莹刚刚给的茯苓丹，打算吃一个试试效果，至少要对这个丹药有些了解，战斗的时候才能不慌乱出差。他从药瓶中倒出一枚绿色晶莹的丹药，查看了一下属性。茯苓丹，青铜级，服用后可马上恢复300点精神力，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提升50%的精神力恢复速度，持续时间10分钟。确定无误，陈默将茯苓丹吞入肚中，味道不怎么好，有些刺鼻，不过精神确实清醒了许多。陈默感受了一下，收起药瓶，坐在原地开始冥想。10分钟后，陈默打开属性面板，精神力已经恢复到了1753点。茯苓丹这提升精神力恢复速度的效果确实不错，虽然有300点是茯苓丹直接恢复的，但在10分钟里，陈默也恢复了好几点精神力。这个恢复数值是陈默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要是一直能保持这个恢复速度就好了。确定了茯苓丹的效果，陈默心情很好，现在就等材料卖掉后，有钱了购买一个火系法术技能给骷髅法师学上，就又完成了一个精英级骷髅士兵的强化工作。强化任务完成，陈默从背包中找出一个10级的青铜级法杖，给骷髅法师换上。项目法杖，装备品阶青铜级，等级10级，装备特性法术类，伤害提升 8%， 耐久度800。介绍，这是由蕴含魔能力量的橡木枝干制作的法杖，能够略微提升一些法术威力，可强化，需要白银级材料通魔角2公斤。这个家伙现在手上还拿着一把黑铁级战斧呢，现在已经是法爷了，自然要使用法杖才对位。陈默到现在也没穿什么装备，主要是目前装备的品阶太低，他穿上已经没什么效果，因为他拥有死灵共生技能后，生命总值就已经突破了43000点，除非是能够增加神魂和体魄这种基础属性的高阶装备，否则其他的都没什么用。穿上这些低阶装备只能给自己增加1点生命值和攻击力，又不能给骷髅士兵们提供战力加成，还不如不穿，至少还能轻便一些。看着拿上法杖的骷髅法师，陈默心里对黄金级的大地暴熊充满了感谢，要不是这位慷慨大方的熊哥不惜舍身帮助陈默，陈默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拥有了3只黄金级精英骷髅士兵。看看剩余的黄金级熊骨，大概还有80公斤，还能够强化出5只精英级骷髅士兵。不仅如此，大地暴熊看到陈默购买元素灵晶和技能书的钱不够，他还卖肉帮陈默凑钱，真是我的好熊哥。陈默感叹了一下，起身准备回山洞休息。他一回身就注意到了骷髅弓手身上背着的血色长弓。对了，这不是今天骷髅弓手将弓拉断后李曼扔过来的武器吗？逃命时太匆忙，陈默也没来得及查看这把弓的属性。他打开属性面板，打算查看一下这把弓到底是什么品阶的。看着装备的属性，陈默逐渐瞪大了双眼。这是黄金级武器。属性面板上的武器信息显示在眼前，陈默有些不敢相信。龙吟弓，装备品阶黄金级，等级10级，攻击力125，体魄+3，神魂+1。装备特性，弓箭的穿透效果提升至 50%， 耐久度1500。介绍，这是一把穿透力十足的战弓，拥有龙血之力的增幅，让它射出的箭矢可以轻易破开坚硬的防御。可强化，需要按金级材料星母云铁5公斤。第82章黄金级武器。好家伙，真是好家伙，能增加基础属性的装备，陈默到现在还是第一次见到。一把黄金级的成品武器，这得值多少钱？他在扔过来的时候是说送给我了吧？肯定错不了。陈默心里回想了一下，确定自己没有听错，没想到这个李曼出手竟然这么大方，真是看走眼了。陈默心里突然对李曼的好感倍增，他仔细回想了一下，刚才自己在山洞里面跟他们说话是不是太大声了？真的是太失礼了。今天的熊肉必须烤着吃，怎么能炖汤呢？就那么点肉，以李曼小姐姐的胃口，那能吃饱吗？这不显得自己招待不周？陈默想到这里，赶紧关闭了装备面板，起身向山洞走去。陈默搭好骷髅人梯，爬进山洞的时候，骷髅厨师已经将熊肉汤炖上了。他又从背包中拿出一大块黄金级暴熊肉，又拿出强化生活系骷髅工兵时剩下的那些长牙猪大骨头，将它们全部交给骷髅厨师，让他拿去烧烤。今晚必须 BBQ。 陈默对着坐在一边的2个女生咧嘴一笑，2位同学，你们喝饮料不？这一顿饭
在唐雪莹和李曼有些莫名其妙的感觉下，马上就要吃完了。这个陈默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态度突然变化这么大，竟然还舍得拿出黄金级的熊肉做成烤肉给他们吃。难道那几颗青铜级茯苓丹的效果这么好？唐雪莹暗自嘀咕。不过这黄金级的熊肉真是好吃，就是肉里蕴含的能量太强，她根本就吃不了几块，就已经感觉饱了。唐雪莹羡慕地看了一眼还在狂吃海喝的李曼，有美食却吃不下，只能坐在一边闻味，这感觉可太差了。她只能慢慢喝着陈默拿出来的果汁，靠在一边发呆。陈默吃完饭又从山洞口爬了出去，他在万界商城里上架的黄金级熊肉全部已经卖完了，资金已经到账。黄金级的物品在万界商城里本来就是稀缺的东西，根本不愁卖。这次陈默准备直接买下技能书，让骷髅法师学习技能。他带着骷髅法师走到巨石后面，躲进山洞口的视野盲区，打开万界商城，在里面找到了之前早就看中的火系法术技能书，选择购买。烈焰风暴白银级，在指定区域释放一片狂暴火焰，对区域内的目标造成持续伤害。学习技能需要100点神魂属性。确定交易后，陈默卖掉黄金级熊肉后充实起来的账户又掉了一半。一本白银级技能书出现在了陈默的背包空间。陈默拿出技能书，对着骷髅法师选择使用。他手上的烈焰风暴技能书化作一枚火焰飓风模样的技能符文，融进了骷髅法师的蓝色灵魂火焰之中。陈默看看精神力数值，已经恢复到了1815点。他直接消耗400点，将骷髅法师的烈焰风暴技能强化到了黄金级。技能强化后，骷髅法师的属性变成了灵骨战将火，资质等级黄金级，天赋火之契约，等级11，生命值1560，攻击1038左元271加867光环。技能辉煌光环暗金级，烈焰风暴黄金级，火之契约，火属性法术的伤害提升120%。法力汲取暗金级，开启光环后，有方单位攻击时可恢复伤害量160%的精神力。烈焰风暴黄金级，在指定区域释放一片狂暴火焰，对区域内的目标造成持续伤害。介绍：拥有火之契约的黄金级骷髅士兵，如果拥有火系法术，绝对能成为专业的烧烤大师。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暗金级生物骨骼15千克，火之核1颗。沉默的第3只黄金级精英骷髅士兵强化完成。这只骷髅法师的属性更加爆炸，他学习的2个技能，一个暗金级，一个黄金级。这个品阶的技能，就连超凡家族的天骄子弟都不一定能够拥有。现在竟然出现在了一只骷髅召唤物身上，这要是让那些职业者知道了，还不得羡慕嫉妒的原地爆炸。荒野外面的空气还是不错的，天色还早，陈默也不想这么早回到山洞休息，反正身边有这么多骷髅士兵保护，也没什么安全问题。他索性坐在原地，打开万界商城，随意逛逛，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新的强化灵感。翻着翻着，陈默的目光定在了一个技能书上，眼睛有些转不动了。这个风系技能实在太适合骷髅弓手了，因为一直以来骷髅弓手的战斗都非常省心，就是站在远处拉弓射击，而且他的天赋风之祝福增加了120%的移动速度，一般的魔怪也追不上他。自身的安全没有问题，攻击方面还有沉默的强击光环和吸血光环提供增幅。沉默也没发现他有什么特别需要补强的地方，也就空着一个技能位，没有学习技能。不过今天看到的这个技能书真的很适合骷髅弓手，正好沉默卖掉部分熊肉，买了一本烈焰风暴技能书后，资金刚好还够。沉默咬了咬牙，还是赶紧选择了购买。他怕不抓紧买，一会儿这本技能书就被别人抢走了。风旋九影白银级，召唤8只风属性分身，跟随召唤者一同进行攻击，每只分身的生命值为召唤者的10%，攻击伤害为召唤者攻击力的30%。交易完成，看到背包空间里面出现的技能书，沉默松了一口气。好了，这回账户里的钱又花了个精光。不过看到强化后的精英级骷髅士兵那爆炸般的属性面板，这钱花的真值。沉默将骷髅弓手叫了过来，拿出风旋九影技能书，对着他选择使用。他手上的技能书亮起光芒，化作一枚模糊的分身模样的技能符文，融入了骷髅弓手的蓝色灵魂火焰。沉默再次消耗400点，将骷髅弓手的风旋九影技能也强化到了黄金级。现在学习了黄金级技能后，拿着黄金级武器龙吟弓的骷髅弓手又重新变成了沉默手下的战力榜第1名。第83章风旋九影。查看骷髅弓手的属性面板：灵骨战将风，资质等级黄金级，天赋风之祝福，等级11，生命值2056，攻击
1558左元括号371加1187右元括号。技能：攻术大师，黄金级，风旋九影，黄金级，风之祝福，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提升 120%。攻术大师，攻击距离增加 240%， 弱点攻击几率提升 30%。可强化，需消耗精神力800点。风旋九影，黄金级，召唤8只风属性分身，跟随召唤者一同进行攻击，每只分身的生命值为召唤者的 10%， 攻击伤害为召唤者攻击力的 60%。介绍：拥有风之祝福的黄金级骷髅士兵还会攻术，现在又有了分身术，他绝对是战场上最恐怖的移动炮台。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暗金级生物骨骼15千克，风之核1颗。现在陈默手下的3员最强战将已经全部强化完成，当然钱也花完了，但这钱确实花得物有所值。就骷髅弓手现在这个爆炸伤害量都不用技能，一剑一个小李曼，当然是中了邪神诅咒后生命值减半后的李曼。要是全盛时期的他，那得需要2剑才能搞定。骷髅弓手使用分身技能后，那成倍增长的伤害量，2个李曼也无法近身，只需一击就能直接将他们轰杀在远处。道骨级职业者不过如此。陈默在心中对比了一下，心里非常满意。现在精神力只剩下1000多点，也不能再使用了。陈默又在外面待了一会儿，这才返回山洞准备休息。回到山洞，李曼和唐雪莹已经吃完了，正坐在一边小声聊天。见到陈默回来，他们立马不再说话，只是一直盯着陈默看。陈默向他们笑着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他这回也不搭帐篷了，拿出防潮垫铺在地上躺好，就准备睡觉。李曼看着跟着陈默进来的几只骷髅士兵，马上就发现了那只手拿法杖、眼冒蓝火的骷髅法师。他果然是出去净化骷髅士兵去了。李曼仔细观察过，陈默一共有14只骷髅士兵，他本来只有1只眼冒蓝火的骷髅弓手，9只眼冒绿火的骷髅士兵，再加上4只燃烧黄色灵魂火焰的生活类骷髅士兵。这在荒野里短短2天时间，他身边就又多出了2只燃着蓝色灵魂火焰的高阶骷髅士兵。而且这3只高阶骷髅士兵战斗风格各不相同，有攻守，有盾战。这回看样子又冒出一个法师，他的这些骷髅士兵进化方向还能控制，而且这进阶速度也太快了。这陈默绝对不可能是反骨级职业者。李曼心中做出了结论，就是不知道进化这些骷髅士兵需要什么条件。这回家了也不知道帮他要什么，直接给钱又太直接，怕陈默接受不了。李曼一心想帮助陈默，想送他些礼物好拉近些关系，但苦于没有途径，只能闷闷不乐的也躺下休息。夜里，一连串的消息传来，将陈默给惊醒了。打开查看，原来是骷髅工兵们抵达了西泽丛林深处，已经开始采集月灵草了。这一连串的消息就是骷髅工兵将一株株的月灵草放入背包空间的信息提示。陈默数了一下，就这一会儿功夫，背包空间里面就已经有几十株了。这回又有钱了。陈默打起精神，数了一会儿不断增长的月灵草，终于又困了。他关掉面板，转身再次睡去。清晨，天刚蒙蒙亮，睡梦中的陈默突然袭击接到了骷髅士兵的预警，他赶紧起身，急忙连接了骷髅工兵的精神感知。他发现昨晚派出的骷髅小队现在正躲在山洞不远处，而他们的前方，丛林里面密密麻麻的都是一重魔怪。看到这个场景，把陈默吓得一咕噜爬了起来。他快步走到山洞门口往外看去，果然，远处的丛林里面如潮水般的黑色虫潮正向着山洞方向席卷而来。MD， 这些虫怪还真是阴魂不散，竟然又追过来了。陈默不敢耽搁，回身叫起李曼2人。唐雪莹和李曼睡得迷迷糊糊，昨天玩命跑路实在是太累了，而且精神受到不少惊吓，很是疲惫。不过他们见到陈默焦急的表情，立马知道事情不好，也动作麻利的爬了起来，跑到洞口查看情况。然后他们就看到了丛林中那黑色的虫潮。看到这一情形，把唐雪莹都吓呆住了。这刚从昨天的逃亡中缓过劲来，今天又来。陈默看了唐雪莹一眼，知道指不上他。就这一会儿的功夫，虫潮已经冲到了崖壁下面。陈默赶紧将外面的骷髅士兵全部收回召唤空间，让骷髅坦克带着骷髅士兵在山洞口做好战斗准备。咱们不能在这里待着，虫潮一会儿就会将洞口堵死，到时候我们再想出去就难了。李曼站在洞口看了一会儿，向陈默提议道。陈默也觉得有道理，现在看山洞里面是很安全，可是虫怪太多，一旦战斗起来，光是杀掉的虫怪尸体就能将下面的崖壁填满，到时候山洞外面被潮水般的虫潮堵住，陈默他们再想逃就根本不可能。还是趁现在虫潮没有涌上来，
赶紧跑路才是正途。想到就做。陈默仔细观察了一下外面的情况，确定了逃跑路线。情况危机，陈默赶紧将骷髅坦克收回召唤空间。看看精神力已经恢复到了1500多点，他直接消耗400点精神力，使用强化能力将骷髅坦克的嘲讽光环提升到了黄金级。嘲讽光环，黄金级，开启光环将提升自身 30% 的防御力，并受到魔怪的优先攻击，影响范围32米。黄金级的嘲讽光环不仅影响范围提升到了32米，还增加了一个提升自身防御力的效果。因为是在召唤空间中进行强化金光在外面根本看不出来。李曼他们就看到陈默将骷髅坦克收进空间，一瞬间的功夫又放了出来，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陈默估算了一下距离，让骷髅坦克使用大地铠甲技能凝聚土元素铠甲将全身覆盖，然后指挥2个骷髅士兵抬起骷髅坦克向后退出数米，他们一起向前助跑，在洞口直接将骷髅坦克向着远处扔了出去。轰！身上被厚重的土元素铠甲包裹的骷髅坦克被扔出去后直接砸落地面，血红色的嘲讽光环技能开启，覆盖住了山洞下面一大片的面积。第84章巧奔妙逃。陈默向嘴里扔了一颗复灵丹，看到山洞下面的虫怪已经被骷髅坦克吸引，很快就堆起了黑色的虫山，而山洞下面已经空出一大片空地。他赶紧指挥骷髅士兵爬出山洞，搭起人梯。陈默拉着又被吓傻的唐雪莹爬下地面，李曼跟在2人后面。在骷髅士兵的保护下，他们向着西泽镇方向逃去。虽然一部分虫巢被骷髅坦克吸引，但仍有一大部分虫怪扑到了陈默他们的身边。9只骷髅士兵将陈默3人护在中间，奋力砍杀。这种情况，骷髅法师根本没有条件释放技能，只能不断地抡着法杖将扑上来的异虫抽飞。大家一起努力破开虫巢，向外面突围而去。骷髅弓手拉开黄金棘龙银弓，张弓连射，每一只射出的箭矢几乎都能接连穿透好几只虫怪，但虫巢实在太过密集，根本杀不过来。眼看陈默他们就要被虫巢淹没，陈默打开召唤空间，将远处黑色虫山中间的骷髅坦克收回，然后在身边放出，指挥2只骷髅士兵再次将土黄色的骷髅坦克向前方扔了出去。骷髅坦克在远处砸落，嘲讽光环马上吸引了周围的虫怪。本来袭击陈默小队的虫怪立马转头向骷髅坦克冲了过去，陈默他们身边瞬间一空，前进的速度提升了不少。而之前被骷髅坦克吸引的黑色虫山中间失去了他的身影，虫怪们立马转头向着陈默他们这边追来。陈默向骷髅坦克不断的共享精神力，维持骷髅坦克的大地铠甲技能。他看了一眼精神力数值，就这一会儿功夫，他的精神力竟然已经恢复满了。法力吸取光环果然够强力。陈默心中一动，他身边的骷髅弓手身影瞬间一变，他身后一下多出了8只由青色风元素凝聚的幻影分身。分身的外形与骷髅弓手一模一样，8个分身被骷髅士兵们保护在队伍中间，一起跟随骷髅弓手向着前方持续攻击。召唤出了8个风元素分身后，队伍里相当于有9只骷髅弓手在一起射箭。这回骷髅弓手射出的箭矢真的成了密集的箭雨，覆盖向了陈默小队周围的黑色异虫。陈默的骷髅小队灭杀虫怪的速度陡然加快，很快他们就从虫群侧面打开缺口，突围出了虫怪的围击。但也就这一会儿，骷髅弓手的元素分身就被虫怪打碎了5个。没办法，他们的生命值实在太低了，只有骷髅弓手的1/10，也就是200多点。就算有陈默的吸血光环辅助，他们也根本来不及回血，就被围上来的虫怪直接秒杀了。冲出虫怪的包围，陈默松了一口气，他拉着快要瘫软的唐雪莹向前方飞快地奔跑。好在这2天体魄属性没少加，要不然拉着个人还真跑不快。但现在陈默也快到极限了，这得跑到什么时候？距离西泽镇还有那么远，这要是跑着回去，人还不得跑废了。陈默打开召唤空间，再次收回了被黑色虫山压在底下的骷髅坦克。虫山中间的骷髅坦克瞬间消失，他们失去目标，再次转身向陈默这边追来。好在有法力汲取光环技能，陈默的精神力一直都是满值状态，维持大地铠甲的技能消耗一点压力都没有。就是这只骷髅法师没派上什么用场，根本没时间让他释放法术。骷髅法师强化后第一次参战，居然只是抡了半天法杖，属实有些憋屈。陈默将骷髅法师也收回了召唤空间，他体魄属性太低，生命值不高，可别不小心损失掉了。他们又向前跑了一会儿，这次突破包围后，有了带着分身的骷髅弓手的压制，陈默他们与虫巢之间终于拉开了些许距离。不过实在跑不动了，他自己跑还勉强可以，但陈默还得拉着唐雪莹，体力消耗太大。
经过这2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唐雪莹这会儿倒是镇定了许多，已经可以自己坚持向前跑路了。这让陈默省了不少力气，速度提升不少，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快就跑出虫怪的包围。见到已经甩开虫怪，有了缓冲空间，陈默赶紧将人力车从背包空间中拿了出来。他一手一个拉着唐雪莹和李曼钻进了车里，然后召唤出所有备用的黄金级骷髅士兵，将人力车直接抬起。反正有人力车的装甲阻挡视线，他们根本看不到车底下的骷髅士兵。人力车外围则是由其他骷髅士兵们负责保护，他们不断地清理着扑上来的虫怪。骷髅士兵们抬着人力车，没有了陈默他们3人的速度拖累，骷髅小队的前进速度提升了不少。他们在陈默的指挥下，向着丛林外面奔跑而去。黑色虫怪在后面死死咬住，并没有放弃追击。唐雪莹和李曼现在才有时间透过人力车的后窗看着外面的黑色虫巢，之前一直在拼命跑路，根本没时间观察虫巢的规模。现在向后一看，把2人都吓得够呛。这密集的黑色潮水根本看不到边际，唐雪莹甚至能够看到近前的虫怪那尖锐的利爪和牙齿，和在阳光下黝黑发亮的黑色虫壳。他们带着恐怖的气息奋力追击。西泽丛林里面的路并不平坦，崎岖蜿蜒，而且中间还有大量繁密的树木阻碍。陈默3人坐在拥挤的人力车里，左摇右晃，身体都快叠在一起了。唐雪莹看着按在胸前的手掌，脸都要红透了。她还没反应过来，陈默的脸又被晃了过来，2人差点没亲上。在这丛林里逃跑的短短半个小时里，唐雪莹感觉自己已经不纯洁了，她全身几乎都要被陈默摸遍了，但她又不能说什么，因为人家陈默也不是故意的。车内空间狭窄，3人只能紧紧挨着坐在里面，只要稍有晃动，他们的体位就得不停变换。关键现在是在丛林里，骷髅士兵跑起来根本不可能平稳，车子还经常挂到林中的树枝，打得装甲外面砰砰作响。没有办法，为了小命，就算再委屈也得忍着。第85章，车速太快了。唐雪莹看了看李曼，她也没比自己好到哪里去，那脸红的都快成猴屁股了。车里突然又是一个翻滚，体位变换。唐雪莹瞪大眼睛看着李曼的裤子，你一个战斗职业者，面对这种场面还能被吓尿了？这胆量都不如自己这个生活职业者。现在唐雪莹被虫巢接连下了2次，神经已经锻炼得强大了许多，最起码还有心思观察李曼的裤子。但对方是自己的好朋友，唐雪莹只能当作没有看到。她靠着人力车的边缘，身体努力保持着稳定。终于，骷髅士兵们抬着人力车冲出了丛林地区，进入了平坦的荒野。人力车终于平稳了下来，陈默松了一口气，他努力撅起屁股，尽量掩盖前面跃跃欲试的倔强雄伟。李曼也缓过劲来，赶紧从背包空间中拿出衣服系在了腰间，挡住了有些沾湿的裤子。唐雪莹只好假装回头看向窗外，不去看好友的窘态。好在这次人力车进行了改装，加上了坚固的装甲外壳，否则在丛林里这么一顿折腾，那还不得散架了。陈默对杜凯的改车手艺真的是非常满意，这车的外壳可真结实。唐雪莹正假装将注意力望向了人力车的后方，但很快她惊恐地发现，后面的虫巢竟然翻涌起了巨浪。黑色虫巢竟然在平坦的荒野里翻起巨浪，层层叠叠，前进的速度一下提升很多，正快速地向着前方的骷髅士兵们接近，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你们快看！唐雪莹吓得大叫起来，她指着窗外的黑色巨浪。陈默和李曼此时也看到了外面的情景，这是虫巢浪涌，这种规模的虫巢翻涌，以骷髅士兵的速度肯定是逃不掉了。李曼看着窗外，心里突然有些内疚，要不是因为自己，唐雪莹和陈默就不可能会来到西泽密林，也就不会遭遇这么大规模的虫巢浪涌，从而将性命丢在了这里。眼看虫巢越来越近，他们已经彻底逃不掉了。李曼突然抱住陈默，想要在临死前跟他做个告别。哐当，车子突然一震，落到了地面上。这个车子刚才一直都是由骷髅士兵们抬着跑的，这是怎么回事？骷髅士兵死没了？完了！唐雪莹心里哀叹，车子刚才被骷髅士兵抬着跑，起码还能争取点时间，死的还能慢点。现在车子掉在地上，只需要10几秒钟，虫巢就能将这里淹没。唐雪莹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全尸是不指望了，只希望能死得痛快点。李曼抱住陈默，还没来得及说话，车子一震，他一下咬到了舌头，剧烈的疼痛将他想说的话全部堵了回去。然后他就看到外面的骷髅士兵全部消失，只剩下一只骷髅弓手。他手起长弓，跑到前面，拉起人力车，开始飞速逃离。剩下的2只风影分身也在车子后面一左一右帮助推车，人力车一下子陡然加速，
强烈的推背感袭来，砰！三人狠狠地撞在靠背之上，随后车子开始剧烈地颠簸了起来。唐雪莹后脑直接撞在铁壳，发出清脆的响声。她痛呼一声，眼睛也不闭了，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她就看到了骷髅弓手带着两个风影分身拉着他们坐着的人力车，在荒野上飞速疾驰。他们的速度竟然比刚才骷髅士兵们抬着人力车快上许多，车子与虫巢之间竟然开始在慢慢拉开距离。这正是骷髅弓手的风之祝福天赋，移动速度提升 120%， 它是沉默手下所有骷髅士兵里面的速度天花板。有了它在前面拉车，车子的前进速度提升了1倍。三人终于慢慢与虫巢拉开距离，有了逃生的希望。就是这车里实在太颠了，纵然这个人力车已经加装了减震系统，但这可是在没有道路的荒野，到处都是坑洼，荒草灌木，在这种地方飙车，什么减震都没用。而且因为车轮已经着地，这车里比被骷髅士兵抬着的时候颠簸的频率更快了。沉默都不知道自己的手放哪里好了，一颠一撑就是一个软绵之地，关键不撑还不行，手不支着点，脸就要过去了，那不是更尴尬？李曼本来还抱着沉默，这车子一颠，两人身体上的摩擦加剧，他也不敢再抱，急忙松开了手。再抱下去，裤子就要保不住了。好在这种尴尬的情况根本持续了没多久，三人就不用再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没办法，晕车了。唐雪莹感觉自己的脑袋已经被撞得到处都是包，根本就没有好地方了，脑袋上现在疼得要死，车速还太快，她都快跟不上了，胃里一阵翻涌，有点恶心想吐。三个人的情况都差不多，在荒野上飙人力车，体验感属实不妙，但现在情况危急，暂时也只能忍着。骷髅弓手带着两个分身在前面全速拉车，人力车在荒野中的草地上拉出一条极长的车辙，后面扬起浓烈烟尘，烟尘的后面就是无际的黑色虫巢，紧随其后。在远处看去极其明显，白薇带着唐月月和任小文在家族长辈的陪护下，刚从西泽镇开车出来不久，准备前往荆棘岭刷怪练级。他们在车里很快就看到了前方的黑色虫巢，是虫巢！快掉头，往回开！家族里的长辈看到这个情景，被吓坏了，急忙高声喝道。两辆车子在荒野急速刹车，轮胎在地面划出道道沟壑，车子一个甩尾，齐齐掉头，向西泽镇方向狂奔。唐月月他们没有见过虫巢，在车里好奇地张望。虫巢离他们还远，安全应该没有问题，肯定能在虫巢赶上之前到达西泽镇。唐月月眼尖，很快他就发现了在虫巢前面飙车的骷髅弓手。你们快看，那个是不是沉默哥哥的人力车？听到唐月月的呼叫，白薇和任小文也好奇地看去，仔细辨认，那个前面拉车的果然是沉默的骷髅召唤物。也就是说，沉默他们在荒野遭遇了虫巢，还逃了出来。唐月月他们有些担心地看着沉默的人力车，很快他们就发现那个拉着人力车的骷髅士兵速度快得离谱，虫巢好像根本追不上他，距离反而越拉越远。第86章失而复得。在荒野奔逃了10多分钟，沉默发现虫巢的前进速度竟然开始变慢了，就好像他们接到什么命令，已经形成如此规模的虫巢浪涌，居然还能够自行退去，如此令行禁止，让沉默有些啧舌。见到虫巢慢慢消散，退回西泽山，骷髅弓手也降下速度，车子慢慢停下。车子刚停稳，唐雪莹就第一个跑了出来。哦，他终于忍不住了，在荒野里面吐了。沉默也走了出来，站在车外观察着远处退去的虫巢，心中有些感慨。MD 又是奔跑的一天，从刷副本到现在，天天都在跑路。从出城进入荒野一共3天，2天时间都是在逃跑，这怪刷的属实窝囊。沉默有些咽不下这口气。李曼趁着唐雪莹和沉默下车，将车门关闭，偷偷在里面换起了裤子。沉默默契地远离了车子，唤出骷髅士兵将自己围住，准备放水。在车里属实憋得慌。很快三人忙完各自的事情，李曼恢复清爽，走下人力车。他红着脸瞄了一眼沉默，挥手将装甲越野车从背包空间中拿了出来。沉默收起骷髅士兵和人力车，三人坐上了装甲越野车，向着西泽镇继续出发。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坐在这个装甲车里，沉默发出感慨，相比于这个，自己那个荒野简陋版人力车乘坐的体验感真的弱爆了。没有了生存危机，三人终于放松下来。车子很快就开到了西泽镇，门口的守卫检查了三人的证件，开门放行。李曼开车进入西泽镇，找到一处饭馆门口停好车。一进门，他就点了一瓶酒，拿过直接喝了几口。
这2天实在太刺激了，他迫切地想喝酒麻醉一下自己。在北域，大多数人都爱喝酒，李曼的爷爷叔叔们也都是酒鬼，耳濡目染之下，他自然也会喝一点。这次去西泽山采药，没采到月灵草不说，跟着他去的陈默2人还差点把命搭理。要不是最后关头，陈默的骷髅士兵给力，跑得够快，给逃了出来，否则李曼死了都不会心安。见识到了西泽山里面虫巢的恐怖，他已经彻底死心了，已经不去想着炼制什么丹药了。那种恐怖的虫巢，除非是潜行能力非常强的职业者，否则一旦被异虫发现，就算高阶的职业者来了，而对潮水般涌过来的虫巢，也只有死路一条。他已经下定决心，一会儿就回学院，等待江清婉大人回来去寻找他的帮助。唐雪莹看到李曼闷头喝酒，心情也不太好，安静地坐在椅子上。这一趟荒野之行，魂差点没被早朝吓飞不说，在车上贞操也差点丢了，简直亏大了。现在想想还浑身发热。陈默有些尴尬地坐在对面，看了看沉默不语的2个女生，小心地出声问道：“那个，我有些月灵草，你们要收吗？”听到陈默的话，唐雪莹诧异地抬头看向他：“当然收，而且高价收，你有月灵草。”唐雪莹刚问完，就看到了出现在桌子上的几株月灵草，她惊喜地高声叫了起来：“哇，陈默，你太帅了！10株，只要10株就够了，我给你100万1株。”陈默又拿出几株，凑齐了10株，递给了唐雪莹。李曼加上了陈默好友，把钱赚了过来。这个丹药是给他炼制的，自然不能让唐雪莹出钱。与买药钱一同转过来的，还有这次任务的尾款。虽然在月灵草上，唐雪莹给加了价，但李曼更乐意。他恨不得这10株草药，陈默能要价1000万1株，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地帮助陈默。看着唐雪莹将月灵草收起，李曼也有些激动，眼泪不小心流了下来。中了诅咒的这些日子实在太难熬了。他一个道级天骄，从小就没受过什么挫折，在同龄人之中一直都是顶尖的存在。可这些日子，为了解除诅咒，想尽了办法，多少个希望到最后都破灭。炼制这个月灵丹是学院的炼药长老提出的，是最可行的办法。结果进入西泽山，见识了虫巢的恐怖后，他以为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没想到陈默竟然将月灵草带了出来。这种希望失而复得的感觉，让从小就无比坚强的李曼也忍不住落泪了。看着眼前的陈默，他突然起身走了过去。陈默将月灵草卖掉，看着账户里面多出的1000多万余额，心里美滋滋的。突然他眼前一黑，嘴上就被袭击了。李曼站在侧面，弯腰抱着陈默，闭眼就对着陈默就啃上了。MD， 这还得了？陈默彻底震惊了。我只是个卖药的，可不是卖身的。你给我这么多钱，竟然是馋我的身子。这一下大意了，没有闪，初吻就没了。年轻人不讲武德，还能不能有点节操了？陈默刚反应过来，要推开眼前的李曼，他突然松开怀抱，红着脸拉起唐雪莹，夺门而出。跑了？什么意思？他还逃单？老板，你看到了啊，这瓶酒我可一口没喝。陈默看着开车离去的李曼2人，一整个大无语。他有些愤恨，打开任务面板，找到那个收购月灵草的任务，高价收购月灵草，1株50万，直接提交可完成任务。他将背包里面剩下的130多株月灵草全部确认提交，任务完成。看着账户里面增长到7700多万的余额，陈默心里终于平衡了一点。他知道这个收购任务肯定是李曼他们发布的，这么高的价格必须全卖，敢偷袭我，一定要狠狠地报复回来。看着账户里面的钱，陈默也就不跟他们计较逃单的事情了。他又点了几个吃的，边吃边看着账户余额笑。吃完饭，他结完账，刚转身就看到了瞪着双大眼睛看着他的唐月月，他身边的白薇和任小文也用异样的眼神看着自己。陈默有些尴尬，也不知道刚才的事情他们看到没有，这也太丢人了，自己堂堂一个大男人被当众骚扰，这要是被熟人看到了，陈默说不得要在原地用脚趾扣个3室一厅。第87章白银级食谱。陈默哥哥，你喜欢男人婆？唐月月开口就给了陈默一个暴击。果然他们真的看到了。陈默感觉有些社死，只想赶紧逃离此地。月月你好。月月再见。陈默敷衍地打了声招呼，忙向着唐月月身边的白薇和任小文点点头，快步走出店门离开。看到陈默离去，唐月月不服气，一挺胸脯，波涛一阵汹涌晃动。她嘀咕道：陈默哥哥太年轻了，他根本不懂女人，被一个男人婆亲了，他竟然还能坐在那里笑那么久。不行，我得问问表姐，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李曼和唐雪莹开车离开西泽镇，
向云海城方向驶去。这次开车的是唐雪莹，李曼刚喝了酒，自己没办法开车，而且这段路也没什么魔怪，唐雪莹也能胜任。刚走没多远，李曼就收到了任务消息通知。他打开一看，原来是自己发布的收购月灵草任务，竟然被完成了130多单。李曼知道这是陈默干的，他感觉好笑，这个男生还真是可爱。李曼没有撤回任务，继续将他挂在那里。反正其他人暂时也不敢去采月灵草，这个任务就先挂一阵，万一陈默还想卖呢。陈默走出店门，在西泽镇里逛了逛，在外面看西泽镇高墙耸立，但里面的空间其实并不是很大。他走了20来分钟，整个小镇就基本逛完了。陈默又采购了一些食材，留作备用。然后他找了个房间休息，准备明天继续进入荒野练级。这次谁也不带了。陈默发现，只要他带妹练级，就一直在跑路。副本里面跑路是提升刷怪速度，到了荒野里，那是真跑路，不跑就没命的那种。跟妹子待在一起，实在太耗费体力了。陈默感觉自己都要虚了，真是太累了。他坐在房间里，一边休息，一边思考着下一步的计划。陈默现在的财富积累，除了学校以及官方的补贴奖金和昨天卖掉的一点熊肉材料，剩下的全靠这帮女生的友情赞助。虽然陈默也付出了劳动，在他们身上挥洒了汗水，但也不能总逮一只羊往死里薅羊毛，羊都快被薅秃了。这些女生家里再有钱，也经不住这么造啊，还得想个法子，自己创造个赚钱的路子才行。陈默忽然想到了李景元，就是那个转职成厨师职业，在城里开烧烤店的小胖子。他觉得这是个很不错的方法。本来陈默强化骷髅厨师就是为了赚钱，结果这2天忙得健步如飞，脚不沾地，实在没时间研究这个事情。现在终于把妹子都打发走了，他打开召唤空间，换出骷髅厨师，打算好好强化一下这个赚钱的种子选手。陈默打开万界商城，打算看看有什么合适的食谱。想要长久的赚钱，最主要的是食材的来源要稳定，否则学了食谱没有材料制作，那怎么赚钱？再一点就是产品的需求量要够大，要能迅速的将产品卖出去，换成资金。最后就是产品的价格和精神力消耗了。精神力的消耗对陈默来说，这就是生产成本。他现在精神力依旧不是很充足，能省一点是一点。找了许久，陈默终于确定了一个食谱：烤魔力红薯，白银级，蕴含超凡能量的红薯，烤熟后食用可以提升30%的精神力恢复速度，持续时间30分钟。陈默觉得这个食谱很不错。魔力红薯这个材料是生活类职业者培育出来的，材料来源稳定，商城里一直有卖，而且是白银级的超凡物品，品阶够高，价格收益也很好。再高就不行了，黄金级以上的物品在商城里面还是比较少的，材料来源不够稳定。确定就是它了。陈默选定食谱，确定购买，交易完成。一个白银级的超凡食谱出现在了陈默的背包空间。陈默看了一下精神力数值，已经恢复到了满值6610点，这还是陈默第一次精神力状态全满。在战斗时，这暗金级法力汲取光环真是强大。这精神力恢复速度，释放技能完全就是无消耗，他直接消耗300点精神力，将骷髅厨师的厨艺精通技能强化到了白银级。他又拿出烧魔力红薯的食谱图纸，对着骷髅厨师选择使用，看着手上的图纸化作光点，融入骷髅厨师黄色的灵魂火焰之中。陈默打开面板，查看骷髅厨师的属性：反骨战王0，根骨资质青铜级，天赋特性精力充沛，等级11级，生命值960，精神力800，技能高级厨艺白银级，精力充沛，精神力恢复速度提升 15%， 高级厨艺白银级，出色的掌握各种烹饪技巧，可学习白银级的超凡食谱。超凡食谱：烤长牙猪肉，烤虫肉，烤魔力红薯。介绍：这是一支青铜级的骷髅士兵，他已经改变了自己成为战场炮灰的命运，因为他成了高级厨师，不用再上战场。能拥有白银级的技能，在生活类职业者群体中并不多，所以骷髅厨师所生产的东西竞争压力不是很大。购买1公斤白银级魔力红薯食材的价格大概在15万左右，经过骷髅厨师加工后，制作成超凡食物烤魔力红薯，1公斤的价格能达到30万，这个利润陈默很满意。这东西本就是走量的，而且烤红薯精神力消耗不高，以陈默目前的精神力恢复速度完全供应得上。实在不行就派几只骷髅士兵去荒野打打怪，那精神力还不是分分钟回满。强化完骷髅厨师，精神力还剩下很多。陈默打开面板，直接消耗800点，将自己的骷髅召唤术技能强化到了暗金级。
查看技能信息。骷髅召唤术，消耗960点精神力，召唤一只骷髅士兵，按荆棘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1600点精神力。精神力充足之后，实力提升的速度果然加快不少。沉默看着骷髅召唤术的技能介绍，心里有些兴奋。第88章传奇级骷髅士兵。沉默心里计算了一下精神力的消耗，应该还够用。他再次消耗1600点精神力，选择强化骷髅召唤术技能。一道浓烈的强化金光在沉默身上显现，金光飞起，融入到技能面板里的骷髅召唤术技能符文之中，终于将骷髅召唤术技能提升到了传奇级。骷髅召唤术，消耗1920点精神力，召唤一只骷髅士兵，传奇级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3200点精神力。沉默看看自己的精神力数值，还剩下3910点，精神力正好够用。沉默打算先召唤一只传奇级骷髅士兵出来看看。使用骷髅召唤术，沉默的精神力直接消耗1920点。他打开召唤法阵，黑色的空间漩涡出现，一只头骨里燃烧着红色灵魂火焰，白色的骨骼晶莹如玉，周身仿佛散发着光芒的骷髅士兵从黑色空间漩涡中走了出来。沉默打开面板，查看传奇级骷髅士兵的属性。稻谷战士，资质等级传奇级，天赋5，等级11，生命值4460，攻击2125，左圆括号506加1619。介绍：传奇级的骷髅士兵在死灵大军中已经是高端战力，拥有以一挡百的战斗力。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史诗级生物骨骼15千克。看到传奇级骷髅士兵的属性面板，沉默已经被震惊的说不出话了。这战斗属性已经完全超越沉默所有的骷髅士兵，包括目前他的最强战力骷髅弓手。虽然真打起来的话，拥有天赋和技能的骷髅弓手依靠风筝战术能完虐这只骷髅战士，但如果只看战斗属性数值，这支传奇级骷髅士兵是真的强大，这才是真正能够扭转战局的底牌。沉默满意的将这支传奇级骷髅士兵收进召唤空间，看看剩下的精神力数值，还剩下1990点。他打开属性面板，选择强化自己的吸血光环技能。沉默的精神力再次消耗400点，强化金光再次显现，融入到了技能面板中的吸血光环技能符文之上。他打开职业面板，查看技能属性。姓名：沉默，职业：死灵巫师，九彩至尊骨神级强化，等级11， 30.79%，体魄56，神魂116，召唤空间2866，技能骷髅召唤术，传奇级，强击光环，暗荆棘，死灵共生，被动吸血光环，黄金级。骷髅召唤术，消耗1920点精神力，召唤一只骷髅士兵，传奇级，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3200点精神力。介绍：骷髅士兵的属性受死灵巫师属性影响，献祭尸体可节约2/3的精神力消耗，降低召唤骷髅士兵的品阶，可减少精神力消耗。强击光环，暗荆棘，开启光环，可提升友方单位320%的攻击力。可强化，需消耗1600点精神力。死灵共生，被动，死灵巫师将与死灵召唤物共享生命值和精神力，只要有召唤物存在，死灵巫师就不会死亡。吸血光环，黄金级，开启光环，友方单位每次攻击可汲取伤害量的160%，用于恢复自身生命。可强化，需要精神力800点。技能全部强化完成，实力提升如此之多，沉默终于心满意足，精神力也用得差不多了。他收起骷髅厨师，准备休息。今天跑得太累了，尤其是在车里，实在太耗费心神。不光要尽量保持体位，连手按在哪里都要仔细考量，对反馈回来的感觉还要认真品味。现在真的是身心俱疲。虽然现在天还没黑，但沉默已经累得快要睁不开眼睛了。他躺在床上，很快就睡了过去。这一觉直接睡到了第二天早上，中途1点都醒。沉默起床，收拾完东西，走出房间。今天他准备重回西泽山。昨天被虫怪追得这么惨，他有些咽不下这口气。而且西泽山的虫怪数量又多又密，最适合刷怪，前提是要有强大的逃生能力，不能被虫巢围住。沉默有了2次逃生经历，自认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了。这次没有了拖油瓶，他能跑得更快，绝对能跟深渊异虫们好好对线。找到一处早餐店，沉默吃过饭，结完账正准备离开，刚巧又碰上了唐月月他们。主要是这个西泽镇本来就不大，基本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嗨，沉默哥哥，今天我们要去荆棘岭刷怪，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吧，人多些，还能相互照应一下。
唐月月见到陈默，非常开心，雀跃着就要过来。陈默听到这有些熟悉的话，头皮一麻。月月，你们起得还真早。那个，我还有事，咱们下次约吧。陈默说完，急忙快步离开。还要组队？陈默可有些怕了，他可不想再带妹了，体力是真的跟不上啊。还是好好歇2天吧。唐月月看到陈默的反应，停下脚步，有些疑惑地问向任小文：“小文，陈默哥哥怎么看到咱们？好像很害怕的样子。咱们有那么吓人吗？我这么可爱，你又这么甜，他真是没眼光，竟然选择男人婆。”昨晚唐月月已经问过表姐唐雪莹了，知道那个李曼完全就是一厢情愿，陈默根本就没说要跟他处对象，他还不要脸的上去又抱又亲。不过陈默的反应也不对劲，被人当众骚扰了，他还坐在那里傻笑，这个苗头不对劲，他唐月月说什么也要给他纠正过来。陈默哥哥实在太单纯了，就那么一点点甜头就能坐在那里笑半天，这点东西他唐月月难道不能给吗？他甚至能给更多。有了些危机感的唐月月本来看到陈默想将他拉进队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用宽广的心胸慢慢感化他，好让他知道身娇体柔一推倒能完爆那个力拔山兮的贴心钢甲。可惜陈默没给他机会，他看到了他们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事物，起身拔腿就跑。陈默哥哥，你还没到看到女人就腿软腰疼的年纪，你这是怎么了？唐月月心里满是不解。第89章史诗级强击光环。陈默甩开唐月月他们，松了一口气，走出城门，在荒野里拿出人力车，随便换出一支骷髅士兵在前面拉车。他坐在车里，慢悠悠地向着西泽山方向进发。车速降下来后，陈默发现这车改装的确实可以，经过昨天那么高强度的极限测试，这车也没出现质量问题，而且减震也不错。现在车速慢下来后，在荒野里也没有那么颠了。虽然还是比不上李曼的装甲越野车，但陈默已经知足了，毕竟价格在那呢。陈默这车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还没有能源消耗，节能又环保。没过多久，陈默又回到了西泽丛林边缘。他这次没有下车，打开召唤空间，又召唤出几只骷髅士兵，将人力车抬起，向着山洞方向前进。这次他依旧打算将那处山洞作为根据地，安全隐蔽。虽然已经被虫怪发现了那个地方，但陈默丝毫不慌，逃跑路线他熟，大不了多跑几次呗。骷髅士兵们抬着人力车进入西泽丛林，这次在丛林里行进没有那么慌张，他们在陈默的指挥下尽量绕开难走的道路，躲避掉繁茂的树枝，所以车里还算稳当。不到半天时间，陈默又回到了熟悉的山洞。陈默收回人力车，打开召唤空间，将骷髅厨师换了出来。现在终于清静了，荒野赚钱计划正式开始。陈默打开万界商城，直接花费3000万，在上面购买了200公斤魔力红薯。他只是骷髅厨师，拿出工具，开始制作白银级超凡食物，烤魔力红薯。将这些魔力红薯全部烤完，制作成超凡食物的话，在商城里能卖到6000万左右，只需消耗些精神力就净赚3000万。这个利润空间，陈默还是很满意的。主要是见识到了法力汲取光环的技能效果后，陈默现在已经不再为精神力不足而发愁了。他见到骷髅厨师就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陈默不再停留，在山洞里面留下2只白银级的骷髅士兵守在洞口。他爬出山洞，现在只有自己，他也不准备留守，挥手打开召唤空间，在山洞外面的空地上将骷髅士兵全部召唤了出来。看到所有的骷髅士兵都从召唤空间的黑色漩涡中走出，他们在陈默的身边站好，除掉留在山洞里的3只，这里一共有25只骷髅士兵。强化过的黄金级精英骷髅士兵有1只骷髅弓手，1只骷髅坦克，1只骷髅法师，青铜级骷髅工兵3只，普通的白银级的骷髅士兵有7只，黄金级的有13只，还有1只品阶最高的眼冒红色灵魂火焰的传奇级骷髅士兵。陈默从背包空间中掏出准备好的武器，让骷髅士兵们全都装备上，又把这2天打怪掉落的铠甲也扔了出来，让他们分了分。但铠甲实在不多，他们大多数都没穿上，不过那也无所谓，暂时就这么的了，只要有武器就行，反正有吸血光环，以他们的身板也死不了。全部准备完毕，陈默带着这个穿的跟个杂牌军一样的骷髅小队，向西泽丛林深处开始扫荡。没错，就是扫荡，礼尚往来。这次他要杀这些虫怪们一个片甲不留，一丝不挂。陈默对自己的骷髅部队很有信心。终于在骷髅士兵的感知里，他们发现了远处游荡的异虫。陈默在身边留下了骷髅坦克和骷髅法师，他命令其余的20只骷髅士兵们分队散开，
自行进入丛林杀怪。看着拿着血红色长弓的骷髅弓手和眼冒红色火焰的传奇级骷髅士兵，带着剩下的骷髅士兵们冲进丛林。陈默站在原地等待着结果。很快，丛林里就传来了击杀信息：击杀12级青铜级黑甲异虫，获得经验48点；击杀15级白银级异虫统领，获得经验120，青铜级装备1件；击杀13级黑铁级深渊异虫，获得经验26点。连续的击杀消息传来，陈默沟通前方的骷髅士兵，感知了一下他们的情况，有黄金级吸血光环的技能效果，骷髅士兵们杀怪基本毫发无伤。陈默放心下来，他打开面板看了一下精神力数值，好家伙，6610点，居然已经满了。暗金级法力汲取光环技能效果真是恐怖如斯，必须继续强化。陈默打开职业面板，选择强化强击光环技能。作为提升骷髅小队攻击能力的主力技能，要强化自然要排在第一优先级。陈默直接消耗4800点精神力，将强击光环技能从暗金级强化到了史诗级。强击光环，史诗级，开启光环，可提升友方单位1280%的攻击力。可强化，需消耗6400点精神力。强化完强击光环技能，陈默完全被这个史诗级的光环技能效果给惊呆了，提升10多倍的攻击力。这个技能增幅效果要是放在大规模的军团里，总体实力至少要有几十倍的提升。强大的攻击力带来的优势可太大了，本来还是你来我往的激情对砍，结果这边的攻击力突然暴涨10多倍，砍人都是一刀秒，就连受伤的机会都很少，队伍里人人都成了无双战士，那总体战斗力可就不只是提升了10多倍攻击力那么简单，就连他们的生存能力也会大大提升。士兵的损失少，此消彼长之下，军团的整体实力绝对会有几十倍的增长。当然，史诗级的技能根本可遇不可求，其珍惜程度简直难以想象。如果有一本史诗级的技能书问世，这消息绝对能将隐居在灰雾虚空里的老家伙们都炸给出来，蜂拥而至，不顾脸面的抢夺，哪怕自己用不上，也可以交给家族后辈。只要根骨天赋跟得上，一本史诗级技能书绝对能培养出一位绝世天骄。就在陈默查看史诗级强击光环技能介绍的时候，就这一会儿的时间，他的精神力又回满了。陈默翻看了一下技能列表，他消耗3200点精神力，将骷髅召唤术也强化到了史诗级，强化金光显现，融入了面板中的骷髅召唤术技能符文之中。骷髅召唤术，史诗级，消耗3840点精神力，召唤一只骷髅士兵，史诗级，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6400点精神力。陈默的第二个史诗级技能强化完成。第90章史诗级骷髅士兵。他打开面板查看，姓名陈默，职业死灵巫师，九彩至尊骨神级强化，等级11 50.69%， 体魄56，神魂116，召唤空间2866。技能骷髅召唤术，史诗级，强击光环，史诗级，死灵共生，被动吸血光环，黄金级。骷髅召唤术，史诗级，消耗3840点精神力，召唤一只骷髅士兵，史诗级，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6400点精神力。介绍：骷髅士兵的属性受死灵巫师属性影响，献祭尸体可节约2/3的精神力消耗，降低召唤骷髅士兵的品阶，可减少精神力消耗。强击光环，史诗级，开启光环，可提升友方单位1280%的攻击力。可强化，需消耗6400点精神力。死灵共生，被动，死灵巫师将与死灵召唤物共享生命值和精神力，只要有召唤物存在，死灵巫师就不会死亡。吸血光环，黄金级，开启光环，友方单位每次攻击可汲取伤害量的160%，用于恢复自身生命。可强化，需要精神力800点。对于别人来说完全不敢奢望的史诗级职业技能，陈默现在已经有了2个。他看了一下面板，精神力数值还在迅速上涨。有了这个法力汲取光环技能，只要骷髅士兵在外打怪造成伤害，以他们的伤害量就能为陈默快速恢复精神力。当然这个伤害量是按照实际伤害量计算的，也就是说，如果骷髅士兵攻击的魔怪只有100点生命值，那就算骷髅士兵的一次攻击对他造成了1000点的伤害值，在吸血光环技能和法力汲取光环技能的效果下，骷髅士兵最高也只能汲取100点的生命值和精神力，因为那剩余的900点完全就是伤害一出，根本不是真实伤害。有如此多的骷髅士兵在前线打架杀怪，陈默的精神力的恢复速度堪称恐怖。转职成职业者到现在，陈默还从来没有打过如此富裕的仗，这精神力随便用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强化完骷髅召唤术，陈默通过骷髅士兵的感知察觉到了前方虫怪的异动。看来这些深渊异虫已经发现了陈默的骷髅士兵小队。陈默明显感觉到了前方的骷髅士兵小队所面对的虫怪袭击变得多了起来，本来极快的推进速度也变得越发缓慢。陈默带着骷髅坦克和骷髅法师向前走去，他打算看看前方的战况。在死灵共生技能效果下，他所共享的生命值已经达到了45000点。面对这种情况，完全不慌。反正在史诗级强击光环技能的增幅下，以骷髅士兵的战斗力，想要护着他撤退还是非常容易的。走了没多远，陈默就看到了前方密密麻麻的黑色虫怪，他们确实已经发现了骷髅小队。远处的虫怪还在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汇聚集结。骷髅士兵们在强击光环的增幅下，虽然攻击力已经爆表，只需一击就能砍死好几只异虫魔怪，但无奈虫怪越来越多，以他们的攻击速度根本应付不过来这么多的虫怪袭击。好在陈默升级后加了不少的体魄值，他们的生命值还算够用，不至于在虫怪的围攻中被秒杀，而且有黄金级的吸血光环技能 160% 的吸血效果，他们的回血速度早就溢出了。毕竟他们的攻击力可是有史诗级的强击光环技能增幅的，在高达 1280% 的攻击力增幅下，他们的攻击力早就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生命值总量。他们只要不被秒杀，哪怕只剩下一丝血皮，只需一击，生命值就能瞬间回满。主要是眼前的虫怪太多，随手一挥就能砍死好几只。可就算战斗力再高，但前方也只有20只骷髅士兵，他们面对潮水般的虫怪围攻，也有些应付不过来了，只能节节败退。陈默看到这种情况，忙指示身边的骷髅坦克也加入了战团。骷髅坦克接到陈默的命令，迈步走向前方的怪群。在行进过程中，大地铠甲技能启动，厚重的土元素铠甲从他脚下的大地涌起，迅速覆盖全身。骷髅坦克举起盾牌，俯身加速冲锋，一头撞进了前方密集的虫怪群里。黄金级嘲讽光环技能开启，血红色的光环在虫怪群中散开，覆盖住了前方一大片区域。那些被嘲讽光环技能影响的异虫魔怪立刻调转方向，向着骷髅坦克冲去。很快，他们就在骷髅坦克的身上汇聚成了黑色的虫山。前方的骷髅士兵们身边一空，压力骤减。手拿法杖的骷髅法师在陈默的命令下，双手扬起，烈焰风暴技能发动。只见前方那被骷髅坦克凝聚的黑色虫山上方，恐怖的火元素开始迅速汇聚，旋转暴动，片刻之间就形成了红色的火焰龙卷，呼啸着向下方的虫山席卷而去。-3509，-3211，-3735，爆炸般的伤害输出在黑色虫山上面涌现，一瞬间就有大量的虫怪被爆裂的火焰龙卷烧死，烈焰中传来噼里啪啦的虫爆声音。不过这些死去虫怪的位置马上就会被其他冲过来的虫怪替代。黑色的异虫魔怪在骷髅坦克的嘲讽光环技能的吸引下，前仆后继地冲进火焰风暴之中，像极了扑火的飞蛾，毫不畏惧，慷慨赴死。空气中很快就传来了烤肉的香气。有了骷髅法师的强力输出，陈默的精神力一直处于满值状态。看到前方的骷髅士兵数量吃紧，陈默开始爆兵。他直接消耗3840点精神力，选择使用史诗级骷髅召唤术，召唤法阵开启。一只眼冒橙色灵魂火焰，骨架高大粗壮，骨骼晶莹剔透的仿佛在发光的骷髅士兵从黑色的空间漩涡中走出。他接过陈默准备的武器，快步冲上了前线。陈默打开面板，查看史诗级骷髅士兵的属性。稻谷战将，资质等级史诗级，天赋5，等级11，生命值7760，攻击7811左元括号566加7245。介绍：史诗级的骷髅士兵在死灵大军中堪称顶级战力，是极其重要的战力资源。目标可强化，需要材料：传说级生物骨骼15000克。第91章，召唤空间终于满了，这也是我现在能拥有的。陈默看着史诗级骷髅士兵的属性面板，兴奋极了。这种顶级的战斗力，就算这只骷髅士兵没有天赋技能，但就看他的战斗属性，那至少也要30级以上的职业者才能勉强应对。陈默看着史诗级的骷髅士兵，手拿长刀，在怪群里随手一挥，就能扫飞一片虫怪，轻松的仿佛在收割麦子。陈默恨不得马上就将召唤空间全部招满。看着骷髅召唤术的技能介绍，他心中一动。就这一会儿时间，陈默的精神力已经回满了。他对着前方的堆起的虫怪尸体，选择使用骷髅召唤术。召唤法阵在虫怪尸体上方开启，地上的好几只虫怪尸体被陈默献祭，
化作飞灰融入召唤法阵。黑色的空间漩涡打开，又一只眼冒橙色灵魂火焰的史诗级骷髅士兵从中走出。他接过沉默递过来的武器，转身冲上前线。看到骷髅士兵离开，沉默赶紧打开面板查看精神力消耗，果然只用掉了1280点精神力。原来这个骷髅召唤术是这么用的，还可以一起献祭多只低阶魔怪尸体，共同抵消精神力消耗。沉默之前还以为只能献祭与骷髅士兵相同品阶的魔怪尸体，才能将骷髅召唤术技能的精神力消耗降到1/3。要不是这次眼前的低阶魔怪尸体实在太多，他忍不住试验了一下这个技能，那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这个技能是这么用的。不过现在也不晚，正好全部召唤史诗级骷髅士兵，将召唤空间补满。终于掌握了方法后，沉默召唤骷髅士兵的精神力消耗大大降低，而且献祭虫怪尸体后，还可以清理一下眼前已经快要堆成小山的虫怪。前方的骷髅士兵们已经后撤10多米了，就是因为身边的虫怪尸体实在太多，影响战斗空间。很快，一只只的史诗级骷髅士兵从召唤空间的黑色漩涡之中走出，拿上武器冲进前方战场。有了如此多的顶级战力加入，骷髅士兵们终于稳住了防线。眼看骷髅坦克的位置堆积的虫怪尸体太多，沉默打开召唤空间将它收了回来，然后在身边放出，指挥2只刚召唤出来的史诗级骷髅士兵将骷髅坦克抬起向另一个方向的怪群中扔出。身上包裹着厚重土元素铠甲的骷髅坦克直接从天而降，砸落在密集的黑色虫怪中央。它落地产生的强大震荡波掀翻了周边的大片异虫魔怪，红色的嘲讽光环开启覆盖，他身上又迅速凝聚了大量黑色异虫，形成了翻涌的虫山。骷髅法师的烈焰风暴立马跟上，在虫山上剧烈燃烧翻卷，肆虐的火焰在虫山上旋转灼烧，每一秒都有大量虫怪死去。这爆炸般的伤害输出，沉默的精神力数值一直就没掉下来过。他不断的使用骷髅召唤术唤出史诗级骷髅士兵加入战场，现在阻碍他的召唤的就只有技能的释放速度了。沉默看着骷髅士兵的队伍不断扩大，心里简直要爽翻了。金光亮起，沉默升到12级了。他将属性点再次全加到体魄上，现在骷髅士兵的攻击力完全够用，精神力也不缺，唯一的短板就是生命值还不够高。骷髅士兵在前方有被虫怪围攻秒杀的风险，他将属性点加到体魄上，可以为骷髅士兵们多增加一些生命值加成，尽量多提升一些生存能力。沉默打开面板查看属性，姓名沉默，职业死灵巫师，九彩至尊骨神级强化，等级12 3.17%， 体魄70，神魂116，召唤空间5078，技能骷髅召唤术史诗级强击光环，史诗级死灵共生，被动吸血光环，黄金级。骷髅召唤术史诗级消耗3840点精神力，召唤一只骷髅士兵，史诗级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6400点精神力。介绍：骷髅士兵的属性受死灵巫师属性影响，献祭尸体可节约2/3的精神力消耗，降低召唤骷髅士兵的品阶可减少精神力消耗。强击光环史诗级开启光环，可提升友方单位1280%的攻击力，可强化，需消耗6400点精神力。死灵共生，被动，死灵巫师将与死灵召唤物共享生命值和精神力，只要有召唤物存在，死灵巫师就不会死亡。吸血光环黄金级开启光环，友方单位每次攻击可汲取伤害量的160%，用于恢复自身生命，可强化，需要精神力800点。加完属性点后，沉默可以为骷髅士兵提供的生命值加成增加到了700点。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骷髅士兵的数量也提升到了50只，简直就是翻倍的提升。而且随着战斗的继续，沉默将召唤空间补满，那是早晚的事。这才是真正的荒野刷怪，简直爽爆了。前2天被虫怪追得拼命逃窜的沉默，今天算是狠狠地出了一口气。他关闭面板，手上不停，继续使用骷髅召唤术，将一只只史诗级骷髅士兵送往前线。终于天色已晚，激烈的战斗也持续到了最后阶段。双主打了大半天，虫怪们似乎也发现了沉默并不好惹，他们开始有了撤退的迹象。沉默也没有选择追击，今天忙活了一天，虽然精神还是很亢奋，但他身体上确实累了。双方开始默契的各自后撤，沉默也不去管地上的虫怪尸体，这个时候去采集尸体，无疑会刺激虫怪的指挥者。通过几次接触，沉默已经确定这些深渊异虫是有指挥者的，不然根本无法解释上次的虫潮消退和这次双方的默契休战。
陈默带着骷髅士兵返回山洞。今天的一场战斗，他已经将召唤空间全部补满7878。新召唤的53只骷髅士兵都是清一色的眼冒橙色火焰的史诗级骷髅士兵。看着身边围绕的已经成型的骷髅部队，陈默心中充满了成就感。第92章骷髅炼器师。他回到山洞里面，骷髅厨师还在篝火旁努力地烤着红薯。陈默看了一下，今天他已经烤出了大概30公斤的超凡红薯，速度还不错。要知道，超凡职业者制作物品是要消耗精神力来激活维持食材里面的超凡能量的，甚至有些高端食物还需要职业者们向食材中注入超凡能量来增加它的增幅效果。他们不可能像制作普通食物那样成批量的制作超凡食物，因为每一个超凡食物的制作过程都需要职业者对超凡能量的精确控制。骷髅厨师一天能制作这么多白银级的魔力红薯，速度已经很快了。白银级的超凡食物制作起来本来就不太容易，它要消耗职业者很多的精力，所以越是高端的物品制作起来就越是困难，自然也就越稀有。这也就是骷髅厨师的死灵特性，他们可以全年无休，只要精神力供应得上，他就能一直制作。要是一般的白银级职业者，能制作个10公斤左右就算是高产的了。让他们一天制作30公斤烤魔力红薯，那还不得累死？这得多么疯狂的卷王能这么干？不要命了吗？陈默满意的看着还在努力工作的骷髅厨师。反正这只骷髅厨师只是陈默随手强化出来试验用的，只要能赚钱就行。陈默坐在一旁，拿出个烤魔力红薯扒开，捧起来直接就开吃。他打开背包空间，打算清点一下今天的战斗收获。今天的战斗猎杀的都是些低阶的虫怪，倒是没掉落什么稀有物品，都是些低阶的装备。陈默走到山洞门口，他一手拿着魔力红薯啃着，另一只手在空中一挥，将背包空间中的装备向山洞外面全部扔出。轰隆隆，大量的装备如同被抛飞的垃圾一般从空中散开坠落，从山洞口掉到了外面的土地上，激起阵阵烟尘。扔完装备，陈默让外面的骷髅士兵过来将装备捡起，全部换上。这些装备大概有100多件，这么多骷髅士兵根本不够分，大部分骷髅士兵身上都只有1、2件装备穿在身上，很是寒酸。扔完装备，夜色已经降临。陈默命令几只骷髅士兵趁着夜色带着骷髅工兵去偷偷采集虫怪尸体。战斗刚结束的时候，他怕当场采集会惹怒虫怪指挥官。现在双方都已经后撤，天色已经黑了。陈默打算让骷髅士兵偷偷去战场看看，能采就采点，不能采也没什么影响。反正陈默是绝不允许浪费。看了看背包，骷髅工兵已经采集了不少的虫壳材料，到现在还没有用上，一直在背包中占用空间。思考了一会儿，陈默叫了一只白银级骷髅士兵过来。他打开万界商城，在上面又购买了1枚火灵晶。然后陈默将背包里刚出现的火灵晶和黄金级暴熊兽骨拿出，对着面前的白银级骷髅士兵选择强化。选择强化方向：速度强化、体质强化、精神强化。选择精神强化。陈默身上的强化金光显现，带着火灵晶和黄金级兽骨的粉末飞起，融入骷髅士兵的骨骼之中。火属性的精神方向骷髅士兵强化完成。陈默打开属性面板，确定了一下他的技能位。他看到这只骷髅士兵已经解锁了2个技能位，这才打开万界商城，进入技能书分类，为面前的骷髅士兵选了2本技能书。火焰掌控，青铜级，可控制火焰的强度，用于灼烧攻击或炼制物品。炼器基础，黑铁级，拥有炼器的基础能力，可以炼制黑铁级的超凡物品，需要相关制作图纸。陈默将2本技能书拿出，让面前的骷髅士兵学习。看到2本技能书化作2枚技能符文飞起，融入骷髅士兵的蓝色灵魂火焰。陈默又消耗1300点精神力，将他的2个技能全部强化到黄金级。强化金光闪过，骷髅炼器师强化完成。陈默打开面板，查看骷髅炼器师的属性：灵骨战将，火；根骨资质，黄金级；天赋特性，火焰掌握；等级12级；生命值1610；攻击3464左圆括号251加3213右圆括号；技能控火大师，黄金级；炼器大师，黄金级；火焰掌握，对火焰的控制能力提升，火系法术的强度提升 20%， 精神力消耗降低 30%。控火大师，黄金级，可控制火焰的强度，用于灼烧攻击或炼制物品。炼器大师，黄金级，掌握炼器的高阶技巧，可以炼制黄金级的超凡物品，需要相关制作图纸。介绍：这是一只黄金级的炼器大师，他对火焰的掌控能力极其出色，炼器时能够事半功倍。有了这只骷髅炼器师，
那些骷髅工兵采集的虫壳材料终于能利用上了。陈默打开万界商城，在上面买了一套青铜级铠甲和青铜级长剑的制作图纸，又购买了一座白银级的炼器炉。他让骷髅炼器师学了铠甲武器的制作图纸，陈默又照着制作图纸上的说明买了些炼器材料，然后就让骷髅炼器师拿着炼器炉去一边炼器去了，正好让他将虫壳熔炼一下，尽量多炼这些装备武器给外面的骷髅士兵们穿上。作为史诗级的骷髅士兵，连个装备都穿不起，到处露着骨头架子，一点逼格都没有。陈默都有些看不下去了。强化完骷髅炼器师，陈默坐在一旁休息，不再进行强化，他还要留着精神力用于支撑这2只生活类骷髅士兵炼制物品。山洞里面，一边是骷髅厨师正蹲在篝火旁烤着红薯，他手上的技能光芒不时地亮起，融入在火焰上翻动的魔力红薯之中。另一边则是陈默刚刚强化的骷髅炼器师，他坐在炼器炉旁，一只手掌控着炉内的火焰强度，另一只手则不时地拿起炼器材料丢进炉内，正集中精神努力炼制装备。2只骷髅士兵忙碌地工作着，陈默的精神力一直在持续下降。看到骷髅士兵们已经步入正轨，陈默也就不再关注。第93章虫巢伏击。他召唤来几只骷髅士兵，站在山洞门口将冷风挡住，拿出垫子铺好，躺下准备睡觉。洞里燃起2堆火焰，烤得整个山洞里面暖烘烘的，非常舒服。他一觉睡到了天亮。陈默沟通骷髅士兵，感知了一下外面的情况，那些被他派出去的采集小队已经回来了。他看了一下消息提示，昨晚这些骷髅士兵压根就没有采回来多少材料，那些死去的虫族尸体都被虫怪们给拖走了，根本没留下多少。难道是这些虫子头一回闻到烤熟的肉味，忍不住拿回去吃了？要不然他们回收这些虫怪的尸体做什么？陈默有些惊讶，不过没关系，反正陈默今天打算继续找他们的麻烦。围攻了自己2次，这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虫怪尸体拖回去了，再抢回来就是了。吃过早饭，陈默继续留下2只骷髅士兵在洞口把守，让忙碌了一整晚的骷髅厨师和骷髅炼器师继续工作。他带着剩下的骷髅士兵们向着丛林深处进发。今天的战争开始了。看着身边的70多只骷髅士兵，陈默心里满是信心。一直走到昨天战斗的地方，陈默发现了有些不对劲，这虫怪们怎么没出来对线呢？默契度这么低的吗？约个架都不主动。陈默沟通骷髅士兵，感知了一下周围情况，确实没有虫怪的身影，有些奇怪。今天的丛林有些静悄悄的，反而让陈默心里有些发毛。这些虫子在搞什么名堂？这是怂了？蹲在家里不敢出来对线了，是吧？你不来，我偏要上高地看看你往哪里躲。陈默看着走在身边的骷髅士兵们，有些紧张的心情舒缓了不少，让这装神弄鬼的虫怪给吓住了。我身边这么多史诗级的骷髅士兵，怕个貂毛，干就完了。陈默带着骷髅士兵们向前继续进发，又走了20多分钟，陈默感觉应该快到西泽丛林的腹地了。这里的地形平缓了许多，走了这么久，丛林中依旧没有发现虫怪的身影，陈默心中的不安感觉越来越重。突然，他在骷髅士兵的感知里察觉到了远处翻涌起的黑色浪潮。陈默举目望去，很快他就在前方低矮的丛林上方看到了一道黑色的巨浪，足足有10几米高的虫怪浪潮，前进速度极快，向着陈默的方向冲击而来。几乎就在瞬间，虫潮浪涌就已经到了眼前。我尼玛！陈默心里骂了一声，根本来不及反应。他刚刚命令骷髅士兵们将他团团围在中间保护，黑色的虫潮就已经冲击到了身前。陈默感觉自己仿佛被一道巨墙拍到了身上，砰的一声，他就身不由己地被虫潮冲起淹没。陈默在黑色的浪潮之中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他只能控制骷髅士兵们将他尽量裹在中间，形成了一个圆球，在冲浪的裹挟下向着后方不断翻滚。不知过了久，陈默努力在虫潮之中控制着清醒，他已经快要被急速的翻滚弄晕了。轰！终于一声巨响，虫潮裹挟着陈默那由骷髅士兵围成的圆球撞击在了一处山壁之上。随着剧烈的撞击，浪潮停了下来，铺天盖地的黑色虫怪围住陈默的骷髅小队，开始疯狂啃咬。陈默在骷髅士兵中间晃了晃已经转得迷糊的脑袋，终于清醒了些。他赶紧命令骷髅士兵抄起家伙向外突围。几十只史诗级骷髅士兵从包裹陈默的圆球状态退出，他们拿着武器开始收割周边的虫怪，带着陈默奋力向外冲去。陈默的骷髅小队在黑色的虫巢中间仿佛大海中的小舟，这强烈的对比之下让陈默有些愤慨，这 TM 的才是真正的天灾。
自己这几十只骷髅士兵在这铺天盖地的虫怪面前完全不够看。好在有史诗级光环的增幅，沉默的骷髅士兵品阶又高，所有的骷髅士兵都拥有以一挡百的战斗力，暂时还能够勉强应对。经过最开始的混乱，现在沉默的骷髅士兵们终于稳住了阵脚。骷髅法师的烈焰风暴又开始在黑色的虫山上空旋转呜咽，剧烈燃烧。骷髅弓手也带着8只封印分身急速连射，铺天的箭雨覆盖大片的虫怪。50多只史诗级的骷髅士兵挥动长刀，在前方开路砍杀，带着沉默迅速向外突围。好在虫怪虽多，但整体等级和品阶并不高，面对12倍攻击力增幅的骷髅士兵们根本无法阻挡。虽然依旧汹涌扑来，但也无法减缓骷髅队伍的向外推进速度。沉默看着黑色的虫巢，心中发恨。MD 来荒野里刷怪没几天，竟然让虫子给上课了。本以为这些虫子都是些智慧低下的物种，就算有指挥者，估计也水平有限。结果水平有限的是我，这虫子居然还会玩战术。要不是昨天沉默有了法力汲取光环后实力暴涨，召唤出大量的史诗级骷髅士兵，将召唤空间给罩满了，这要还是以前的战斗力，面对他们的这一波伏击，估计还真得饮恨西泽山。真是小看天下魔怪了。沉默心里做着总结，他昨天强化出史诗级技能，又召唤了大量的史诗级骷髅士兵，实力暴涨后有些膨胀的心态，现在也冷却了下来。本以为以他的实力在西泽山里完全可以平推，正准备一路高歌猛进，结果差点阴沟里翻船，而且还是虫怪的阴沟。这个阴沟沉默可不想体验。他指挥骷髅士兵们迅速后撤，但是这些虫怪似乎是发狠了，要将沉默留下。骷髅队伍撤退的路上已经铺满了虫怪的尸体，他们也不管不顾，依旧疯狂地向着沉默围攻扑来。沉默边退边观察虫怪的动向，结果还真让他发现了惊喜。在密集的异虫后方，有一只体型巨大的甲壳虫似的黑色虫怪被异虫们包裹围绕，他每一次低声嘶吼，这些异虫攻击的强度就会提升。好家伙，原来你就是那个指挥官啊！第94章损失惨重，可算让我找到你了。沉默心里有些兴奋，只要干掉了这只虫族指挥官，眼前的虫巢那就是一盘散沙，没有了指挥的异虫魔怪，就算数量再多，那也都是弱小的渣渣灰。到那时候还不得让自己随意蹂躏，肆意妄为，随意索取。想到这里，沉默的身上立马就有劲了，他也不着急跑路了。沉默马上指挥骷髅弓手向着那个巨型甲虫的方向瞄准射击，并让骷髅士兵们调转方向，一同迅速突进。今天胜败在此一举。被一只虫子给阴了，沉默心里早就憋着一股火，现在找到了正主，说什么也要把他给弄死。那只黑色巨型甲虫也发现了不对劲，他嘶吼一声，他的身前立马涌来大量的深渊异虫，阻挡骷髅士兵们的突进。巨型甲虫知道沉默的骷髅士兵的厉害，见到这些骷髅士兵调转方向向他袭来，立马在虫群的维护下开始后撤。沉默的骷髅士兵被突然涌来的大量虫群阻隔，行进缓慢，根本追不上那只巨型甲虫。而且那只巨型甲虫极其狡猾，不仅退得飞快，身上还让异虫们全部包裹。骷髅弓手射了数箭，都被他身上密密麻麻的深渊异虫给挡住了。沉默有些着急，看这情形，今天想要报仇，机会渺茫。他回头看看身边的骷髅士兵们，脑中飞快的思考，到底能用什么办法把那个家伙给弄死。扔骷髅坦克有点费劲，它太重了。那巨型甲虫跑得飞快，扔过去不一定够地着。看了看身边的骷髅士兵，沉默一狠心，指挥骷髅士兵们随便将5只没穿什么装备的骷髅士兵抬起，一个旋转将他们高高抡起。5只高阶骷髅士兵在空中飞速划过，直接落在了巨型甲虫的身上，扔得真准。沉默不得不夸赞一下这些努力的骷髅士兵们。而落在巨型甲虫身上的5只骷髅士兵刚一落下，就挥动长刀扫开甲虫身上的异虫，露出了巨型甲虫坚硬的外壳。他们手中长刀一刺，整个长刀就从外壳的缝隙处没入虫身。-3802，-5190，-6125，连串的伤害爆出，把巨型甲虫疼得疯狂嘶吼。他扭动身体，要将身上的骷髅士兵甩下。周边的异虫魔怪也如同疯了一般，不顾一切蜂拥而上，全部冲向了那5只骷髅士兵。很快，骷髅士兵就被疯狂的异虫覆盖。他们在沉默的指挥下，也不去管那些在身上撕咬的异虫，拔出长刀接连刺下。无论巨型甲虫如何挣扎，他们扒着甲虫的外壳缝隙固定住身体，就逮着它不断攻击。那只甲虫就算再强悍，也顶不住5只强化了12倍攻击力的高阶骷髅士兵对它进行集火攻击。
很快，巨型甲虫就倒下不动了。你击杀15级黄金级 BOSS 深渊领主，获得经验值2400点。你获得暗影石1颗。你获得黄金级法袍暗影行者1件。你获得白银级暗影行走技能书1本。看到消息提示，陈默兴奋极了，竟然真的干掉这个老阴币了。今天差点被他给阴死，现在终于大仇得报。巨型甲虫一死，本来还在疯狂攻击骷髅士兵的一虫突然茫然四顾。过了好一会儿，他们似乎接到了什么信号，开始迅速撤退。后退的途中还不忘带走了大量的虫怪尸体，其中就包括那只黄金级 BOSS 巨型甲虫。难道还有其他指挥者？陈默看着虫怪们的异常举动，有些诧异。他没有去阻拦虫怪们后撤，因为他也想撤了。今天被虫怪群裹挟冲击，体验了一把虫巢飞车。虽然身体有骷髅士兵们保护，没有什么大碍，但也确实很疼。之前因为报仇心切，没太注意。现在虫怪退去，他马上就感觉身体像散了架似的。陈默现在只想回山洞休息。返回山洞的路上，陈默清点了一下骷髅士兵，这一战损失惨重。陈默的骷髅士兵部队里，除了强化过的3只黄金级精英士兵和新召唤的那些史诗级骷髅士兵，其他的骷髅士兵全部阵亡，包括那只传奇级的骷髅士兵。不过那只传奇级的骷髅士兵是在被陈默扔到巨型甲虫身边执行刺杀任务时被疯狂的虫群给咬死的。至于其他的白银级、黄金级骷髅士兵和那3只青铜级的骷髅工兵，在第一波虫巢冲击时就已经死在了汹涌的怪群之中。现在陈默的召唤空间还剩下5、4、7、8，直接损失了20多只骷髅士兵。他们的生命值还是太低了，要不然也不会在虫巢中被冲死这么多骷髅士兵。陈默坐在人力车上思考的时候，骷髅士兵们已经将他抬回了山洞下面。他下车爬回山洞，直接坐在了地上休息。山洞里面的2位骷髅大师还在努力的工作。陈默看了一下，骷髅厨师已经烤了将近100公斤的魔力红薯了。那边的骷髅炼器师也炼制了3件虫壳铠甲，工作效率都不错。陈默点点头，对他们的工作表示了肯定。他拿出些熊肉，让骷髅厨师抓紧过来做饭。今天太饿了，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饭呢。陈默看着过来的骷髅厨师，他直接消耗400点精神力，将他的厨艺技能强化到了黄金级。厨艺大师黄金级，他已经掌握各种高级的烹饪技巧，可学习黄金级的超凡食谱。陈默打开面板看了看骷髅厨师的技能介绍，这才感觉他的能力已经配得上这珍稀的黄金级熊肉了。可惜熊哥没什么兄弟姐妹，就这么些肉，不值得特意去买一张超凡食谱，就直接都烤了吃了算了。陈默现在已经找到了赚钱的方法，也不打算再卖黄金级熊肉了。他在万界商城里逛了这么多天，也看出了黄金级物品的珍贵。那么多的职业者，每天要杀多少怪物？结果万界商城里出售的黄金级物品屈指可数，更不用说在网上的暗金级的物品了。他们就算有，也不会拿到这上面来卖，要么私藏，怕别人发现，要么找个靠谱的超凡拍卖行匿名挂卖。第95章，骷髅刺客。陈默看到骷髅厨师放下手中的魔力红薯，拿过熊肉开始处理，他就不再关注，开始清点今天的收获。今天的战斗看似惨烈，双方打得有来有回。实际上陈默的杀怪数量并不如昨天多，主要是跑了一上午的图，结果被虫群的伏击给干懵逼了。然后他就坐着虫巢漂流飞车荡到了丛林深处的山脚之下。经过一系列的骷髅士兵保卫战后，虽然最后在万军丛中干掉了巨型甲虫，但确实没杀掉多少虫族魔怪。因为打到后来，战斗双方都没有了心情，一方阵前丢了主帅，一方浑身酸痛，所以只好再次偃旗息鼓，鸣金收兵。陈默感觉跟他对战的根本不是什么虫怪，反倒像是个老谋深算的人。有这智慧，你当什么虫子呢？突然这么一想，陈默心里又有些不安了起来。以他们的智商，今晚不会又想什么办法来整我吧？这还真是不得不防。不行，得想个办法去刺探一下敌情。现在敌暗我明，情形太不利了。陈默到现在连虫子的老巢在哪还不知道呢，而自己的行踪，那些虫子可是一清二楚。他们真要是有什么算计，自己可就真入了套了。想到这里，陈默也坐不住了。他打开背包，拿出今天击杀巨型甲虫掉落的白银级暗影行走技能书，心中有了主意。陈默消耗240点精神力，使用骷髅召唤术召唤出一只白银级骷髅士兵。看到从召唤法阵的黑色空间漩涡中走出的眼冒绿火的骷髅士兵，陈默拿出同样是由那只巨型甲虫掉落的暗影石和黄金级暴熊的兽骨，强化骷髅士兵。选择强化方向：速度强化、体质强化、精神强化。选择速度强化。陈默做出选择后，强化金光在身上显现。
带着黑色的暗影石和暴熊兽骨粉末飞起环绕，最后融入骷髅士兵的骨骼之中。果然可以。早在陈默看到暗影石的时候，他就想试试，看看强化骷髅士兵除了使用基础的元素晶石以外，其他类型的能量晶石能不能使用。现在来看是可以的。陈默将暗影行走技能书拿出，让强化后的骷髅士兵学习。他又消耗1200点精神力，将这个技能直接强化到了暗金级。强化金光闪过，陈默打开面板，查看这只骷髅士兵的属性：灵骨战将，暗影，资质等级黄金级，天赋特性黑暗使者，等级12，生命值2106，攻击3464左元括号251加3464右元括号。技能暗影行走，暗金级无。黑暗使者天赋掌握黑暗之力，前行技能无时间限制，显露黑暗的第一击必定产生致命效果。暗影行走，暗金级，进入暗影前行状态，移动速度提升 30%， 存在感降低 80%。 介绍：掌控黑暗力量的骷髅士兵，行走在阴影之中的他绝对是一位优秀的刺客。陈默满意的关闭骷髅刺客的属性面板，他从背包空间中拿出一把青铜级匕首递给他，这武器也是今天打怪掉落的战利品，暂时没有更好的武器，就先让他用着。骷髅刺客接过匕首，身影在陈默眼前慢慢消失。暗影行走技能发动，陈默命令他先去刺探一下虫群的动向和老巢的位置。感知到骷髅刺客走出山洞离开，陈默这才稍微放下了心。有了这个家伙，自己也有收集情报的专员了。骷髅刺客遁入阴影之中，在丛林之中翻转腾挪，急速前进。他在阴影中移动速度提升了 30%， 存在感极低，仿佛幽灵般在丛林中穿行。很快，陈默就在他的感知里察觉到了一支虫怪小队，对方也在快速地向陈默的方向行进。这虫怪指挥官果然想搞事。陈默在骷髅刺客的感知里看着对面正在丛林中悄声奔行的虫族小队，他心中感觉有些庆幸，还好他强化出了骷髅刺客，派出去侦查情报，在半路发现了这些偷偷摸摸的家伙，否则还真让这些小虫子得逞了。骷髅刺客拥有前行能力，对方并不知道他的存在，他们还在努力地降低行进中的声音，生怕沉默的骷髅士兵们察觉。就这样，骷髅刺客遁入暗影，站在丛林中，默默地看着这支黑色异虫小队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地从他眼前走过。沉默想了想，让骷髅刺客不用管这些虫族小队，继续前行去寻找虫族的巢穴。骷髅刺客离开，双方派出的侦察小队在丛林中擦肩而过。知道了虫族的动向，沉默起身唤出所有的骷髅士兵，让他们全副武装，全部站到山洞外面的丛林之中，只留下2只骷髅士兵在洞口守护，然后命令山洞里面的2位制造大师在山洞里继续工作。安排完毕，他回到垫子上继续休息。来了。沉默睁开眼睛，他已经在骷髅士兵的感知里看到了远处的虫族小队，他们显然已经发现了在山洞外面站得密密麻麻的骷髅士兵们。双方经过几次战斗，虫子们已经知道了骷髅士兵们的厉害，他们不敢继续前进。刺杀行动失败，其中一只稍微强壮些的虫族头目闭上眼睛，似乎在向指示官心灵沟通，请示行动。没多久，他睁开眼睛，指挥小队在原地不动。他们在骷髅士兵的感知里就如同黑暗中明亮的火焰般显眼。沉默看到他们趴在了远处的从高地上小心地潜伏起来，监视着骷髅士兵们的举动。好家伙，沉默的嘴角有些抽搐，这支虫族的侦察小队怎么感觉这么憨憨呢？如此光明正大、明目张胆的侦察情报，他们对骷髅士兵的恐怖感知能力根本一无所知。不过目前对方情况不明，沉默也就不管他们，反正骷髅士兵都在外面，他们的感知已经覆盖山洞周边所有的地方，任何敌人都不可能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完成刺杀。沉默在山洞里面还是很安全的。再说，沉默在死灵共生的技能效果下，生命值已经接近5万点，根本不怕刺杀。他将骷髅士兵们放在山洞外面，就是想威慑一下虫族小队，好给骷髅刺客争取时间。今晚说什么也要扭转敌暗我明的局面。第96章报复开始。好在经过这2天的战斗，沉默也大致判断出了虫族巢穴的方位。骷髅刺客在他的指引下，很快就来到了一处山谷之外。谷外到处都是趴在地上休息的异虫，还有一些异虫没有休息，他们正在来回奔波在白天的战场上，将虫族尸体搬运起来，连续不断地向山谷里面运送。骷髅刺客就是偷偷跟随这些执行搬运工作的虫怪，这才来到的这里。山谷里面的栖息的虫族实在太过密集，直接潜入根本不可能。骷髅刺客感知了一下周围的地形，身形一动，
从旁边的山峰峭壁直接爬到了山谷上方。很快，陈默就在骷髅刺客的精神感知里看到了山谷里面的情况，惊得他一下坐了起来。只见山谷里面一处巨大的洞穴里，一只体型异常巨大的虫族母巢在里面蠕动。虫族工兵搬运回来的同族尸体全部都被送进了虫族母巢那长满利齿的巨口之中。他吞下这些尸体，很快在尾部就生产出大量的虫怪幼虫。那些幼虫出生后没多久就完全可以自由行动，它们扑在虫族工兵运送回来的尸体上，大口吞吃。幼虫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长起来，这刨冰速度也太快了，怪不得整个西泽山都没有魔怪了，这是都成了虫子的养料了吧？好在他们的等级还不高。虫族指挥者似乎也是知道人族职业者的厉害，他们目前就只是在西泽山里面盘踞，没有出去袭击西泽镇，否则这么多虫怪如果像潮水般冲击西泽镇，以那里的防卫力量还真不一定能防得住。不过他们潜伏的时间也不会太久，西泽山里已经没有可供食用的魔怪养料，虫族为了发展向外扩张是必然的，也就是这2天的时间了。不过他们遇到了沉默，阻碍了他们的扩张步伐。看来就算自己不杀那只黄金级的大地暴熊 BOSS 也活不了几天了。这么优质的养料，这些虫族根本不可能放过他。而沉默来到西泽山的时间刚刚好，否则熊哥就得喂虫子了。熊哥心地这么好，为自己贡献了这么多材料，真不忍心看他遭此大难，自己这也算是帮他了。沉默看到虫族巢穴里面的情况，心里想着，看虫族目前的动向，他们今晚正忙着恢复生产，应该不会有什么行动。那支派出的虫族小队主要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侦查沉默的动向。看来这个虫族指挥官也认可了沉默召唤的骷髅小队的破坏力，怕他们过来偷袭。沉默自然不能如他所愿，之前不知道也就罢了，现在知道了他们这恐怖的生产速度，哪还能任由他这么随意暴兵？万一他再进化出一些高阶的虫怪，把自己秀翻车了，那怎么整？必须要破坏这些虫族的计划，就算灭不掉也要恶心他们。沉默命令骷髅刺客在虫巢周边继续侦查，寻找偷袭路线。他打开万界商城，购买了大量的白板标枪，随后指示山洞外面的骷髅士兵向着虫族巢穴全军出击。在山洞远处侦查的虫族小队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原本那些呆立不动的骷髅士兵们突然行动起来，提着刀剑就向着他们的方向杀了过来。完了，被发现了！虫族小队长反应过来，想要指示小队逃跑，却根本来不及。以他们的等级品阶，怎么可能是史诗级骷髅士兵的对手？要不是虫族在数量上占据优势，沉默的骷髅部队根本不怕他们，只是随手攻击，这些虫族小队直接就被冲过来的史诗级骷髅士兵轻松扫灭。消灭虫族的侦察小队后，骷髅小队没有停留，向着虫族巢穴的方向全速行进。沉默站在山洞口，望着消失在夜色中的骷髅部队，他心中冷笑，虫子们来自不死亡灵的报复已经来了。在骷髅小队在丛林中行进的时候，骷髅刺客站在山谷上又发现了一个情况，在山谷中央的虫群中间居然还有3只虫怪统领，他们跟白天战斗时被沉默击杀的那只黄金级巨型甲虫长相都差不多，那巨大的黑色体型在异虫群中还是比较显眼的。之前沉默被山谷山洞中的虫族母巢给震撼到了，没注意他们的存在，现在被骷髅刺客发现了，看来今晚的行动有目标了。很快，骷髅小队就沿着骷髅刺客探查出的行进路线爬上了山谷一侧的山腰之中。他们潜伏在丛林中，感知着下方山谷中伏地休息的虫怪。在沉默的指挥下，这些骷髅士兵已经收起了武器，手上拿着他刚买的白板标枪。这些骷髅士兵没有武器技能，想要远程攻击只能使用这种不怎么需要瞄准的标枪。反正下方的虫怪数量极多，层层叠叠，在山谷中密密麻麻，黑乎乎的连成一片。虫怪们的这种密集程度根本就不用考虑瞄准问题，骷髅士兵们只需要将手中的标枪向下随手一扔，就肯定能命中目标。很快，这些在山谷里栖息的虫怪们就感受到了来自沉默的报复，漫天的标枪如雨点般从天而降，铺天盖地，坠落在了下方的虫怪之中。瞬间就有大量的虫怪被标枪扎穿死去。骷髅士兵们动作很快，一只接一只的将标枪连续投出。很快，沉默背包里面的上千支标枪就投完了。山谷里的虫怪被这从天而降的攻击都给打懵逼了，死伤无数。山洞里一阵金光亮起，沉默升到13级了。他将属性点继续全部加在体魄上，来弥补骷髅士兵们生命值上的不足。骷髅士兵们在沉默的指示下，投完标枪后也不在山腰继续停留，他们沿着骷髅刺客查探出的路线迅速撤退。山谷里的虫怪们终于反应过来，他们在虫族统领的指挥下迅速爬上山坡。
向着骷髅小队追击而来。骷髅士兵们拿出武器，他们已经退出了山谷之外。虫怪们追了上来，双方战斗打响。骷髅士兵们边打边退。第97章黄金级法袍。前方开战后，沉默的精神力又满了。他在山洞里开始全力召唤新的骷髅士兵。召唤法阵启动，一支支的史诗级骷髅士兵从法阵上方的空间漩涡中走出，他们很快就将山洞口堵满了。这次他一共召唤了10只骷髅士兵，将召唤空间补充到了6993。沉默的精神力不够用了，没办法，前方的追击的虫怪们已经退去，骷髅小队没有了敌人，法力汲取光环无法发挥作用，精神力恢复速度自然就跟不上了。但沉默今晚打定主意要找虫怪们的麻烦，自然不肯就此罢休。他指挥骷髅小队调转方向，向着白天双方的战场奔去。那里还有不少虫族工兵在搬运虫族尸体，可不能让他们这么运下去了。虫怪数量已经这么多了，再继续暴兵，那还怎么打？必须切断他们的原料供应。很快，骷髅小队提着各式各样的武器，气势汹汹地来到了战场附近。他们见到虫怪就砍。这些负责搬运的虫族工兵自然不是骷髅士兵们的对手。很快，战场上就已经没有活着的虫怪了。沉默指挥骷髅士兵们将虫族尸体堆在一起。骷髅法师走到虫堆前面，张开双臂，他的身上法力涌动。烈焰风暴技能发动，暴虐的火焰元素开始在虫堆上方旋转凝聚，染红夜空。火焰风暴很快便轰然落下，炽热的烈火灼烧着虫族尸体，噼啪作响，将它们全部烧成了飞灰。现在沉默没有了采集型骷髅士兵，也不可能将这么多虫族尸体都收进背包空间，索性直接全烧了。他得不到的，虫族们也别想拿回去。冲天的火焰在西泽山上燃起，火光照亮夜空。沉默在山洞这边都能看到远处山头上那醒目的火光。骷髅士兵们还怕火焰不够剧烈，他们不断地抬起虫族尸体扔进火堆之中。火焰之中不时有虫怪的尸体被烧得爆开，啪啪作响。虫族统领们自然也发现了沉默的老六行为，有些急了。他们连续组织了好几波攻击，但时间仓促，袭击过来的虫怪数量都不太多，根本无法威胁到个体战斗力爆表的骷髅部队，很快就将他们都打了回去。而那些被当场击杀的虫怪尸体也都被骷髅士兵们扔进了火堆中间。冲天的火焰烧得更加剧烈了。而因为这几次虫怪的攻击，沉默的精神力再次得到恢复。他身边的史诗级骷髅士兵数量已经增加到了23只。沉默将召唤空间的数量补充到了9093。他的骷髅部队现在已经有4只精英级骷髅士兵，分别是一只骷髅弓手、一只骷髅坦克、一只骷髅法师和一只骷髅刺客。生活类骷髅大师有2只，一只骷髅厨师，一只骷髅炼器师。剩下的全部都是史诗级骷髅士兵，总共84只。沉默将今晚刚打的还热乎的装备全部拿出，让身边刚召唤出的骷髅士兵们分配穿好。他留下10只在洞口负责守护，将剩下的骷髅士兵们全部派出支援前线。骷髅士兵们精力充沛，不眠不休，他们可以24小时不间断工作。他打算让虫族们也适应一下他们的作息时间。骷髅士兵们在丛林中守在火光旁边，直到将虫族尸体全部烧完，他们这才向着虫谷方向重新进发。今夜注定无虫入眠。沉默看着远方剧烈燃烧的冲天火焰，突然想起了前世某岛国也曾被一个叫李梅的将军实施过烧烤战术，一夜之间满地飘香，场面让人十分感动。沉默决定，这只骷髅法师以后就叫烧烤大师李梅大将了。有了新召唤的骷髅士兵增援，前方的战斗越发简单。虫族又组织了几次攻击后，终于放弃了，他们全部后撤，退回了山谷。沉默在山洞中精神力一直处于满值状态，他召唤了3只白银级骷髅士兵，将召唤空间补满，然后又将黄金级的吸血光环技能也强化到了史诗级。吸血光环，史诗级，开启光环，友方单位每次攻击可汲取伤害量的 1280%， 用于恢复自身生命，可强化，需要精神力6400点。自此，沉默的所有技能都达到了史诗级。他的属性面板的豪华程度，就连长居在挥舞虚空的大佬们看到了，嘴角都要流下羡慕的泪水。史诗级的技能，绝大多数职业者恐怕连见都没见过，更不用说拥有了。这个级别的超凡技能，恐怕只有那些最顶级的超凡家族才可能有一些相关资源，普通的超凡家族根本就不可获得这样的稀缺物品，而且就算是拥有，也只会捂得严严实实，不敢透露半点风声。以他们的家族实力，根本就不可能护得住这样的宝物。一旦被发现，除非马上将技能卷轴交出，寻找大佬庇护，否则家族将面临灭顶之灾。沉默满意的关闭技能面板，
整理了一下垫子，侧身躺好。他看到堵在山洞门口挡着冷风的10只史诗级骷髅士兵，然后又看了看已经在山洞里面工作了2天1夜却依旧精神充沛的2位骷髅大师，感受着山洞里面温暖的气息。沉默沟通了一下前方的骷髅士兵小队，看到他们已经在虫谷门口燃起了庆祝的冲天火焰，以及山谷里面虫族们那雀跃的状态，他这才满意的闭上眼睛，沉沉睡去。一夜无话。沉默早上醒来，打开面板，经验值已经涨到了13级的 39%， 而且依旧在快速上涨。他对骷髅士兵们的努力工作表示了肯定，想来虫族们昨晚应该会对他精心准备的篝火晚会很是满意。沉默吃着骷髅厨师准备的熊肉打卤面，心中快乐的想着。他突然想起昨天在击杀黄金级甲虫后，还有一件黄金级装备在背包里没看。沉默从背包中取出这件黑色的法袍，查看属性：暗影行者，装备品阶黄金级，等级12级，装备特性受到暗影庇护，存在感降低 80%， 生命值加160，体魄加3，神魂加8，耐久度1600。介绍：这是专为社恐人士贴心设计的法袍，穿上它，你将成为人群中不被关注的小透明。可强化，需要暗金级材料天河丝2公斤。第98章采集宗师。沉默看到这件戴兜帽的黑色法袍，对它的属性很是满意。穿上它，自己在骷髅士兵中间就更加不被关注，能降低魔怪们对他的注意力。沉默将这件法袍穿在了身上，戴上兜帽，感受了一下他的第一件装备。这件法袍很宽大，戴上帽子后可以将沉默的全身都包裹住，连面貌都无法看清，确实低调不少。沉默摘下兜帽，就这么穿着法袍。他沟通前方的骷髅士兵，感知了一下他们的战斗情况。这些骷髅士兵们此时正在丛林中与虫怪们进行小规模的拉锯战，战斗双方都很有活力，很不错。沉默满意点头，看到精神力依旧是满值。他打开召唤空间，将手下的4只精英级骷髅士兵全部唤回，直接消耗精神力，将他们的技能全部强化到了史诗级。反正前线的战斗一直在持续，沉默的精神力一直都是满的。今天继续强化一波。强化金光连续闪过，骷髅士兵们的技能强化完成。沉默打开属性板查看了一下，嘲讽光环史诗级，开启光环将提升自身 60% 的防御力，并受到魔怪的优先攻击，影响范围256米，可指定单一目标。大地铠甲史诗级，召唤凝聚土元素，覆盖全身，形成坚硬的战铠，提升防御能力，可进化成大地巨人。法力汲取史诗级，开启光环后，有方单位攻击时可恢复伤害量 1280% 的精神力。烈焰风暴史诗级，在指定区域释放一片狂暴的火焰，对区域内的目标造成持续伤害，可吸收一火提升威能。暗影行走史诗级，进入暗影前行状态，移动速度提升 120%， 存在感降低 90%， 在暗影形态时免疫伤害。攻术宗师史诗级，攻击距离增加 1920%， 弱点攻击几率提升 60%， 可凝聚元素剑矢。风旋九影史诗级，召唤8只风属性分身，每只分身的生命值为召唤者的 50%， 分身破碎后可造成攻击力 1280% 的范围爆炸伤害。看着这些骷髅士兵的史诗级技能，可算是让沉默开了眼界了。他们的每一个技能都强力到让人羡慕想哭。好在这些都是属于沉默的。他挥手让手下的4员精英级大将离开山洞，前往战场，继续对虫族实行骚扰蚕食战术。沉默坐在山洞里，打开万界商城浏览。昨天的战斗，他强化的骷髅工兵全部损失掉了。今天他准备再强化2只出来。这些采集型骷髅士兵是荒野冲浪必备的工种，绝对不能节省。沉默在商城上购买了2枚风灵晶和2本采集术技能书。交易完成，沉默的账户余额又花得差不多了。毕竟昨晚骷髅士兵们还向虫谷里面扔了上千根标枪，这可都是钱。他看看背包空间，骷髅厨师已经将200公斤魔力红薯烤得差不多了。沉默将这些烤魔力红薯全部上架，开始售卖。反正自己已经有法力汲取光环，已经完全不需要这些烤魔力红薯，那些提升精神力恢复速度的效果，反正等需要的时候让骷髅厨师再烤就是了。材料准备完成，沉默从背包空间中拿出风灵晶和大地暴熊的兽骨，换过来2只白银级骷髅士兵，对着他们选择强化。选择强化方向：速度强化、体质强化、精神强化。选择精神方向强化。强化金光显现，带着风灵晶和黄金级的熊兽骨粉末，旋转融入到了2只骷髅士兵身上。沉默又拿出2本采集术技能书，让他们学习。他这次选择消耗精神力，将2只骷髅士兵的采集术技能直接强化到了史诗级。
全部强化，一步到位。陈默打开面板，查看新强化的骷髅工兵的属性：灵骨战将，风；根骨资质，黄金级；天赋特性，风之感悟；等级13级；生命值1560；攻击3533左元括号256加3277右元括号；技能采集宗师，史诗级，无；风之感悟，使用切割技能，锋锐度提升120%，移动速度提升120%。采集宗师，掌握采集相关的所有宗师级技艺，可采集史诗级的材料。介绍：这是一只史诗级的采集宗师，他们所过之处，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材料能逃过他们的眼睛，除非看不上。看到2只骷髅工兵的属性，陈默对这次强化的结果非常满意。购买风灵晶强化采集型骷髅工兵，也是他临时想到的办法。他想着尽量提升骷髅工兵的采集速度。现在来看，强化后的效果不错。相对于速度强化的骷髅弓手，精神方向强化的骷髅工兵在攻击速度方面没有提升，但它提升了切割技能的锋锐度。也就是说，这些风属性的采集工兵在使用采集技能切割材料的时候，可以凝聚风元素，提升切割的速度和强度，非常实用。而且他们的风之感悟天赋同样提升了骷髅工兵的移动速度，可以让他们在战场上快速奔走，提升采集速度或逃离保命。陈默看完属性面板，挥手让2只新强化出来的采集宗师也一起前往战场。那些虫怪尸体能收集回来一些材料，当然最好，总比全部烧掉强些。那可都是钱。有时间的话，当然是先采集一波，然后再烧掉，尽量提高些收益，积攒装备。陈默的这90多只骷髅士兵，大部分可连装备都还没穿全呢。这家业越来越大，入不敷出啊。反正这2只黄金级采集宗师比之前的那3只青铜级骷髅工兵强多了，不只是采集能力方面的提升，最起码跑得快，安全还是有保障的。强化完这2只采集宗师，陈默的账户也没什么钱了，现在只能等卖掉白银级超凡食材烤魔力红薯后来回血了。他郁闷地关闭了职业面板。陈默看了看还在山洞里忙碌的2位骷髅大师，心想怎么把他们给忘了。他赶紧叫过来这2只生活系骷髅大师，直接将他们的技能也全部强化到了史诗级。第99章史诗级技能强化完成，强化金光闪过。陈默打开面板，查看技能面板。厨艺宗师，史诗级，掌握烹饪相关的所有宗师级技巧，可学习史诗级的超凡食谱。控火宗师，史诗级，拥有宗师级的火焰控制技巧，可随意掌控火焰的强度，吸收异火威能提升。炼器宗师，史诗级，掌握炼器相关的所有宗师级技巧，可以炼制史诗级的超凡物品，需要相关制作图纸。现在陈默手下所有的骷髅士兵也都拥有了史诗级的技能，全部强化完成。陈默也有些饿了，他只是骷髅厨师去准备午饭。强化到史诗级厨艺后，骷髅厨师的动作麻利了很多，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处理食材的动作圆润丝滑，甚至带上了一丝美感。他将熊肉切片装好，拿来烤盘和青菜，配上秘制的酱料，在炭火上架好烤盘，拿出夹子帮陈默开始烤肉。陈默看着眼前的骷髅厨师，觉得回去后自己有必要给他配置一身行头了。一位拥有史诗级技能的厨艺宗师，在生活类职业者中那都是最顶尖的存在，而现在这位宗师竟然连衣服都没有，露着一身的骨头架子，属实有些掉价。当然这些只能回去再说，万界商城里可没有普通物品出售，想买衣服只能回到城市里去。就在陈默思绪飘飞的时候，肉已经烤好了。他拿起筷子，夹起熊肉，蘸上酱料，放入口中，真是美味。真不愧是厨艺宗师，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好吃。这烤肉虽然不是超凡食物，却也能量满满。陈默还没吃多少，就有些吃不动了。他放下筷子，喝着果汁，让骷髅厨师将东西收拾干净。陈默靠坐在山洞边上，正准备沟通一下前方的骷髅小队，看看情况。突然他心中一动，打开属性面板。姓名陈默，职业死灵巫师，九彩至尊骨神级强化，等级13 50.69%， 体魄88，神魂116，召唤空间9393，技能骷髅召唤术，史诗级，强击光环，史诗级，死灵共生，被动吸血光环，史诗级。骷髅召唤术，史诗级，消耗3840点精神力，召唤一只骷髅士兵，史诗级，为你而战，可强化，需消耗6400点精神力。介绍：骷髅士兵的属性受死灵巫师属性影响，献祭尸体可节约2/3的精神力消耗，降低召唤骷髅士兵的品阶，可减少精神力消耗。强击光环，史诗级，开启光环，
可提升友方单位 1280% 的攻击力，可强化，需消耗6400点精神力。死灵共生，被动，死灵巫师将与死灵召唤物共享生命值和精神力，只要有召唤物存在，死灵巫师就不会死亡。吸血光环，史诗级，开启光环，友方单位每次攻击可汲取伤害量的 1280%， 用于恢复自身生命。可强化，需要精神力6400点。果然如此，陈默看着技能面板，心中恍然。刚才吃完饭，陈默就感觉不对劲，他感觉自己的体魄似乎增强了一些。现在打开属性面板一看，居然真的增加了2点体魄。本来升到13级后加到了86点的体魄，现在变成了88点。怪不得黄金级的食材在万界商城里没什么人卖，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效果。不过黄金级食物直接吃的话，加2点属性值估计也就是极限了。黄金级材料的真正价值只能在相应的职业者手中才能发挥出来，像陈默这么直接吃的人还真没有几个。不过陈默的熊肉也不多了，为了他购买一个专门的食谱相当不划算，吃了也就吃了，反正能加2点体魄就是赚到。陈默关闭面板，沟通的还在前方战斗的骷髅小队。骷髅士兵们依旧活力十足，严格的执行着陈默布置下的战术。他们在虫谷外围四处游荡，每骚扰消灭一波虫怪小队，就在最短的时间里进行采集，将尸体烧掉后迅速撤退离开，不给虫怪们包围的机会，也不给他们留下任何暴兵需要的养料，一点一点慢慢蚕食虫怪们的实力。反正有骷髅刺客一直在前方监视虫怪群的动向，骷髅部队的打击十分精准，搞得虫怪指挥者有些烦躁。山谷里面的虫怪开始蠢蠢欲动，但他们似乎在准备什么东西。就算被骷髅士兵们欺负成这样，虫怪们依旧没有组织什么大规模的行动，只是不再派虫怪小队出来送死，就在山谷里面固守。见此情况，正好魔力红薯卖掉后，账户有了些余额。陈默又从万界商城购买了大量的白板标枪，他只是骷髅小队远远的在虫谷外围，拿着标枪向里面抛射，从天而降的标枪箭雨瞬间杀死躲在虫谷里的大量异虫魔怪。虫怪从山谷里追出来，骷髅士兵们就边打边退，虫怪撤退，他们就返回战场，采集后烧光沿路的虫尸，为虫怪提供贴心的善后服务。没事的时候，骷髅法师还会在虫谷门口放一把火，然后任由火焰向着虫谷里面蔓延。反正主打的就是一个聊骚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接连10几天过去，在骷髅士兵们全天无休24小时不间断的骚扰战术下，虫群的数量以非常明显的速度在减少，而且就算那些山谷中剩下的虫子们，精神状态也极度萎靡，再也没有了伏击沉默时那种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的嚣张模样。经过这几天的战斗，沉默也升到了14级，他的召唤空间里面的骷髅士兵已经全部补满105。眼看学院大考的时间快要到了，沉默知道这次的不死族对战虫族的天灾大战也要接近尾声了。这些天，山谷里面的虫子们被骷髅士兵给活够呛，不过那个虫族指挥者还真是沉得住气，就是一直不出来正面迎战。但沉默等不了了，时机已到，他要结束这场复仇之战。在沉默的指挥下，正在虫谷外抛投标枪的骷髅小队迅速将手上的标枪投完，他们拿出武器，开始向着虫谷里面发起进攻。第100章突进虫谷。这些天，骷髅士兵们这种形式的攻击已经经历了无数次，山谷里面的虫怪们早就已经习惯。那3只虫谷中央的巨型甲虫统领趴在地上有气无力的低声嘶吼，他们催动着前方同样精神萎靡的虫怪们，向着骷髅士兵们围攻袭来。以往这个时候，骷髅小队就会马上迅速后撤，以防被虫怪们围住，然后边打边退，尽量消耗虫怪们的数量。那3只巨型甲虫都有些习惯了，但今天的骷髅小队一反常态，攻击异常凶猛。3只精英级骷髅士兵更是火力全开，带头向虫谷里面推进。走在最前方的骷髅坦克此时已经被土元素铠甲全部包裹，他化身成一个体型庞大的大地巨人，高达数米的大地巨人踏着沉重的步伐，在骷髅小队前方开路，向着山谷虫怪中间冲锋。他开着史诗级的嘲讽光环，吸引着无数的虫怪向他身上扑去，然而却根本无法阻挡前进的土元素巨人。他随手一拍，就能像清理灰尘一样扫飞数只异虫魔怪。骷髅坦克就如同一只巨型的推土机，在黑色的虫巢中间直接推出一条通行的道路。那庞大的土元素巨人后面是身后带着8只青色风元素分身的骷髅弓手。骷髅弓手拿着血红色的龙凝弓，拉开弓箭，锋锐的风元素箭矢在弦上旋转凝聚。他松开弓弦，射出的风元素箭矢在空气中无声无息，穿透力却异常凶猛。
那青色的风元素箭矢直接破开沿路的树枝异虫魔怪，在他们的身上轰开巨大的破洞，直至箭矢上元素之力耗尽，在半空中消散。一旦有虫怪靠近身边，那些风元素分身就会主动投入虫怪群中，然后破碎，轰然爆开。肆虐锋锐的风元素之力在虫怪群中飞舞旋转，急速切割，只留下满地破碎的虫怪尸体。只在队伍后面的骷髅法师双臂张开，他的周身爆裂的火元素在凝聚旋转，骷髅法师以自身为中心施展烈焰风暴，他就像一个巨大烈火风暴的中心，横扫着周围的一切事物。史诗级烈焰风暴，那极致的高温将所遇到的一切都化作飞灰，虫怪们根本无法扑到近前，就被炽烈的火焰烧化，消失在天地之间。在3只精英级骷髅士兵的带领下，后面那90多只眼中冒着橙色灵魂火焰的史诗级骷髅士兵分散四周，尽情挥舞着手中的武器。他们如割草般的在虫怪中间来回冲杀，个个都化身无双战将，在虫群中快速收割着虫怪的生命。那虫谷中间的3只巨型甲虫见到突然如同爆斗一般的骷髅士兵们，他们也有些急了，踌躇许久，终于一起向着骷髅士兵们冲杀过来。刚靠近战场，其中一只巨型甲虫一声嘶吼，第4技能发动，它前面的扇形区域的地面猛然穿出大量黑色的尖刺，这些尖刺直接将命中的骷髅士兵们顶到了半空。这场景看得陈默胯下一凉，真是好歹毒的技能，这虫子居然还有这种专攻下3路的断子绝孙式法术。还好这些骷髅士兵们对这种攻击完全免疫，根本不在乎。他们落地后依旧行动敏捷，迅速向着那只巨型甲虫杀去。他们可以不在乎，但陈默在乎，这只卑鄙的虫子必须死。精神状态明显早就不在线的巨型甲虫很快就被围上来的骷髅士兵们乱刀砍死。你击杀15级黄金级 BOSS 深渊领主，获得经验值2400点。你获得土灵晶1颗。你获得黄金级巨型镰刀冰霜之伤1件。你获得黄金级法杖灰烬使者1件。看到身边的同伴被杀，剩下的2只巨型甲虫迅速后退，他们焦急的嘶吼，凝聚大量的异虫魔怪在前方抵挡骷髅士兵们的攻击。手下的4大甲虫天王被杀了2个。虫谷山洞里面的虫族母巢明显也有些待不住了，他开始加速蠕动，似乎在酝酿什么东西。陈默可不管其他，今天他是要将这些虫子全部消灭。他指挥骷髅小队在虫谷中稳步前进，将拦路的虫子全部烧成飞灰。眼看骷髅小队在虫谷中已经推进过半，又有一只巨型甲虫待不住了，咆哮一声，他身上的虫壳迅速凝聚一层土元素的尖刺铠甲，将它完全包裹。然后他迈着沉重的步伐向着骷髅小队冲锋而来。轰隆隆，巨型甲虫全身尖刺，仿佛陆地坦克般向着骷髅小队碾压过来。突然一只土黄色的大手从空中拍下，啪叽，还在冲锋中的巨型甲虫被骷髅坦克化身的大地巨人一掌拍扁，他的体液秽物溅射一地，一动不动了。你击杀15级黄金级 BOSS 深渊领主，获得经验值2400点。你获得灵晶10枚。你获得黄金级长靴静心云靴1件。你获得黄金级腿铠尼尔巴斯的硬跳腿甲1件。看到骷髅坦克化身的大地巨人对同品阶的 BOSS 级魔怪那碾压般的打击，陈默算是明白了史诗级技能的威能。任何技能到了黄金级以上，每提升1阶，技能效果都是极大的提升。这也是高品阶的技能如此受追捧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稀有，还因为他们对战斗力那强大的增幅效果。这些被骷髅士兵们折磨了10多天的虫族魔怪们早就已经精神萎靡，虚弱无力，他们根本就没有多少精力来应对战斗。今天面对龙精虎猛的骷髅士兵们，他们根本无力招架。很快，骷髅士兵们在虫谷里就已经推进了2/3，眼看马上就要到最后的虫巢位置了。虫群中剩下的最后一个甲虫统领急得不停嘶吼，努力地汇聚异虫部下，督促他们打起精神，疯狂地阻止骷髅士兵的突进。眼看战斗即将进入尾声，陈默的心里也放松下来，看来这些虫子是真的被骷髅士兵们折磨够呛。今天的战斗力明显不行，太蔡坤了，根本就组织不起什么有效的反抗。现在时间刚刚好，今天干掉虫巢，明天收工回城，然后休息2天就能去参加学院考核了。